陈安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隐约记得昨晚喝多了，花了6999在会所充了个 VIP。最后的记忆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身影，挎着一个小坤包进了自己房间。想到这，他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想看看6999的档次长啥样。光线很暗，陈安花了几分钟才让自己的眼睛适应眼前的光线。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几缕惨淡的天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勉强照亮了他身处的这个大坑。陈安揉了揉眼睛，迷茫地向一旁看去，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之中，坑里弥漫的是浓浓的腐臭味道。这是哪里？主题房吗？他想坐起来，把这个坑的环境看得更清楚一些。刚一扭头，陈安的脸便贴上了一片白皙的肌肤。陈安停下动作，顺着那片肌肤往上看，又看到了一截纤细的脖子。再往上是一张青灰泛紫、双目圆睁的女人的脸，嘴唇微张，空洞地对着天空，早已没了气息。四目相对，陈安愣了几秒钟，然后一个机灵，手忙脚乱地爬了起来，浑身的血液瞬间凉了半截。什么情况？这里完全就是个乱葬坑，坑里横七竖八躺着数不清的尸体，尸体有男有女，有新有旧，大部分都只剩下一层干瘪的皮囊裹着骨架，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衣服也都不是自己所熟知的款式。陈安脑子嗡的一下，这是穿越了，他也干了。狂潮般的记忆碎片猛地冲进脑海。原主也叫陈安，出身一个破落家族，天生废柴，无法修炼。家里人不知从哪听来合欢宗有阴阳相济，可改良根基的秘法，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把原主送了进来。昨晚是他来合欢宗的第一个晚上，他被分配给一位外门师姐引导修炼。记忆中最后的画面是香气扑鼻的暖阁，师姐妩媚动人的笑容和那双缓缓贴上他胸膛带着灼热暖意的小手，然后就是奈魂都要被吸走的极致欢愉，再然后魂真的被吸走了，吸干之后像丢垃圾一样被人丢到了这里，真是惨。陈安对原主的遭遇深表同情。就在这时，他视线恍惚了一下，一行半透明带着淡淡荧光的小字渐渐地浮现在他眼前，生命值1/20，精力油尽灯枯。这是自己的血条吗？原来自己也是个有金手指的人上人啊！嘻嘻。陈安眨了眨眼，看向周围，发现坑里全都是空了的血条，悬浮在那些尸体头上，018、010、015，根本数不完。包括刚才在自己脸上的那具女尸。陈安想起来了，那是昨天和他一起刚进宗门的顶屋，长得漂亮，一下子被3位师兄看中，最后阴道一人，实道一人，刚道一人。陈安继续往下看去，发现在自己的血条下面还有一行文字：身体状态极度虚弱，说明书：1，可以通过攻略合欢宗师姐提升自身力量；2，攻略活动所奖励的词条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请合理使用。注意，你的身体情况很糟糕，如果再不尽快恢复，后果不堪设想。还有这好事？陈安对这个功能非常满意。又一行文字浮现：注意，请尽快补充营养，否则你就真的饿死了。还没等陈安细品面板上的文字，一阵强烈的饥饿感骤然袭来，陈安顿时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状态栏里多了一个即将饿死的 debuff。不嘻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自己上哪找对象去？陈安挣扎着想要爬出这个尸坑，可手脚软得像是面条，每一次使劲他都能看到自己那1/20的血条微微闪烁着红光。不行了，再不找点东西吃，就真要饿死了。感受着体内传来的那股强烈虚弱，陈安用尽全身力气将自己的身体拖出坑外。他瘫在杂草丛生的地上，大口喘着气，冷汗浸透了身上裹着的那块破布。这里似乎是合欢宗的一处后山，远处能隐约看到笼罩在淡淡云雾和连绵山峰之下的亭台楼阁。胃里的剧痛让陈安脸色有些发白，他目光落在了脚旁一片青草之上，眼中闪过一丝挣扎，然后便揪下一片看起来最嫩的草叶塞进嘴里，苦涩粗糙，还带着土腥味。你饿得都开始吃草了，这似乎有些不太体面。这种无名杂草的能量微乎其微，生命值加0.000001。陈安赶紧把草吐了出来。成都草吗？怎么这么多零？照这效率，他就算把后山的这些绿化带全都啃了，也不一定够恢复一点生命值。陈安踉跄了几步，又捡起了几个不远处坟堆前面摆着的几个已经有些腐烂的果子，囫囵地塞进嘴里。哦，酸涩腐败的汁液让他差点吐出来。你吃了坏掉的水果，对你的味觉和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生命值0.01。陈安快哭了，他连滚带爬地挪到另一处坟堆前，抓起几个已经发硬的馒头，连上面的灰尘也不拍打，直接就往嘴里塞。这似乎是贡品，不过无所谓，摆在这是贡品，吃了就是碳水，生命值加1。随着几块硬馒头下肚，陈安的血条终于是极其艰难的从1点蠕动到了2点。呼，陈安靠着坟堆大口喘着粗气，虽然生命值恢复了1点，但是胃里传来的饥饿感却没有丝毫的缓解，反而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补充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不行，光吃这种边角料玩意儿根本就不够。突然，陈安的鼻翼微动，风从某个方向吹来，带着一丝似乎是饭菜的香气，虽然很淡，而且混杂在草木泥土的气味中，但对此刻早已饥肠辘辘的陈安的冲击，不亚于一条饿了3天的狗闻到了几米之外的公共厕所。他踉跄着朝那个方向吃力地挪了过去，拼尽全力翻过一个山头，再顺着一条碎石小路走到尽头，
一座青瓦白墙的院落出现在了陈安的面前。院门敞开，能看到里面升起的袅袅炊烟，里面似乎还能听见锅碗瓢盆的动静。陈安意识到，这里是合欢宗那些负责看管后山的杂役们平日里吃饭的地方。他脸上一喜，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刚到门口，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便从墙内传来，而且听上去越来越近。陈安心脏骤停，猛地缩进旁边一处草丛之中。麻利点，早膳的灵米还没蒸上，李管事又要骂人了。催什么催？伙食不够了，还得去库房里。那还不快去！昨晚林师姐可是消耗了不少鼎炉，要是咱们早膳上迟了，说不定也要被扔到鼎炉房了。吱呀一声，侧面房间的一扇小木门被推开，两个穿着灰色衣服的杂役提着篮子急匆匆地走出来，快步从大门离开。陈安耐着性子等了片刻，确定无人返回，用尽最后力气一个闪身，溜进了刚才那两人出来的房间。黑暗中，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陈安的口水疯狂分泌，他一下子扑到灶台边，掀开锅盖，里面还剩小半锅肉汤。顾不上烫，陈安直接用手捞起肉块就往嘴里塞，又从旁边笼屉里翻出几个白面馒头，混合着肉汤狼吞虎咽。你感觉味道不错，不过这些肉的口感好像有些陌生。生命值加3，白面馒头是刚蒸出来的，泡在肉汤里食用确实是个好的选择。生命值加2，陈安狂吃一顿，状态栏里那些濒死 buff 也渐渐消失，生命值也来到了14/20。忽然，他感觉到自己的小腹下方猛地涌出一股爆炸性的燥热，全身皮肤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呼吸也变得粗重灼热。超，这肉有问题！感受到自己马上要被那股灼热的气息撑爆炸的身体，陈安大惊失色，出事了！你的阳气有些失控，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与此同时，状态栏里也多了几个字：欲火焚身。妈的，这地方的东西真是他娘的不能乱吃！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想去找点冷水冷静一下，但刚走到门口，院外忽然传来一个女人柔弱无骨的声音：王胖子，李管事让你做的补天汤做好了吗？陈安呼吸一滞，有人来了。下一刻，伙房的门帘被一只指甲上涂着鲜红扣丹的白皙玉手轻轻掀开了一角。陈安双眼血红地盯着那只白皙的手，视野里只剩下那被掀开的缝隙，还有缝隙后的那道倩影。在丧失理智之前，他脑子里最后一丝清明的意识是一句话：女士，对不起了。然而想象中那窈窕曼妙的身影并未出现，那只涂着扣丹的纤纤玉手之后，探进来的是一张涂着惨白脂粉、腮红浓艳如猴臀的大饼脸。那女人穿着合欢宗最低等杂役的灰色粗布衣衫，布料被底下肥硕到夸张的体型撑得像是一件紧身衣。她的眉毛粗黑如炭，描画得十分用力，几乎要斜飞入鬓，眉毛下面嵌着一双此刻正因惊讶而瞪得溜圆的眼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陈安全身赤红，青筋暴起地看着这位大婶，刚才消失的意识又重新回到了脑海。不如用手。那女杂役眼睛猛地一缩，粗黑眉毛倒竖，娇滴滴的嗓音配着她的体型，在这个狭小的偏间里炸起。呆，哪里来的烟杂小贼，居然偷到后厨中的来了，还穿成这副样子，实在是误了老娘的眼。陈安此时的喉咙里像塞了块火炭，他吃力地抬起手晃了晃，张嘴想去解释，却只能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呵呵怪异声音。好胆，还敢骂人！女杂役见状勃然大怒，脸上厚厚的脂粉被晃得簌簌往下掉。她本就常年颠勺，练就了一身惊人力气，此时根本不给陈安任何机会，闪电一般照着他那长红扭曲的脸狠狠地打去。砰！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陈安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泥头车冲撞了一般，耳中嗡鸣一片，眼前金星乱冒。他身体晃了晃，视线开始模糊，最后眼前一黑。呸！不经打的小贼，一巴掌就晕了，也敢来合欢宗做贼？让我看看你都偷了什么！女杂役嫌弃地甩了甩手，随意地踢了踢陈安瘫软在地的身体，然后便毫无顾忌地在陈安身上摸索起来。昏昏沉沉中，陈安感觉到一只手在自己身上上下游走。女杂役摸了半天，只摸到了半个已经有些发冷的馒头，就这么点东西。女杂役摸着下巴，瞪着眼睛在陈安身上来回逡巡。此刻他才看见陈安那俊朗的外形，还有刚才不小心摸到的。他眼珠子一转，这小子看上去细皮嫩肉的，虽说是个贼，但这身皮囊可比新月坊鼎炉室那些歪瓜裂枣强了不知多少。女杂役摩挲着下巴，继续思索：新月坊那边最近不是老抱怨质量越来越差吗？倒不如废物利用一下，送个好货去那边，说不准李管事的一高兴，自己还能得些好处。说干就干，女杂役力气惊人，一伸手毫不费力地将陈安像抬半扇猪肉一般抬了起来，随意地丢在了一旁的石桌上，打算天一亮就给人送过去。转身之际，女杂役不经意间又回头瞥了一眼，啧，皮子是真嫩，比那些被吸干了的柴火强了100倍。室内光线昏暗，但石桌上的身影却又鬼使神差一般让他顿住了脚。一片混沌中，陈安只隐约听得一阵轻声嘟囔：要不先检查检查，也是免得送个不中用的东西，惹李管事不快。片刻，陈安听见房间的门栓被插了起来，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朝自己走来，绝望涌上心底，陈安眼前一黑，再次昏了过去。意识慢慢复苏，清醒过来时，陈安倒吸了一口凉气，艰难地掀开眼皮，
映入眼帘的场景有些熟悉，还是那个乱葬坑。他又回来了，操！他勉强动手指，发现自己的状态似乎要比上一次他躺在这里时好上一些。畜生啊，用完了就扔！陈安心中出离的愤怒混合深深的无力感，这算什么？自己居然被一台虎式给撞了！废物，我真是个废物！他狠狠给了自己几个大逼兜，然后看向了面板，生命值22%，状态气血不足。还好，虽然感觉到有些腰酸背痛，但自己目前的生命值还算是处在一个安全的水平。等一下，陈安注意到了自己的生命值上限，果然比刚才多出了2点。本次攻略消耗10点血量，增加2点生命值上限。他仔细读着面板上的那句话，一个低级杂役就干掉了他一半的血条，却仅仅增加了2点血量上限。那如果对象换成一个炼气期的外门弟子，长得再稍微好看一点的话，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更多的生命值上限？当然是保证自己不被弄死的情况下。如此说来的话，修炼的对象不能太强，不然自己容易出事；也不能太弱，不然就像这次一样，费半天劲就长了1点血量，体验还差。陈安叹了口气，这是在玩火，稍不留神自己就会跟原主的结局一样。但他没得选，更多的血量意味着更好的身体，自己也就会更安全。所以他做了个决定，兢兢业业当个好顶炉。当初风格，当初水平。抬头看了看，已是中午。陈安深深吸了一口带着草木清冽的空气，用手指沾了点坑边的水，胡乱在脸上抹了抹。他看着自己裹着那块破布，撇了撇嘴，随即下到坑里，和坑里躺着的兄弟借了一件相对还算干净的衣服，又在附近寻摸了一些野果，吃下肚之后，生命值也是逐渐开始恢复。他便朝着记忆中第一次和师姐修炼的地方走去。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陈安的腿脚已经有些酸痛时，他终于是看到了那处熟悉的地方，一个高大的牌坊，上面是几个鎏金大字星月房。根据陈安的记忆，这星月房基本算是一块独立的新人区域，里面大多是一些刚入宗门不久的弟子，修为也大都在炼气2层以下，所以分配到星月房里的鼎炉也都是些质量最差的。房门此时敞开，里面隐约传来几声令人浮想联翩的声音。陈安在门口顿足，调整了一下情绪，然后拖着步子走了进去。院子里已有7、8个人在排队，多是些脸色微红、眉眼间带着期待之色的年轻男人，还有2个容貌姣好的女孩，这些都是等待登记的鼎炉。陈安心中一阵感叹，就在1天之前，自己的心里和他们一样充满了期待，而1天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都会被扔到后山的那个坑里去。一个穿着藏青色管事服的中年男人正懒洋洋地坐在一张条案后，手里拿着本册子，抬头伸手。管事的声音没什么起伏，面前那个年轻男人连忙照做。管事捏了捏他的胳膊，又对着他的脸和身板扫了一眼，便在册子上划拉一下，不带感情地说道：“丙午房，下一个。”陈安上前一步，管事抬起眼皮，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闪过一丝疑惑之色。“这位小兄弟，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他狐疑地看着陈安的脸，姓名陈二。陈安答道。李管事手中的笔顿了顿，他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陈安，随即用手沾了点唾沫，翻动册子，纸张哗啦作响。“我看看，昨天送来那一批里有个叫陈安的。”陈安心里咯噔一声，模样也像。李管事合上册子，抬起头，静静地注视着陈安。“大人好眼力。”陈安一脸诚恳：“那是我大哥。”“你大哥？”李管事挑眉。“对，大哥。”陈安点头道：“我哥听说合欢宗可以教人修炼，便带着我来了。谁知我昨天半路吃坏了肚子，耽误了1天，我哥等不及，就先来了。”李管事没说话，就一直盯着陈安。片刻，他嘴角挂起一抹僵硬的笑意，伸手。陈安老老实实伸手，李管事3根手指搭在他腕上，探出一股灵力。片刻后，李管事松手，露出一丝怜悯之色：“跟你哥一样毫无修为，你们2兄弟倒是一对卧龙凤雏。”他在册子上刷刷写下几行字，扔过来一块木牌和一套灰布衣服。“鬼7号房，里面规矩自己看墙上的牌子，只有1点每日午餐，按量吃饭，把身体养好，让你吃啥就吃啥，不要说吃不下。”李管事看了陈安一眼，又补充道：“还有，要是被师姐选中了的话，那便是你的造化，一定好生伺候。”“谢管事大人。”陈安一顿点头哈腰，伸手将东西接过，按着一旁弟子的指引，径直走向丙7号房。推开门，一股汗味和霉味扑面来，通铺上已经躺了个人。见陈安进来，那人也转过头看向他，眼底满是激动之色。面板弹出张二牛，生命值18%。陈安默默在空着的角落铺位坐下，把灰布衣服叠好放在枕边。他看了眼自己的面板，生命值22%，看上去自己目前的血量和普通的鼎炉差不了多少，都是弱鸡。就你这瘦胳膊细腿的，也能被选上做鼎炉？张二牛一张脸长得通红，看神色似乎已经有些等不及了。他朝着陈安靠近了些，冲着他捏了捏拳头：“我可告诉你，老子已经等了快1天了，都快憋炸了，你不要和我抢，不然我弄死你。”陈安点了点头：“放心，绝对不抢。”张二牛满意的点了点头：“算你识相，等老子进了外门当上正式弟子，你就提我名字。”陈安有些意外，这就给自己画上饼了。这时院外传来李管事的喊声：“鬼7号，听月格林师姐点了，去个人。”张二牛一个机灵，来了。很快
从门外进来2个穿着杂役服的弟子，其中一人捂着鼻子看了一眼张二牛，臭死了！这样带过去林师姐，非弄死咱俩不成？先带她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张二牛兴奋地搓着手，欢天喜地地跟在2人的身后出了房门。张二牛刚出去没多久，又一个杂役弟子端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鬼7号，吃饭了。他将食盒放在门口，接着继续吩咐道：必须全部吃完，不准剩。陈安的血量正好还没恢复满，而且刚才也仅仅是吃了一些野果，此时确实有些饥饿。他连忙将食盒接了过来。放心吧，大人，保证吃得干干净净的。弟子随后离去。陈安将食盒的盖子打开，里面是一大碗普通的糙米，中间掺杂着星星点点的合欢宗特产的灵米。旁边一个盘子看上去是清炒锁阳草根，是一种最常见补阳草药，药性燥烈。除了这些，还有一碗看上去有些寡淡的肉汤，里面漂浮着零星的碎肉。陈安尝了尝，口感和自己在伙房偷吃的那碗汤差不多，应该是哪种壮阳灵兽的肉做成的。虽然看上去粗糙，但是这可比陈安方才吃的坏掉的野果、冷硬的馒头强上不知多少倍。还要啥自行车？陈安3下5除2的将餐盒里面的那碗米饭混着肉汤吃了个干干净净，连碗底舔得锃光瓦亮，属于是狗看了都摇头的程度。而那道清炒锁阳草根则是被他找了张油纸包了起来，藏在身上，以防到时候万一血量见底，可以尽快的进行补充。放下碗筷，陈安悠闲的打了个饱嗝，自己的血量也是来到了22/22，状态食补加成，气血充盈。这时李管事的喊声再次从院外传来：鬼7号，再去个人。陈安咂咂嘴，这张二牛看起来壮得跟个小牛犊似的，怎么这么快就缴械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陈安起身，看见方才那2个杂役弟子又一前一后来到的门口，陈安跟在他们身后走出了鬼7号房。听乐搁在新乐房的深处，陈安跟着2个杂役弟子走到院门外，一个一身绿色衣裙的侍女正等在那里。柔儿姑娘，人带来了，跟我来吧。被称作柔儿的侍女抿嘴一笑，看向陈安。陈安看了身边2个弟子一眼，随后便跟着柔儿进了听乐阁。来到房门前，柔儿停下脚步，进去吧。陈安点头，推门而入。房内光线昏暗暧昧，轻纱幔帐从梁上垂下来，带着香气，无风自动。空气里飘着甜腻的熏香。一张宽大的软榻摆在正中，在那上面斜倚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模样看起来大概有20岁。薄纱外袍松垮地披在身上，露出锁骨和大片白皙的肩颈。姣好白皙的面容之上，那双妩媚的眉眼散发着别样的诱惑。面板在她头顶浮现，姓名林玉儿，生命值280，修为炼气1层，本次修炼消耗生命值预估25点生命值。看着面板上的字，陈安原本那慌张的内心稍稍平定下来，还好有刚才那个张二牛帮着拉了拉林玉儿的进度条，这次只有25点，还算可以接受。而且自己提前有准备，到时候悄悄吃上几口清炒锁阳草根，临时补充一下生命值应该就够了。不过照这个情况来看，自己目前修炼对象的上限也就是炼气1层了。林玉儿抬眼打量陈安，从头发丝看到脚底板，她的嘴角勾起一抹笑，仙指无意识地拂过自己光滑的小腹，浑身散出勾人的气息，手指对着陈安勾了勾：小弟弟，过来吧。陈安走到榻前3步处停下，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见过林师姐。林玉儿没应声，斜倚着床榻，水灵灵的眼睛盯着陈安。屋里近的能听见烛火噼啪的轻响，映的床榻上的影子在纱幔上微微晃动。过了约莫5、6息，林玉儿悠悠开口，目光透着一丝好奇：看见我的身子居然不着急？急。陈安眉眼低垂，视线落在他绣着并蒂莲的鞋尖上，这姿势他熟，上辈子在会所里那些小姐姐面对他时就是这么站的。林玉儿坐起身，薄纱滑落，肩头也不在意，伸手。陈安伸出手，林玉儿的手指搭上来。陈安感觉林玉儿的皮肤很细腻，但是有些冰凉。片刻，林玉儿松开手，脸上多了点笑意。他拍了拍身侧软榻，来。陈安一言坐下，榻面软的直接陷了进去。用我教你吗？林玉儿侧过身，手指拨弄着陈安衣襟的系带，还请师姐指教。陈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顺。林玉儿轻笑一声，简单放松就行。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若是伺候的好，自然有你的好处。话音落下，他慵懒地躺倒在床上，指了指光滑的后背，帮姐姐揉揉。陈安来了精神，他回忆着前世 SPA 时那些技师的手法，双手探上了林玉儿的后背。对方似乎对你的手法很满意。林玉儿的眉头逐渐舒展，脸颊泛起潮红，手指不知何时已抓紧了陈安的衣襟。你倒是会伺候人。林玉儿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水光潋滟，盯着陈安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来吧，姐姐要奖励你了。修炼结束，陈安顿时松了一口气，好险，就差一点自己就要被弄死了，还好自己准备了一把锁阳草根。不过这女人不行，风险太大，得换一个。陈安当机立断，装死。他猛地一抽搐，眼睛使劲往上翻着，整个人像被抽掉骨头似的瘫软下去。3分真7分假，生命值确实只剩下2点。虚弱是真的，装死也是真的。榻上的林玉儿休息了片刻，缓过力气来。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停滞了快1个月的修为，居然靠着这次的修炼突破了。自己现在的境界终于是来到了炼气2层。小弟弟，你太棒了！
林玉儿一脸喜色，大呼一声。她低头一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陈安躺在那儿，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发青，浑身冷汗浸透了灰布衣服，标标准准的一个被吸干的顶炉。林玉儿皱眉，伸手把陈安的脉搏，脉象虚浮无力，气血衰败到了极点。可惜了。林玉儿一脸可惜之色，遗憾道：“气血道是精纯，助我突破了瓶颈，但这也太不耐用了。”他起身整理好衣衫，朝门外唤道：“来人！”两个杂役推门进来，低头不敢乱看。林师姐。林玉儿指了指榻上的陈安，抬出去吧。杂役见怪不怪的应了声是，随后用草席把陈安一卷，一前一后抬了出去。临走时，林玉儿忽然开口：“等等！”她从怀里摸出一块下品灵石，丢到草席上，买个保管，好歹助我突破了。师姐慈悲。杂役看着那块灵石，眼神发亮，恭维了一声，抬着陈安离开了。两个杂役抬着陈安走了一会儿，终于来到了后山那处乱葬坑。等等扔！一个杂役在陈安身上摸了半天，那块灵石呢？刚才在鬼字房，两人没敢当场打那块灵石的主意，现在来到了后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谁还在乎给一个被吸干的顶炉买个棺材？两人在陈安身上一顿摸索，都是一脸的疑惑之色。奇了怪了，我刚才明明看见扔到草席里了呀，八成是路上掉了，赶紧回去找。两人草草将陈安往坑里一扔，着急忙慌地顺着山路跑了回去。等彻底听不见动静了，陈安这才睁开眼。此时已是深夜，月光惨白，照着后山的乱葬岗。他张开嘴，吐出了舌头下面压着的刚才林玉儿给的那块灵石，然后再一次爬出土坑，坐在坑边喘气。缓了一会儿，陈安看了眼面板，生命值2/31，生命值上限增加9点。熟悉的乱葬坑，熟悉的饥饿感。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然后偷偷摸摸地朝着伙房走去。这一次在伙房，陈安格外的小心，只吃自己认识的东西。一顿狼吞虎咽之后，陈安的生命值恢复到了20点。等到不那么饥饿了，陈安又是将面板打开，生命值20/30，血量是慢慢补上来了。但是经过接连几次高频率的修炼，陈安感觉到有些腰酸背痛，而且浑身无力。看来不光的补血，还得找东西补补自己的精力才行。陈安在伙房后找了一处窝棚，打算在这休息到天亮。刚躺下，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杂役就摇摇晃晃走过来。陈安心念一闪，从窝棚中闪身而出。杂役吓了一跳：“谁？”“大哥莫慌。”陈安将自己方才在伙房中偶然见到的几枚铜钱递了过去。“我是新来的杂役，我想问问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补气的法子？”杂役接过铜钱掂了掂，这才嘿嘿一笑：“这是哪？合欢宗啊？补气的法子当然有，不过得看你出得起什么价，您指点指点。”这个后厨每天早上会处理一批零售肉的边角料。杂役压低声音：“就是一些碎肉，通常都是扔的。不过呢，你要是肯花银子，我可以帮你留点。”陈安问道：“多少银子？”“巴掌大一块肉，这个数。”杂役比了个手势：“这是5钱银子。”陈安若有所思，看来以后等生命值再多一点，得培养几个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固定客户才行，不然哪来的银子给自己补身子？陈安犹豫了一下，掏出了那块灵石。杂役露出震惊之色：“这都够换1半只6位的黄牛了，你小子这么有钱，还吃什么边角料？全部家当都在这了。”陈安很真诚。杂役撇撇嘴，自然是不信。他点了点头：“行吧，明天寅时3刻，后厨后门见。”“多谢大哥。还有啊，大哥，我想打听个事，咱们这新月坊里的那些大人都是啥修为啊？”杂役四下看了看，一脸警惕：“你问这个干嘛？我这不是想着多了解一些咱主子的情况，以后少犯错吗？”陈安笑着解释道。杂役点了点头：“算你有心了。你记好，除了苏师姐是炼气2层，其他几个师姐都是炼气1层的修为。”说着，杂役又提点道：“你可不要因为苏师姐修为高一点就厚此薄彼啊！我可给你说，即便是刚入宗1天的外门弟子，只要是看咱们哪个杂役不顺眼，分分钟就给你扔到顶炉房当顶炉给炼了。”陈安点头如捣蒜，告别了杂役，陈安回到了那处窝棚，躺在了杂草堆上。有了6味地黄牛肉的补充，他打算明天一早再去会一会那个新月坊的管事。当然，林玉儿肯定是不能考虑了，他已经突破到了炼气2层，自己现在也摸不准一次消耗多少血量，那个炼气2层的师姐自然也是不能碰，所以这次他只能想办法找剩下那几个炼气1层的师姐了。天刚蒙蒙亮，陈安再一次站在了新月坊的院门口，院门吱呀一声推开，李管事正端着碗灵米粥喝，抬眼看见门口有人等，嘟囔道：“这么早就往这里送人了，看来这2天生意不错呀。”他转身回到那张案桌前坐下，一边低着头喝粥，一边向陈安招了招手：“过来。”陈安来到桌前，李管事一抬头，手里的勺子哐当掉进了碗里，他张着嘴，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怎么又是你小子？”陈安挠了挠头，露出那种乡野村夫特有的愚钝笑容：“大人早，那边的大人让我来这里报道。”报道。李管事声音高了些：“你昨天不是刚被林玉儿吸那个了吗？”“林玉儿是谁啊？”陈安一脸迷茫：“大人，我刚来。”李管事急忙翻开册子：“你看，有12克，陈2丙7号房，这不是你吗？”陈安一脸憨笑：“大人，那是我2哥，我是3弟。”3弟？李管事愣了愣：“你叫什么？”“陈3。”李管事挠了挠后脑勺，还是不太相信：“既然是兄弟，你怎么没跟着你2哥一起来？”“回大人的话，昨天有事耽误了点时间。”
李管事皱眉：“你二哥说他半路拉肚子了，你也半路拉肚子了？”陈安摇头：“不是，我老婆生孩子了。”李管事脸上的表情有些精彩，他盯着陈安看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你们家到底有几个兄弟？”这得看情况。他表情自然，语气坦荡，以至于李管事一时竟有些懵。“你们兄弟？”李管事震惊道：“都长得一模一样。”“对，有时候就连俺哥的媳妇们晚上都经常认错理。”李管事扶住了额头，深吸一口气，无奈道：“身手还是那套流程。”只是李管事的表情从怀疑逐渐变成了困惑。“你们兄弟几个？”身子骨倒是一个比一个壮实。他拿起笔在册子上刷刷写了几个字：“鬼3号房。”李管事把号牌和衣服扔了过来：“多谢大人。”陈安接过木牌，转身往院里走，身后传来李管事嘀嘀咕咕的声音：“竟能如此相像。”鬼3号房在院子前段，比昨天陈安住的鬼7号靠前。推开门，里面已经躺了一个人了。不过现在天色尚早，那人还在睡觉。陈安把号牌和衣服一扔，寻了一处空位置一躺，就等着开饭。刚躺下没多久，院外就传来了喊声：“品月宣灵，师姐点人，鬼1房，快点！”陈安躺在床上，暗中观察着院子里的情况。在外面又喊了几个人后，陈安逐渐摸清了规律。像林月儿这种炼气2层的，挑的顶炉房间排位也比较靠前，都是鬼1号和鬼2号。而且这些顶炉不仅长得周正，体格也健壮，面板显示的生命值也普遍在40点以上。陈安看着自己鬼3号房的号牌，心里直打鼓，不稳啊！万一前2个房间消耗完了，那就坏了。自己目前这31点生命值是绝对不够这炼气2层的林月儿造的。就这样挨到了午饭时间，陈安端着一碗6味地黄牛肉汤，蹲在房间门口，一边喝一边琢磨。他起身，一边喝汤一边在院里溜达，假装散步，实则观察每个房间的情况。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昨天住过的鬼7号房间门口，在那里正站着一个精瘦的汉子，正望眼欲穿地看着那些被叫号带走的顶炉，一脸的羡慕之色。王铁柱，生命值20%，就他了。陈安一口喝完牛肉汤，站起身来到了鬼7号房的门口。兄弟，陈安开口，跟你商量个事。卧槽，吓老子一跳！你干什么你？王铁柱刚注意到陈安，我第一次有点紧张，想跟你换个房间，行不？陈安开门见山，我在鬼3房。王铁柱一愣，脸上瞬间涌出狂喜的表情。还有这好事，你不许反悔啊！说着，王铁柱生怕陈安反悔似的，一把抢过他手里的号牌，又将自己鬼7的号牌往陈安手里一塞。随后，这个风一样的男人瞬间消失在了陈安的视野里。交换的过程干净利索，陈安这才松了口气，进到房间往床上一躺，等着叫号上钟。不一会儿，院外便传来了叫号声：“弄月阁婶师姐要一个鬼7房出个人来了。”陈安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跟着来接他的杂役走了出去。路上他打开面板，看了眼自己的状态，生命值31%，状态精神不佳。陈安陷入了沉思，等这次完了，必须得好好补气。他跟着杂役走到弄月阁外，跟昨天一样敲了敲门：“请进。”声音很轻，带着点怯生生的味道。陈安推门而入，这个房间看上去要比林月儿那间简单一些。一个穿着浅青色纱裙的女孩正双手交叠坐在床榻边，看上去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从床上垂下的纱幔遮住了她的脸，却遮不住她那若隐若现的身段。她抬起头时，陈安愣了一下，这姑娘清纯至极的秀丽容颜，让他一下子想起了那天晚上在会所偶然碰见的他高中时的女神。女神穿着制服，手拿小坤包，向陈安礼貌问好。陈安也很大方，花了5000块钱，等女神下班后，和她在宾馆体验了一把纯真的校园爱情故事。沈西西，炼气1层，状态初次修炼，预计消耗生命值28点。新来的，陈安心里松了口气。他关上门，规矩举行了个礼，见过师姐。沈西西点点头，声音更小了：“你好。”陈安在床沿坐下，离他有1臂远。屋里安静了，沈西西安静地低着头，耳根却慢慢红了。陈安倒也不催，暗中观察着这位师姐表情的变化，忽然觉得有点好玩。终于，他弱弱开口：“可以开始了吗？还请师姐吩咐。”陈安笑着说道。沈西西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本次攻略效果，生命值上限加15%，生命值50%。沈西西缓了一会儿，等一身香汗落下，他这才反应过来，脸瞬间红了起来。不得不说，陈安体内精纯的生命力，让他第一次的修炼效果极为显著，甚至让他刚突破到炼气1层的修为稳固了不少，隐隐有向2层迈进的趋势。他扭头娇羞地看向陈安：“谢谢。”忽然，沈西西的表情变得紧张起来，伸手摇了摇在一边开始装死的陈安：“喂，你怎么了？你没事吧？”陈安一动不动。沈西西急地趴在陈安身上，给他做了一次人工呼吸，甜丝丝的味道让陈安心里一荡。过了一会儿，陈安忽然感觉一滴水滴在了自己脸上，然后沈西西哭泣的声音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趴在陈安身上抽噎了一会儿，沈西西忽然直起身子，语气很轻，却带着一丝决然：“我还是离开这里吧，这种修炼方式我接受不了。”陈安偷摸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沈西西那双和陈安女神酷似的眼睛里满是泪花，在房间暧昧的光线下一闪一闪的。说着，沈西西起身就要下榻，陈安心里咯噔一下，
走，往哪走？开什么玩笑？且不说这姑娘的长相酷似她的女神，单就面板数据来看，沈西西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完美修炼对象。练气一层，性格温柔，过程中虽然害羞，但是却很听话，让干啥就干啥，让陈安体验感直接拉满了。一次修炼居然就增加了19点的最大生命值，最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这种极品可不兴走。咳，陈安适时的发出一声轻咳，眼皮颤了颤，悠悠转醒。沈西西下床的动作一顿，他猛地回头，脸上还挂着泪珠。你醒了？陈安虚弱的睁开眼，看着他虚弱的笑了笑。你怎么哭了？我以为你死了。沈西西的眼泪又涌出来了，他跪坐回榻边。我刚才怎么叫都叫不醒你，刚才确实有点累。陈安一脸夸张的表情，撑着胳膊坐起来。沈西西赶紧扶住他，那双手又软又凉。陈安顺势一靠，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扑面而来。对不起啊。沈西西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师姐只是说这样可以快速提升修为。陈安听见后十分震惊，不怪师姐。他调整了一下呼吸，让声音听起来更温和些。是我太没用了。沈西西抬头看他，眼睛红红的。可是我差点杀了你，这不没死吗？陈安笑着说道。沈西西仔细打量着陈安，发现他的脸色确实恢复了一点血色。他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纠结起来。可是这样修炼，我还是觉得……师姐，陈安打断他，你要是真担心的话，以后都找我就行了。沈西西一愣，你看啊。陈安给他分析：第一，我有经验，知道怎么配合你；第二，我比其他顶入身体好，你不用担心把我弄死。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真诚一些。师姐，我喜欢上你了。这话一出口，把陈安自己都肉麻的浑身一哆嗦。没办法，都是为了修炼，脸就暂时不要了。沈西西咬住下唇，手指无意识地搅着衣角。陈安耐心等着，目光落在他微微颤动的睫毛上，心里暗道真相，连小动作都像。可是他小声说：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不麻烦啊。陈安笑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即使不来你这里，我也得去别人那里。那可不行。沈西西果断地说道。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心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好吧，听你的。沈西西脸上重新露出笑容。那就说定了。陈安看见沈西西破涕为笑的表情，不知为何心里生出一丝童心。他伸出小拇指拉钩，沈西西抿嘴一笑，伸出了青葱一般的小指。忽然沈西西像是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啊，刚才时间太久了，我要去听晚课了，今天要迟到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榻，整理好衣衫。他回头看了陈安一眼，将一个散发着香气的小荷包塞给了陈安。你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找你。师姐慢走。陈安靠在榻上，笑着挥手。沈西西红着脸跑出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屋里安静下来。陈安打开面板，看着自己已经达到50点的最大生命值，笑容慢慢浮现。血赚，林玉儿那次加了9点，这次居然有14点。最重要的是，沈西西答应了以后都找他，这意味着自己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优质而且稳定的老客户。忽然面板下面多了一行文字：你的最大血量达到了50，这是你这几天辛勤工作的结果，作为奖励已触发七伤拳的激活条件，请不用担心，你虽然无法修炼，体内没有灵气，但是七伤拳是为你量身定制，消耗血量进行触发的。技能七伤拳 LV1， 效果消耗生命值，造成等额的真实伤害，该伤害无视对方修为和防御，伤害系数1比1，请继续努力将血量提升至500点，触发下一次奖励。看着面板上的文字，陈安的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一套拳法。拳法很简单，就朴实无华的一拳。陈安笑开了花，这东西虽然看上去是伤敌1000自损800，但造成的伤害却是实打实的。也就是说，即使陈安面对的是元婴境的强者，他消耗10点生命值打出去的伤害也是10点，完全不用担心破不了对方的防御。所以理论上，如果陈安的生命值越来越高的话，他甚至可以用这具无法修炼的身体一拳秒杀元婴期的强者。好东西！陈安将拳法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此时窗外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听见远处传来了连绵的钟声，应该是合欢宗晚课的信号。陈安躺在榻上，一遍遍地揣摩着那一式七伤拳。忽然门口传来杂役的脚步声，应该是守在门口的杂役看见沈西西出去了，估摸着这次修炼已经结束，所以像往常一样进来，打算把里面的人抬走埋了。陈安将小荷包藏好，翻了个身，又开始继续装死。又是深夜，陈安借着夜色从乱葬坑爬了出来，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伙房。伙房后门虚掩着，陈安推门进去，胖杂役已经在等了。他脚边放着3个油纸包，鼓鼓囊囊的，验货。胖杂役压低声音：最大的这包是牛后座剔了骨的净肉，有20斤，这包是骨头和蹄筋，这包是灵禽架子，全都按照你的要求卤好了，可以保存一段时间。陈安挨个打开看，确实是好肉，纹理分明，还带着淡淡的灵气。多谢。陈安把油纸包重新包好。谢啥？给钱就行。胖杂役搓搓手，以后要的话再来找我。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其实只要你钱够，我这里偶尔还能弄到更好的东西，效果比这灵牛肉可强多了。陈安眼睛一亮，
什么东西？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胖子阿义嘿嘿一笑，不过那些东西药性猛，你现在这身子骨吃了怕是受不了，先养养身体，日后再说吧。有理。陈安把3个油纸包捆在一起，又借着月色离开了伙房。有了这批肉，他至少半个月内不用为气血发愁了。一早，陈安再一次来到鬼子房，见过大人，那边的大人让我来这里报道。陈安对着桌案后低着头写画画的李管事说道。李管事闻言抬头，一下子就失去了表情管理能力。你不要告诉我你叫陈四。陈安一脸吃惊，大人，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李管事深吸一口气，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跟你3个一起来？回大人的话，我老婆生孩子了。陈安觉得这个理由挺好用的。李管事一脸震惊，你和你哥的老婆是一个人？陈安连忙解释，不是，是一块生的孩子。李管事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能默默地给陈安一个号牌。陈安接过号牌，也不回房间，而是直接来到弄月阁，再一次和沈西西幸福地度过了整整1天。接下来的几天，陈安每天都是乱葬坑、厨房、弄月阁3点1线，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在鬼字房打卡上班。而李管事的表情也从最初的震惊到接下来的疑惑，最后逐渐变得麻木，因为他发现，虽然这兄弟几个长的虽然一模一样，但是身体的情况确实有区别，辈分越小，身体越好。这一次，他抬眼刚看见陈安进门，便麻木的抬笔在纸上写了个名字。大人，您怎么知道我叫陈九啊？陈安一脸憨厚的看着纸上的名字。李管事疲惫的摆了摆手，沉默的从桌下拿出了号牌和衣服递给了陈安，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陈安接过号牌看了一眼，鬼一房，自己终于是从前几天的鬼2房升了上来。看着8080的血条，陈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条件已经和这里那些优质的鼎炉差不多了。他刚想开溜直接去东乡找沈西西，却听见品月轩那边大喊一声，那个鬼一房的，就你，林师姐点人，快过来。陈安脚步一顿，心里咯噔一声，鬼一房，这不就是自己的房号吗？他转过头，看见柔儿正在西厢廊下站着，笑意盈盈的冲他招手，发什么愣？林师姐等着呢，这就来。陈安十分无奈的应了一声，磨磨蹭蹭的往品月轩走去。路上，陈安一直盯着自己的面板看，生命值8080，虽然血量已经达到了80点，但陈安的心里还是有点发虚，毕竟这可是第一次跟炼气2层一起修炼，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财补强度有多大。走到品月轩外，柔儿伸手将房门推开，对陈安嫣然一笑，进去吧，师姐等你呢。陈安深吸一口气，迈步进屋，还是那个熟悉的房间，只是熏香换成了更清雅的冷梅香。林月儿坐在窗边的软榻上，正低头翻看一本薄册子，听见动静，她抬起头，四目相对。林月儿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精彩，那双妩媚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盯着陈安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才难以置信的缓缓开口，是你。陈安有些紧张，这女人才补过这么多的对象，自己居然还是一下子就被她认出来了，看来印象很深啊。她面上挤出一丝憨厚笑容，躬身行礼，小的陈九见过林师姐。陈九。林月儿站起身，走到陈安面前，离得很近，近到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雏菊香。他上下打量陈安，竟能如此相像，师姐觉得眼熟吗？陈安抢过话头，那应该是见过家兄了，不知家兄现在过得如何？林月儿呼吸一滞，你哥他……林月儿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感到有些惶恐。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道，你哥他很好，现在在内门修炼呢。说完，林月儿拍了拍身侧榻面，过来坐下。陈安一言坐下，两人距离很近，他能清晰感觉到林月儿身上散发出压迫感，比那时炼气1层的他要强上许多。放松。林月儿的声音柔和了些，她伸出手，手指搭在陈安腕上。陈安感觉到一股灵力钻入了经脉，直达自己5脏6腑。林月儿的眉头微微挑起，片刻后，他松开手，眼中泛起期待的光。虽说眼前这小子没有丝毫的修为，但是他体内的生命力简直太旺盛太精纯了，甚至比他哥还要强上许多，绝对是个极品的鼎炉。你既然来了，以后便跟着我吧。有了上次突破的经验，林月儿下定决心，对于陈安这个鼎炉，绝对不能像对待其他鼎炉那样粗暴，直接吸干。他决定要将陈安养在品月轩，成为自己的私有鼎炉。见如此情况，陈安心中有些激动，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再跟他一起修炼，自己再不用担心小命不保了，而且还多了个固定客户，这好事上哪找去？这种情况其实在合欢宗内很常见，宗门内结为异性道侣有很多，即便是没有道侣，大部分也有固定的修炼对象。但是鬼字房即便是在合欢宗的外门区域，也属于是最底层的地方，这里的鼎炉仅仅是身体比普通人要强壮罢了，根本没有任何的修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道侣。而像陈安这种质量的鼎炉的确是十分少见。陈安生怕林月儿反悔，赶紧应下，一切全听师姐安排。见陈安如此懂事，林月儿一双美眸眨了眨，漾出秋水一般的涟漪，一股强大的力道猛然爆发，比林月儿在炼气1层时期大了1倍不止。陈安眼前一黑，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绝对不能慌，生命值目前还有70点，按照这个速度根本撑不到结束。趁着林月儿不注意，陈安掏出了一大把6味地黄牛的牛肉，干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灵肉的能量入体，陈安瞬间有了自信。终于，林月儿那股狂暴的力量弱了下来，渐渐变得温柔如水。林月儿的同时也多了个状态，林月儿炼气2层，生命值430，状态沉静下重。经过这次的修炼，陈安的血条也变成了9110，这次的效果十分显著，生命值上限一下子增加了30点。陈安大概估计了一下，算上自己狂炫的内衣都6位地黄牛的牛肉干转化的血量，这次的消耗大概得有120点。呼，林月儿长舒一口气，她脸上残留着红晕，看向陈安，嘴角勾起一个好看的笑。你身体比你哥好。陈安坐起身，我嫂子也是这么说的。林月儿浅浅一笑，从胸前取出一个荷包递给陈安，这些你收着，拿去补补身子。陈安接过，沉甸甸的，里面的货不少，多谢师姐。陈安诚恳道谢。林月儿慵懒地摆了摆手，她斜靠在榻边，似乎还在回味刚才那种深度契合的感觉。片刻，她轻声道：以后你就在我这里住下，后院的空房你随便住，若是吃得消的话，你便每3日来一次，这是要长期包养的节奏了。陈安连忙点头，全凭师姐做主。去吧，平日里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在附近逛逛，但是记住不要乱跑。林月儿叮嘱完，然后闭上眼，你且下去，我要调息了。陈安的生命力着实精纯，此次修炼带给他的裨益不小，所以需要时间来进行炼化。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再和此人修炼几次，甚至说不定就能摸到炼气3层的门槛。陈安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门外的柔儿已经等候多时，带着他来到了厢房后院的房间内。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柔儿将房间门打开，回身笑盈盈地看着陈安。陈安往里看了一眼，里面陈设虽然简单，但算是干净整洁，空气中还荡漾着隐约的香薰，应该是常有人过来打扫。关上门，他翻出了林月儿给的锦囊，里面是2颗下品灵石，还有2粒丹药，看形状应该是养心丹和集气丹。陈安暗暗吃惊，这2枚丹药可都是十分贵重的，别说他这个鼎炉，甚至连那些杂役弟子也没怎么见过，只有正式弟子才有资格得到。看起来林月儿似乎对他是格外的重视。陈安将丹药吞进肚中，丹药入腹，化作一股温润厚重的暖流，瞬间涌遍全身。陈安舒服地窝在床上，任由那股暖流冲散自己的疲惫，脑子里却还在回放刚才和林月儿双修的每一个细节。炼气2层果然不一样，照这个速度，再修炼个几天，生命上限就能突破200点，到那时七伤拳应该就能初步具有威力了。毕竟那可是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而弄月阁那边，沈西西现在肯定是还在等他，如果这2枚丹药给力的话，自己今天应该还可以过去一趟。想到这，陈安叹了口气，得做个排版表了。体内的药力化作一股温热四散开去，顺着经脉涌向4肢百骸。陈安竟然在这股暖流的滋润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陈安猛地惊醒，他抬头看了眼窗外，天色已经黄昏了。沈西西怕是等急了，他做起身活动了，瞬间感觉到自己经过那2颗丹药的修补，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最佳状态。状态栏里也显示着气血充盈，精力旺盛。陈安翻身下床，整理了一下衣衫，推门而出。厢房里的灯此时熄灭着，林月儿不知道跑去什么地方了。走到东厢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沈西西抱着膝盖坐在门口，下巴搁在臂弯里，呆呆的地盯着门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猛地抬起头，四目相对。沈西西愣了2秒，然后直接红了眼眶，紧接着大颗大颗的眼泪珠子顺着脸颊开始往下落。陈安赶紧快步走过去，师姐，你怎么坐这儿？沈西西嘴一撇，你怎么才来啊？他把脸蹭进了陈安怀里。陈安胸前一阵温热，他低头看着怀里这个梨花带雨的姑娘，想起了他的女神。那天晚上喝多了在会所，他也是这样哭的，在宾馆的时候哭得更惨。对不起，陈安轻声说，手轻轻拍着他的背，有点是耽搁了。什么事啊？沈西西抬起头，你是不是嫌我修为低，不想跟我一起修炼？怎么可能？陈安苦笑，你这么漂亮，我怎么可能会嫌弃？那你证明给我看。沈西西看着陈安的眼睛，凑了上去。陈安一愣，然后直接扑了上去，顺手把门关上，又顺带着插上了门栓。屋里很暗，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月光照在沈西西白皙的肩背上，泛起一层柔和的微光。沈西西那双大眼睛在黑暗中亮晶晶的，我看见你今天进了林师姐的房间了。说着，他伸手抱住陈安的脖子，踮起脚尖，主动吻了上去，嘴唇很软，带着咸涩，还有一丝栀子花的香味。陈安怔住了，吻了很久，沈西西才松开，喘着气说，去榻上。陈安点点头，将沈西西抱了起来。沈西西很轻，像一个洋娃娃。走到榻边，沈西西却不肯松手，勾着陈安的脖子，你要对我好一点。沈西西轻轻说道。陈安心头一热，好。他将沈西西放在床榻之上，沈西西抱膝坐着，忽然抬起头，他是不是很厉害？他是炼气2层。陈安实话实说。沈西西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认真说道，我也要快点修炼，不能比他差。陈安笑了，对着他伸出手，好，我来帮你。开始上钟。陈安下钟时已经是子夜，这次的消耗比预想中的小，仅仅只消耗了50点生命值，上限却增加了15点，看来还是沈西西的性价比高一点。陈安心中暗道。
沈西西的手指无意识的在陈安胸膛上画圈，他的身体还微微有些发烫。陈安，他忽然开口，你以后要是有事情不能来，一定要告诉我一下。沈西西小声说，不然我会担心的。陈安摸了摸他的脑袋，好，还有，沈西西继续说道，在林师姐那边，你一定要小心，她修为比我高。他抬起头，月光照在他脸上，眼睛里满是认真。我会努力修炼的，等我厉害了，就能保护你。陈安怔怔地看着沈西西那坚定的神色，决定继续工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陈安脸上的时候，他发现这居然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昨天练着居然睡着了。陈安起身伸了个懒腰，第一件事就是换出面板。生命值60125，精力不济，状态下品养心丹药性加成中，生命值恢复提升，下品集气丹药性加成中，精力恢复提升，加成剩余时间4个时辰，血条上限又涨了15点。不得不说，2枚丹药的效力确实惊人，不仅补足了消耗，还让陈安的状态依旧巅峰。今日还能再战，就是持续时间有点短了。陈安呼吸了一大口清晨带着草木清香的新鲜空气，床榻上就剩下他一人。沈西西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陈安起身穿衣，出了房门。公子醒了。一位身着素色衣裙的侍女端着水盆站在门外，见他出来，笑盈盈地欠了欠身。沈师姐吩咐了，公子醒了之后一定要在这里用早膳。沈师姐去哪了？师姐一早就去上早课了，应该就要回来了。侍女将水盆放在架子上，公子先洗漱吧。陈安点点头，这待遇比在鬼子房住通铺的时候时强了不知道多少啊。他一边洗脸一边琢磨着今天该选谁。沈西西温柔舒适，体验好，最重要的是安全，但是上限加的少。林月儿成熟，主动技术强，上限加的多，但是有风险。血条已经125了，他要趁着药效加成还在的时候再来一发。洗漱完，陈安便来到了前厅，桌上摆着几样精致小菜，1碗灵米粥，还有2个热气腾腾的包子。你食用了蕴含灵气的早餐，精力得到的补充，不愧是正式弟子的早膳。陈安仅仅是喝了1碗灵米粥，又吃了几个包子，不知不觉又开始长了起来。这时碰巧沈西西风尘仆仆地带着一阵香风回来了。陈安放下碗筷扑了上去，沈西西被吓了一跳，一声尖叫。一段时间后，沈西西理了理被汗水打湿的秀发，你欺负人，昨天吸收的功力我还没有炼化呢，你就又来。沈西西的手指在陈安胸前画着圈，委屈道。陈安看着自己已经达到140点的血量，摸了摸沈西西的脑袋，这不是太想师姐了吗？真的。沈西西抬起脑袋，水灵灵的眼睛看向陈安，然后嘴唇凑近了陈安的脸，你真好。这时侍女在房门外轻轻道，师姐，李管事又差人把名单送来了，今日还是不选鼎炉吗？沈西西的声音清冷了一些，我不选，以后也不选。可是侍女迟疑道，她想说你，可着你旁边那位一直薅，我怕她扛不住啊。没有可是，你下去吧。沈西西的目光撞上陈安略带疑惑的眼神，脸红道，我不喜欢其他人，我只想让你陪我修炼，可以吗？我听师姐的。陈安从善如流，他没想到沈西西居然还有这样的情节。2个人又腻歪了一会儿，直到吃午饭的时间，这才起来沐浴更衣。吃完饭，沈西西将陈安送出门，给了他，又告诉陈安自己好像隐隐摸到了炼气2层的门槛，这2天可能要闭关寻求突破，让陈安先好好休息恢复一下。陈安送别沈西西，见天色还早，便沿着小径在新月房闲逛。走到一处周围种满青竹的花圃时，一阵刻意被压得很低的交谈声隔着一堵墙从花圃里传来，而且陈安似乎还听到了沈西西的名字。今晚动手，老子早就等不及了。放心，我已经打探好了，那丫头就住在怒月阁里。看来说的的确是沈西西。陈安眉头一皱，屏住呼吸，身体引入竹影深处。2个穿着杂衣服的男人从围墙尽头的拐角走出，看身形，一个矮胖，一个瘦高。面板信息浮现，王虎，生命值120230，身份外门杂役，修为炼气1层，状态长期酒色导致气血亏空。赵四，生命值200-200，身份外门杂役，修为炼气1层，状态气血充盈。虎哥，这要真那么好使？赵四看着王虎手里的那个小纸包，眼神激动，万一中间他醒了，怕什么？王虎咧嘴露出黄牙，这可是我从花3块零食弄来的，指甲盖那么一点能放倒一头牛，让沈西西吃上一点，保证让那个娘们睡到明天晌午。陈安面色一沉，可他到底还是外门弟子啊。赵四还是犹豫，咱们要是事情败露。王虎嗤笑，一个刚入宗门没有背景的小丫头而已，你别忘了，我可是王轩师兄的表弟。他凑近赵四，压低声音，但在这寂静的竹林里，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陈安耳中。而且我给你说，王师兄早就看上他了，只是碍于身份不好直接用强，等咱们今晚先爽一爽，顺便给他种个合欢印，趁他半昏半醒的时候给他送到王师兄那里。赵四眼睛一亮，虎哥英明，到时候师兄成了的好事，咱们就是头功。王轩师兄一高兴，肯定会赏咱们点好东西，说不定咱们也能当上正式弟子了。知道就好。王虎拍拍赵四的肩膀，一脸猥琐，今晚子时老地方碰头，记住提前吃点好货补补，明白？虎哥。噗，
一声闷响忽然响起，像是拳头打在沙袋上的声音。王虎先是一愣，然后感觉到身体猛地一震，下一秒他双目圆睁，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横冲直撞，所过之处经脉断裂。王虎张了张嘴，但涌出来的只有大口的血。他强撑着睁开眼睛，想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体却软软倒下，瞳孔逐渐开始涣散。王虎生命值0220，状态死亡，经脉尽断，心脉碎裂，一击毙命。虎哥你怎么了？赵四看着忽然吐血倒地的王虎，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嗷了一嗓子，直接吓尿了。不用等到晚上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出。赵四一惊，猛地转身，一股虚弱感从四肢百骸涌来。陈安感到眼前有些发黑，这一拳打了王虎120点血，同时也意味着自己也消耗了那么多的生命值。他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向已经吓傻了的赵四。赵四呆滞地看着地上王虎还在抽搐的尸体，忽然整个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饶命啊！他腿一软，直接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师兄，不，前辈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王虎的主意，是王师兄，不是那王轩逼我们的。陈安没说话，赵四一边磕头，脑子里瞬间不听使唤的闪过无数念头。此人到底是谁？居然能将王虎一击毙命？怎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真是太可怕了！越想越怕，赵四磕头磕得更狠，额头已经见血。前辈，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我不知道沈师妹，不，沈师姐，我不知道沈师姐是前辈的人，我以后见到她绝对绕着走。不，我今晚就离开合欢宗，永远不再回来。陈安开口，声音很轻。王轩那边知道该怎么说吗？赵四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知道。王虎练功走火入魔，暴毙而亡，跟前辈跟沈师姐没有任何关系。陈安点点头，滚吧。赵四如蒙大赦，连滚爬爬的站起来，转身就跑。等会儿，赵四身体一震，战战兢兢的停了下来。前辈，他额头冒汗，浑身僵硬，不清楚陈安为何又把他叫住。难道他反悔了？赵四感觉一股尿意来袭，身上值钱的留下。赵四一愣，连忙将身上的口袋掏了个干干净净，放在了地上。这回滚吧！赵四如蒙大赦，头也不回地冲进了竹林深处。陈安站在原地，又等了一会儿，直到确定赵四真的走了，周围再没有别人，他一口血喷了出来，暗红色的血洒在青石板上。生命值5125，状态濒死，重伤，生命力萎靡。他靠着柴房的土墙剧烈地喘息着。7伤拳，伤敌1000，自损1000，好用是好用，就是太费命了。缓了一会儿，陈安吃力地直起身，他擦掉嘴角的血迹，走到王虎的尸体旁，开始摸索。很快，他从王虎怀里摸出了刚才那个小纸包，还有一些散碎的银两。陈安将小纸包和银子都揣回兜里，然后抓住王虎的衣领，拖进了竹林的深处。做完这一切，他已经虚脱的几乎站不稳，又在原地喘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恢复一点力气。此时的状态栏里显示，养心丹和集气丹的药性已经结束，而自己之前存的6味地黄牛也被吃完了。即使牛肉还有剩，补充的那点血量对于自己目前的亏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个状态如何能应对得了明日林月儿的考验？陈安摸了摸怀里的2颗下品灵石，还有刚才那2人身上的一些散碎银两。不行，必须得想办法去房市搞点丹药。陈安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他在第一次被送来新月房的路上，在半路上就见到过一座房市，那里肯定有丹药。想到这，陈安强打着精神，循着记忆里的方向向房市走去。绕过一道山梁后，映入眼帘的一片依山而建的木质建筑群，这便是他那天见到的房市了。陈安走进房市入口，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青石路两侧是一个紧邻的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特殊的香气，各式各样的声音交叠在一起，热闹的不像个修真门派，倒像个世俗的集市。上品增阳丹，1瓶10颗，只要9块下品灵石。刚出炉的岩石膏，涂抹修炼，事半功倍。玄铁剑掺了寒铁晶，削铁如泥。这位师弟要不要看看？陈安走在人群中，目光从一个个摊位上扫过，这些新鲜玩意给他的震撼不亚于他当年第一次欣赏岛国动作片。闲逛了一会儿，陈安来到了一个卖丹药的摊位前。摊位的桌子上摆着的全都是精致的玉盒，一看就是好东西。摊主是个尖嘴猴腮的中年男子，见陈安目光扫过，立刻凑上来，压低声音：“小哥，看看这个龙金虎猛丹，专补阳气，1颗能顶3天，只要15块灵石。”陈安能是吃吗？摊主将丹药收起，一脸戒备。又路过一个摊位，桌上摆着的依然是各种瓶罐，瓶身上写着合欢散、春风漏、玉女酥之类的。一个美艳女人见陈安看过来，抛了个媚眼：“小师兄，第一次来吗？姐姐这儿的东西，包你用了之后，师姐师妹都离不开你。”陈安停住了脚步：“我还是个弟子，能送我一个吗？”女人让他滚。最后，陈安房室角落一处简陋的丹药摊位前停下脚步。摊子很小，地下摊着一块破布，上面摆着一些个玉瓶。一个壮实大汉坐在摊位后，正昏昏欲睡。“有养心丹吗？”陈安开口问道。汉子抬起头打量了陈安一眼，随即一脸惊讶：“虚城这逼样了都，一晚上几次啊？”
大汉也没多问，只是指了指摊子上摆着的一个玉瓶，下瓶养气丹，5块零食一颗。陈安听了直抽抽，5块零食一颗，这林月儿对他还真舍得下本啊。有便宜点的吗？陈安捏了捏手里的2块零食，汉子随手一指，下瓶百灵丹，合欢宗最低级的丹药，2块零食一颗。陈安有些心动，他和养心丹差多少？汉子答道：差3块零食。陈安，给我拿1颗吧。汉子问道：养心丹还是百灵丹？陈安问道：我能不能用百灵丹的价格买1颗养心丹？汉子听完愣了一会儿，不买就滚，我要1颗百灵丹。陈安将2块下品灵石放在破布上，将百灵丹收了起来。汉子拿起灵石捏了捏，然后说道：配合食补，恢复效果更好，多谢。陈安转身离开摊位，然后又用刚才从那2人身上搜到的银子，买了一些风干的6味地黄牛肉干，这下直接清空了陈安的荷包。他叹了口气，先是将牛肉干一顿狂炫，消除了那股因为虚弱而产生的极度饥饿感，也顺带着略微恢复了一些生命值，大概有20点左右。等到他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之后，陈安便将百灵丹揣到怀里，起身离开了房室。等回到林月儿的院落时，天已经擦黑，侍女正等在门口，见陈安回来，连忙上前搀扶：公子，你这是？没事。陈安摆摆手，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摔了一跤。侍女表情显然不幸，但也没多问，扶着他走进了厢房。林师姐呢？师姐去弄月峰的藏经阁了，说要晚些回来。侍女端来一杯温水，公子先休息，我去准备晚膳。陈安将百灵丹放在手心，仔细端详，下瓶百灵丹，短时间内恢复50点生命值，并略微提升生命恢复速度。这可是2块下品灵石啊！看来这期伤拳不仅费命，还费钱。他深吸一口气，将百灵丹吞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温热的药流，顺着喉咙滑下。下一刻，陈安便感觉到身子一热，从腹部散发出数道暖流，顺着经脉修补着他的身体，同时血条也开始缓慢回升。20-125、25-125、30-125。陈安摇摇头，跟养心丹比起来，确实有差距。上次他服用林月儿给他的养心丹，直接一次性就恢复了100点的血量。等到吃过了晚饭，陈安的生命值已经逐渐恢复到了接近100点。因为明天还得上林月儿的钟，所以陈安便早早的休息了。第二天一早，陈安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他无精打采的伸了个懒腰，感到一股隐隐的倦意。他连忙打开面板，生命值125，精力匮乏，状态气虚、肾亏、疲惫。经过1晚上的睡眠，血量虽然是恢复满了，但是这几天高强度的修炼，再加上昨天7伤拳的消耗，饶是陈安有丹药补充，也是感觉精力有些跟不上了。今天还得上林月儿的钟。陈安叹了口气，起床穿衣，推开房门，柔儿已经等在门外。公子醒了，林师姐正在房中等你呢。知道了。陈安点点头，跟着柔儿穿过回廊。林月儿的房门虚掩着，里面飘出了淡淡的冷梅香气。陈安推门进去，见林月儿正坐在梳妆台前理着额前垂落的青丝，铜镜里映出她那张妩媚娇艳的脸。见陈安进来，眼波流转，来了。他放下玉书，转身打量陈安，秀眉蹙起，脸色怎么这么差？想师姐想得睡不着觉。陈安张嘴就来。林月儿面无表情地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冰凉的指尖捏住他的下巴，油嘴滑舌。他凑近，鼻翼微动，对着陈安嗅了嗅，身上这是哪个小妖精的味道？陈安心头一紧，狗鼻子吗？林月儿表情清冷地盯着陈安看了半晌，这才松开手，转身走向床榻。你去找谁？我懒得管。他在榻边坐下，拍了拍身侧，过来。陈安一眼走过去，林月儿伸手拽过他的衣领，一把将他拉到自己面前。但要是因为偷吃耽误了和姐姐我的修炼，你知道后果。陈安看着林月儿那张俏脸，连忙点头。师姐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那样最好。等到修炼结束，陈安整个人几乎要昏死过去。面板弹出生命值15-135，体力极度疲劳。陈安有些惊讶，他确实感觉到这次的修炼状态不怎么好，但也没想到仅仅只增长了10点的生命值上限。他估摸着林月儿这次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好。果然，林月儿面无表情地坐起身，披上薄纱，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玉瓶丢给他，不要再有下一次。陈安接过玉瓶，多谢师姐，师姐放心。林月儿点了点头，也懒得再搭理陈安，披着纱衣去沐浴更衣了。陈安打开玉瓶，里面静静地躺着一颗养心丹，下瓶养心丹一次性恢复100点生命值，并略微提升生命恢复速度。他取出吞下，然后穿衣出了房门，回到自己房间。陈安坐在床上开始思考，养心丹确实是好东西。陈安很快便感觉到身体有些力气了，只是那股灵魂深处的疲惫感不仅没有散去，反而更强烈了。脑子此时也有一些混沌，他强撑着思考。林月儿每次结束之后都会给他1-2块灵石，有时也会像这次这样给点丹药。自己若是只服务他一个人，这些资源自然可以支撑，但如此专一并不是陈安的作风，而且他要尽可能快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值，达到500点解锁下个奖励，这样才能在这阳谷一般的合欢宗里有一定的自保之力。他需要的是更多的灵石，更多的丹药，更多的客户的开源了。陈安自言自语道，闭上眼睛恢复精力。半个时辰后，陈安感觉到精神稍微好了些，他起身出门，打算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顺便稍稍锻炼一下。陈安沿着小径漫无目的地走，脑中盘算着怎么开发新客户，直接去找这里其他的女弟子不太行，大概率会被当场打出来。通过别人介绍，可是谁会给自己介绍呢？沈西西，她才刚来没几天，估计还没自己认识的人多。林月儿更不可能，她自己还不够吃呢。陈安十分苦恼，他晃了晃脑袋，四下望去，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的青潭里有一个窈窕身影正在沐浴。陈安打算走近看清楚些，待走近一瞧，陈安的眼睛再也拔不下来了。发尾在深碧的潭水中如飘散开来，头上青丝尽数如湿。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是陈安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个不比林月儿和沈西西差的女人。这时陈安忽然听得身旁一片草丛传来一阵细细簌簌的声音，他扭头便看见了草丛里蹲着的李管事，两人打了个照面，都是一愣。半晌，李管事说道：“走累了，蹲着歇会儿。”陈安点头：“没事，你歇你的，我溜达。”两人又是一阵沉默，只有前方青潭里传来让人想入非非的阵阵水声。半晌，李管事挠了挠头，腿有点酸，要不咱走吧？陈安点点头，两人一前一后顺着小径离开了青潭，来到新月房前院。李管事那张老脸稍微恢复了一点，他看着陈安，忽然眼眶一红，感叹道：“不容易，小子挺争气，比你那几个哥哥强。”作为新月房的管事，他当然清楚陈安和林月儿之间的关系。陈安拱手：“多谢李管事夸奖，我原本还想着以后你要是还有兄弟再来，我便直接把人轰走。”李管事一脸感慨，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得给你家留个后，不是，我是说你家里的留个人啊，不然都跑出来修炼了，爹妈怎么办？陈安心中一动，李管事这个人虽然说长得丑，还喜欢偷看，但是能在新月房那种地方混成管事，能力肯定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新月房里的这些女弟子了。多谢李管事挂心。陈安也露出笑容，我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倒是李管事，掌管新月房事务繁忙，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哪里哪里。李管事捻着胡须，眼珠转了转。陈兄弟这是刚修炼完？陈安点点头，出来透透气。陈兄弟，李管事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管事但说无妨，最近可是修炼太勤了？李管事试探道。陈安没回答。李管事叹了口气，你我相识一场，我也就直说了。林月儿固然好，但毕竟是炼气2层，公子长此以往，身体怕是吃不消啊，万事都需注意分寸才行。陈安抬眼看着他，李管事，其实我今天正好有一件事情要麻烦您。李管事一愣，陈兄弟请说。陈安沉默片刻，问道：不知李管事能否帮我引荐一下刚才那位师姐？李管事捻须的手一抖，差点把自己的胡子扯下来。他愣了一会儿，才说道：小子，我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背，可能没听清。陈安缓缓说道：我想和刚才那位师姐一起修炼。李管事震惊道：陈兄弟，你认真的？你都成这样了，能行吗？陈安最讨厌别人说自己不行，上辈子也是。他伸手从怀里摸出刚才林月儿给的那颗灵石，塞到了李管事手里。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再拼一拼。李管事机警的四下看了看，然后迅速将灵石揣进怀里，面带为难之色道：刚才那位难度有点大，我只能说尽量帮你试试看。难度大？详细说说。陈安最喜欢这种难度大的。此人名叫苏若，模样和身段你刚才也看见了，别说在新月房，就是放在外门也算是个抢手货。陈安点点头，看这身段确实是高级货。李管事接着说道：他虽是炼气2层修为，但来新月房这快半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找我要过一个鼎炉，你说怪不怪？陈安皱眉，不会是个男人吧？男人能有那么大？李管事拿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帮你引荐可以，至于成不成，我可没把握。陈安点头，这是自然，若是事成的话，我自当还有好礼送上，所以还得劳烦李管事多多帮忙。李管事一听，琢磨了一下，我听说神若似乎一直在准备冲击炼气3层，正是需要大量灵力的时候，我试试吧。陈安心跳快了一拍，够了够了，李老头给力，那就多谢李管事了。李管事眼珠子转了转，又继续道：其实新月房里还有其他的女修。李管事搓着手，大多都是炼气1层，模样也是个顶个的极品，而且脾气也不像刚才那个苏若那么怪。陈兄弟若是愿意的话，我倒是可以帮忙牵线搭桥。陈安一脸感激之色，我先试试这位苏若师姐，真若是不成，再麻烦李管事帮我物色其他人。好说好说。李管事笑容更盛，你何时方便？我安排一下。陈安想了想，后天是林月儿的钟，这中间他需要最少1天的时间来恢复。他思索片刻，那就今晚吧。好。李管事点了点头，今晚我会想办法把你的名牌送到苏若的房中，到时候进了门，那就看你自己发挥了。有劳李管事了。两人又寒暄了几句，李管事这才告辞，一脸笑容的离开。陈安看着李管事远去的背影，眼神渐渐沉静下来。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他需要赶紧恢复到最佳状态。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栏，沉思片刻，一咬牙，从怀中摸出了王虎身上搜到的那个装着药的纸包，拼了！虚时3刻，陈安站在新月房深处一座小柱前，月洞门内墙头探出几只晚开的玉兰，在月光下泛着微光。院中那间房的房门虚掩，
里面透出暖黄的光线。陈安深吸一口气，走到房门前，轻扣房门，进来。声音清冷，像玉石落地。陈安推门而入，屋里陈设十分雅致，一套紫檀木的桌椅，多宝格上摆着精美的瓷器。房间的最深处是一张雕花拔布床，纱幔半垂。苏若半躺在床榻旁的贵妃榻上，手中握着一卷古书。她一身月白色对襟襦裙，头发松松挽着，插着一只素银簪子。听到动静，她抬起头，冷月般的目光落在陈安身上。陈安这才看清了今日不曾得见的那一张精美容颜，确实让人挪不开眼，皮肤更在暖光下白得几近透明，面板信息浮现。苏若，炼气2层巅峰，状态清心寡欲，预估消耗130点生命值。你就是李管事说的那个极品鼎炉？苏若开口，声音里听不出情绪。陈安拱手见过苏若师姐。沈若放下书卷，起身走到他面前。他比陈安矮半个头，但那双眼睛看过来时，气势却丝毫不弱，模样倒也还算是说得过去。这样还叫说得过去？陈安有些不服气，这女人的要求还真高。苏若伸出3根手指，轻轻搭在陈安腕上，手指很润，也很凉。陈安感觉到一股微弱的灵力探入体内，在他经脉里转了一圈。沈若的眉头随即皱了起来，居然没有一丝修为。李管事还说我若不肯见你这个鼎炉，肯定会后悔一辈子。他收回手，眼神冷了下来。他莫不是在消遣我？师姐，陈安不慌不忙，我虽无修为，但胜在气血精纯，味道绝对正。气血精纯？沈若嗤笑道，每个见了我的男人都这么说。他转身走回桌边，重新拿起书卷，你回去吧。另外告诉李管事，如若再有下次，他那管事的位置也该换人了。逐客令。陈安心一沉，因为他感觉一股热浪忽然从小腹炸开，很快便烧遍了全身。操，那包药的药性发作了。陈安在来之前特地吞下了王虎准备的那包药，生命值185、135，灵石加50，精力极度亢奋，药性加成，状态药性发作，气血狂躁，精力临时暴涨。你吃的药似乎有些不大对劲，虽然现在你看上去很猛，但是药性消退后将进入强烈的虚弱状态，热、燥热，像有无数只蚂蚁在血管里爬，每一寸的皮肤都在燃烧。陈安的脸渐渐涨红，呼吸急促，感官被放大到了极致。他能闻到空气中苏若身上淡淡的冷香，能看清他睫毛的轻微颤动。沈若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后退一步。你话没说完，陈安动了，他一步跨到沈若面前，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大胆，快放手！沈若一声厉喝，灵力瞬间爆发，想震开陈安，但陈安的手像铁箍一样纹丝不动，药力在燃烧，连理智也在燃烧。这药性确实猛，要是被他们用在沈西西身上，那不知道他得变成什么模样。现在陈安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能放过眼前这个尤物。他用力一扯，沈若整个人被他拽进怀里，温香软玉撞了满怀，那股冷香更浓了。你找死！沈若又惊又怒，左手掐诀，一股力道直刺陈安胸前。陈安也不躲闪，噗，力道入体，像是一盆冰水浇在烈火上，很痛，但更多的是刺激。体内的药力被这外来灵力一击，反而更加狂躁地爆发开来。陈安闷哼一声，嘴角溢出血丝，眼神更狂暴了。他看着怀里眼神有些惊恐的苏若，吻了下去。沈若闷哼一声，眼睛瞬间睁大，他根本没想到陈安居然敢对他这么做。陈安的嘴唇很烫，带着一丝血腥味，动作粗暴，毫无技巧可言，但却让沈若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修炼20年，从没被人这样对待过。那些觊觎他容貌的男弟子，哪个不是小心翼翼的讨好？好几个师兄享受他做鼎炉，却也只是利诱，从不敢真的用强。可眼前这个家伙，他是真敢。沈若回过神来，挣扎着把这个色胆包天的家伙轰出去，但陈安的手已经揽住了他的腰，另一只手扣住了他的后颈，把他牢牢固定在怀里。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陈安体内那股惊人的热度。松开！沈若从齿缝里挤出2个字。陈安不仅没松，反而将他拦腰抱起，几步走到床边，将他扔在床榻上。床幔晃动，沈若撑起身子想逃，但陈安已经追了过来。沈若已经慌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的声音在发抖。陈安不管不顾，手伸向他的衣襟。于景浩3-4，你不是想突破吗？我可以帮你。陈安的手抚上他的肩，掌心烫得惊人。沈若闻言浑身一颤，他的确已经卡在炼气2层巅峰有大半年的时间了。若是再不想办法突破的话，想到这，沈若心一横，眼一闭，再睁开时，眼底的挣扎已经褪去，只剩下冰冷的决断。你最好真的像你说的，对我有用。他一字一句道，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纱幔落下，窗外明月高悬。不知过了多久，陈安脱力地躺在床榻上，药效退了，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虚脱感。陈安感觉自己像被抽干了所有骨髓，连抬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面板弹出提示，药效已消退，生命值30170，精力油尽灯枯，状态精力透支以致枯竭，经脉受损，严重虚脱，35点生命值上限。这是前所未有的收益，但代价也是前所未有的惨重。陈安感觉到自己连呼吸都费劲，
一旁的沈若调整了呼吸，然后坐起身，她拉过薄被盖住身体，低头看向陈安。月光透过纱幔照进来，她那张清冷的脸上此刻正泛着淡淡的红晕。苏若起身，从软榻边的紫檀方桌上拿起一个小玉盒，打开后里面是3颗淡紫色的丹药。她将一颗丹药塞进陈安嘴里，别吐掉，续命的。然后又将另外2颗往陈安身上一扔，这2颗你自己留着用。丹药入腹，化作一股温和的暖流，勉强稳住他濒临崩溃的身体。下品紫元丹，2品丹药，效果稳固气血，修复脏腑损伤，对重伤及虚弱状态有一定缓解作用。预估生命值恢复120至150点。陈安睁开眼看向苏若，一出手就是2品丹药，还是3枚，这客户质量可以啊。苏若此时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在床边，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清冷疏离的模样。他感受了一下经脉当中那奔涌的灵气，转身又从桌上拿起几颗灵石扔给了陈安。3天后子时，我在这等你。苏若的语气不容置疑，若是助我成功突破，少不了你的好处。陈安心头一震，才合作了1次就突破吗？自己这么有营养，退下吧。苏若转过身向房内走去。陈安对着沈若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的小费，拱手道：“师姐大气。”苏若摆摆手，没有回头。陈安缓了缓气息，悄悄离开了苏若的房间。刚出了院门，陈安便看到从小径的尽头处，一个男弟子正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正神色匆匆地往苏若的住处走来，边走还边骂：“这臭娘们，一直给我装什么纯情？”他说着，看了一眼手里的木盒，这破净丹我可是下了血本，他要再敬酒不吃罚酒，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陈安看着男弟子眼中的贪婪和欲望，忽然有一种自己被抓奸的感觉，赶紧藏了起来。看着那男弟子的身影匆匆路过，陈安露出一丝怜悯之色：“老哥对不住，我就先干为敬了。有一说一，味道不错。”待男弟子走进小院，陈安便立刻开溜。他来到一处左右无人的角落，掏出剩下的2颗紫元丹，还有那5颗灵石，温润的触感带着淡淡的药香。看来苏若应该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说到底这事还得感谢一下王虎，要不是他那一味猛药，凭自己之前的状态，别说满足苏若了，估计连他房间都进不去。而现在不仅有2枚紫元丹，还赚了5颗灵石，这出手的架势绝对是一位大客户。以后一定要注意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服务频率。陈安脚步虚浮地回到住处，盘膝坐在床上，感受着药力在体内流转。紫元丹的效力比陈安预想的还要强，不仅恢复了自己消耗的生命值，甚至将那副猛药的副作用也减轻了很多。看这效果看，价格肯定是在养心丹和集气丹之上了。面板上血条正在稳定的迅速回升，55、170、60、170，2个时辰后，丹药效力完全吸收，陈安的生命值也完全恢复。生命值170，精力匮乏，状态气血充盈，疲惫需进补。精力已经从刚才的严重透支恢复了不少，但想要完全恢复，还是得继续嗑药才行，那可都是钱啊！像自己这样高强度的修炼，对精力的消耗当然是巨大的，身体能撑到现在也确实不容易。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林月儿和苏若在结束之后要给他3天的恢复时间了。原本他以为他们是在心疼他，现在才知道这是在赤裸裸地压榨他的价值。3天时间，要是不嗑药，精力根本恢复不过来。呵，女人。陈安摇摇头，又看向手里的丹药和那5颗灵石。苏若的这笔小费给的相当厚道，5块灵石在房市足够买1颗集气丹了。那玩意之前他试过，补精气的效果还不错，只是对于他目前亏空的情况，也不知道1枚集气丹够不够补得上。他将紫元丹小心地收好，将5块灵石揣进怀里，趁着夜色出了门。夜里的房市不像白天那般喧嚣。陈安走在路上，目标明确，径直走向上次那个憨厚汉子的摊位。摊子还是老样子，破布上摆着瓶瓶罐罐，汉子正耷拉着脑袋打盹。来1颗集气丹。陈安敲了敲摊位木板，汉子一个机灵醒来，揉揉眼，5块灵石。陈安将灵石递了过去，汉子从一个青色玉瓶里倒出1枚淡白色的丹药，用纸包好递过来，这才看清是陈安。他惊奇道：“白天养心丹，这会儿又集气丹，兄弟你看起来很忙啊，调理身体而已。”陈安接过那枚集气丹，含糊应道：“集气丹，下品，效果温养元气，补充精气，对气虚乏力等状态有一定改善，预估精力恢复中等。”将集气丹收好后，陈安便打算离开房市，毕竟除了刚才的丹药，这里其他的东西他一个也买不起。他刚才一路看过来，一沓最低阶的轻身符要15块灵石，一把掺了一点灵铁的短剑要50块灵石，就连随便一颗有些年份的滋补药材也要10块灵石。他穷，确实穷，那些东西连摸都摸不起。忽然他的目光在摊子的一处角落顿住了。龙虎丹，简介：取地龙精、烈虎血为主药，辅以9种温补灵草，经秘法炼制，可于短时间内激发肉身潜力，补充精力，并微弱减少气血消耗。售价30块下品灵石。陈安被面板上的信息吸引了，激发潜力，补充精力，减少气血消耗，这简直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精力恢复手段。
还有想办法降低七伤拳对自己生命力的大量消耗。汉子见陈安盯着龙虎丹看了许久，便问道：“小哥对这龙虎丹感兴趣？”陈安回过神，点头，自己和目前的3个客户修炼几轮，应该就能攒够了。回到厢房，陈安将极其丹服下，丹药入腹，陈安便感觉到下腹有一股郁结的气团被慢慢化开，甚至连呼吸都顺畅了不少，身体深处的疲惫感也在一点一点的消退，效果着实不错。但想短时间内完全恢复，尤其是弥补那种深层次的精力亏空，这一颗根本不够。陈安现在没钱继续嗑药，所以他只能等。接下来的一整天，陈安每隔1个时辰就会去林月儿院落门口露个脸，表示自己很安分，没有到处偷吃，剩下的时间都待在房里，对着药膳一顿狂炫恢复精力。还好沈西西这2天在闭关突破，要不然这几天不去，那丫头肯定该缠着自己了。而且林月儿那边还在对自己虎视眈眈，她必须在今天之内让自己的精力恢复，以最佳的状态去上钟。第2天一大早，天还未亮透，陈安就麻溜的起床了。经过1日的调养及契丹的效力已完全化开，虽然疲惫感还未彻底消除，但已经基本不影响自己开展业务了。他换了身干净衣服，对着水缸照了照，还行，虽然眼底透着些一丝丝疲惫，但脸色总算是恢复了红润之色。生命值170，精力充沛。他整理好衣服，推门而出，晨雾还未散尽，新月房此时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很快，陈安便来到品月轩的院门前，轻轻扣门环。很快柔儿便开了门，见到陈安眨了眨眼道：“陈公子，今日这么早？”陈安点头道：“林师姐吩咐，让我早些过来。”柔儿将陈安迎进门，又给他沏了杯灵茶。师姐去早休了，应该就快回来了。陈公子先进来用早膳吧，有劳柔儿了。陈安接过茶杯，顿觉一阵清香扑鼻。柔儿却并没有没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双手托腮，好奇地打量着陈安。陈公子，我听师姐说，你好像很有一套。陈安差点被茶水呛到，咳嗽2声。柔儿师妹也想试试看，才不是呢。柔儿白了陈安一眼。这几天林师姐心情可好了，好几个师姐都过来打听林师姐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怎么修为提升的这么快。陈安自豪一笑。柔儿自顾自说道：“要我说啊，要找人修炼就该是公子这样的，房里的那些歪瓜裂枣看着就倒胃口。不过他压低声音，陈公子，你最近可要小心些。小心什么？我听说。”柔儿左右看看，声音更低了。外门长老院那边最近在到处寻找好的鼎炉。陈安心中一动，找鼎炉？合欢宗还缺鼎炉？不是普通的鼎炉。柔儿神秘兮兮地说：“听说是给3长老的弟子专门准备的。”3长老的弟子？对啊，秦熙年师姐。柔和巧声道：“听说秦师姐最近修炼出了些问题，好像是走火入魔了。3长老正在到处给她找引气出体的鼎炉。”陈安喝了口茶，柔儿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陈安：“我听林师姐说，此事极为凶险，如果被选中了的话，轻则修为尽失，重则性命不保。”陈安点点头，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多谢柔儿姑娘提醒，陈公子见外了。柔儿笑嘻嘻道：“我还指望陈师兄多伺候我家师姐，让她早点突破，我也能跟着沾光呢。”2人正说着，院外传来脚步声，柔儿赶紧站起身：“师姐回来了。”门被推开，林月儿一身月白色罗裙走进来，发髻微松，俏脸微微泛红。见到陈安，她笑了笑：“不错，今天倒是挺乖的，那肯定的听师姐的话呀。”陈安站起身，对着林月儿笑了笑。林月儿走近，打量了陈安几眼：“跟我来吧。”2人走进内室，依旧是那张雕花拔布床，纱幔半垂。今日你配合我即可。经过几次修炼，陈安发现对方的灵力流转似乎有着特定的路线和节奏。比如面前这个林月儿，她的灵力就偏阴柔，流转时如溪水潺潺，但在几个关键节点处会有微弱的滞涩。陈安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模仿上辈子技师的按摩手法，在那关键的节点处来个 SPA， 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呢？想到这，他决定立刻尝试一次。他看着双眼微闭的林月儿，伸手探向了他那雪白肩膀之上的肩颈穴。林月儿身子微微一颤，睁开眼疑惑地了一眼陈安。陈安低声道：“师姐，此处可是有些发紧。”林月儿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讶异：“你怎么知道？”陈安并不答话，而是回忆着上辈子技师的手法，手上加重了力道。林月儿轻哼一声，眉头轻蹙，一股暖流从肩颈穴涌出，沿着经脉扩散开去，还真有用。陈安心头一喜，又用手法帮林月儿疏通了另外几处微小的滞涩。在陈安的配合下，林月儿的呼吸逐渐变得绵长而平稳，周身气息开始缓缓攀升。她原本白皙的皮肤泛起淡淡的粉色，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在烛光下闪着微光。这状态是灵力充盈、灵境突破的征兆。不知过了多久，林月儿睁开眼睛，缓缓收工。她惊喜地盯着陈安：“弟弟，你好棒！你这次的服务似乎让他十分满意，触发5星好评词条。”陈安看了眼自己的面板，生命值2205加35，最大生命值，体力透支，状态气血双虚，阳气不足，深度疲劳。你触发了5星好评，对方似乎这次可以多给你一些奖励。你本次的辛勤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请继续努力。陈安不动声色地关掉面板，面对看着他眼神拉丝的林月儿，然后用力地咳嗽了几声，
有气无力道：“可，谢师姐夸奖。”林月儿神色闪过一丝心疼之色，连忙从胸前掏出一枚丹药，亲手喂进了陈安嘴里。想了想，她伸出白嫩的双手，放在了陈安肩膀上，开始揉捏。弟弟累了吧？姐姐帮你揉揉。林月儿语气温柔，呵气如兰，气息喷吐在了陈安耳后，一阵酥麻。陈安只感觉到一股轻柔的力道在自己肩膀和背上游走。不得不说，林月儿很有按摩的天赋，她要是去做技师，绝对是个金牌技师。好点了吗？林月儿凑在陈安耳边轻声问道。陈安一把搂住了林月儿，亲了上去。好多了。林月儿娇呵一声，顺势躺了下去。腻歪了一会儿，林月儿起身下床，从衣柜中取出一个玉盒，递给陈安。弟弟辛苦了，今天姐姐很满意，这是奖励你的。陈安接过玉盒，打开一看，里面除了2枚集气丹和2枚养心丹外，还有一堆闪着荧光的灵石，看起来数量绝对不会低于20颗。陈安抱着那玉盒从品月轩出来时，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20多颗下品灵石加上丹药，这趟收获抵得上平时好几天的辛勤汗水。龙虎丹，陈安掂了掂灵石，趁着现在手头宽裕，赶紧去拿下。这种丹药对他这频繁消耗的情况，无疑是最合适不过了。正盘算着，忽然一股灵力波动从东厢方向传来。陈安脚步一顿，这是从沈西西的房间方向传来的，是出什么事了？他皱了皱眉，转身往弄月阁走去。还没走几步，陈安远远就看见那扇院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沈西西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浅粉色内衬纱裙，面色潮红的跑出来。这身轻薄的料子恰到好处的裹住了她那玲珑的身段。沈西西的神色看上去十分激动，她一眼便看见了不远处站着的陈安，眼睛瞬间就亮了。她踩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朝着陈安一路跑过来。我突破了！沈西西一下子扑到了陈安怀里。陈安心中猛然泛起一丝涟漪，才几天不见，这小妮子好像又变漂亮了许多。沈西西没梳发髻，长发随意的披散在肩。陈安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恭喜师姐。沈西西伸出粉拳捶了一下陈安的后背，别叫人家师姐，人家还小着呢。那我叫你什么？沈西西眨了眨眼睛，叫西西就好啦。陈安一脸慈祥的笑容看着怀中的女孩，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他闭关的第2天，是他来到合欢宗3天，而且只才补过一个顶炉。虽然那个顶炉是自己，但是这就突破了。这什么恐怖天赋？面板自动弹出沈西西的状态，沈西西炼气2层，状态灵力初成，气息不稳，兴奋。上辈子他的那个女神要是也有这天赋，2个人应该就不会在会所里见面了。我真的好开心啊！沈西西眼睛亮晶晶的，脸在陈安怀里一顿乱蹭。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在这时，嗡一声闷响后，一股恐怖的威压从天而降。陈安感觉到自己像是被千斤之力压住一样，腿一软，差点跪下去。面板上的生命值瞬间就掉了10点。周围一大片新月房的杂役弟子见此情景，都是扑通扑通跪倒一片，个个脸色惨白，额头抵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李管事同样伏在地上，浑身哆嗦。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气旋，一只露着一片白皙的脚踝的金丝云纹绣鞋从气旋里款款踏出，然后是一片月白色的华美裙摆，裙摆之上是层层叠叠的轻纱，泛着珍珠色的光泽。紧接着是那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陈安的呼吸一滞，他虽然没见过仙女，但如果有仙女的话，大概就长这样。女人的五官精致的像玉雕一般，带着高高在上的冷意。她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困惑之色，如此微弱的灵力波动，为何我却能感应得到？她踏空而立，目光扫过下方，最终落在沈西西的身上。沈西西虽然撑着玫瑰，但小脸已经煞白。女人开口，声音清冷：“你入宗门多久了？”沈西西有些紧张：“3天。”女人淡银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讶异，她抬起手，纤细修长的手指凌空一点，一道银光骤然射出，没入了沈西西眉心。片刻，女人的脸色变了，她收回手，盯着沈西西看了好一会儿，缓缓说道：“玲珑真骨。”陈安十分震惊，怪不得这么迅速，原来这姑娘真的是天才啊！女人从空中落下，脚尖轻轻点地，她走到沈西西面前，伸手托起她的下巴，随即脸色一沉，居然没了元婴之体。陈安菊花一紧，自己好像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人。女人沉着脸，又在沈西西体内散出一道气息，半晌，她收回手，似乎松了口气，还好只有几次，而且就在前几日，应该可以补救。她看着沈西西，淡淡道：“今日起，你入内门，拜入我宁月峰下。”沈西西愣住了，周围的人也愣住了。内门？宁月峰？那可是合欢宗7大主峰之一，难道这女人就是传说中宁月峰主宁月真人？众人一脸呆滞的表情，齐齐看向院子中间的2人。陈安之前也听说过合欢宗的内门极为隐秘，甚至连那些外门弟子也不怎么了解，而现在一个内门的峰主居然在星月房现身了。沈西西张了张嘴，下意识看向陈安。女人顺着他的目光，那双淡银色的眸子落在了陈安身上，下一秒他便扫兴地移开了目光，转向沈西西：“给你1炷香的时间，然后随我去宁月峰。现在吗？”沈西西惊呼。女人面无表情的点头：“你在外门多待1刻都是浪费。”沈西西咬了咬嘴唇，可不可以不去？女人那绝美的脸上再一次泛出涟漪，她看了一眼陈安，语气冰冷：“回你道心的东西就没必要再继续存在了。
沈西西一惊，连忙道：“我去。”说完，他看了一眼陈安，眼圈有点红。他1步3回头的跑回屋里，很快拎出来一个小包袱。他来到陈安面前：“这个给你。”他塞给陈安一个香囊。陈安接过，入手沉甸甸的，里面显然有不少东西。“你要等着我。”沈西西眼泪掉下来了。“等我厉害了，我就回来找你。”陈安伸手揉了揉她的头：“西西加油。”那女人并未出声，只是在一旁静静等待。等沈西西哭够了，她才淡淡道：“走了。”说完，她袖袍一拂，一道银光卷住沈西西，两人腾空而起，瞬间消失在那道气旋之中。威压瞬间散去，院子死寂了几秒，然后瞬间炸开了锅。居然是玲珑真骨！我的妈呀！刚才那位大人真的是宁月真人吗？好美啊，她好美啊！陈安来到还没回过神来的李管事身边：“李老兄，啥是玲珑真骨啊？”李管事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惶恐，他使劲搓了搓脸，然后才说道：“玲珑真骨，我也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刚才那位大人的反应，应该是传说中的神级根骨，无疑了。我估计应该和咱们合欢宗圣女的玄机圣骨差不了多少。”陈安心头一震，以这个丫头的天赋，自己以后应该是很难再用到她了。可惜啊，才用了几次而已，自己还有很多姿势没有解锁呢。这几天外门估计的传疯了。李管事一脸自豪地感叹道：“我这新月房不仅宁月真人来过，甚至还出了一个天生的灵骨，哈哈，这是我老李的吹一辈子。”人群渐渐散去，陈安也回到房间，关上门，他把香囊和玉盒都倒在床上，床上堆成了一座小山。陈安数了数，林月儿给了23颗，沈西西给了15颗，加起来自己手里足足有38颗灵石，丹药也够自己用好几天的。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了沈西西给他的香囊上，不知为何，沈西西那张纯真无瑕的笑脸忽然出现在了陈安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丫头现在应该已经到宁月峰了吧？仅仅1夜时间，新月房的沈西西被宁月真人带走收为徒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外门，外门直接变了天，一波接一波的外门弟子涌入新月房来打听消息，看能否能趁机寻得一丝机缘。这些人里面甚至不乏一些外门的执事。而陈安的大客户苏若似乎受到了沈西西一步登天这件事的刺激，一早就差人来给陈安送来消息，将原本2日后的修炼提前到了今晚。陈安今天一早就醒了，他今天打算要去房市大采购，将灵石收拾好放入怀中，陈安便推门出去。一出门，陈安立刻便感觉到有几道隐晦的目光向自己扫来，看来通过沈西西这件事，自己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了。陈安皱皱眉头，径直往院外走去。路过品月轩时，看见院门紧闭，柔儿站在院内，见陈安过来，小跑着迎上来：“陈公子，师姐让我给你说一声，这几日他要闭关寻求突破的时机。”柔儿小声说：“让你这几日随时做好准备。”闭关？陈安挑眉，看来沈西西这件事刺激了不少人啊。林月儿本就比沈西西入宗要早，如今被他这么一刺激，闭关也在情理之中。好，你让他放心，我随时都可以。告别了柔儿，陈安快步离开鬼字房，寻了条人少的青石小路往房市的方向走去。刚离开鬼字房的范围，陈安的眉头便皱了起来。面前不远处站着一男一女2个身穿外门衣服的弟子。赵坤，炼气3层，生命值330、350，状态贪婪、杀意。白鹿，炼气1层，生命值180、180，状态紧张、担忧。你就是陈安？赵坤眼神阴鸷，上下打量着陈安。他身边那位长相十分清秀的女弟子此刻正紧张的满脸通红，2只手紧紧地攥着赵坤的胳膊，看上去似乎是一对道侣。陈安心头一紧，面上不动声色。这位师兄有何指教？赵坤走近几步，压低声音：“你和那个沈西西是什么关系？”“一面之缘而已。”赵坤挑了挑眉：“一面之缘？我怎么听说沈西西在新月房这几天就只找过你一个顶炉？”他盯着陈安的表情，眼里的贪婪丝毫不隐藏。看来是我说对了，果然是被玲珑真骨滋润过的气血啊！陈安后退半步，一脸警惕：“成都人，打住！我对你可没兴趣。”“我对你可太有兴趣了。”赵坤说着，将长刀横在胸前，一脸的狂热：“杀了你，你这一身被玲珑真骨滋润过的气血就是我的了。”“师兄，要不算了吧？”白鹿看着陈安，面露一丝不忍之色。察觉到对方那不带掩饰的杀意，陈安大脑飞速运转：打还是跑？跑的话，对方是炼气修士，速度肯定比他快；打的话，他现在的最大生命值也只有205点，而赵坤足足有着330点生命值。死吧！赵坤眼中杀意忽然一闪，手中长刀猛地向陈安劈来。陈安侧身躲开，刀锋擦着衣襟划过，带起一道破风声。还敢躲？赵坤冷笑一声，刀势一转，再次横扫而来。陈安眼神一冷，看来今日之事应该是无法善终了，那就打他妈的！主意已定，陈安脚下一蹬，不退反进，瞬间拉近距离。赵坤愣住了，他没想到一个顶炉居然敢主动靠近自己。就这一愣神的功夫，陈安的拳头已经到了，朴实无华的直拳，没有任何花哨招式，但是拳锋却带着淡淡血光。就凭你一个不会修炼的废物，还敢动手？赵坤眼中满是轻蔑，完全不躲，手中的长刀照着陈安脑门劈去。砰！一声沉闷的响声，陈安的一拳率先结结实实的轰在赵坤的胸口。
赵坤眼睛陡然睁大，感觉自己像被野牛结结实实的撞上一般，胸口一闷，喉咙一甜，一口血线直接喷了出来，消耗生命值200点，造成200点真实伤害。砰！刺溜，赵坤的身体重重砸在地上，又顺着滑出去老远。你，赵坤的脸色惨白，捂着胸口，满脸骇然。陈安这一拳的威力直达他的灵魂，一招就将自己打成了重伤。此人到底是什么修为？他又惊又惧地看着面前一脸淡定站着的陈安，越想越怕。噗！他又喷出一口血，这次血里夹杂几块碎块。赵坤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之色，此人的修为绝对还要在自己的师兄之上，他根本不是像消息里传的那样，仅仅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顶颅而已。身体内的荷尔蒙激素分泌，赵坤忽然想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对啊，一个身负玲珑真骨的绝世天才，怎么可能会去找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来双修？自己真是个白痴，这么明显的事情怎么早没想到呢？想到这，赵坤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跑！他躺在地上疯狂的后退，同时伸手入怀，捏碎了师傅给他的那块极为珍贵的保命玉符。嗖！白光一闪，赵坤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陈安面前，完全不顾呆滞的站在一旁被吓傻了的白鹿。你也想试试吗？陈安看着白鹿，语气平淡。你不要过来！白鹿一脸惊慌失措，看陈安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身上值钱的东西掏出来。陈安看着白鹿，那凹凸有致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我没钱。白鹿战兢兢道。没钱，传讯玉简留下，回去凑好了送过来。剧烈的虚弱感让陈安的眼前有些发黑，他强撑着说道。白鹿连忙从怀中掏出一枚带着香气的玉简，小心翼翼地递给了陈安。快点回去凑，我的耐心可是不多。陈安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给白鹿吓得够呛，他赶紧点了点头，转身跑开了。见白鹿的背影消失在远处，陈安再也支撑不住，喷出一口鲜血，扶着旁边的树大口地喘着气。刚才自己铤而走险，直接一次消耗了200点生命，赌的就是赵坤会被自己一拳的力量吓住，否则的话，今天自己就交代到这里了。万幸自己赌赢了，不过赢归赢，自己目前的状态可算是惨到了极点，生命值5205，精力油尽灯枯，状态虽然消耗很大，但是你对七伤拳的威力十分满意。陈安掏出一枚养心丹和一枚紫元丹，赶紧服下，然后在附近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开始吸收药力。一炷香的功夫，等到养心丹的药效全部吸收，陈安查看起了面板，生命值105205，精力不济，状态气血亏损。紫元丹治疗效果加成中，一次性消耗90%以上的生命值，触发词条背水一战，效果下一次七伤拳的伤害系数翻倍。陈安将面板上的信息尽收眼底，然后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还行，算是勉强恢复了一些。消耗的这2颗丹药让陈安心疼坏了，他打定主意，这损失必须得从这对道侣身上挣回来。陈安靠在树上，闭上眼睛，脸色渐渐沉了下去。这件事情怕是只是个开始，随着沈西西的事情越传越广，来找他事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李管事即便有心帮他隐瞒，但是这件事根本经不起有心之人去查。今天来的是个炼气3层的，那明天呢？陈安咬了咬牙，必须赶紧把血量提升到500点，拿到第2个奖励，让自己多一张保命的底牌。又休息了片刻，陈安感觉到体力又恢复了一些，他伸手摸了摸怀中的灵石，得赶紧去消费。他现在需要一切可以提升修炼速度和效果的东西。他先是在暗处观察了一阵，见没什么异常情况，这才起身朝着房市的方向走去。来到方市，陈安径直走到了那个熟悉的摊位前，那个卖丹药的兄弟依然在用同样的姿势打盹。龙虎丹是买1送1吗？那兄弟一下子被惊醒了。谁说的买1送1？我说的。那兄弟这才看清楚来人是陈安，于是咧嘴笑道：不买滚。陈安掏出灵石1颗龙虎丹，汉子接过灵石一数，不多不少，整整30枚。他将灵石收起，然后拿起一个玉盒递给陈安，里面装着的是枚散发着丹香的丹药。龙虎丹下品，效果提升50%生命恢复速度，并提升50%精力恢复速度，提升50%修炼效率，减少50%自身消耗，效果持续6个时辰。看来贵的东西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贵。这丹药确实值那个价。陈安小心翼翼地将玉盒收入怀中，他目前还剩下26颗灵石，买龙虎丹自然是不够了。陈安打算在房市里转转，看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自己用得上还买得起的玩意儿。他沿着街道慢慢走，目光扫过一个个摊位，看了一圈之后，陈安心里越来越沉，适合自己的东西太少了，或者换句话说，自己买得起的东西太少了。他看中了一本阵法书，根据摊主所说，这书是从一名魔修身上扒下来的，里面记录的都是一些非常邪门的阵法，有提升修炼效果的，有原地逃脱的，还有攻击性的。陈安非常的感兴趣，因为这本阵法书邪门的地方就是正常的阵法全靠阵法师自身的灵力进行催动，而这本书上的阵法靠着则是阵法师的精血，这对于陈安来说是如鱼得水。尤其是等以后陈安血量慢慢多了之后，本来阵法师的数量非常的稀少，任何一个出色的阵法师都是所有门派全力争取的目标。500颗灵石的价格虽然不贵，但是对于陈安来说就是天价。
他正失落地往回走，又一个摊位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中年人穿着破旧的道袍，坐在摊位后的小板凳上。摊位上东西不多，几块残破的玉简，几本有些发黄的书，还有一些看不出用途的杂物。一本书的名字引起了陈安的注意，《金瓶诀》，好熟悉的名字。陈安蹲下身，拿起了那本书，感兴趣。中年人撑开眼皮，懒散地看着陈安，是正经书吗？陈安问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摊主打了个哈欠。陈安随手翻开第一页，然后老脸一红，内容非常直白，跟连环画似的，甚至还有情绪调动和语言技巧的内容，基本就是一本说明书。陈安眉头皱起，我读春秋的。他一把将书合起，看向摊主，这本春秋多少钱？你要这本书？中年人似乎有点吃惊，他指了指书，这里面的东西虽然能提升修炼效果，但是哥现在没几个人要了，现在讲究的都是采补和掠夺，谁还管这些？陈安道，我主要是拿回去批判一下。中年人点了点头，30克下品灵石。30克？陈安皱眉，你怎么不去抢？话不能这么说。摊主坐直身子，这可是流传下来的真本，你看这纸，这墨迹，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了。几百年前的又怎么了？陈安把书放下，技巧这种东西也讲究一个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摊主被噎了一下，那你说多少？10克？10克？摊主瞪大眼睛，你怎么不去抢？我打不过你。陈安看了一眼摊主的面板，说道：25，不能再少了。20。陈安掏出零食袋晃了晃，我就这么多零食，卖不卖随你。摊主抿抿嘴，最后叹了口气，摆摆手，拿走拿走。陈安心中一喜，将零食递了过去，随后把书揣进怀里，转身离开。有了这东西，他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客户满意度的问题了。又一想到或许可以靠着这本书不断的触发5星好评，再加上修炼增幅，陈安忽然有些兴奋。500点血量，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就先在苏若那里试上一试。陈安找了个无人之处，打开书，遨游在了知识的海洋里。不知不觉夕阳西下，陈安抬头看了一眼天色，揉了揉有些酸痛的眼睛。这一下午的时间收获颇丰，陈安甚至学习了一些连上辈子看电影都没见过的技巧。他小心将书收好，随即起身离开了房室。回到星月房时，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和苏若约定的时间。陈安回到品月轩，发现林月儿房门依旧紧闭。陈安暗忖，也不知道林月儿这次会闭关多久，如果时间长的话，自己还得琢磨着再开发几个客户，毕竟今晚过后苏若也大概率会闭关，那到时候自己一个客户也没底有了，得想想办法。对了，白鹿不是欠自己的零食吗？陈安想到这，眼睛一亮，身段和模样都还行，先凑合用吧。他从怀中掏出了那枚龙虎丹，一脸的不舍，随后一咬牙，将丹药吞进腹中。瞬间，陈安便感觉到腹部传来一阵鼓胀的感觉，这种感觉顺着经脉四散开去，全身都开始微微发热，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好猛！生命值205，精力龙精虎猛，状态龙虎丹药性加成，各项增益提升。陈安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来到了苏若的住处，不料却在半路上遇到的他的侍女仙儿。见陈安走近，仙儿连忙对着陈安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陈安一脸疑惑，又来了几个师哥，不知道从哪听说苏若师姐要突破了，都在门口等着送礼套近乎呢。仙儿说着，朝门口张望了一下，快来，我带你走后门。陈安有些吃惊，不是送礼物连门都进不去吗？他开始有些可怜这些兄弟了。陈安跟着仙儿七拐八拐，终于是进到了房间。苏若正在床榻上调息，软榻旁边摆着一张小几，上面摆着茶点和一个酒壶。苏若今晚穿着一身淡紫色薄纱长裙，隐约透出雪白的肌肤，长发松松的挽起，露出修长的脖颈。进来吧。屋里点着熏香，味道很淡，似乎是兰花的香气。坐。苏若指了指软榻。陈安坐下，随手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甜甜的，入喉带着一丝热浪，但很快化作暖流散开。你倒是不客气。苏若冷哼一声。陈安又倒了一杯，递到了苏若的唇前。苏若一愣，任由陈安将那杯酒喂了进去。酒喝完了，该干正事了。陈安将酒杯一放，看向苏若。苏若的眼神有些躲闪，话还没说完，他的嘴唇便被堵住了。陈安按照《金瓶诀》上记载的方法，又借鉴了一下记忆中上辈子那些技师们的经验，将手法做了下改良。苏若从一开始的紧张抗拒，到渐渐投入，再到最后的疯狂，几个时辰下来，陈安明显感觉到自己似乎并没有之前消耗的那么快，但是效果却丝毫并没有减少。他心中感叹道：有钱真好。不知过了多久，苏若周身气息忽然一涨，紧接着浑身一紧，气息逐渐稳定下来，开始稳步攀升。炼气3层成了。陈安看了一眼状态栏，生命值270，精力龙精虎猛。你在修炼过程中帮助对方提升境界，触发人生导师词条，返还所有消耗的生命值和精力，触发5星好评词条，一次65点上限。陈安看着面板震惊了，这龙虎丹和金瓶诀也是自己的人生导师啊。苏若从刚才的疯狂中缓了过来，嗓子已经有些沙哑，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狂野。苏若的脸一下子比刚才还要红上一些，她抿着嘴唇，从枕边取出一个荷包递给陈安，赏你的。苏若恢复了之前的高冷模样，眼神沉静如水，
手却还在微微颤抖。装，继续装，还不是被我拿下了？陈安看着故作镇定的苏若，心中一阵暗爽。沉默片刻，苏若悠悠开口：“有没有兴趣在我这里住下？”不住。陈安摇头。苏若一愣，似乎没料到陈安会拒绝他，毕竟想住到他这里的男人，没有100也有80。为何？大姐，你是怕我死得不够快啊？陈安伸手指了指外面，我要真住在你这里了，外面那几个兄弟还不得杀了我？苏若面带疑惑，什么？陈安心说，你不会不知道外面有人在蹲你吧？他一下子觉得那几个兄弟更可怜了。他一把拽住苏若柔弱无骨的手，拉着他来到窗前。你瞅瞅。陈安指了指外面正望眼欲穿的几个身影。于景浩34，于景浩34。苏若拿着丝帕擦拭了一下刚才被陈安拉过的地方，随后看着窗外的人影，陷入了沉默。沉默片刻，他又拿出了一个荷包递给陈安，给你加点钱，日后便随叫随到吧。陈安接过荷包掂了掂，那现在你可以叫一次吗？苏若十分干脆地拒绝了陈安的要求。虽然他也同样很怀念，但是他刚突破，体内气息还有些虚浮，不适合再进行采补。陈安很遗憾，虽然龙虎丹的药效已经过了，但是由于触发了那个词条，返还了全部消耗，他现在仍然精力饱满，随时可以上钟。看见陈安还想跃跃欲试，苏若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同时他的内心涌上浓浓的震惊。这个男人的精力为什么会如此旺盛？陈安回到房间，看着自己面板上足足270点的生命值，这个气血值已经和那些刚入炼气2层的修士们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如果有必要的话，陈安完全可以通过极限1换1秒杀一个炼气2层的修炼者，而且是一拳秒杀。这件事情甚至连那些炼气2层或者3层的修炼者也很难做到。如果照这个速度，只要再有几天就能突破500点大关，解锁第2个奖励了。他清点了一下这次的收获，苏若这次赏他的小费一共是50颗灵石、3枚养心丹、3枚集气丹和3枚紫元丹，他的库存一下子充裕了起来。这样一来，他最近也不需要再去采购丹药了，完全可以将灵石攒起来去买那本阵法书。而有了这些丹药，尤其是那紫元丹，如果真是碰到什么危险，即便是用上期伤拳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毕竟紫元丹那优秀的疗伤效果跟期伤拳确实是绝配。当然那是拼命的时候才用的手段，平时根本用不起，还是得省着用。陈安把丹药小心收好，正想着，门外传来敲门声。陈公子，你在吗？是柔儿的声音。陈安起身开门，柔儿手里提着食盒，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外。清晨的光线洒在她浅绿色的衣裙上，衬得那张小脸有些苍白。陈公子。柔儿微微低头，声音比平时轻了几分。没有打扰你吧？当然不会。陈安笑了笑，有些意外。怎么了，柔儿妹妹？是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事，就是给你带点吃的。柔儿扬了扬手上的食盒。柔儿妹妹真好。陈安侧身，快进来。两人坐在桌前，陈安拿起桂花糕尝了一口，惊讶道：“你做的吗？太好吃了。”“我亲手做的。”柔儿托着腮，看着陈安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桂花糕。“哥，好吃。”“柔儿妹妹，你真是个美厨娘啊！谁要娶了当娘子，你不得幸福死了。”陈公子喜欢吃的话，柔儿下次还做。柔儿笑了笑，眉眼间却带着一丝散不去的苦恼。“柔儿妹妹，你怎么了？”陈安伸手理了理柔儿额前散落的碎发，柔声问道。柔儿咬了咬嘴唇，然后抬起头，脸羞得通红，轻声说道：“我听说师姐说陈公子手上的功夫很好，说是能疏通经络，缓解疲劳。”陈安心头一动，林月儿连这个都说。那个我这几天身子不太舒服。柔儿说着，低下头不敢直视陈安，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前，总是感觉这里的气息有些胀痛，所以想请陈公子帮忙。他越说声音越小。陈安明白了，这是把他当理疗师了。他哪懂得了这个呀？之前在林月儿身上用的那些，全都是根据上辈子那些技师的手法总结出来的经验，瞎鸡巴案的。可我看看啊。陈安起身，硬着头皮走到柔儿身后。你放松啊。他伸出手按在柔儿肩颈穴上，手指用力缓缓按压。柔儿身子微微一僵。怎么样？陈安问道。柔儿弱弱道：“还是有些胀。”陈安又换了个穴位，现在呢？好像还是不行。一会儿功夫过去，陈安额头已经有些冒汗了。陈公子，柔儿小声开口，要不算了吧。陈安知道柔儿这是对自己失望了，这可不行，得想想办法，不然脸丢到姥姥家去了。平时喜欢喝凉水吧？陈安忽然问道。柔儿一愣，摇了摇头，不喝。喜欢喝酒？也不喝。肯定熬夜了？不熬夜，那绝对是每天待着不动，活动的少。我天天都干活呢。陈安的脸色很难看，不对劲啊，上辈子自己去看病，医生都是这么问的。柔儿看陈安半天不说话，轻轻叹了口气。陈公子，那我先走了。可你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啊。柔儿脸色一僵。陈公子，我到底是怎么了？你这是典型的气血郁结，气息不畅。陈安想到什么说什么。那该怎么办？柔儿有些慌了。陈安沉吟片刻，他看着柔儿雪白的脖颈，忽然有了点想法。怎么办？他上哪知道去？事到如今，只能给他下个猛药，大力出奇迹了。陈安看着他，也简单，用我的气息引导你体内气息循环周天，
方能根治。柔儿完全没听懂你的气息。陈安真解释道，就是像我和师姐修炼时那样。柔儿的脸一下子红了。公子，他的声音细如文瑞，你不要多想。陈安纠正，这仅仅是借修炼之法行治疗之时。柔儿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片刻，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决心。那就请公子为我治疗。陈安心中一喜，他走到床边，拍了拍床榻，躺下，放松。柔儿红着脸去了鞋袜，躺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陈安起身伸了个懒腰，一阵神清气爽。感觉怎么样？柔儿还沉浸在余韵中，她整个身体都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张红扑扑的小脸。咦？柔儿脸色一喜，怎么了？陈安问。不痛了，也不长了。柔儿感受了一下体内，真的好了。她猛地坐起身，然后发现不对，又一下子缩了回去，露着脑袋说道：谢谢公子，公子果然是妙手仁心。陈安抹了一把汗，举手之劳，应该的。柔儿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陈安，公子你转过身去。于景浩3、4。陈安将身体转了过去。柔儿穿好衣服，下床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和衣衫，她轻轻来到陈安身旁，公子，这件事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林师姐？这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好吗？陈安伸手抚摸着柔儿有些微红的侧脸，放心吧。陈安说着，忽然一顿，发现面板出现在了眼前，生命值270，精力不济，状态畜生，金瓶绝熟练度加50。柔儿此时收拾好食盒，走到门口，忽然听见在陈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对了，你这几天还得来这巩固治疗几次才行。接下来的一天，陈安忽然觉得到了久违的轻松。沈西西被带去了内门，苏若和林月儿2人都在闭关，自己少见的清闲了下来。他让柔儿给自己做了一顿药膳，又烫了一壶灵酒，然后舒舒服服地窝在房间里，一口菜一口酒，研究金瓶诀的同时顺便养精力。陈安看得很细，一边看一边认真地记笔记。他看了看面板，经过大半天的休养，精力恢复到了精力充沛的水平，生命值270，精力充沛，状态酒足饭饱，气血充盈。俗话说温饱思修炼。陈安摸了摸下巴，从怀里掏出白鹿给的那枚玉简，白色的小巧玉牌，触手温润，里面封存着一道传讯印记，只要捏碎，对方就能感应到。他果断捏碎玉简，然后翘着2郎腿躺在床上消失。一炷香的功夫，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很轻很迟疑。进来。陈安懒洋洋道。门被推开一条缝，白鹿侧着身子挤了进来，迅速回身关门。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裙，但没梳发髻，只用一根木簪挽了起来，一头青丝自然地散落肩上，脸上只是略施粉黛，整个人给陈安一种邻家少妇的感觉。师兄。白鹿挪到陈安身边，声音很小，坐。陈安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白鹿犹豫了一下，坐了下去。陈安自顾自倒了杯酒，慢慢喝着。房间里十分安静。过了好一会儿，白鹿终于鼓起勇气抬头，陈师兄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没事，不能找你。陈安挑眉，不是。白鹿连忙摇头，只是赵坤他，你那个道侣。陈安放下酒杯，他怎么样了？还在床上躺着。白鹿声音更小了。哦。陈安点点头，然后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白鹿下意识起身后退半步，后背抵在门板上。陈安比他高半个头，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零食凑够了吗？陈安问道。没有。你很怕我？没有。有。陈安伸手挑起他一缕头发，在指尖绕了绕。从进门开始，你的手心在出汗。白鹿身子一僵，放松。陈安松开他的头发，退后2步，回到软榻上坐下。我不打女人。陈安盯着白鹿看了一会儿，忽然拍了拍自己旁边的床榻，坐这。白鹿一愣，犹豫了一会儿，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陈安旁边，躺下。陈安直截了当。白鹿眼睛瞪大，你要干嘛？怎么不行？陈安笑了，你不是欠我零食吗？用这个抵债，你不亏的。白鹿咬着嘴唇没说话，似乎在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你那个道侣快好了吧？用不用我去看看他？陈安看白鹿半天不说话，眉头皱了起来。白鹿一惊，终于开口，声音发颤，那就一次，看我心情。陈安放下酒杯，也看你表现。白鹿深吸一口气，以你要说话算话。陈安点点头。结束之后，陈安靠在床头看了一眼面板，生命值70290，精力充沛，还行，消耗了200点生命值，上限也增加了20点，这在没有其他增益的情况下，还算让陈安满意。面板忽然弹出提示，触发魏武一封词条，每次修炼收益会进行叠加。陈安看着奖励一愣，兄弟啊，对不住了，我也没有办法。白鹿此时连动一动手指都有些费力，感受着体内充沛的灵力，他半天没回过神来。刚才和陈安的体验让他发现了新大陆，他脑海中泛起之前赵坤那粗暴的动作和迅速的过程，原来修炼这件事情还能这么美好。白鹿抿了抿嘴唇，眼神复杂的盯着陈安看了片刻，忽然伸手从散落在一旁的衣裙中又掏出了一枚玉简，递给陈安。陈安接过，挑眉道，这是干嘛？白鹿脸色一红，如念道，我担心师兄日后联系不上我。这种欲拒还迎的神态让陈安升起了一丝恶趣味。那下次我去你那里找你吧。陈安看着白鹿笑着说道。白鹿一下子瞪圆了眼睛，似乎没想到陈安竟然如此大胆，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白鹿咬着嘴唇，轻轻点头。好。陈安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着自己还有盈余的生命值和精力，又看了一眼一旁的白鹿。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第二天一早，陈安醒来之后，发现只有自己躺在床上，白鹿早已不见踪影。房间之中似乎萦绕一丝着昨夜疯狂的气息。桌上摆着一碗灵米粥和几碟小菜，似乎是白鹿用自己房间里仅有的食材做出来的。到底是人妻，会照顾人。折腾了一晚上，他也确实有些饿了，于是一股脑将桌上的东西一扫而空。收拾碗筷的时候，陈安发现了一张被压在碗下的小纸条。陈安拿起一看，上面写了一处住址，应该是白鹿留给自己的，还真是个听话的小少妇啊。陈安将纸条收好，又翻开了那本书。就这样清闲的过了2日。这2天陈安倒是十分老实，根本不乱跑，只是安静的待在房内学习，顺带着恢复精力。这天陈安正在房中看书，忽然听得外面品月轩似乎有些嘈杂。陈安将书收入怀中，起身出门来到了品月轩院前。一圈新月房的杂役正围着的林月儿，脸上满是讨好的笑容。恭喜林师姐突破炼气3层。林师姐，这下可以去外门了，到了外门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啊。林月儿一身天青色长裙，青丝自然披下，一眼看去尽是灵动和诱惑。她此时也看到了陈安，眼眸微动。都下去吧。林月儿挥了挥手，人群很快散去。林月儿走到陈安面前，轻轻拽过陈安的衣领，柔情似水。我的好弟弟，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了呢。说吧，晚上想让姐姐怎么奖励你？陈安拱了拱手，恭喜师姐突破炼气3层。林月儿又凑近了些，在陈安耳旁呵气如兰。我这几日闭关时，可听见你那小屋还挺热闹的呢。陈安脸色一僵，确实动静有点大。林月儿看着陈安的表情，扑哧一笑。行了，逗你玩的，看点你下得。他摆摆手，你最近几日且先收拾收拾，等我稳固一下修炼，便带你去外门。陈安一愣，我也去外门？是呀。林月儿眨眨眼，你难不成想要在这星月房待上一辈子，还是说你不想陪姐姐一起？陈安陷入思考，这星月房里质量好的已经全被自己尝过一遍了，也的确是个时候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了。但是这里的那位大客户怎么办？苏若同样突破了炼气3层，但他似乎没有要搬离此处的意思。怎么舍不得？林月儿似乎看出了陈安的犹豫，似笑非笑。我的好弟弟，你难道还怕外门的那些姑娘比不上这星月房里的吗？陈安一想，也是，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再说了，真要是苏若下订单了，自己再偷偷跑回来就行了。想到这，陈安便点点头，那就多谢师姐提携了，这还差不多。林月儿朝陈安摆摆手，行了，回去歇着吧。陈安目送着林月儿的身影进入品月轩，随后便翻身回房。刚一进屋，陈安便闻到一股香风扑鼻，紧接着眼前一道黑影迅速闪过。谁？陈安大喝一声，下一刻他便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直接将自己锁定。在这股威压之下，陈安浑身上下就连手指头都不能动了。陈安心中一沉，这是个高手。一只鲜白如玉的手从后面搭在了陈安的肩膀上，紧接着一个穿着玄色丝质紧身衣裙的女人出现在了陈安面前。她的面容被一条黑色丝巾遮掩，只能看见那修长脖颈间冷白色的皮肤。姓名林清瑶，修为筑基3层。筑基还3层？陈安懵了，然后紧接着又是一阵惶恐。卧槽，该不会是自己的二弟欺负了什么不该欺负的人了吧？现在人家家长直接来找自己了，要真是这样，那自己是保大还是保小？陈安内心飞快地做着抉择。林清瑶安静地站在陈安面前，忽然伸手屈指一点，一道气息探进了陈安的经脉深处。精血倒是浑厚。林清瑶开口，声音和他的表情一样冷。片刻后，他轻咦一声，随后上前一步，伸手直接按在了陈安胸口。陈安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对自己动手动脚，一股带着凉意的灵力涌入，在陈安体内流转一周，又退了出去。女人的眉头微微皱起，居然毫无修为。她收回手，盯着陈安，沉默片刻，威压一松，你便是陈九？仙子，都是误会，我什么都不知道。陈安见自己能说话了，连忙解释道。新月房这几日连续有女修突破炼气3层。林清瑶淡淡道，他们突破前似乎都跟你一起修炼过。没有啊，什么修炼？我就是个厨子，啥都不知道啊。林清瑶皱了皱眉。陈安感觉事情很不妙，自己怕不是已经被这个女人盯上很久了，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片刻，林清瑶喃喃自语，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虽然没有修为，但是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他抬头重新看向陈安。3日后的辰时，外门清月峰的演武场有一场顶炉资质测试。林清瑶语气不容置疑，你去参加测试？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事。陈安犹豫道，不参加行吗？你不想参加吗？林清瑶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这可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仙子，主要是我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家里给我留了一条渔船，我正打算下山回家去打鱼照顾他们呢。林清瑶听见后目光一柔，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说完，他又自顾自嘟囔道，若是宗门弟子都是这种情况，那还怎么安心修炼？看来这次300颗灵石的奖励有些少了，得再加点。仙子，陈安忽然出声道，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传承了。刚沉，
所以我不用回家了，我决定去参加考核。林清瑶点了点头，可以。仙子，我顺便问一下，刚才你说的奖励是多少来着？林清瑶想了想，通过之后有500颗灵石。什么灵石不灵石的，我主要是配合宗门的活动。陈安一脸正色，仙子请放心，我一定会准时参加的。林清瑶盯着陈安看了一会儿，口中嘟囔道：奇怪的人。说完，他给了陈安一块令牌，然后身形一晃，瞬间消失在阴影里。威压散去，陈安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筑基强者，恐不如斯。他缓了一会儿，才重新坐回床边。这测试要是正常的资质测试的话，那自己肯定的参与一下，毕竟500颗灵石呢。但如果是柔儿说的要给那什么走火入魔的女弟子找顶炉，自己就趁早开溜，毕竟人都没了。你要那些个灵石有卵用？陈安打开了面板，查看自己目前的状态：生命值290，290，精力充沛，状态气血充盈，适合修炼。距离测试还有3天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这2天他必须依靠苏若给自己的那几枚丹药多修炼几次，尽可能的提升血量上限。陈安看向窗外，此时天色还早，刚过5时。他思索片刻，从怀里摸出了那张白鹿留给的纸条。一炷香功夫，陈安便站在了一个有些偏僻的院子门前。院子不大，但很是整洁，门口处种着一排翠竹。陈安抬手敲了敲门，有人敲门，去看看。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听上去有些虚弱。你快躺下，我去。门后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后门被打开了。白鹿站在门后，看见陈安，先是一愣，随即脸红了。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陈安走进院子，顺手关上门，不欢迎。没有。白鹿低下头，目光不自觉地朝里屋瞟了瞟，只是他还在呢。陈安挑了挑眉，这是好事啊。好事。白鹿一愣，随即低声道：你小声些，是谁来了？赵坤的声音从正房中传来。没谁，走错门了。白鹿连忙对着里屋解释道：你先休息，我去给你煎药。刺激。陈安抬手往里面指了指，示意白鹿赶紧带自己进去。白鹿脸上露出一抹挣扎之色，随后一咬牙，带着陈安来到了偏房中。屋里陈设简单，但很干净。白鹿关上门，靠在门板上，胸口微微起伏。不是刚那个过吗？他红着脸小声问道。这么快又要？陈安点头。你认为你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白鹿脸色滞了一下，咬着嘴唇闭上了眼睛。一下午时间过去，中途另一间房里的赵坤也喊了白鹿很多次，问他为什么熬药的时间这么久。白鹿却根本不敢说话。一段时间后，陈安靠在床头，看着面板，生命值80，310，精力透支，状态气血双虚，精力透支疲惫，触发魏武一封词条，修炼效果提升。白鹿体内的灵力却是在陈安的努力下又充盈了一大截，目前距离炼气2层只差临门一脚。我和他谁更厉害？白鹿吃力地睁开眼睛，眼底涌上一丝娇羞，轻声说道：你厉害。陈安摸了摸白鹿的脑袋，起身穿衣。真乖，你好好休息，半夜我再过来。白鹿迷离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惊恐起来，他双手揪着被子，慌忙道：不要了，受不了了，而且我今晚要去师傅那里上晚课。陈安一想，也行吧，那今晚自己也好好休息休息，恢复一下精力，明天再努力修炼1天，留出来1天的空余时间专门进行恢复，养好精神去参加那个顶炉测试。时间安排得非常好。行，那就明天。陈安看着白鹿说道：明天我需要1整天的时间，你最好提前把时间空出来。可不可以去你那里？白鹿犹豫道。那可不行。陈安想起刚才白鹿那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3天后的清晨，陈安站在了品月轩的门外，晨雾还未散尽，不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他检查了一下面板上面的数字，让他稍感安心。生命值400-400，精力充沛，状态气血充盈，神清气爽，适合修炼。血量距离500大关就差了最后100点了。这2天陈安一直持续的触发词条效果，一段时间下来，赵坤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长着的竹子也是变得越发翠绿。陈安打算出发之前和林月儿打个招呼。院内，林月儿穿着件松垮的月白色丝绸睡袍，袍子只随意系了腰间一根带子，领口斜敞开，露出半边锁骨和一抹雪白的肩颈。睡袍的料子很薄，晨光透过来，隐约勾勒出底下起伏的曲线。一头长发还没怎么打理，随意的披散在背上。几日不见，这个女人更烧了，这应该是和她修为的提升有关系。她慵懒的倚上门框，嘴角勾起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这么早就来了，是想姐姐了吗？是啊，来看看林师姐。陈安笑了笑。林月儿轻笑一声，侧身让开，进来吧。陈安走进院子，一眼便看见院中的石桌上还放着半壶冒着青烟的残茶和一只空杯。看来林月儿早就醒了，一个人在这儿品茶，坐了许久。坐。林月儿自顾自在石凳上坐下，翘起腿，睡袍下摆随着动作划开，露出一截光滑白皙的小腿。她伸手拎起茶壶，给陈安倒了一杯茶。测试的事我听说了。陈安不动声色地喝了口茶。林月儿放下茶杯，手指在杯沿轻轻摩挲。她当然不想让陈安去参加这场测试，和陈安修炼的这几次对她的裨益是巨大的。
他怎么可能会和其他人分享这个极品鼎炉？但是林月儿明白，自己仅仅只是个即将要走出新月坊的新人弟子，在外门这种地方，像陈安这种优质鼎炉，自己根本不可能藏得住。他盯着陈安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伸手。他说。陈安伸出手，林月儿从袖中取出一个白玉小瓶，放在他掌心，瓶子还带着他的一丝体温，温润细腻。这是十全大补丹。他垂眸看着陈安的手，声音低了些，关键时候用，能保你一命。陈安有些诧异地看了林月儿一眼，这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自己了？他握了握手里的玉瓶，多谢师姐。林月儿抬手，食指轻轻点在他额头上，姐姐等着你回来，好好奖励你一下。那我可是相当期待了。陈安说道。这女人这么会，她说的奖励，那肯定是什么不得了的花活。去吧，我要去再睡个美容觉。他挥挥手，又变回一副慵懒模样。别误了时辰。陈安点了点头，起身离开。在路过苏若住处的时候，陈安又往里面看了一眼，门窗紧闭。陈安有些疑惑，自己这位大客户到底跑哪去了？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行。山路蜿蜒向上，走了约莫1个时辰，前方出现了一片开阔的平台。待走近之后，陈安这才发现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白玉平台，方圆近100丈，通体由整块温润的杨枝白玉雕琢而成。平台边缘长着9棵千年古松，枝上系着无数银白色风铃。山风吹过，铃声清脆如碎玉，与松涛声应和，竟成天然韵律。陈安踏上平台时，晨露未息，平台之上已经聚集了有上百人，全部都是男弟子，服装各不相同，有和陈安一样的灰色鼎炉服，由外门弟子服侍，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华丽锦衣的弟子。陈安扫了一眼面板，发现这些人的生命值普遍在100至500之间，修为则是从炼气1层到炼气5层不等。自己这400的血量，在这一群人中间并不算低。兄弟，一个胖子悄咪咪地凑过来，乐呵呵地问道：“哪个封的？”新月坊。陈安淡淡道：“新月坊。”胖子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你认识沈西西吗？”陈安撇撇嘴，这沈西西的名头现在还真是大呀。不认识，我昨天刚来。陈安说着，找了个角落站定。胖子也跟了过来，继续说道：“我叫钱富贵，外门揽月峰弟子。听说这次测试很危险，咱俩得互相照应啊。”钱富贵四下瞅了瞅，压低声音：“我听说这次测试一共分了4轮，据说还有实战测试。”实战？就是不知道跟谁实战了。钱富贵舔了舔嘴唇，眼底涌出一丝期待之色。陈安的心中也隐约涌起一丝幻想，自己还没见过正儿八经的外门女弟子呢，不知道伺候人的功夫和那林月儿比来，哪个更炉火纯青。正想着，前方传来一阵骚动，人群中央自动分开一条路，8名身穿越白色长裙的女修抬着一顶软轿缓步而入，软轿中隐约可见里面坐着一个窈窕人影。一旁还在滔滔不绝的钱富贵也安静了下来，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那顶月白软轿。软轿在平台中央停稳，8名侍女修齐齐躬身，轿帘被一只素手掀起，一个年轻女人自轿中款款走出。她身着一袭烟青色的广袖流仙裙，裙摆绣着若隐若现的淡雅花纹，一头只用一根白玉簪挽起，特意剩下一挽青丝垂至腰际，面容清丽绝俗，眉眼间满是妩媚。女人腰间是一枚玉牌，牌上刻着双蛇缠绕的图腾，居然是清月峰的花长老。这次到底是什么测试？居然连花长老都惊动了。花长老果然名不虚传。人群之中发出一阵低呼，女人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声音清越中带着一丝天然柔媚。本座花清月今日负责主持此次考核，本次测试共分4轮，皆围绕本宗核心要义，也就是那阴阳调和之道，每轮淘汰半数。现在开始第1轮阴阳感应。他说着一抬手，平台中央的9座白玉莲座缓缓升起，每座莲座旁都立着一名身着轻纱的女弟子。这些女弟子容貌姣好，修为皆是炼气1层，表情恬淡地静静立于莲座旁。阴阳感应考的是你们对对方气息的感知与共鸣。花清月解释道，你们需闭目凝神，仅凭感知，从9位女弟子中找出与自己气息最契合的一位，限时1炷香，成功引起共鸣者通过。规则一出，众人皆明了，这考的是鼎炉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天赋，即对双修对象的敏感度。契合度越高，双修时越容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提升双方收益。人群开始窃窃私语，就1炷香的时间吗？那也太短了吧，就是距离还这么远，连手都碰不到，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不管了，我看上左手边第3个了，这身段真是绝了，我就选他了。见此规则，陈安心中一慌，他没有灵力，根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感知这9名女修体内的灵气波动。怎么办？难不成自己第1轮就要被淘汰了？按顺序，9人一组上前。花清月素手轻扬，第1组开始。话音刚落，第1组9人迫不及待地上前，闭目凝神。有人眉头紧锁，有人鼻翼微动，甚至有人双手结印，试图施展探查之术。1炷香之后，只有3人准确走向了与自己最契合的女弟子，并成功让对方接受自己。其余6人中有4人被当场拒绝，剩下2人更是直接无法判断对方气息，从头到尾呆立在原地。钱富贵倒吸一口凉气，第1轮就要这么难吗？光凭气息感应来选择修炼对象，
接下来的几组情况也都和第一组的差不多，最多的一组也只有4人通过，成功选走了女弟子。直到第5组时，终于出现一个在时息内就准确锁定目标的男弟子，引起在场众人一阵惊呼。不愧是王轩师兄，王师兄功力果然深厚，今日真是令我大开眼界。那是烈阳峰的王轩，入宗不到1年就达到了炼气8层的修为，据说天生就对女人的气息敏感。钱富贵一脸羡慕，低声对陈安说道。又过了几轮之后，轮到钱富贵时，他那圆润的身躯猛地一颤，在原地深呼吸了好几次之后，才颤颤巍巍地走上了玉台。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一直犹豫不前的钱富贵这才略显迟疑地朝着一位女修走去。他将气息散出，紧张地等待着对面女修的反应。好在那名女修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钱富贵这股微弱到极点的共鸣。钱富贵如蒙大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娘哎，吓死我了！下台之后，钱富贵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凑近陈安压低声音道：陈兄弟，不瞒你说，兄弟我能进揽岳峰当这个正式弟子，全凭家里头花了点银子打点，平日里的修炼也都是靠砸银子硬堆上来的。像这种纯靠感觉和技术的精细活，真要了我的命了。陈安神色凝重，原来这位是氪金大佬。失敬失敬。终于轮到陈安这组，他有些心慌，站在队伍末尾，走向了平台中央。9位女弟子含笑而立，轻纱下的身段若隐若现，每个人散发的气息都不尽相同，有人清冷如月，有人热烈如火，有人温润如水。陈安摇摇头，心一点一点沉了下来。果然自己什么都感应不到。时间1分1秒过去，周围其他8人已经开始散出气息进行探查，场地中间隐隐有气流流转，那是气息初步共鸣的迹象。陈安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快看那个小子，是傻了吧？哈哈，连最基础的气息感应都不会，还来参加测试？场内的嘲讽声隐约传来，钱富贵也皱起眉头，这家伙在干什么？陈安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因为他现在正在仔细地看着自己面前刚刚出现的面板。柳依依炼气1层，状态期待，略微紧张，匹配度2星。赵嫣然炼气1层，状态好奇，审视，匹配度3星。魏清武炼气1层，状态平静，匹配度5星。这些都是对方的信息。陈安的目光落在魏清武身上，这是9人之中和他匹配度最高的。不错，这模样看着就高冷，是自己的菜。陈安十分满意，他直接走向了魏清武。魏清武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感觉到面前这个毫无修为的男人身上有种奇特的吸引力，温暖舒适，如枯木逢春。陈安在他面前站定，伸手轻点魏清武的指尖，并开始尝试调动体内那精纯的生命能量。那是他在多次修炼中摸索出的，可以引发对方灵力共鸣的方式。生命之一。魏清武忽然轻轻咦了一声，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经脉竟然开始微微发热，有种久旱逢甘霖的舒适感。魏清武的眼神不再平静，而是充满了好奇，望向陈安。很快，一炷香燃尽，花清月只是目光扫过，在陈安身上停顿。第5组通过2人。陈安睁眼看到魏清武正对他浅浅一笑。什么？这傻小子居然通过了？这家伙毫无修为，那女弟子模样这么好看，为什么会和他有共鸣啊？围观众人看见陈安通过，一时间感觉到十分震惊。兄弟，牛逼呀！钱富贵兴奋地凑过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刚才明明连一点气息都没有散出。可能我帅吧？陈安含糊道。第1轮的测试很快便结束了，在场原本的那上百人，现在只剩下了不到50人。休息1刻钟，花清月道，马上开始第2轮考核，情欲控制。他素手轻挥，连座旁原本那9名女修站着的位置，变成了9面等人高的水晶镜，镜面朦胧，泛着粉色的光晕。此乃七情镜。花清月直视声音依旧柔媚，却多了几分玩味。镜中会映出你们内心最深的情欲执念，并加以放大。你们需坐于镜前，一炷香内，身不动，心不摇，维持体内阳气者通过。确实考的是控制力，这也是合欢宗弟子最核心的修行之一，能在翻云覆雨中保持灵台清明，方能驾驭双修之道，而非被欲望控制。剩下的那些人面色也渐渐凝重起来。这一关明显要比第1关难上许多，毕竟谁也不知道镜子里会出现什么画面。1刻钟后，第1组的9人便盘坐镜前，镜面波动，每人的镜中映出的景象各不相同。角色家人面带红晕宽衣解带，曾经爱慕之人投怀送抱，还有难上加难。很快一炷香的时间再次过去，此时场地中央的9人里，只有1人端坐如钟，气息平稳，2人身体微颤，但是也算勉强控制住了。有2人面色潮红，呼吸急促，显然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差临门一脚。剩下4人则是直接起身扑向了那面镜子，被执事弟子拦住时已然是没控制住。第1轮就淘汰了6人，在场等待测试的众人脸色瞬间严肃起来，连议论声也小了不少。第2组上去之后更惨，直接全军覆没，9人中竟无1人能够做到抱元守一，更是有7人直接当场没控制住元阳。平台上一片寂静，那些尚未上场的弟子们大都脸色发白。钱富贵看着那些弟子的狼狈模样，咽了口唾沫，这太狠了吧。轮到钱富贵这一组，他战战兢兢地走向自己的水晶镜前盘坐，镜面泛起粉色光晕，
景象再次浮现，王轩和钱富贵一组，在他面前的七情镜中浮现出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仙子，那仙子对他嫣然一笑，纤纤玉手正轻解罗裳。围观的众人皆是屏息凝神，王轩神色微动，随即唇角勾起一抹笑意，下一刻他双手探出，结出一道法印，周身气息忽然变得飘渺起来，仿佛与镜中幻境隔了一层薄雾。任凭镜中仙子如何撩拨，他都是呼吸平稳，眼神清明，只有额角微微见汗。而钱富贵这边的情况则是有些不太好，他面前的镜中是一位明显比他成熟许多的女人，她此时面色潮红，呼吸有些急促，显然是在竭力的控制。一炷香后，镜面光晕消散，王轩缓缓睁眼，嘴角笑意更浓。通过三人，花清月执事微微颔首，不错。王轩闻言，脸上得意之色尽显无疑。钱富贵也是松了一口气，自己终于算是勉强通过了。很快便又轮到陈安，陈安坐在镜子前面，忽然有些紧张，他不知道这镜子里会出现什么玩意儿。虽然他的控制力还算可以，但是前几轮里就连有些外门弟子也会控制不住，他现在心里确实有些没底。面前的水晶镜泛起涟漪，一个女人的身姿出现在了镜面之中。陈安深吸了一口气，是林月儿。镜中的林月儿看上去比现实中更加妩媚妖娆，她穿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红纱，斜倚在软榻上，玉腿微曲，纤手轻拍身侧，朱唇轻启道：“陈安，快来！”声音酥麻入骨，陈安的气息有些乱了。妈的，这也太烧了吧！镜中画面一转，又是变成了沈西西，她泪眼婆娑，衣衫半解，露出圆润的肩头。陈安，我害怕，快来抱抱我！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陈安的胸膛开始微微起伏，画面继续流转，这一次是苏若。镜中苏若虽然依旧高冷，但眼神中多了几分迷离。她缓缓解开衣带，露出白皙的锁骨，声音清冷中带着诱惑：“陈安，你不是想我吗？今晚随便你做什么事情。”苏若那种高傲中带着一丝屈服的神态，确实和现实中极为相似，确实逼真。而且自己也确实好几天没有品尝过苏若的味道了，还挺想念的。钱富贵的脸色有些凝重，完了，这么多妹子，这小子这下难了。一旁的王轩眼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此轮测试即便是炼气3层也难守住，他一个没有灵力的顶炉，定是要当场出丑。陈安的脸色确实有些微红，就在他即将破功之时，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道口诀：欲海无涯，回头是岸，以欲治愈，方得真如。陈安神情一震，这是金瓶诀第3章清心手一篇的口诀，是教导如何在极致欢愉中保持灵台清明的法门，此刻用来对抗情欲幻境，正是对症下药。他立刻开始不停地在心中默念清心手一篇，镜中的香艳画面随即开始模糊扭曲，最终如烟雾般散去。陈安睁开眼，发现自己气息平稳，衣衫整洁。不过刚才这一轮确实凶险，若是自己没有修习过金瓶诀，怕是要当众出丑了。他长舒一口气，看向四周，同组的人大多数已经是一脸淫邪的笑意，甚至有几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一炷香燃尽，第7组通过1人。花清月的目光在陈安身上停留了片刻，涌出了一抹诧异。台下也是一片安静。见陈安安然无恙回到台下，钱富贵一路小跑的冲了过来，一脸不可置信道：“卧槽，连刚才那王轩都要运功抵御这七情镜的威力，你居然一点事也没有？”“没什么，以前我经常看的视频比这种还要刺激。”陈安随口道。“视频？”钱富贵露出一丝迷茫之色。“什么视频？说了你也不懂。”不远处的王轩此时面沉如水，略带寒意的目光直直看向陈安。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会和他一样通过这一轮凶险的测试。运气好的家伙，下一轮你可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在第2轮结束后，平台上原本剩余的几十人，此时只剩下了15人。花清月的目光自这15人身上一一扫过，却在陈安的身上停顿片刻。他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柔声道：“现在进行第3轮的考核，双修技巧。”他素手又是一挥，平台边缘缓缓升起15座小巧的暖阁。而刚才这些人挑中的那些女弟子，此时正蒙着面纱站在暖阁之前，眉目含情地看着场中众人。这一轮考的是实际技巧。花清月柔声道。而等需进入暖阁，与阁中女弟子进行1炷香时间的修炼气息引导。在此期间，女弟子会全程闭目凝神，不做任何主动。你们不可运功，不可用强，只能凭技巧让她体内灵力自行运转1个小周天。花清月顿了顿，补充道：“女弟子会根据你们的技巧给予熟练度的评价，熟练度达60%者通过。”在场众人听到后，皆是倒吸一口凉气。不运功，单凭技巧，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而陈安的神色却隐隐有些激动，这次总算是压到大题了。考技巧，那他的花活可是多了去了。更别说他这几天还高强度的学习金瓶诀。第3轮开始，15人各自走向指定的暖阁。陈安的暖阁在最西侧，临着平台旁的一条飞瀑。魏青武蒙着白色面纱，只露出一双清冷的眸子。见陈安走来，微微颔首，转身先连入阁。陈安跟着魏青武进了暖阁。暖阁内的陈十分设简单，一张软榻，一个香炉，炉中燃着凝神香。魏青武此时半倚在软榻上，正闭目凝神。陈安来到他身边，
话不多说，直接伸出双手按向了他那雪白的肩膀，触感温凉细腻，力道还行吗？陈安十分专业，你这脖子有些紧啊，平时没少低头吧？这块有些硬，是不是喜欢熬夜？魏清武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一股温暖又奇异的感觉自体内浮现，不疾不徐，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地引导着他体内沉寂的灵力开始流转。一炷香时间过得极慢，格外也有几个暖阁的帘子被掀了起来，说明已经有人在这轮失败了。陈安将金平诀中记载的3种基础引导手法轮番施展，先是春风化雨式，再转溪流潺潺式，最后以百川归海式收尾。魏清武体内的灵力终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小周天循环，终于焚香燃尽。魏清武缓缓睁眼，清冷的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神色。他取出玉牌，在上面轻轻一点，递给了陈安。玉牌上浮现一个数字9成。陈安长舒一口气，起身穿衣，又和魏清武打了个招呼，然后退出了暖阁。格外此时人已不多，王轩站在平台之上，虽然满头大汗，但神色也算淡定。他看陈安脸色如常的出了暖阁，脸上随即勾起一抹嘲讽，这废物连一滴汗都没有出，怕是根本就不敢碰里面的女修吧。哈哈，王师兄所言极是，此人毫无修为，哪懂得什么技巧？倒是王师兄居然有7成5的契合度，我看此次测试的魁首非王师兄莫属啊。钱富贵见陈安出来后，又是第一时间跑过来，神色激动道：兄弟，我6成2通过了，你怎么样？钱富贵话音刚落，目光便看到陈安玉牌上的数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9成。钱富贵声音不大，但是在这安静的平台之上却格外清晰。众人听到这边的动静，皆是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向陈安。9成，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夸张了，连那烈阳峰的王轩也只有7成5的评价。这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居然可以赢过王轩这个烈阳峰的高级弟子。花清月好奇的目光定格在陈安身上，唇角笑意深了几分。第3轮结束，最终晋级8人，明日辰时进行最终的测试，阴阳实战。他顿了顿，柔媚中带着一丝玩味。届时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双修比试，今晚便在这秀月峰好好休息吧。话音落下，他身影化作流光，消失在云海之中。平台上晋级的8人神色各异。测试结束时，天色已经擦黑，远处夕阳将清月峰的云海染成了金红。8名弟子被侍女引至揽月峰上的一处院落，院中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飞檐翘角隐于苍翠之间，清泉绕廊，灵气氤氲。8人被安排在一座临崖的水阁中用晚膳，阁内摆着一张紫檀圆桌，众人到时，桌上已摆满灵膳，清蒸灵里，赤餐炖血鸡，茯苓灵菇羹，每道菜都飘着淡淡的灵气。诸位今日辛苦了。引路的侍女含笑说道：此乃宗门为诸位准备的晚膳，请慢用。众人闻言纷纷落座。陈安挑了最靠窗的位置，钱富贵也跟过来，挨着他坐下。兄弟，我今日真是开了眼了。钱富贵压低声音，眼睛发亮，你肯定在隐藏自己的修为，对不对？哪有什么修为，只是技术好一些而已。陈安夹了一筷子灵里，肉质鲜嫩，入口即化。你食用了清蒸灵里，美好的味道让你的心情十分愉悦，生命值加10，精力少许恢复。你甚至有一股想让林月儿学做菜的冲动。什么技术？钱富贵激动道：大哥，你就别瞒我了，你那些手法绝不是一个普通弟子能有的，你肯定是……他凑得更近，声音压得极低，肯定是个隐世高手，故意隐瞒修为来合欢宗体验生活的，我猜的对不？陈安差点被鱼肉呛到。吃饭。陈安给钱富贵夹了一筷子鱼肉，而同一时间，旁边的几人此时也在低声交谈。王兄今日的表现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张俊举杯，7成5的契合度，不愧是江州王家，在下自愧不如。王轩举杯回敬，神色平静。张兄过誉。张俊喝下杯中酒，压低了声音道：不过今日那个9成熟练度的家伙，我看确实是有些古怪。9成熟练度？王轩冷笑，一个毫无灵力的顶炉，能在七情境前保持镇定，能在技巧测试拿到9成的评价。张兄，这话你自己信吗？张俊沉吟，或许此人有什么特殊天赋。天赋？王轩声音提高了几分，故意让全桌人都听见。我王家世代修习双修之道，见过的特殊体质没有100也有80，可从未听说有哪种天赋能让一个凡人在七情境前不做抵抗便轻松通过的。桌上顿时安静下来，其余几人都看向王轩，又意有所指的看向陈安。李铁山挠挠头：王兄，你是说……不错。王轩放下酒杯，目光直刺陈安。有些人怕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才侥幸过关。水阁内落真可闻。钱富贵脸色一变，张嘴就要骂，却被陈安按住。有这功夫，不如多吃几口菜，这多好吃啊！陈安继续夹着菜，慢条斯理地吃着灵菇羹。王轩见他这般反应，心中更是恼怒，继续道：诸位想想，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凭什么跟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坐在一桌？这话戳中了不少人的心思。另外3个炼气3层的弟子互相看看，其中一人迟疑道：王师兄说的也有道理，那家伙确实太古怪了。不是古怪，王轩说道，就是作弊而已，而且肯定已经提前买通了测试的女弟子。王师兄慎言。张俊皱眉，今日可是花长老亲自监考。话虽如此，但他眼中也闪过一丝疑虑。
王轩越说越得意，究竟是不是舞弊，一试便知。他转向陈安，高声道：“这位道友，既然诸位都有疑虑，不如你我当场比试一番，也好让大家心服口服。”钱富贵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王轩，你他娘的不要欺人太甚！你凭什么这么说我陈兄弟？凭我怀疑他作弊。”王轩也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钱富贵：“怎么这钱胖子，你要替他出头？你是怎么上的揽月峰？难道你忘了？不就仗着家里有点破钱吗？”钱富贵脸色涨红，他家虽富，但论修为，他的确不是面前王轩的对手。能上揽月峰，也是家里花钱砸的。争执正到激烈处，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慵懒娇笑：“哟，怎么这么热闹？”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绯红轻纱裙的女子斜倚在门框上，看上去约莫25、6岁，云鬓斜簪一只金步摇，眉眼含春，红唇似火。轻纱下的身段凹凸有致，每处曲线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丰腴，少一分则清瘦。最勾人的是那双眼睛，眼尾微微上挑，瞳孔中仿佛漾着水光，看人时带着3分漫不经心，7分撩人心弦的魅意。腰间挂着一枚玉牌，清月峰执事柳嫣然。柳执事！众人慌忙起身行礼。柳嫣然款步走入水阁，绯红裙摆如流云般拂过地面。她径自来到主位坐下，翘起修长的玉腿，纤手托腮，笑盈盈地看着众人。方才在外头就听见争吵，说什么作弊不作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王轩眼睛一亮，抢先上前一步，躬身道：“柳执事容禀，弟子怀疑这陈安在今日测试中舞弊。”柳嫣然眉梢微挑，目光落在陈安身上，眼中闪过好奇之色。他说的，你怎么看？我不看。陈安加了口菜。柳嫣然笑了，笑声如银铃般清脆，有趣。他站起身，走到陈安面前，绕着陈安缓缓走了一圈。轻纱拂过陈安的手臂，带着某种天然的体香。既然如此，柳妹停步，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本执事道有个法子，能辨真假。众人闻言一愣，目光皆是向着柳嫣然望去。柳嫣然转身面向所有人，声音柔媚却清晰：“本执事与2位素不相识，正好做个公证人。”他顿了顿，眼波流转：“明日你们要参加最终测试，今日比试不宜过度，不如这样，你们轮流与本执事浅浅修炼片刻，谁能让本执事体内的灵力更顺畅、更愉悦的流转，谁便是有真本事。”此言一出，满堂皆惊。与柳嫣然双修，虽然只是浅尝辄止，但这位可太正了，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外门执事大人，修为更是以达筑基。更别提柳嫣然那堪称尤物的身段容貌，在场所有男弟子，包括王轩和张俊在内，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钱富贵更是眼睛都直了，嘴里连呼卧槽。王轩激动的声音发颤：“柳执事愿意亲自施法，弟子实属荣幸之至。能与柳嫣然这等角色双修，哪怕只是片刻，也是天大的机缘。更别说他自信自己在双修一道上颇有独到之处，定能压过陈安这个泥腿子。”陈安却微微皱眉，与一位筑基强者双修，哪怕就一下，风险也不小。对方修为高深，一个不慎，自己马上就会被吸干。怎么？柳嫣然看出陈安的迟疑，眼中媚意更浓。这位师弟可是不行。不行。陈安像是被触到了逆鳞，弟子遵命。真好。柳妹抚掌轻笑，目光流转，看向王轩：“那便先由你开始吧。”他走到水阁内侧的软榻旁，慵懒的斜倚上去，绯红轻纱滑落肩头，露出雪白的香肩，然后朝着王轩勾了勾手指：“来，让姐姐看看你的本事。”王轩激动得满脸通红，快步上前，在软榻边坐下。他深吸一口气，双手结印，体内灵力飞速运转，淡粉色的气息从他掌心涌出，如烟雾般飘向柳嫣然。这是王家秘传的温香软玉手，以柔和灵力渗透，先营造舒适氛围，再引导对方灵力。柳嫣然闭上眼睛，任由那粉色灵力包裹全身。片刻后，他微微颔首，手法尚可，灵力温润，却有王家闻香诀的3分火候。王轩大喜，更加卖力，他的灵力化作丝丝细流，试图渗入柳嫣然体内，引导他丹田处的灵力流转。忽然，柳妹秀眉微蹙，她察觉到体内的一小股灵力被引动了，但那种感觉就像被人用一根粗糙木棍在经脉里生硬的搅动。王轩的灵力虽然柔和，却缺乏灵性，更不懂他体内灵力的自有的运转节奏，只是机械的按照闻香诀的套路在走。时息后，柳嫣然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停吧。王轩一愣：“执事，弟子还未够了。”柳嫣然摆摆手，语气淡了几分：“双修之道讲究的是灵犀相通，水乳交融，你还得多练。”王轩脸色一白，整理了一下衣服，讪讪退下。柳嫣然目光转向陈安，眼中重新泛起好奇：“该你了。”陈安走到软榻前，却没有立刻动作。他仔细观察柳妹面板显示：柳妹筑基2层，生命值1890，状态灵力充盈，略有滞涩，近期修炼过急，体质媚骨，双修效率正30%。陈安微微皱眉，灵力略有滞涩，这说明他近期修炼可能出了点小问题，或者功法运转不够顺畅。陈安心中有了计较，他并没有像王选那样结出复杂的手印，只是伸出手，轻轻按在柳妹的香肩之上，触感温软，皮肤细腻如织。大人，请放松。陈安低声道。柳嫣然眼中闪过讶异：不用灵力吗？
这小子到底要做什么？下一刻，他感觉到一股极为舒适的感觉从自己那有些困涩的肩颈传来。大人的肩膀有些硬啊，平日里没少操劳吧？柳嫣然美目之中闪过一丝惊讶。随着陈安下一步动作，一股生机勃勃的温暖能量自陈安的体内传来，这能量明显不是寻常灵力，不疾不徐，顺着他的经脉缓缓流动。所过之处，原本因为修炼过急而产生的细微滞涩感，竟然开始缓缓的消散。陈安闭着眼睛，全神贯注。他没有灵力，但他有400点的血条，还有娴熟的手法。柳嫣然的呼吸渐渐变了，起初是疑惑，然后是好奇，到最后变成了深深的震惊。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些困扰他数日的滞涩节点，正在被那股温暖能量一一疏通，灵力流转越来越顺畅，最后竟自发地完成了一个小周天循环。更让他心惊的是，这股引导中蕴含着某种滋养特性。仅仅这片刻引导，他竟感觉修为隐隐精进了一丝，比苦修1日的效果还好。20息后，陈安停下动作，整理衣衫，后退一步。柳嫣然缓缓睁眼，那双原本含媚的眸子，此刻竟有些迷离。她脸颊微红，胸口微微起伏，轻纱下的肌肤泛着一丝晶莹的亮光。她睁大了眼睛盯着陈安看了片刻，忽然妩媚一笑：“师弟，怎么不继续了？”柳嫣然坐起身，眼中媚意更盛，却多了几分可惜。姐姐刚才的感觉可是很美妙呢。说完，她又转向王轩：“你输了。”王轩脸色惨白，嘴唇哆嗦：“柳执事，这不可能。”“哦，不可能。”柳嫣然挑眉：“那我问你，你引导时可曾感知到我体内灵力有3处滞涩？”王轩一愣：“滞涩？弟子不知。”他不仅感知到了，还帮我疏通了。柳嫣然看了一眼陈安，更难得的是他的引导顺应我自身功法节奏。而你呢？他摇摇头，就像拿着地图在我身体里找路一样，生硬得很。这话说的直白，王轩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红，最终颓然低头。水阁内一片寂静，张俊眼中闪过恍然之色，他终于明白陈安为何能拿那么高的分数了。这可不是作弊，而是真正触及了双修之道的精髓。李铁山咧嘴大笑：“哈哈哈，我服了，陈兄弟当真牛逼，连柳执事都夸你。”钱富贵的目光充满狂热，他果然没看错，此人绝对是隐藏的高人。柳嫣然起身走到陈安面前，先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明日的最终测试，好好表现，本执事可是期待的很呢。”他离陈安很近，那股天然的体香萦绕在陈安鼻尖，陈安能看见他轻纱下若隐若现的锁骨，甚至能感受到他鼻尖喷出的温热。谢柳执事，陈安心中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消耗太多的生命值。柳嫣然轻笑一声，看向陈安，眼波流转间意味深长，然后转身款款离去。待柳嫣然的身影消失，水阁内顿时炸开了锅。大哥，你太厉害了，连柳执事都，刚才柳执事那表情，我从未见过他这般夸人。众人围着陈安，态度与之前判若两人。张俊面带歉意，主动举杯：“陈兄，方才是我失了礼数，明日的最终测试，还请手下留情。”陈安举杯回敬，而一旁脸色苍白、一直低着头的王轩，此时的目光却带着浓浓的怨毒之色。翌日寅时3刻，天刚蒙蒙亮，那方阳之白玉平台之上，此时正薄雾缭绕。8名弟子在执事的带领下，已然是来到了平台之上。此时众人个个皆是神色凝重，完全没有了昨日在水阁中的那股轻松劲儿。陈时正破晓的第一缕金芒刺透云层，恰好落在了平台中央。随着那道金芒破空，一缕香风骤然间席卷而至。一身火红纱裙的花清月赤着一双玉足，怀系金铃，每一步都踏在灵气之上，翩然而至。足尖过处，空气中漾开莲花般涟漪，久久不散。他今日一头青丝尽数挽起，梳成了一道回心髻，髻侧斜插一只振翅欲飞的金凤，衔珠不摇，凤口垂下的流苏正搭在他光洁的额角。花清月翩翩然来到平台中央，身子轻盈落下，足尖点地，朱唇未启。呀，来得这么早呀！他玩味的目光扫过台下几人，看起来最后一轮测试的内容，你们似乎很期待呢。众人闻言皆是全神贯注，侧耳倾听。花清月浅笑一声，广袖轻扬，8道流光自他袖中飞出，落在平台前方空地上，光华敛去，平台之上居然无故多出8个人来。当看清那8人样貌，场中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吸气声，连陈安都瞳孔微缩。那赫然是8个与花清月容貌、身形、衣着一般无二的人，无论是眉眼间的妩媚，还是那勾人的唇角，都分毫不差。只是这8人眼神空洞，少了几分活人独有的生机灵气。此乃镜花水月藕，以本作一缕金魂为引，辅以海量灵石与特殊材质炼制而成。花清月柔声解释，仿佛在说一件寻常物件，每一句实力皆被本作封印至炼气期，与本作基本无二。他顿了顿，眼波在8名弟子脸上缓缓淌过。最终测试内容很简单，他红唇轻启，轻声道：“你们8人，每人对应一句镜花水月藕，与我双修。”哗！尽管众人已有猜测，但当花清月亲口证实后，满场如惊雷一般炸响。与花清月双修，哪怕只是分身，也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钱富贵腿肚子打颤，眼中满是震撼，嘴里喃喃自语：“玩长老，我吗？”王轩看向自己那具完美的人偶，
眼神中不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就花清月那模样和身段，换成哪个男人不想去征服呢？即便是人偶，但是也不妨碍自己过一把瘾。本轮测试的规则就是花清月眼波流转，没有规则。他说着一顿，又继续道：你们尽可使出全部本事，本作当根据你们的表现以及这几具人偶传递给我的感觉，给你们进行最终的排名。陈安闻言一震，本体与分身感官相连，这意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带来的任何细微反应，花清月本体都感同身受。王轩的进展似乎极快，人偶周身灵力辉光流转，面色潮红。王轩自己虽额头见汗，但眼中尽是得意。他抽空瞥了一眼陈安，见他的人偶反应平平，远不如他的偶人表情丰富，心中不由嗤笑，装神弄鬼，果然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一个恶毒的念头忽然生出，王轩暗中愤出一丝极其隐晦的灵力，悄无声息地渗入地面，沿着玉台之下灵脉向陈安袭去。他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造成一瞬间的灵力波动紊乱，就足以让陈安受到人偶的灵力反噬，前功尽弃。就在王轩的灵力即将击中陈安面前人偶的一瞬间，陈安忽然拽起了人偶两个胳膊，膝盖抵住后背，来了个态势的拉伸。随着动作的变化，一股力道自人偶体内射出，直接将王轩的那道灵力弹了回去。噗！那股反弹回来的灵力直直地撞进了王轩体内。哼！王轩闷哼一声，胸口如遭小锤轻击，气血一阵翻腾，原本还算流畅的引导顿时中断。偶人脸上的潮红迅速褪去，变得眉头紧皱。王轩又惊又怒，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安，却见对方依旧闭目凝神，仿佛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所觉。花清月也此时从云榻之上缓缓坐直身体，目光落在陈安身上，那眼中的玩味与惊讶愈发浓郁，甚至带着一丝灼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几人支撑不住退出。最终，当场中剩余的弟子都完成了修炼，将灵力撤回之后，花清月衣袖一挥，所有灵偶瞬间化作流光飞回他袖中。此时仍在玉台上的，除了陈安和王轩之外，钱富贵也是出人意料的坚持到了最后。虽然他的状态看上去不怎么好，而张俊和李铁山也是凭借着各自的实力，最终留在了场上。钱富贵一身虚汗，看向神色如常的陈安，眼神中满是震撼。而王轩则是因为在紧要关头被那套灵力干扰，导致接下来的修炼问题百出。意识到此次考核的成绩可能不会太好后，王轩眼珠充血，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看向陈安的眼神中那怨毒之色几乎要化为实质。花清月起身，赤足踏空，霓裳轻摆，美眸扫过几人，最终在陈安身上定格。最终测试结束，魁首是陈安。他顿了顿，眼波流转，对着陈安舔了舔红唇，轻声道：小弟弟，你很不错。红袖一卷，香风过处，他与八具偶人同时消失不见，只余声音袅袅。明日辰时来清月殿。花清月的身影与那撩人余香一同消散在晨雾中，白玉平台上凝滞的气息才重新开始流动。陈兄弟。钱富贵拖着发软的双腿扑到陈安身边，脸上的肥肉因为激动而颤抖。魁首啊，那可是魁首啊，你以后就是我亲哥。张俊也走了过来，比起钱富贵，他则显得沉稳许多。他郑重地抱拳一礼：陈兄心服口服。昨日张某多有疑虑，今日方知自己是井底之蛙。陈兄于双修一道上的造诣已入化境，非我等所能揣度，日后若有闲暇，还望陈兄不吝赐教。李铁山一脸憨笑：陈兄弟果然厉害，俺没啥文化，嘴巴不太会说，连花长老都说要亲自给你奖励，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围观众人听见李铁山的大嗓门之后，又是一阵议论纷纷。亲自奖励花长老啊，他奶奶的，羡慕死老子了！你羡慕个锤子，人家可是魁首。围观人群的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羡慕之意。是啊，陈安师兄真是深藏不露，可不是吗？我早就看出陈师兄不凡，手法更是闻所未闻，定是身负绝世传承。对，你看他周身毫无灵力波动，返璞归真，这才是真正高人的境界啊！我等灵力外显，反倒是落了下乘。陈安面有些哭笑不得，你们以为我不想有灵力吗？我是真不会啊。他略略拱手，语气平淡道：诸位谬赞了，在下只是侥幸窥得一丝门径，比之众位师兄那般境界，仍是云泥之别。此番能得花长老垂青，那也是运气。这番谦虚之言一出，众人更是对陈安的观感又上了个台阶。看看得了魁首还能如此自谦，这才是格局。王轩此时已经被挤到了人群边缘，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之前灵力反冲带来的那些紊乱尚未平复，而更让他接受不了的，则是众人对陈安毫不掩饰的夸赞。陈安。王轩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今日之辱，皆因这人而起，若非他那诡异的反弹手法，自己怎会当众出丑？花清月那原本也该落在他身上的欣赏目光，又怎会全被这泥腿子夺去？他阴冷的目光深深看了陈安一眼，面无表情的转身拂袖而去。寒暄间歇，围观人群也是慢慢散去。一名早已静候在旁的月白衣裙侍女款步上前，对陈安盈盈一礼，声音清脆：陈师兄，请随奴家来，长老已吩咐为师兄准备了下榻之处。陈安点头，在和钱富贵几人告别之后，便随着侍女离开了白玉平台，穿过几重云雾缭绕的廊桥仙阙，
不多时，一座掩映在奇花异树、流泉飞瀑之间的精致殿宇出现在眼前。殿门匾额上书清月殿3个大字。不过侍女并未引他入正殿，而是绕至侧后方，穿过1个月洞门，来到一处颇为幽静雅致的侧殿院落。院门开启的瞬间，饶是陈安早有心理准备，也不由微微一怔。院子中央的一汪温泉几乎占据了院落的全部面积。温泉中那乳白色的灵液缓慢旋转，形成了几个柔和的涡流。自水面蒸腾起的灵雾带着温润的香气，扑在脸上十分好闻。而池边的寒玉台之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灵果。不过这一切对于陈安来说，在4位悄然上前的侍女面前都不值一提。这4名侍女显然经过精心挑选，容貌各具千秋。几人统一穿着近乎透明的月白娇绡纱裙，薄纱玉殿内灵光与水汽变得贴身而朦胧，勾勒出他们起伏的曲线。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极具视觉冲击力。公子，请让奴家为您宽衣。为首的侍女声音酥软，上前半步，纤纤玉指已轻轻搭上陈安外袍的系带。另外2名侍女则是跪伏下去，一左一右，轻柔地除下了他的鞋袜。衣物滑落，陈安踏入灵泉，温润稠滑的灵液瞬间包裹全身。陈安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侍女们也随陈安入水，衣裙遇水几乎化为无形，紧贴在他们身上。公子，请放松。最后1名侍女蘸取了些许混合了花露的灵液，清凉的指尖开始细致地按摩他的头顶，轻柔的呼吸就在陈安的耳畔，带着湿热的甜香，一切都笼罩在氤氲的灵雾与朦胧的光线之下。陈安闭上眼，清晰感受到自己那被这2日测试掏空的精力正在迅速的回归。为他按摩腿足的侍女感到有些诧异，他的足底手法专为刺激气血、舒缓经脉而设，属于是合欢宗的秘方，寻常人根本体验不到，也受不了如此的刺激。可陈安却看上去十分淡定，似乎是早已习惯了一般。这位公子的心境好生稳固。侍女一边按摩一边暗自心惊，满院生香。陈安闭目靠在池边，一脸享受。你们这是跟谁学的？可是花长老亲自调教。身旁侍女声音柔了3分。公子说笑了，长老何等身份，岂会亲自调教我等？我们是经由执事嬷嬷统一教导的。哦，陈安手指却悄然滑入水中，轻轻捏了捏侍女柔嫩的肌肤，引得那侍女耳根泛红。那你们知不知道，花长老在外门排行第几啊？我初来乍到，怕明天见到他失了礼数。陈安忽然想起了那天柔儿跟他说的关于3长老找鼎炉的事情。侍女似乎对陈安的问题有些惊讶，顿了顿，轻声答道：回公子的话，花长老是清月峰的峰主，在长老们中名列第3。他顿了顿，语气带着敬畏。花长老修为高深，平日里我等难得一见，更是不敢妄加议论。排行老3，你妈呀！这天杀的莫非定律，这臭娘们还真是3长老。陈安的心脏猛地一沉，自己这是打着灯笼在粪坑里找了坨大屎啊！他看着这些兢兢业业在为他服务的侍女，脸上苦涩之意尽显。这哪是在服务他，分明是在送他上路啊！震惊过后，陈安渐渐恢复了冷静。不能慌，至少不能哭。他反手握住了身侧侍女微凉的手指，轻轻捏了捏，惹得那侍女嘤咛一声。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看花长老的威仪如此之重。陈安语气中带着恍然与敬畏，随即话锋一转，眉头皱了起来。哎呦，这温泉药力太足，肚子有些不舒服，敢问厕所在哪里？陈安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侍女不疑有他，连忙指引：公子沿着这游廊向左，尽头悬挂竹帘处便是。说着便要起身搀扶。不用了，你们忙活了这么长时间，也休息休息。来，吃点水果。陈安拿着果盘递给侍女，随后匆匆从池中站起。我自己去就行。他接过侍女递来的干燥浴袍，随意裹上，急匆匆地沿着游廊向外走去。转过一道回廊之后，眼见那方温泉消失在视线中，陈安的脸色顿时凝重下来，得赶紧逃。他顿住脚步，目光飞快地扫视着侧殿院落的结构。回正殿，从正门走。不行，来的时候自己就看见门口有不少弟子把守。走后门，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后门在哪都不知道。陈安的目光扫过侧殿后方那片连接着山崖的茂密花树，看来只能翻墙了。那丛茂密花树下的矮墙似乎是个突破口。他脚步极轻，心跳却如擂鼓一般，朝着侧殿后方那片矮墙快步走去。眼看生路近在眼前，陈安的脸色也是变得愈发激动。还想拿爷当药引子？爷爷，我可不奉陪了，告辞。就在他即将踏入树影的刹那，夜色已深，你这是要去何处赏景？一道清冷平静的女声自他前方3尺外的廊柱阴影中传来。陈安浑身汗毛倒竖，猛地刹住了脚步。他颤颤巍巍回头看去，只见月光与殿内灵光交织的朦胧光线下，一位身着黑色劲装的女子缓缓自阴影中走出，正是那日在品月轩房间内偷袭他，然后又逼他参加考核的林清瑶。此时他正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安，仿佛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完了，全完了！陈安心中猛地一凉，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被捉回去，然后扔进那群昔年的榻上，慢慢被吸成了人干。想到这，他一时间怒自心中起，恶从胆边生。妈的，拼了！然后这个念头在他看了一眼林清瑶的状态栏之后，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清瑶筑基3层，生命值2880，2880，这血条几个自己也不够他打的。林清瑶将陈安的表情尽收眼底，却只是淡淡道：“长老算到师弟醉心灵泉，今夜恐在这清月殿迷了路，特命清瑶在此等候，引师弟前往正殿。花长老正在殿中等候。”陈安看着林清瑶镇定自若的模样，自知今夜之事自己定是无法善终。他娘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再说自己有经手指傍身，这一劫未必就扛不过去。而且花清月既然这个点请他过去，或许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至少比他现在就鱼死网破强。想到此处，陈安深吸一口气，咧嘴一笑：“原来是林师姐啊，我倒不是迷路，就是随便溜达溜达。”陈安整理了一下松散的浴袍，恢复了几分从容。那温泉真是够劲儿，妹子也个顶个漂亮，一时上头，差点迷了方向。既然花长老有情，那便有林师姐带路了。林清瑶冷彻的眼中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诧异，此子的心性倒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对了，这是这次测试的奖励，你收好。林清瑶抛来一个香囊，陈安伸手接过，里面是5块中品灵石，可以兑换500块下品灵石。公子，请吧。林清瑶侧过身，陈安将香囊收好，不再多言，跟在林清瑶身后朝着清月殿走去。穿过回廊，陈安便来到了正殿的前院。清月殿此时灯火通明，陈安随着林清瑶迈步走上正殿台阶，走进了清月殿的大门。花清月并未坐在高处的主位，而是斜倚在殿侧一张铺着雪狐皮的软榻上，此时已经换了一身白色纱裙，显得比白天更加随意。几盏造型古拙的青铜灯盏悬浮在软榻周围，将软榻之上那窈窕的身段周围照得清晰。软榻一旁的窗外是一片闪烁着星点的云海，一看便知这清月殿正高悬于万丈云巅之上。他手中把玩着一只暖玉酒杯，杯中琥珀色的酒液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荡。听到脚步声，他缓缓抬眸，目光似笑非笑地落在被林清瑶引进来的陈安身上，红唇微起，声音慵懒，带着一丝玩味：“小弟弟，灵泉泡得可还舒服？你跟我这装什么孙子呢？”陈安撇嘴，抬起头，眼底涌出一丝不满：“托花长老的福，弟弟我泡的骨头都酥了，那几个妹子伺候的也周到，简直太快活了。”说着，陈安话锋一转：“所以花长老这大半夜的急吼吼把我从温柔乡里提溜过来，是嫌我死得不够快，赶着送我去给那位秦师姐当药渣，好让她多吃2口新鲜的吗？”此话一出，一旁的林清瑶便皱起了眉头，胆大包天，口无遮拦。他还从没见过有人能这么不给花清月的面子。不过出乎林清瑶意料的是，花清月却并没有生气，她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放下酒杯，先指轻眼红唇，眼波流转：“我当时为何？原来小弟弟是听了外面那些不成器的风言风语，那些人是不是还说要是给昔年当顶炉，便是十死无生，会被吸成人干，是吧？”陈安没想到花清月居然会大大方方的直接承认，一时间愣在原地，有些摸不着头脑。花清月笑了笑，接着道：“不错，本座寻鼎炉却是为了我那不争气的徒儿昔年。他修炼急于求成，行差踏错，以致走火入魔，一身阴寒灵力反噬己身，寻常丹药功法已难起效，唯有用特殊之法寻觅合适鼎炉，以其生机与灵力为桥，引导疏通，方有一线生机。”陈安一边听，脸色也是越来越沉。妈的，说了这么多，还不是让自己去给那个秦昔年当祭品？他随即冷笑道：“花长老倒是坦诚。”花清月摆摆手，从贵妃榻上坐直了身体，慵懒之色渐渐褪去，白色纱裙如水银泻地。花清月眼中金光闪现：“小弟弟，你莫不是以为本座耗费心思，层层选拔，甚至亲自下场考教，就只是为了挑一个一次性用完就扔的药引？”他站起身，赤足踏在玄黑玉地面上，朝着陈安一步步走来，那股混合着冷香与甜美的独特气息越发轻。“你是本次测试魁首，而且是经过本座亲眼的验证。”花清月在陈安面前站定，目光灼灼：“本座要的是你引导昔年紊乱的灵力归于正途，助他醒来，而非让你去送死。”陈安撇嘴说的再好听，要是也可能断在所眼里。花长老一句空口白话，就让我用命去赌吗？不错，有性格，我喜欢和聪明的人打交道，这才是我选中的人该有的样子。花清月见陈安仍在坚持，不怒反喜，抚掌轻笑。本来是想明日再说，但为了保险起见，本座便还是决定今晚就叫你过来，目的便是要提前让你做好准备，免得到时手忙脚乱，真出了岔子。花清月看着陈安的眼睛，玩味一笑：“再说了，有本座在背后为你护法，你怕什么？只要你按我说的做，非但无性命之忧，此事过后，本座绝不会亏待于你。”花清月说完便不再说话，静静地看着陈安的反应。陈安心念电转，胸中的不满渐渐褪去一些。他不得不承认，花清月说的有道理。如果真是必死之局，对方何必如此大费周章给自己解释半天？说不定自己这特殊的生命能量还真是破局的关键。最关键的是，现在他并没有选择的权利。见陈安陷入了思索，花清月知道时机差不多了，需要最后再添一把火。他微微一笑，转身回到软榻边，素手轻挥，3样东西凭空出现在软榻前的玉案上。
他拿起一枚薄如蝉翼的淡紫色玉简，此乃我清月峰核心秘传之一，月华引灵诀，放在平时绝无外传的可能。花清月正色道：昔年修炼的便是此诀的进阶篇，你需在3日之内，凭借你之前展现的悟性，掌握其基础引气篇与灵力交融篇的精要。治疗之时，你需运转此诀，方能与昔年体内残存地功法本源产生共鸣。陈安一愣，花长老，我体内没有半点灵气，这什么引灵诀，恐怕……花清月摆摆手，无妨，此功法乃是双修法诀，练的是体内经脉流转的最佳路径，并不需要灵力进行引导。他说着一顿，而且说不定你还能靠着这本秘法成功找到修炼的法门呢。陈安若有所思地看着花清月手中的那枚玉简，随后点了点头，可以。花清月将玉简放下，随后又拿起了另一枚拇指大小的羊脂白玉，白玉的中心有一点朱红，如同活物般微微搏动，散发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血暖护心玉。花清月解释道，佩戴于身，可护持你心脉与主要生机节点，一定程度上抵御阴寒灵力对你生机的侵蚀。若你感到自身生机流逝过快，它亦会发出预警，并在关键时刻为你提供生命能量。陈安神色一震，这玉是个好东西，有了这块玉，他自认为这次成功的概率大了些许。陈安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样物品上，那是一个小巧的寒玉瓶，瓶身虽然密封，却仍有一丝沁人心脾的异香隐隐渗出。这是一枚9转补天丹。花清月淡淡道，此丹极为珍贵，若非万不得已，不可服用。只有在护心玉失去能量，而且以自身感觉生机即将枯竭的最后关头，方能服下此丹，可强行保住体内生机，稳固神魂。这是为你，也为本座争取最后的回转时间。陈安的目光看向花清月的那双美眸，这女人准备的不可谓不充分，考虑的不可谓不周全，这确实证明了她对此次治疗的重视，确实不像是要草菅人命。陈安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多谢花长老赏赐。他开口缓缓道，既然如此，我自当全力以赴。花清月红唇勾起一抹艳丽的弧度，放心吧，我的好弟弟，只要你不中途耍什么小聪明，本座必保你性命无虞。他眼波流转，意味深长，这次本座就要看你的本事和造化了，希望你不要让本座失望。花长老放心，我有分寸。陈安上前将那3样东西收起，我给你3天时间熟悉这月华引灵诀。花清月点了点头，随后目光一凝，3日后的子时，本座将亲自为你和昔年护法。3日后，清月殿。陈安在林清瑶的带领下，来到了清月殿深处的一个房间门前，尚未踏入房间，陈安便感觉到一股钻心的寒意从房间里钻了出来。林清瑶似乎有所察觉，回头看了陈安一眼，随手抬手打出一道法诀，一股温暖的能量将陈安包裹。陈安感激地看了一眼林清瑶，这女人还挺会心疼人的。林清瑶将房间门打开，陈安一眼就看到了中间那一方精美的玉榻，玉榻之上躺着一道身着玄色长裙的窈窕身影。花清月此时正等在玉榻旁，她今日是一身利落的银白色束深长裙，外罩轻纱，给人的感觉少了几分平日的妩媚慵懒，多了几分清冷肃穆。长老，人带到了。林清瑶轻声道。陈安走上前，目光落在玉榻之上，秦昔年一脸沉静之色，静静躺在玉榻上，苍白的脸色遮不住她那近乎完美的面容，一头青丝铺散在身下，发梢凝成细小的冰晶，玄色长裙的裙摆自然舒展，整个人仿佛只是安然入睡一样。陈安意识微动，面板信息悄然浮现，秦昔年修为炼气9层，生命值60990，状态走火入魔，生命值正在持续缓慢下降，昏迷。引灵诀练得怎么样了？花清月不知何时已转过身，美眸落在陈安脸上，还可以。陈安点点头。花清月上前一步，玉手探在了陈安的脉搏之上，脸上随即露出一丝奇异之色。不错，短短3天的时间，流转竟已如此顺畅。花清月感觉到那月华引灵诀陈安的经脉当中运行起来没有丝毫的生涩之感。陈安默然，他能说什么？说自己有个面板，说这个什么玩意儿月华引灵诀，自己压根就没看懂，全是照着面板上面的视频演示来练的。你放轻松，今日只是初次尝试。花清月继续道，语气凝重，你可以先熟悉一下。他指向玉榻上面的秦昔年，轻轻将你体内生机探入一丝，然后去感应昔年气息的变化。我会布下7星护元阵为你护持，一旦情况不对，立刻切断联系。他说着，袖袍一挥，7枚闪烁着不同星芒的玉简飞出，精准地插入玉榻上的7个方位。淡淡的星辉升起，将玉榻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光晕中。准备好了吗？花清月看向陈安，眼神锐利，一旦开始，务必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大意。陈安看着气息微弱的秦昔年，点了点头，开始吧。见陈安如此镇定，花清月眼底掠过一丝赞许之色，他不再多言，双手掐诀，低喝一声，阵起。7星护元阵光芒瞬间大盛。陈安来到玉榻之侧，将右手缓缓按了上去，触手便是一股冰凉刺骨的寒意。陈安运转起月华引灵诀，开始小心翼翼地调动其体内的生命能量，凝聚于指尖，向秦昔年探去。就在这时，一道略带不满的喝声在门口猛地炸响。花师妹，如此关乎昔年失职生死的大事，怎地也不知会为凶一声，莫非是信不过我这座师伯的？林清瑶的声音紧随其后，赵长老请留步。
留步！本座关心失职，前来探望，何须留步？让开！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林清瑶随即闷哼一声，紧接着两道身影一前一后闯了进来。为首一人是个中年男人，银须白发，一身深红色的宽大法袍，外门长老烈阳峰主赵烈阳。跟在赵烈阳身后的则是一名年轻男子，锦衣华服，面容也算英俊，但眉眼间却带着一股骄矜与虚浮。他目光进入房间的瞬间，目光便牢牢锁定在了玉榻上的秦熙年身上，眼底的贪婪之色显而易见。赵烈阳的亲传弟子，也是他的亲侄子赵元昊。花清月的脸色在两人闯入的瞬间便彻底沉了下来，他转身面向两人，一身衣裙无风自动。赵长老，花清月的声音冰冷，未经通传，擅闯禁地，击伤本座执事，你这是何意？赵烈阳哈哈一笑，眼神在花清月的脸上狠狠弯了一下，眼底尽是贪婪。他似乎毫不在意花清月的怒意。花长老言重了。赵烈阳摆手，故作关切道：本座听闻昔年失职伤势，久久不愈，心中忧虑，这不特意带着我这不成器的徒儿元昊前来探望。赵烈阳说着，向着玉榻一侧的陈安瞥了一眼，目光之中闪过一丝疑惑，转头又继续道：元昊前几日刚突破至炼气9层，他修炼的赤阳真诀也已至第3重，至阳至刚，肯定能克制昔年体内的寒毒。都是同门，理当互助，师妹你说是不是？赵元昊立刻上前一步，对着花清月躬身行礼，语气诚恳：花师叔，弟子忧心昔年师妹安危，日夜难安，愿倾尽全力以赤阳真元为昔年师妹疏导寒气，纵然损耗修为，亦在所不惜。赵元昊说着，余光却悄悄地向秦熙年那躺在玉榻上的娇躯瞥去。花清月唇角勾起一抹冷意，连看也不看赵元昊，不劳赵长老费心了。昔年的治疗本座自有安排，人选已定，二位请回吧。自有安排。赵烈阳目光如电，看向玉榻旁的陈安，嗤笑一声：师妹说的安排，该不会就是这小子吧？他上下打量着陈安，脸上的讥讽之色愈发浓郁。师妹，你莫不是急糊涂了？这是从哪找的这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废物？赵烈阳撇撇嘴，让他来给昔年失职治疗，这与草菅人命何异？还是说师妹另有隐情，不方便让本座知晓？赵元昊也是一脸震撼之色，看向陈安，语气夸张道：师叔，此事万万不可！昔年师妹何等尊贵的身份与天赋，岂能让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近身？这不光是污了师妹的清誉，更是拿师妹的性命当儿戏啊！弟子恳请师叔三思。花清月的脸色越来越冷，他上前一步，磅礴的灵压毫无保留的释放。赵烈阳！花清月直呼其名，怒目圆瞪：本座如何救治徒儿？轮不到你指手画脚，更何须向你解释？带着你的好徒弟立刻离开清月殿，否则的话，休怪本座不念同门之意。赵烈阳眼睛微眯，脸上横肉跳动，显然没料到花清月态度如此强硬。不过他喜欢的就是花清月这股劲儿。他盯着花清月看了半晌，又瞥了一眼阵中沉默不语的陈安，忽然阴冷一笑：好，好，好！他连说3个好字，语气森然。既然师妹如此有信心，本座也不便强求，毕竟昔年失职是你的爱徒。他话锋一转：不过如此奇景，本座倒想见识见识，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如何救治连我等都束手无策的寒毒。元昊，我们就留在此处观摩学习一番，师妹想必不会介意吧？赵元昊立刻附和道：师父所言极是，弟子也好奇得很，想看看这位高人究竟有何等的手段。花清月银牙暗咬，昔年还在此处治疗，强行出手驱赶风险太大，更何况这赵烈阳实力与他伯仲之间，真动起手来，怕是短时间内难以收场，更是会惊扰治疗。他冷冷看了两人一眼，转身对陈安道：不必理会，专注你的事，本座为你护法，他们若敢妄动，本座必让他们付出代价。陈安微微颔首，深吸一口气，在众人目光的聚焦下，再次将指尖伸向了秦熙年。这一次他排除杂念，将那股凝聚的生命能量细丝缓缓地探向秦熙年经脉当中那刺骨寒毒。接触的一瞬间，一股恐怖的寒意便顺着那一丝通路猛地反噬而来。陈安脸色一白，连忙运转起月华影灵诀，努力维持着那缕能量的稳定，同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感知秦熙年体内那混乱又狂暴的经脉的运转情况。房间内针落可闻，片刻，陈安眉头忽然一皱，他从秦熙年那充满寒意的经脉当中隐约感觉到一丝异样的能量残留，这股能量给人的感觉十分炽热，而且这气息似乎和面前赵烈阳师徒两人散发出的气息有些类似。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陈安心中冒了出来，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花清月，见他正望着自己，便用目光极其隐晦地看了一眼一旁的赵烈阳师徒两人。花清月似乎是领会到了陈安的意思，面色一沉，按在腰侧玉带上的指尖骤然收紧，指节泛白。花师妹，你这找来的这位奇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行啊，这才刚开始怎么就左顾右盼起来了？赵烈阳玩味的目光在陈安身上停留了几息，脸上横肉扯动，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赵元昊也跟着说道：是啊，花师叔，您看他连运功都如此艰难，面色如此惨白，这如何能深入治疗？弟子斗胆再劝，莫要因为一时之气
耽误了昔年师妹的治疗啊！若是师妹因此有何不测，是恕您于心何安？花清月冷冷开口：“本座说过，治疗之事不劳二位费心，有些许不适，乃是常情。若二位无心观摩，门在那边，不送。”赵元浩见花清月态度如此坚决，也不再开口，阴冷的目光看向陈安。陈安深吸一口气，将外界所有干扰摒除脑海。他没有再急于深入，而是闭上双眼，月华引灵诀和金平诀的法门在心头缓缓闪过。经过这几日的揣摩，虽未让他生出灵力，却让他对自己体内生命力的感应与控制提升了一个层次。渐渐的，在他掌心与秦昔年皮肤接触之处，一丝如晨曦一般的淡金色暖意悄然浮现。这暖意虽然微弱，却精纯凝实到没有半分驳杂，带着勃勃的生机。一直冷眼旁观的赵烈阳，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神骤然一凝，以他金丹期的神识感知，自然能察觉到那点淡金色暖意的特殊。那不是灵力，却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命能量，而且精纯程度远超他的想象。赵元浩也隐约觉得玉榻之上的那股能量，让他感觉到有些心慌意乱。花清月的表情则是最为精彩，她美眸中异彩连连，心中震撼更甚。之前只是推断陈安体内的能量特殊，可能对寒毒有中和之效，却没想到他竟能将自身生命能量提纯控制到如此精妙的地步，这绝非普一般特殊弟子能做到的。花清月看向陈安的美眸眨了又眨，此人身上似乎秘密不少。陈安当然不知道在场众人的反应，他此刻正全神贯注地控制掌心那缕精纯的生命能量。在陈安的操控之下，这股能量如同春风拂面，以一种温柔的力道开始浸润秦昔年体表那刺骨的寒意。这个过程十分缓慢，陈安的额头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脸色也愈发苍白，但他的双手却稳如磐石，那缕淡金色的能量流始终稳定而持续。这股能量在秦昔年的身上只推进了不到3寸的距离，但效果却让所有人都当场愣住。只见秦昔年手臂下方原本惨白的肤色，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红润起来。这怎么可能？赵元浩失声低呼，脸上满满是难以置信。他比谁都清楚秦昔年体内寒毒的霸道，寻常灵力触之即溃，这小子那古怪的力量居然能驱散这股寒意。赵烈阳脸色凝重，眉头紧锁，死死盯着陈安的一举一动。花清月紧握的玉手微微松开，眼中金光闪烁，他强忍着心中激动，全力维持着七星护元阵。陈安适时地感受了一下生命值的消耗，还好有月华引灵诀和那块护心宝玉在，自己的生命值目前只消耗了100点左右，还可以继续。根据之前的反馈，陈安将生命力凝聚得更加细密，缓缓刺向那被冰寒灵力重包裹的经脉。下一刻，陈安神色一震，他感觉到自己的那股能量在进入了秦昔年的经脉之后，原本他经脉当中那被寒毒肆虐的灵气，竟隐隐有了一丝苏醒的迹象。下一刻，在秦昔年的丹田之处，一道清凉柔和的月白色光泽骤然亮起，又瞬间熄灭。虽然这道光芒转瞬即逝，但却清晰无比地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眼中。月华本源被引动了！花清月失声惊呼，声音带着难以置信。数月来，他想尽办法都无法触及昔年被寒毒封锁地功法本源，此刻竟然被陈安这古怪的生命能量引出了一丝反应。赵烈阳猛地站直了身体，脸上再无半分戏谑，只剩下浓浓的震惊与阴沉。他死死盯着秦昔年丹田处那尚未完全散去的月白余晖，又看向陈安，眼神变得无比幽深。此子竟能突破自己精心配置的冰障丹，触及引动秦昔年体内的本源。赵元浩则是如遭雷击，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不可能，怎么可能？他绝不相信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能治好秦昔年体内的寒毒。他看向陈安的眼神变得阴冷下来，身体忽然一个趔趄，似乎是要摔倒一般。下一刻，赵元浩的右手隐晦一番，一道极其隐晦的赤红色细芒，如同毒蛇吐信，悄无声息地朝着陈安电射而出。找死！花清月反应极快，在赵元浩身形微动的一刹那便已警觉，他玉手凌空一抓，一道月华般的清冷气息骤然射出，朝着赵元浩和他那道暗劲直扑而去。师妹，这么激动干什么？一旁的赵烈阳也在同一时间动了，他伸手一拦，一道灼热的气浪自手掌心窜出，噗！一冷一热两道气息在空中交汇，发出一声略显沉闷的声响。这一击引起的能量震荡，使得七星护元阵泛着的荧光闪烁了几下，当中几枚玉简轻微震颤。虽然阵法未破，但此时阵中的陈安正处在疏导玉节点紧要的关头，对外界能量的泛音极为敏锐。这一下的撞击给他带去了不小的影响，他整个人猛地一颤，脸色也瞬间苍白了少许。与此同时，秦昔年的眉头似乎也蹙了一下，体内那股温暖的能量一时间似乎弱了不少。赵元浩，花清月努力维持着阵法，满脸杀意，一头银发无风自舞。他玉手一翻，一柄通体金的长剑已然在手，剑尖直指赵元浩，冰冷将他完全锁死。林清瑶也是脸色阴沉，手中长剑在同一时刻出鞘，剑光森寒，与花清月形成夹击之势。花师妹！赵烈阳身形一闪，挡在了面色惨白的赵元浩身前。面对花清月的滔天杀意，他此刻也是陪着笑脸。
小辈无心之失，阵法未破，治疗也未中断，不过是些许波折而已。师妹何至于动此雷霆之怒？他一边说着，一边狠狠瞪了赵元浩一眼。没用的废物！赵元浩看见赵烈阳使来的颜色，连忙一躬身，声音发颤道：“华师叔息怒，弟子当真是不小心滑倒，灵力失控，绝非有意干扰，弟子愿受责罚。但求师叔看在昔年师妹还需救治的份上，饶过弟子这次。”花清月握着剑柄的指节捏得发白，他心中清楚，目前当务之急是稳定局面，继续治疗，或者至少保住陈安和昔年不再受伤害。至于这两人，已有取死之道。等治疗结束，自己腾出手来，定会要他们好看。他冰冷的目光面前，两人强行压下沸腾的杀意，挤出一句话：“今日之事，本座记下了。”他缓缓收剑，快步走到陈安身边，玉手搭上他的脉搏，一股精纯温和的灵力渡入。“你怎么样？”“没事，调息片刻即可。”说着，陈安顿了顿，压低声音道：“他经脉深处的那股灵力残留，和那两人的气息十分相似，我怀疑。”花清月美眸中寒光爆闪，缓缓点头：“你先抓紧治疗，其他事情交给我。”花清月看向玉榻之上的秦昔年，脸上闪过一丝心疼之色。与此同时，赵元浩也是一脸紧张，向赵烈阳发出一道传音：“师傅，怎么办？那小子好像真有些邪门，我担心这臭娘们真醒得过来，那我做的事情不是就暴露了？”赵烈阳眼中闪过一丝狠辣，传音道：“放心，只是个没有灵力的废物而已。下次你若再出手，务必要干净利落。只要秦昔年醒不过来，不就死无对证了？”赵元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弟子明白。”调息了半炷香左右的时间，在引灵诀和护心玉的加成之下，陈安感觉到身体恢复了一些，面板上的生命值也回到了一个健康的水平。继续吧。陈安扭头朝着花清月点了点头。花清月见陈安脸色苍白，欲言又止，最后只能一声轻叹。陈安伸出手，看向秦昔年心口上方3寸处的气海交汇之处，这里是月华引灵诀中记载连接心脉和子府的关键门户。经过刚才的试探和反馈，陈安打算这次直接直捣黄龙，从关键位置下手。他闭上双眼，沉下心神，淡金色的暖流再次凝聚。陈安小心地控制着能量，循着先前疏通的路径，穿透秦昔年那被寒意层层包裹的经脉，向着山中穴缓缓流去。入体的刹那，陈安感觉到一种入骨的极致冰寒，远比刚在手臂上的寒毒要更加猛烈。陈安身体一颤，面板上的生命值开始急速流逝，310、300、290。他连忙催动月华引灵诀，配合着金平诀中记载的技巧，引导那股能量开始消融心脉附近的寒毒。时间缓慢流逝，洞内只有陈安粗重压抑的喘息，以及秦昔年体内的寒毒偶尔开裂的细微声响。花清月神情肃穆，他能察觉到陈安的气息在渐渐减弱，但遇他上秦昔年心口处那团最为浓稠的冰蓝寒光，颜色却越来越浅。治疗有效果，而且不仅如此，一丝极其微弱的月白色光华开始在那片冰蓝寒毒的中心若隐若现。赵元浩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他能感觉到，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秦昔年就要醒过来了。他惶急地看向身旁的赵烈阳，赵烈阳此时的脸色同样阴沉的可怕。原本他计划让赵元浩将自己调制的冰杖丹下给秦昔年，让他走火入魔，自己便可趁此机会拿解药相要挟，拿下垂涎已久的花清月，而元浩也正好也可以占了秦昔年的身子。谁知道半路出来蹦出来个如此奇怪的小子。他看了一眼赵元浩，传音道：“慌什么？那小子明显已是强弩之末，未必能成。就算真到了那一步，为师也自有计较。”就在这时，一声微弱的低吟自玉榻上传来，花清月瞬间倒吸一口凉气。这声低吟也如同惊雷一般在赵元浩耳边炸响，他浑身猛地一震，这就行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赵烈阳眼中厉色一闪，微不可寻地朝赵元浩点了点头。花清月本就一直在分心留意此二人，见状心中警铃大作，立刻厉声喝道：“青瑶，送客！赵烈阳，带你的徒弟立刻离开，否则休怪本座启动杀阵！”林青瑶早就看两人不顺眼了，闻言长剑一震，剑锋直指二人，冷声道：“两位，请。”赵烈阳诡异一笑：“师妹，何必如此急切赶人？治疗正值关键时刻，我与元浩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赵烈阳话音未落，一旁的赵元浩身形猛地向前一窜，全身灵力尽数爆发，化作一道红色的轨迹，直直轰向玉榻之侧正全神贯注于治疗的陈安。这一掌是真正的杀招，他竟是要将陈安当场击毙。而敢，花清月早有防备，一掌劈向了半空中的赵元浩。但与此同时，赵烈阳也动了，他身形如鬼魅般后发先至，双臂一展，硬生生将花清月的掌锋阻拦了下来。花师妹，小辈之争，让他们自己解决，你我何必插手？赵烈阳阴笑一声，脸上狠辣之色。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赵元浩的赤红掌印已迫近陈安后背3尺之内，而陈安此刻全部心神都系于那根深入秦昔年山中的金针之上，根本无力他顾。花清月目眦欲裂，嗡！玉榻之上一变骤生，秦昔年体内那缕被陈安唤醒的月华本源忽然一闪，
一股耀眼的月华光辉毫无征兆地自秦西年山中穴处迸发开来。在这月华清辉的映照下，时间仿佛凝滞了一瞬。下一刻，那双紧闭了数月之久的眼眸倏然睁开，冰冷的杀意在那双眸子中轰然喷发。秦西年纤手一抬，五指并拢如刀，对着那道赤红掌印轻轻一划，只有一道薄如蝉翼的月白色弧形光刃自他指尖悄然浮现，一闪而逝。砰！如同阳光消融残雪，赵元昊耐制在必得的一击被秦西年那月白光刃瞬间瓦解，化作漫天流散的火星。而那光刃于势不衰，直直杀向赵元昊。啊！赵元昊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房间内死一般的寂静。这一切从赵元昊抱起偷袭到秦西年睁眼挥手破敌，不过短短一息之间。花清月僵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玉榻上已然睁开双眸的银发女孩。赵烈阳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他看了一眼到地不起的赵元昊，又看向玉榻上虽然脸色苍白如纸，但眼神已恢复清明的秦西年，眼底涌上浓浓的惊骇。西年！花清月的声音颤抖，秦西年银白眸子缓缓转动，落在花清月身上，唇瓣微动。师傅！花清月眼眶一红，正要撤了阵法上前。不，你不能醒，给我去死！倒在地上的赵元昊口中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疯狂咆哮，他面目狰狞的起身，双脚猛踏地面，借助反震之力，朝着毫无防备的秦西年猛扑过去。他五指成爪，指尖爆发的灵力直取秦西年白皙的咽喉之处。林清瑶见状，剑芒一挥，直直刺向赵元昊的心口。敢伤我爱徒！一旁的赵烈阳阴冷着脸，一掌击飞林清瑶，然后身形骤然一闪，朝着花清月飞去。林清瑶的身体如残叶一般飞落，倒在地上。他吐出一口血，起身捂着胸口，体内经脉一下子变得极度燥热。找死！花清月见赵烈阳的举动，彻底动了杀心。他将七枚玉简收回，撤回了阵法，身体摆脱了阵法的钳制。花清月猛然探出一掌，朝着赵元昊直直劈了下去。花师妹怎么能随意对小辈出手呢？赵烈阳的声音自身后响起，他再次横挡在花清月面前，双掌骤然拍向花清月周身。滚开！花清月双眼一凝，一掌将赵烈阳弹开。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赵元昊那带着灼热气息的双手已触及秦西年扬起的发丝。秦西年银眸骤缩，勉强抬手欲挡，却虚弱的连一丝灵力都无法凝聚。花清月脸上一股绝望之色骤然爆发，砰！一声低沉的仿佛闷雷炸响的声音骤然迸发。一直在秦西年身侧的陈安不知何时起身，他的右拳紧紧握起，拳头表面满是鲜血，那是赵元昊留下的七伤拳。陈安凝聚了体内几乎所有的生命能量，甚至透支了护心宝玉，对着扑至咫尺的赵元昊势大力沉地轰出一拳，触发被水一战刺条效果。本次七伤拳伤害翻倍，拳锋所向，空气仿佛都被抽干，发出不堪重负的呜咽。赵元昊狰狞疯狂的脸上，得意的神色甚至还没褪去，就被一股恐怖巨力砸中。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赵元昊扑来的身形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猛地倒飞回去，他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腑瞬间移位，一口鲜血混杂着内脏碎片，如同喷泉般从他口鼻中狂喷而出。啊！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凄厉的血线，重重砸在远处的冰壁上，深深嵌入其中。而另一边，陈安保持着出拳的姿势，整个人僵在原地。巨大的消耗让他感觉到眼前一阵阵的发黑，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掏出了花清月给他的那枚九转骸玉丹，一口吞了下去。小畜生，你竟敢伤我徒儿！赵烈阳又惊又怒，他亲眼看着自己寄予厚望的侄儿和徒弟，居然被一个毫无灵力的废物一拳轰杀。狂怒之下，他再也顾不得许多，金丹初期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周身灵力如同火山喷发，带着暴怒之意朝着陈安席卷而去。见此情形，花清月心中的怒意已经达到了顶点，满头银发无风自起，一身长袍猎猎作响。他双手急速结印，身后一轮清冷皓月虚盈缓缓升起。破！轻喝声中，数道凝练成几乎实质的月华灵气，如同九天星河倒卷一般，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巨大的威力不仅瞬间将赵烈阳周身释放的炽热灵气冻结，更是于事不减，化作一股寒冰洪流，朝着惊骇欲绝的赵烈阳席卷而去。这一击毫无保留，赵烈阳仓促之下只能仓促抵挡。轰！冰与火的力量在房间中央撞击在一处，形成了一道极为刺目的光团，就连一旁的林清瑶也连忙抬手挡住了双眼。待光芒散去，赵烈阳踉跄后退了10余步，他脸色随即变得惨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灼热的鲜血。他身上的长袍多处破损，气息萎靡了大截，显然在花清月毫无保留的一击之下受了不轻的内伤。花清月此时气息稍显紊乱，但依旧持剑而立，眸光冰冷地盯着赵烈阳。赵烈阳万万没想到花清月这一世的威力居然会到如此地步，他死死盯着花清月，一脸怨毒之色。花清月，你胆敢对同门师兄动手，难道不怕宗主降罪吗？同门师兄！花清月冷笑一声，也不管赵烈阳惊惧的眼神以及不远处生死不明的赵元昊，他一个闪身来到陈安和秦西年身边，
从怀中取出一个晶莹的玉瓶，倒出2枚异香扑鼻丹药，分别放入2人口中。丹药入腹，化作一股温和却强大的热流，迅速滋养着干涸的经脉，元气慢慢恢复。2人那苍白的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丝血色。秦希年不顾自身虚弱，伸出手轻按在陈安的手腕，他闭上眼，体内那缕刚刚稳定下来的月华本源，小心翼翼地分出一丝极其纤细柔和的清凉能量，缓缓渡入陈安体内。花清月见状，又连续取出数种珍贵丹药，捏碎后以灵力化开，形成氤氲药雾，将2人笼罩，辅助他们吸收药力。片刻后，陈安猛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随即吐出了一大口黑色的淤血，随即他的脸色开始慢慢好转起来。眼见陈安的状态好了一些，秦希年终于长舒一口气，收回了手。他缓缓抬起头，看向花清月，银白的眸子满是冰冷之色嘛，声音虚弱却字字清晰：“师尊，3月前赵元昊借论道之机，在我茶中按下冰毒，又使我灵力逆行，寒毒侵脉。他垂涎我多年，求而不得，便行此卑劣之事，意图在我昏迷不醒、神志不清时行耐禽兽之举。我之所以走火入魔，昏迷数月，险些殒命，皆是拜赵元昊所赐。”每一个字都让花清月的脸色沉下一分，眼中的杀意也凝聚一分。秦希年说完，满屋皆寂。希年失职，不可胡言乱语，元昊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情？见事情败露，赵烈阳还想妄图抵赖。一旁墙里嵌着的赵元昊也是一脸惊恐，虚弱道：“花长老，希年误会我了，我是冤枉的，请长老明察。”花清月缓缓站起身，目光如万载玄冰。好一个赵元昊，好一个烈阳锋。花清月的声音平静的可怕，她一步一步走向了赵元昊。花清月的步伐轻缓，但在赵元昊眼中却沉重如山岳一般。赵烈阳神色狰狞，对着花清月抱起而去。“花清月，你敢！”花清月衣袖一挥，将赵烈阳一击轻松化解，然后眼神如寒冰一般看向赵烈阳：“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你！”赵烈阳读懂了花清月眼中那宛如实质的杀意，一时间嘴里的话竟然被吓得缩了回去。花清月淡漠地扫了一眼赵烈阳，随后继续朝赵元昊走去，口中一字一句道：“残害同门，阴谋暗算，其心可诛，其行当灭。”掌心月华缓缓凝聚，清冷的光辉照亮了赵元昊那张因为恐惧而有些变形的脸。“不要，花师叔，饶命啊！弟子知错了，弟子再也不敢了。”赵元昊眼见花清月眼中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顿时吓得苦苦哀求，眼中全是恐惧。眼见花清月朝着自己越走越近，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冷，赵元昊一脸绝望地喊道：“师父，救我！”赵烈阳此时的灵力不稳，胸口还在剧烈起伏，他虽有心施救，但不知为何身体却僵在原地，不敢再上前一步，似乎是被花清月的杀意所震慑。他心中明白，赵元昊下药的行为已经暴露，这在宗门乃是重罪，自己若再强行出手阻拦，便等同于公然挑衅门规。届时就算是外门门主出面，自己护理也是讨不了好，甚至可能被顺势追究管教不严、纵图行凶之罪。花清月，你当真要做得如此决绝？赵烈阳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声音满是不甘。花清月甚至懒得再回应他，他那凝聚月华的右掌轻轻向前一按，一道如同匹练一般的月白光华悄无声息地没入赵元昊的眉心。赵元昊浑身猛地一颤，眼中的神采讯涣散，绝望的表情渐渐凝固在了脸上。赤阳峰峰主之徒赵元昊，毙命于清月殿。元昊！赵烈阳发出一声悲吼，双目瞬间充血，死死盯着花清月，目光中满是浓浓的恨意。花清月，杀徒之仇，不共戴天，此仇我烈阳峰记下了。他深深地看了房间内众人一眼，随即猛地转身，抬手一抓，将赵元昊的尸体收了起来，随即身体化作一道红光，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见赵烈阳狼狈离开，花清月快步来到陈安和秦希年的身边。陈安在那枚九转还玉丹和秦希年月华本源的滋养下，此时脸色虽然苍白，但身体基本已经没什么大碍。花清月眼中的冰冷进去，涌上一抹赞赏之色。好小子！花清月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语气温柔，临危不乱，是个人物。今日若不是你出手相助，希年怕是此等胆识与心性，着实不错。本座欠你一个人情。陈安扯了扯嘴角，咳嗽了2声。他刚才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为秦希年的治疗虽然辛苦，但凭借着花清月给的宝玉和丹药，在短短的时间内，自己的生命值竟然又满了。生命值460，精力旺盛，状态气血充盈，适合修炼。有一说一，确实牛逼。希年师姐没事就好。陈安的目光落在秦希年那张绝美的脸上，微微一笑。秦希年也微微侧头，眸子静静落在陈安的侧颜之上，一丝涟漪在眼底深处悄然漾开。这个人不仅将他唤醒，更是在危急时刻为了自己以命相搏。这救命之恩让秦希年的内心荡开了道道波纹。他默默摩挲着刚才为陈安渡入能量的手，指尖似乎还残留着对方的体温，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悄然而生。陈安沉吟片刻，忽然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口说道：“那什么，我看秦师姐刚刚苏醒，本源似乎有些不稳。我的月华引灵诀与师姐同源，若是趁现在和师姐一起修炼的话，或许可以巩固疗伤的效果，
加速师姐的恢复。此言一出，洞内瞬间一静。花清月先是一愣，随即哭笑不得，没好气的轻斥道：“臭弟弟，命都快没了，脑子里怎么还尽想着这档子事？”话虽如此，他眼中却无半分责怪，反而闪过一丝思索之意。他精善双修之道，深知陈安所言非虚，两人功法同源，此刻若进行双修，确实可以稳定秦熙年的伤势，甚至还可借机梳理他体内残余寒毒，巩固复苏本源。花清月默不出声，探寻的目光看向了秦熙年。秦熙年闻言，清冷苍白的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腾起两抹红晕之色，一直蔓延到耳根。他眸子慌乱移开，长睫轻颤，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理智告诉他，这是目前最合理有效的疗伤方式，但情感之上那股陌生感，让他这位向来清冷世人的天之娇女有些无所适从。花清月将两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一看秦熙年如此反应，便知自己这个徒弟内心其实并没有拒绝。他当机立断，对林清瑶使了个眼色：“清瑶，随我去主殿候着吧。”林清瑶肃然道：“是，长老。”他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玉榻旁的陈安，随花清月退了出去。洞内只剩下陈安与秦熙年两人，气氛一时有些微妙。秦熙年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纷乱，重新看向陈安，他声音又轻又弱：“陈师弟，有劳了。”说完，他缓缓向后，重新平躺回玉榻之上，闭上了双眸，双手却不自觉地轻轻攥住了身下的冰蚕丝垫。陈安看着眼前的美人一副小女人之态，心头又是微微一荡。“师姐，我来了。”陈安屏息凝神，运转起月华引灵诀，他伸出双手，轻轻握住了秦熙年冰凉柔仪，触手肌肤细腻微凉，柔弱无骨。秦熙年身体微微一颤，却没有挣脱。房间内玉榻上的两道身影靠得越来越近，陈安盘坐于秦熙年身侧，掌心与他十指相扣。他仔细地观察着秦熙年的反应，只见他依旧闭着眼，浓密的银色睫毛微微颤动，还有一抹悄然晕染至耳根和颈侧的淡淡绯红。“师姐，请放松。”秦熙年含糊地冷了一声，勉强算是回应。清凉的气息自他体内的丹田子府升起，沿着熟悉的路径开始缓慢流转。“师姐，闭眼。”陈安低声说了一句，双手缓缓松开他的柔仪，指尖沿着他光滑微凉的手臂内侧经脉走向，轻缓上移，最终落在他腰侧束带的玉扣之上。秦熙年身体明显一僵，一下子屏住了呼吸。陈安动作未停，指尖轻巧地解开了那枚精致的月形玉扣，外层破损的月白法袍本就松散，此刻顺势向两侧划开些许，露出里面一层轻薄如雾的冰蚕丝内衬。内衬之下，纤细却起伏有致的腰身曲线若隐若现，在月华的映照下，泛着如玉般细腻莹润的光泽。陈安深吸一口气，双手掌心蕴满温润的生命能量，轻轻贴合在秦熙年腰侧裸露的肌肤之上。秦熙年发出一声闷哼。陈安掌心的热量比他的能量更灼热，与他冰凉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身体在这种由外而内的温暖滋养下开始放松下来，肌肤甚至泛起更明显的淡淡粉红。陈安小心翼翼地将秦熙年柔软的身躯扶起，这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清晰地感受到秦熙年的体温和心跳。秦熙年脸颊红晕更盛，如同熟透的雪桃，羞涩、慌乱，还有一丝陌生的刺激交织在一起，让他心绪纷乱。陈安的手掌再度贴合在他的丹田位置，这里是他经脉中月华本源的核心区域，也是寒毒曾盘踞最深之处。一段时间后，陈安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他看了一眼面板，生命值90520，体力疲劳。在两人体内同出一脉的月华引灵诀的引导之下，陈安本次修炼的效果颇丰，竟然一下子就增长了70点，对于生命力和精力的消耗也是超乎想象的小。自己虽然经历了这么高强度的消耗，但是却仅仅感觉到有些疲惫而已。若不是看秦熙年的状态不适合继续进补，陈安还想着再修炼一次。房间内弥漫的旖旎余韵渐渐散去，只余下两人略显急促的呼吸。结束了这次修炼，秦熙年从陈安怀中起身，闭目凝神，仔细感受着体内经脉中的暖意。下一刻，饶是以他淡雅的性子，心中也不由掀起惊涛骇浪。原本在他预想中，经历数月寒毒侵蚀、走火入魔的摧残，即便是自己被救醒，经脉也必然千疮百孔。若是能保住炼气9层的修为，那已是万幸，甚至大概率会跌落到更低一些的层次，需要重新苦修。然而此刻，秦熙年却发现自己周身的主要经脉虽然仍有细微的寒毒残留，但在那陈安那股精纯的生命能量与自身月华本源的双重滋养冲刷下，不仅破损处正在缓慢弥合，甚至那经脉的韧性与宽度比昏迷前似乎还隐隐强了一丝。更重要的是，丹田气府中央那团代表他修为核心的月华本源气海，这气盖不仅没有暗淡缩小，反而因为彻底清得到了陈安那特殊能量的补充，甚至比之前更亮了一些。这是突破筑基的信号，这怎么可能？秦熙年银白的眸子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走火入魔，修为不退反进，濒死苏醒，竟直指筑基至骨。他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原本只是救命之恩，此刻却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目光看向正在闭目调息的陈安，此人到底是什么人？他轻轻吸了口气，压下翻腾的心绪，
动作极其轻微地从玉榻之上翻身下来，冰蚕丝内衬滑落，露出线条优美的肩背。他快速而无声地将滑落的衣袍拢好，系上玉扣，指尖微微有些发颤。做完这一切，他并未立刻起身，而是就着盘坐的姿势，又是默默运转了一个小周天，确认那感觉并非幻觉，而是真实的存在于气海深处。静静等待了片刻，陈安缓缓吐出一口气：“师姐醒了，感觉如何？”秦熙年对上他的目光，心头没来由的一晃，方才疗伤时的种种亲密接触与身体反应不由自主地掠过脑海，让他的脸颊再次飞起红晕。他微微偏过头：“好多了，多谢师弟。那出去吧。”秦熙年轻嗯了一声，率先起身，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房间。此时已是晨曦微露，一缕金芒悄然洒在了清月殿的飞檐玉瓦之上。清月殿内，花清月负手而立，银色衣裙在晨风中轻拂，她神色沉静，眼底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林清瑶则是默默侍立一旁，见两人出来，花清月目光立刻看了过来，先是落在秦熙年身上，见他面色虽然依旧略显苍白，但眼神清亮，气息虽弱但已然平稳，不由暗暗松了口气。只是当他看见秦熙年微红未退的脸颊，稍显凌乱的发丝，以及陈安脖颈处一抹不甚明显的抓挠痕迹上时，唇角微不可察的弯了弯。完事了。花清月声音平和，听不出太多情绪。你身体如何？可还撑得住？他问的是陈安，这份关切并非客套，而是发自花清月内心。陈安伸了伸懒腰，没啥大事，休息几天就好了。花清月点点头，这才将目光转向秦熙年，眼神瞬间柔和下来。他上前2步，轻轻握住了秦熙年微凉的手。没事了。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轻叹。秦熙年鼻尖微微一酸，数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他强忍泪水，低声道：“让师尊担心了。”花清月引着两人坐下，仔细端详了一眼秦熙年的气色，温声道：“醒来便好，此次劫难，你能保住性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顿了顿，安抚道：“至于修为一事，你先不要多想，也不必焦虑。修炼一途本就坎坷崎岖，谁能一帆风顺？此次走火入魔，对你而言固然是巨大打击，但未尝不是一次淬炼心性的契机。失去的修为，日后咱们慢慢修炼回来便是。以你的天赋与心性，重攀高峰只是时间问题。”他话语恳切，在他看来，秦熙年能苏醒已是奇迹，修为必定受损严重，此刻最需要的是安慰与支持。一旁的林清瑶也默默点头，眼中流露出鼓励之色。秦熙年安静地听着，心中暖流淌过。等花清月说完，他才抬起银眸，看着花清月，轻轻摇了摇头。花清月以为他仍在沮丧，正待再劝，却听秦熙年缓缓道：“师尊，其实弟子感觉到炼气巅峰的壁垒似乎松动了。不光如此，我体内的月华本源比昏迷之前似乎更为凝练活跃。”什么？花清月脸上的温和瞬间凝固，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他猛地从石凳上站起，一双美眸瞪得极大，难以置信地紧紧盯着秦熙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花清月的声音高了不少。秦熙年的这番话，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走火入魔是何等凶险，能保住根基已是侥天之幸，怎么可能反而成为突破的契机？秦熙年似乎料到了花清月会有如此反应，他点了点头，认真道：“弟子不敢妄言。”体内寒毒被陈安师弟驱散了大半，本源也受他滋养，似乎因祸得福，更加纯粹。花清月的目光如同利剑般射向一旁正打着哈欠的陈安身上，眼底全是浓浓的震撼与探究。先前陈安一拳击飞赵元昊时，他便有些好奇，明明毫无修为，为何这一拳的力量会如此惊人？不过花清月也并未放在心上，毕竟作为外门长老，他所见过的那些身怀秘心的天才也不算少。花清月缓了缓神，伸出2指，不由分说地搭在秦熙年的腕脉之上，一股灵力瞬间探入。虽然还是十分虚弱，但气海与经脉当中那股精纯的力量，正与秦熙年的月华本源滋养在一处，隐隐有增长爆发之势。花清月收回手，心中的震撼如同海啸般翻涌。秦熙年所言非虚，而这一切源头似乎就在这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男人身上。这对秦熙年来说，已不仅仅是救治了，更像是送了他一个机缘。你……花清月看着陈安，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你可有兴趣当我这清月峰的弟子？花清月的目光中满是毫无掩饰的赞许之意。我吗？陈安一愣。对。花清月点了点头。陈安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连一点修为也没有啊。无妨。花清月摆摆手，只要你来，便享我清月峰弟子一切待遇，每日不用随我清月峰弟子进行苦修，也不用做早晚课，如何？陈安有些心动。不用上班还发工资吗？别是电诈吧？什么待遇啊？陈安问道。花清月抿嘴一笑，知道陈安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除了每月50块零食的供奉之外，我清月峰的女修你可随意挑选，另外藏经阁你也可以随意进出，除了那几件禁忌之物，你可任意取用，只是切记不要外传。陈安眼冒金光，想了想又问道：女修随意挑选，包括你吗？花清月一愣，我。陈安点点头，上次和花清月的镜花水月偶修炼，给他的印象很特别。花清月笑容玩味，包括。只不过花清月的眼神在陈安身上上下打量一番，
你若真是想选我的话，可得好好修炼啊，免得到实力不从心，出了什么洋相的话，本座可是不负责哟。”见花清月并不反对，陈安便点了点头，紧接着又问道：“行，那我以后得喊你师傅？”“别，我可没你这么不正经的徒弟。”花清月露出一丝嫌弃的表情，思索片刻，最后无奈道：“你想喊什么喊什么吧。”他随手丢给陈安一块白玉令牌，拿好，以后你就是我清月峰的弟子了。陈安接过令牌，入手一阵清凉，是块好玉，那块护心玉你也不必还我了，估计也没剩多少能量了，自己留着用吧。花清月想了想，又说道。一旁的秦熙年见陈安答应下来，心中那根悄然绷紧的弦倏地一松，此时又见师傅将一枚和自己级别相同的白玉令牌递到陈安手中，顿时心生涌出一丝喜悦。白玉令，看来师尊很看重他啊，以后可以经常见面了。想到这，他自己忽然微微一怔，自己为何会因为这件事情高兴？平下心中这些小心思，秦熙年向前走了半步，目光落在陈安脸上，声音比平日多了份柔软：“师弟，恭喜。”顿了顿，他似乎觉得太过简单，又补充道：“那个，你放心，清月峰很好的。”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语无伦次，耳根不由得微微发热。陈安倒是没察觉到秦熙年的异常，他咧嘴一笑，晃了晃手里的令牌：“以后我得喊你师姐了，师姐请多多关照。”花清月将两人的表情尽收眼底，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正色道：“熙年，你大伤初愈，又触摸到了突破的契机，从今日起，你便去进月潭闭关，一是彻底稳固此次疗伤成果，驱除残留寒毒；二是调动体内灵气，为突破筑基做好准备。魏师会亲自为你布置阵法护持，你可安心修炼。”秦熙年神色一肃，敛去心头那一丝莫名的纷乱，躬身应道：“是，师尊，弟子定当全力以赴。”青瑶。花清月转向势力一旁的林清瑶：“这家伙初入清月峰，对诸事不熟，你带他在峰内各处走走，熟悉一下环境。”林清瑶抱拳领命：“是，长老。”花清月最后看向陈安：“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陈安想了想：“没了。”花清月摆了摆手：“那你下去吧，累了一天，老娘要休息了。”林清瑶上前，面带微笑地看着陈安：“师弟，请随我来。”陈安收起令牌，又和花清月和秦熙年打过招呼，便跟在林清瑶身后出了主殿。清月峰占地极广，景色也是秀美至极。一出主殿范围，陈安便感觉到一阵浓郁清冽的灵气扑面而来，带着一丝特有的香味。这味道和花清月与秦熙年身上散发的香味有些相似。陈安举目望去，亭台楼阁，依山而建，流泉飞瀑点缀其间，显得清幽雅致，又不失仙家气派。林清瑶引着陈安来到清月峰后山一片相对独立的院落，此处名为听竹院，是弟子和重要客卿的居所。长老吩咐，你的房间便是东首的那间疏影轩。他指着一处被几丛青玉竹环绕的雅致院落。陈安举目望去，只见院门外门前有小溪潺潺流过，院内的陈设简洁却不失舒适，而且灵气的浓度明显高于外界，显然设有聚灵阵法。外门弟子都吃的都这么好吗？陈安有些震撼，这待遇和他在新月房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想什么呢？林清瑶露出一个无语的表情，这里可是清月峰，而且这住所可是和新弟子才能有的待遇，你以为随便一个外门弟子就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吗？林清瑶看着陈安，忽然问道：“你是不是对外门不太了解？”“对，我来这的几天一直忙工作来着。”陈安点头答道：“那我大概给你讲一下吧。”林清瑶抿嘴一笑，模样煞是好看。整个外门分为6峰3谷2堂，六峰除了你所在的清月峰之外，还有降月峰、揽月峰、冷月峰、赤阳峰以及烈阳峰。林清瑶指着附近几座烟雾缭绕的主峰，依次说道：“3谷则是百药谷、幻幽谷以及锁琴谷，最后的2堂是负责发布弟子任务和奖励的青龙堂，以及执行戒律和安全的执法堂。我们清月峰在这6峰3谷2堂之中排名是第3，所以本峰弟子的各项待遇和资源自然也是排在外门前列的。”陈安挑了挑眉，花大姐的修为都经丹期了，清月峰才排第3啊。林清瑶无奈道：“长老虽然修为高深，但你也知道他那个性子，平时总是懒得管这些弟子们，导致了清月峰整体修炼水平不太理想，所以排行第3。”林清瑶说着看了陈安一眼：“不然你以为这清月峰这么好进吗？这里可是许多外门弟子修炼了一辈子也进不来的地方。”随后林清瑶带着陈安在峰内转了半天，从炼丹房到演武场一个不落的给陈安介绍了一遍，甚至连哪座弟子食堂好吃，林清瑶也给了陈安一些建议。最后林清瑶带他来到了位于半山腰一座被淡银色光幕笼罩的古朴阁楼，映入陈安眼帘。这是清月峰的藏经阁，一共3层。林清瑶正色道：“凭你的白玉令，可自由出入前2层，第3层需长老令方可进入。”此时已接近晚课，藏经阁附近聚集了许多清月峰的弟子，有男有女，统一穿着月白色的弟子服。他们见到林清瑶亲自引领着一个陌生面孔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峰内的核心区域，无不投来好奇的目光。林执事身边那人是谁啊？怎么从没见过？咦，怎么没有修为？难道是某位长老的凡俗亲眷？我的天，你们快看他腰间的令牌，那好像是白玉令吧？这令牌我只见秦师姐佩戴过，难道是长老从外面请来的隐士高人？
故意隐藏了修为，长得倒还周正，就是这走路的姿势，真的是高手吗？就是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嘘，小点声，能让青瑶姐作陪的，那能是一般人吗？窃窃私语声隐约传来，弟子们远远打量着陈安，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疑惑与好奇。还有几位容貌姣好的女弟子，投来的目光中除了好奇，还多了一些其他的暧昧气息。林青瑶感受到周围越来越多的视线，并未出声呵斥。她知道陈安以这种方式进入清月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肯定会引起一些波澜，而看花长老的意思，似乎也并不打算隐瞒什么。而陈安对周围的议论也没有放在心上，他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已经出现在面板上，等待着自己开启的血量达到500点的奖励。将主要区域细致地走过一遍后，林青瑶带着陈安在一处能俯瞰云海的山崖平台停下。大体情况便是如此，这几日你若有事想去何处，或有何需求，可随时用白玉令传讯于我。他顿了顿，看着陈安，长老虽与你自由，但峰内自有规矩，还望师弟谨言慎行，莫要辜负长老厚望。陈安点点头，想了想又问道，那没事就不能联系你了吗？林青瑶脸一黑，深吸了一口气，可以，只要你愿意。多谢师姐。陈安笑着看着林青瑶那清秀的面容，有一说一，这的确是个完美的双修伴侣，就是修为太高，性格太冷。自己现在这修为遇见他，就跟小马拉大车差不多。先维护着关系吧，万一哪天时机成熟了呢？他走到山崖一旁，看着远处翻涌的云海中那云卷云舒，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师姐，你听说过金瓶诀吗？林青瑶一愣，没听说过，是什么功法吗？陈安点头道，算是一门技法吧，讲的是怎么让过程更舒服，更得去。陈安说的直白，甚至有些粗浅。林青瑶清秀的脸颊迅速晕开一层薄红，她瞪了一眼陈安，说道，藏经阁一层东侧阴阳和合分类下收录了宗门数百年来收集和改良的各类基础及进阶的双修法门、气血运行图谱，还有以及诸多前辈的修炼心得预检，其中不乏一些细致的讲解，你若有心研习，自可前去查阅。林青瑶说着一顿，不过陈师弟，我以为你眼下最紧要之事并非钻研这些旁枝末节的技法。他的目光在陈安身上扫过，你能在选拔中夺魁，又能用最简单原始的方式击退赵元昊，你的气血之旺，筋骨之强，根基之扎实，实乃我生平仅见。林青瑶态度诚恳，你底子极好，若是能将心思放在正途，寻一门适合的引气法诀，哪怕是最基础的合欢引气篇，以你的底子配合宗门资源，突破炼气一层，定然水到渠成，日后筑基乃至结丹也未必没有希望。届时再辅以适当的双修之道，相辅相成，方是正理，何必急于此刻？在林青瑶看来，陈安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身体根基，却似乎总把心思放在双修技巧上，实在是暴殄天物。陈安听着林青瑶的话，觉得有些好笑，心里也是一热，这女人是在关心自己。他向前走了2步，离林青瑶更近了些。晚风带来一丝如同雪后松针般的清冽气息，混杂着一丝极淡的女子体香。山风吹过，扬起了一旁佳人的发丝。陈安微微轻身，目光落在林青瑶的脸上。林师姐说的是，修炼是根本，这个道理我懂。他话锋一转，不过嘛，这技法一道，若能运用得当，对修炼亦是相辅相成的正途。我那些野路子技法或许上不得台面，但有时候说不定也别有一番滋味。他顿了顿，看着林青瑶脸颊的红晕有加深的趋势，又继续说道，藏经阁的书是死的，我却是活的。师姐若是哪天有空了，不妨亲自来试试，纸上得来终觉浅，有些体验光看书是体会不到的。你林青瑶像是被烫到一般，脸上的红晕已经蔓延到了锁骨，呼吸明显乱了一拍。他瞪了陈安一眼，扬怒道，我还要去巡视山门，你好自为之。说完，他飞快地转身，月白色的衣裙迅速消失在崖边小径的拐角处，只留下一缕微乱的清风。看着林青瑶离去的背影，陈安嘴角的笑容逐渐漾开，他转身向着舒影轩的方向走去。来到舒影轩院门外，陈安打量着这座精致的别院，院门表面未施漆料，保留着天然的木纹脉络，一条蜿蜒的碎白使小径自院门处延伸，通向院内，两侧植满青色玉竹，弥漫着竹叶特有的冷香。陈安迈步进入小院，随手关上了院门，来到院中一处雅致的亭子中坐了下来，开启第2重奖励。陈安看着面板上的提示，内心隐隐有些激动，面板之上的文字开始缓缓变换。第2重奖励已开启，道具生命灵偶，生命储存，可储存宿主当前生命最大值的生命能量，供随时取用。自主修炼点化后可附身灵偶，消耗灵偶储存的生命能量进行修炼。附身后，灵偶将完整继承宿主的一切特性及感官反馈，灵偶等级越高，修炼转化及反馈就越好。当前状态未点化，需提供基础材料。陈安看着说明，疲惫开始被兴奋一点点取代。这哪里是灵偶，这分明就是另一个自己啊！他的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不管是当个血包也好，还是等到身体扛不住了附身来修炼也好，这些功能都将大大提升自己的修炼效率与安全性。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儿看起来还能成长，这意味着只要他能搞到更好的材料，这灵偶就能无限变强。他看着面板上的说明，点化材料决定着灵偶的基础等级，
可随时替换。本次可点化材料上品生命灵石，可点化为凡品；百段火晶可点化为黄品；月华石可点化为玄品；空灵玉可点化为地品；幻星珊瑚可点化为天品。点化后首次升阶材料歼基尼成一，凝魂漏成一，空白灵核成一。陈安越看越激动，想象一下，如果他真的用天才地宝铸造出了极品灵偶，再让他代替自己去和花清月这些高手进行修炼，那收益简直不敢想。更关键的是，这样做自己完全没有任何风险，根本不用再担心被吸干的问题。这个灵偶完全可以替代他去进行那些有风险或是他不便亲自出面的业务。他睁开眼，目光落在面板最下方忽然出现的一行小字上，灵偶开始融合。细微的嗡鸣自石海中响起，石海当中一个外表和陈安一模一样的灵偶，表面逐渐泛起一层淡金色的涟漪，空洞的眼眶中2点金芒缓缓点亮。灵偶已融合，可随时取用。陈安意识一动，下一刻，原本在石海当中的那个灵偶便出现在了陈安的面前。灵偶头顶还有一个和陈安一模一样的面板。当前性能参数如下：生命灵偶，未点化，等级0，状态待机，能量储存0520，修炼转化率待点化，可执行指令移动、修炼、能量储存抽取。陈安站起身，绕着这具刚刚诞生的自己走了2圈。灵偶安静地站立着，呼吸平稳，胸膛微微起伏，几乎与真人无异。陈安露出一丝满意的表情，忽然说道：“抬手。”灵偶抬手，握拳。灵偶握拳，走几步。灵偶走了几步，走出个虎虎生风。灵偶迈开架势，大步向前，走出个1日千里。灵偶步行的速度又加快了一些，动作却一点也不僵硬，跟真人无二，完美。陈安满意的点点头，他走到灵偶面前，伸出右手食指点在道偶胸口，心念一动，生命值开始缓缓注入。生命值10，生命值10，灵偶能量储存加10，灵偶能量储存加10。这个过程持续了约半盏茶时间。陈安在灵偶里面暂时储存了自己一半的生命值。生命值260520，精力不济，状态疲惫，气血不足。灵偶能量储存260520。陈安停止了传输，意念微动，他尝试从道偶体内抽取能量，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从虚无中涌回体内，生命值开始回升。道偶能量储存10，生命值加10，道偶能量储存10，生命值加10。短短几个呼吸，陈安的生命值恢复满了，道偶的能量储存则是被全部抽空。他将灵偶收了起来，起身走进舒颖轩的主屋，惬意地在临床的软榻上躺了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将这个灵偶点化，让他能够做到替代自己进行修炼。刚才面板上说的那几样点化之物，陈安只听说过上品生命灵石，这东西清月峰的库房里就有，但是很贵，要用足200块下品灵石才能兑换1块。而那些什么百段火晶、月华石、空灵玉和幻星珊瑚，陈安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陈安可不打算第一次点化只点出来一个凡品，好歹的找1块百段火晶。他整理了一下目前自己的灵石，加上测试奖励的那500块，自己目前有不到600块的灵石。今天刚入门，这个月的供奉不知道能不能领。陈安打定主意，明天得去问问花清月关于百段火晶的事情，顺便再问问看能不能提前支取一些供奉。没办法，他缺钱。除了这百段火晶，房室里还有一本阵法书，嗷嗷待买呢。考虑了一会儿，他将自己的500点生命值存入了灵偶体内，一股困意和巨大的虚弱感骤然袭来。虽然有护心玉和9转骸玉丹的加持，但是今日对秦昔年的治疗仍然消耗了陈安不少的气血和精力。他躺在软榻之上，拿出一颗紫元丹和一颗养心丹服了下去，然后渐渐睡了过去。第2日清晨，天光初透，陈安在舒颖轩的软榻上睁开眼，昨晚一觉睡到现在，睡眠质量非常好。陈安感觉到一阵神清气爽，他打开了面板，生命值45020，精力充沛，状态护心宝玉恢复加成中。他坐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不得不说，这块护心宝玉的恢复加成作用确实明显。按照以往的经验，仅凭这一颗紫元丹和养心丹，自己一晚上最多恢复个200点生命值。现在不仅多恢复了接近1倍，甚至就连精力的恢复速度也是提高了一些。陈安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满意，再有1天的时间，自己应该就能恢复到最佳状态了。陈安的目光落在自己意识深处的那个灵偶上，得尽快把灵偶点化出来才行。他起身换了一身昨日林清瑶特意送来的一身弟子服，这件衣服面料柔软，腰间还配了条可挂玉令的丝绦，穿上十分舒适。去问问花清月吧，他那里应该有这些东西的线索。晨雾尚未散尽，院中竹叶上的露珠折射着清晨的微光，疏影轩内灵气氤氲。几个早起的清月峰弟子正在远处的林田里忙活，见到陈安从疏影轩出来，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这人是谁啊？居然身怀白玉令牌。陈安沿着昨天的路向着峰顶的清月殿走去，不时有身穿越白弟子服的女修与他擦肩而过，几个胆子大的路过之后，居然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传来一阵隐约的轻笑声。陈安面不改色，心里却乐开了花。清月峰女修不少，而且质量确实不错。等灵偶点化完成，先找一个这里的女修祭旗。1刻钟后，他踏上了清月殿前的白玉广场。殿门虚掩，
陈安抬手敲了敲门，等了半天，门内却没有半点反应。陈安挑了挑眉，轻轻推开了店门。吱呀，沉重的店门发出细微的摩擦声。陈安侧身而入，大殿深处那张玉制的主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宽大的白玉榻，四周垂着青纱幔帐。此刻幔帐半掩，隐约可见榻上侧卧着一道窈窕身影。陈安放轻脚步走近，离玉榻还有3丈距离时，一股混合着淡淡暖香与女子体系的馥郁气味便飘入鼻腔。这香味陈安很熟悉，甜丝丝的，散着慵懒又勾人气息。他停住脚步，透过纱幔看去，花清月居然还在熟睡。她的睡姿很不端庄，身上只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丝质睡袍，露出精致的锁骨和大片雪白的肌肤，能看见半边浑圆饱满的弧度。长发如墨色瀑布般铺散在玉枕上，睡袍下摆随意地搭在腰间，2条修长笔直的腿交叠着，赤足裸露在外，足踝纤细，脚趾如珠贝般圆润。陈安的喉结无声地滑动了一下，他移开视线，清了清嗓子，可可。榻上的人没反应。起床了。陈安提高了一些音量。花清月的睫毛颤了颤，眉头微微蹙起，却依旧没醒，反而翻了个身。这个姿势让睡袍的衣襟彻底滑向两侧，胸前的风景在薄薄的丝料下若隐若现。陈安感觉自己的体温在上升，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撩开了纱幔，俯身凑到花清月耳边：“花大姐，该起床了。”花清月猛地睁开眼，她盯着近在咫尺的陈安的脸，怔了2秒。陈安2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浓浓的愤怒。他猛地想坐起身，却因为动作太猛，松垮的睡袍彻底从肩头滑落。陈安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被那2团在晨光中泛着诱人的光泽的雪山吸引。花清月也意识到了自己目前的情况，但她没有像寻常女子那样惊慌遮掩，反而眯起眼睛，任由睡袍挂在臂弯。她就这么仰头与陈安对视。谁让你进来的？她的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扰我清梦？你是嫌命太长了不成？陈安直起身。长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放屁！花清月抬手拢了拢滑落的衣襟，动作慢条斯理，竖着柳眉气，吼吼道：“你是不是故意挑这个时辰来，就是想偷看本座的身子？”陈安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喷在自己下颌上。长老说笑了。他向后微仰，拉开半寸距离。我是真有事说。花清月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消化自己的怒气。半晌，他重新靠回玉榻。陈安定了定神，开口道：“我想打听点东西，百段火晶、月华石、空灵玉还有幻星珊瑚，不知长老可知他们的下落？”花清月挑了挑眉，眸子里闪过一丝讶异：“你问这些做什么？”“自有用途。”陈安没有详细解释，还请姐姐告知。花清月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轻笑一声：“哟，有事求我了，知道叫姐姐了。行，告诉你也无妨。”他伸了个懒腰，睡袍的袖子滑到手肘，露出2截藕臂。百段火晶不算稀罕，清月峰就有，不过需要贡献值或者灵石兑换。1块百段火晶大概需要800贡献值或者双倍的灵石。月华石我这里没有，这种级别的宝物宗门会统一进行管理，青龙堂里可以兑换。你想要的话就去青龙堂里找。至于空灵玉和幻星珊瑚，花清月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玩味，那可都是天才地宝。你想要的这玩意儿的话，估计得去问问门主了。陈安默默听完，抬起头，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姐姐，最后一个是，我能不能提前支取一些供奉？”花清月一愣，扑哧一声笑出来，她笑得花枝乱颤，胸前的波涛随之起伏，睡袍又往下滑了几分。我的好弟弟，她笑得花枝乱颤，你这是睡昏了头，借钱借到本座头上来了。陈安抿了抿嘴，一脸正色道：“求求你了。”花清月眉眼带笑，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圈：“你真想要百段火晶？”是。花清月沉默了片刻，从玉榻上站起身，随后赤足踩在暖玉地面上，就这么一丝不挂地走向玉榻旁的一处精致木阁。陈安的视线不受控制地追随着他的背影，光滑的脊背，纤细的腰肢，挺翘的臀瓣，修长的双腿，每一处细节都完美的惊心动魄。他将木阁打开，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盒，随手扔给陈安。接着，花清月重新坐回榻上，翘起2郎腿。陈安抬手接住玉盒，入手温润，表面刻着火焰纹路。陈安打开盒盖，一块拳头大小、通体赤红如火的晶石静静躺在丝绒衬垫上，晶石散发出灼人的热力，一看就蕴含着精纯的火能量。这是百段火晶。陈安眼睛一亮。花清月托着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喜欢吗？”“喜欢，多谢长老。”陈安合上盒盖，真心实意地行了一礼：“先别急着谢。”花清月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红唇：“这块百段火晶算是我送你的。”不过他站起身，走到陈安面前，2人距离极近，陈安能感受到他呼出的气息拂过自己颈侧。花清月抬起手，食指的指尖轻轻地在陈安胸口缓慢地画着圈。下次若再敢在我睡觉时闯进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浓浓的威胁，我就把你扒光了绑起来，挂到清月峰顶，挂到我消气为止。指尖隔着衣料传来灼热的触感，陈安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放心吧，姐姐。陈安点了点头，下次我一定好好挂着。花清月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妩媚了。行了，东西也拿了，话也说了，赶紧滚蛋。他背对着陈安挥了挥手，睡袍随意地披回肩上。本座还要补觉。陈安握紧手中的玉盒，
最后看了一眼那窈窕的背影，转身离开。而在他身后，花清月躺在玉榻上，嘴角勾起，指尖抚摸着红唇。狗胆子不小。从清月殿出来时，陈安握着那只温润的玉盒，盒中那块百段火晶沉甸甸的，隔着玉料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灼热能量。陈安快步走过殿前广场，边走边在脑子里盘算，剩下那几样东西，除了月华石，听花清月的意思，似乎还挺有难度。反正自己现在算是把百段火晶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了，接下来先用着，然后去青龙堂看一看月华石的情况，想办法尽快搞到手。而且这百段火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免费，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吃土的准备。这一块标准尺寸的百段火晶，市场价至少1500灵石起跳。花清月就这么随手扔给他了，这份人情的还。陈安抿了抿嘴，花清月嘴上说得轻巧，但这东西的价值他不可能不清。前面几个阵法虽然基础，但对他来说实用性极强，尤其是这个小防御阵，如果能提前布置在身上，用起七伤拳来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他继续往后翻，当看到一个十分复杂的阵法时，陈安呼吸一滞。阴阳调和阵，此阵可平衡双修双方灵气属性差异，降低排斥反应，提升能量传导效率。若双方功法契合，更有几率引发阴阳共鸣，临时提升修炼效果和修炼双方愉悦度。就学这个吧，学会了之后，在双修时布下这个阵法，再配合上灵偶，那不是要多爽有多爽。陈安咽了口唾沫，但紧接着他就看到了材料需求：阴阳属性材料各一，阳属性推荐是阳铁晶、烈阳石、百年桃木心；阴属性推荐月华石、寒玉髓、阴魂木。陈安苦笑一声，他把阵法书合上，靠在墙上，长长吐出一口气，兴奋感渐渐褪去。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布阵需要材料，而材料需要灵石，或者凭实力去自己收集。刚才那老头好像说了，凡品阵器一套10灵石，但那只是旗杆，旗面要另外买，刻画符文的伏笔要另外买，更别说那些需要属性灵石、特殊材料的阵法了。要么赚灵石，要么提升实力，自己去采。陈安揉了揉太阳穴，还是得多开发几个客户，提升上中频率啊。陈安的眼神重新坚定起来，先回去将灵偶点化了再说。计划清晰之后，陈安不再犹豫，他捧着阵法书，快步返回清月峰。谁知刚离开房室没多远，陈安身形猛地一顿，前方不远处是2道走着熟悉的身影，其中一人观察着四周，缓缓说道：“王虎玉简消失的最后位置，应该就是在这附近。”那身影陈安熟悉，正是烈阳峰的王轩和赵坤2人。陈安心中一惊，一个闪身，躲在路旁一块半人高的青石后。不远处，王轩蹲在地上，手指捻起一撮暗褐色的泥土。这个位置陈安可太熟悉了，王虎的尸体就被自己埋在了那里。赵坤站在王轩的身后，显然是已经从陈安那一拳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倒是没见到他带着白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胡子的御简传讯里，最后的位置就是在这附近。王轩的声音带着冷意。赵坤环顾四周，这里地形复杂，倒是个葬人的地方。找！王轩站起身，目光像刀子般刮过四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2人开始分头搜寻。陈安贴在青石后，冷汗从背后渗了出来。照这个情况下去，不出一会儿，2人必会发现王虎的尸体。果然，1刻钟后，赵坤的低呼传来：“轩哥，这边！”王轩快步走去，来到一片半人高的草丛前。赵坤伸手拨开草丛，露出一只苍白僵硬的手。王轩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蹲下身，仔细观察着被草草埋在泥土里的尸体。虽然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但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王虎，而且致命伤清晰可见，胸口处有一个碗口大的凹陷，一拳秒杀。王轩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疑惑。好狠的手段，难不成用的是崩山镜？崩山镜是烈阳峰外门弟子修习的基础拳法之一，讲究蓄力于一点，瞬间爆发。胡子是炼气1层。王轩缓缓站直，攥紧的拳头发白，能一拳打死他，对方至少是个炼气4层。他猛地扭头查，王轩从牙缝里挤出字来。从胡子失踪的那天开始，所有在这附近出现过的练过崩山镜的炼气3、4以上的人，一个都别落下。赵坤蹲下身，仔细查看了一番伤口，忽然咦了一声：“轩哥，这拳印的发力方式，你看这骨骼碎裂的走向，似乎和崩山镜有些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赵坤又盯着伤口看了片刻，忽然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想起来了！”赵坤惊呼道：“这种伤口我见过，他妈的就是前几天前有个小子也是这样，一拳把我打得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王轩眼神一凝：“是谁？”赵坤想了想，缓缓吐出几个字：“新月房的鼎炉，叫什么？陈九。”陈九。王轩一愣，这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回忆了片刻，王轩忽然睁大了眼睛：“妈的，居然是他！谁啊，轩哥？”赵坤有些疑惑：“一个熟人罢了。”王轩盯着王虎的尸体，眼神阴鸷得能滴出水来。他想起了当时鼎炉测试时自己被陈安弄得颜面扫地的样子，正愁没借口收拾他呢。如果真是他的话，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将王虎的尸体收进储物袋，把这里处理干净。胡子的仇我要亲自报。收好尸体后，2人又仔细清理了一遍周围的脚印，这才匆匆离开。等到2人离开许久，陈安这才悄悄地从石头后面出来。
后背的衣料已经被冷汗浸透，这也能被认出来？陈安有些哭笑不得，这也太巧了点。7伤拳他一共就使过3次，这3次居然全打到烈阳峰的熟人身上了。现在自己算是彻底被惦记上了。他沉着脸向王轩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迅速起身，沿着小路快步朝清月峰方向奔去。回到疏影轩内，陈安将门窗关紧，又检查了一遍院外无人窥探，这才盘膝坐在房间的中央。他先将阵法书小心收起，然后取出了百段火晶的玉盒，随后陈安便将灵偶唤了出来，开始点化。陈安在心中默念：灵品材料百段火晶，请确认是否消耗百段火晶乘1，对灵偶进行点化。确认。陈安毫不犹豫，赤红色的晶石暴露在空气中，镜室内的温度甚至随之上升了好几度。陈安按照系统引导，双手结出一个复杂的手印，印在了灵偶的灵台之上，然后咬破舌尖，逼出一滴心头精血，滴在百段火晶表面。滋，精血接触晶石的瞬间，被高温蒸腾起一缕血雾，这股血雾没有散去，反而悉数被晶石所吸收，整块百段火晶骤然爆发出一道刺目的红光。去！陈安低喝一声，将燃烧般的晶石按向灵偶胸口。晶石触及道偶身体的刹那，化作无数道赤红色流光，沿着道偶体内的经脉开始疯狂蔓延。下一刻，灵偶表面便浮现出密密麻麻类似血管的红色纹路，双眼也逐渐染上一抹赤红。陈安热得出了一身的汗，但他不敢分心，全力维持着和灵偶的连接，引导着自己的能量与灵偶进行融合，一炷香后，当最后一道红光没入灵偶眉心，房间内的温度也开始渐渐回落。灵偶缓缓睁开了眼睛，瞳孔深处金光闪烁，这灵动的神采与真人无二。点化成功，当前性能参数更新，新的面板徐徐展开。生命灵偶黄阶，状态待机，能量储存55020，修炼转化率50%，可执行指令移动修炼，能量储存抽取。陈安长长松了一口气，伸手抹了一把从额头滴落的汗。成了。他看着灵偶的面板，满意的点点头。虽然目前转化率只有50%，但是更重要的是，灵偶现在可以代替自己进行修炼，甚至自己可以和灵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接待不同的客户。他起身走到陈颖面前，伸手按在道偶肩膀上，随手将剩下的20点能量也补满。该找谁测试一下呢？陈安思索片刻，想到了白鹿。他随手摸出了白鹿的传讯玉简，发出信号后，陈安坐回了软榻之上，取出阵法书，翻到隔音阵那一页，禁幽草阵旗。他默默记下材料清单，又从储物袋里数了数自己剩余的零食，又是一大笔开销啊。陈安数完零食，脸色立刻就不好了，自己的零食完全不够，想要布阵还得需要最少100块下品零食。不管了，这钱必须得花，惦记自己的人不算少，必须保持低调。陈安收起零食，眼神坚定，尽快在这里布置个隔音阵，不然自己这里到时候天天有人叫，就太引人注意了。陈安的传讯发出后约末半个时辰，疏影轩外便响起了一阵轻柔的敲门声，伴随着一道听上去有些紧张的声音：陈师兄。陈安起身来到院中，打开了院门，门外是一身淡粉色纱裙的白鹿，低胸的款式露出白皙的脖颈。门一打开，白鹿的目光随即便被陈安身后那雅致清幽的院落以及院中那股浓郁的灵气所吸引，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惊讶。这里是清月峰的高级弟子区。白鹿难以置信地问道：怎么，我的技巧不高级吗？陈安挑了挑眉：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白鹿脸一红，紧张的连连摇头，白嫩的手指绞在一处，有些不知所措。陈安忽然压低了声音，脸色严肃道：至少我去星月坊是微服私访的，现在任务结束回来了，这事你听听就好，切记不要外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可救不了你，记住了吗？白鹿一惊，怪不得他能一拳将赵坤打成重伤，原来真正的身份是清月峰的高级弟子。他看向陈安的眼神有些畏惧。记住了。陈安满意的点了点头，真乖，快进来好好让我看看。白鹿乖巧的跟在陈安身后进了院子，好奇又拘束的打量着四周。坐这里。进屋后，陈安随手指了指那张宽大的软榻，白鹿红着脸走了过去，轻轻坐在了床榻的边缘。今天叫你来呢，也没啥事，就是叙旧。陈安在他身边坐下，很自然地握住了他的手，入手是一片微凉。白鹿身子微微一颤，脸颊泛起红晕。时隔多日，有没有想我？陈安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白鹿的手背，忽然问道：赵坤的伤势怎么样了？白鹿一愣，好点了，最近都可以下床活动了。陈安点了点头，我昨天看见他了。白鹿一惊，不知道陈安是什么意思，只能默不作声。陈安看着白鹿那紧张的表情，笑了笑，放心，我这人很随和，不会随便打人的。不过陈安话锋一转，你回去最好提醒一下他，关于王虎的事，让他烂在肚子里，不然我可不保证下次会发生什么。陈安是打算让赵坤知难而退，不要在王虎的死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再找什么麻烦。王虎他怎么了？白鹿有些疑惑。你只需要转达我的话就行，记住了吗？白鹿连连点头，记住了。好，现在放松。陈安微微一笑，吻上了他的唇瓣。白鹿嘤鸣一声，身体先是一阵紧绷，随即便缓缓地软了下来，呼吸开始变得灼热。陈安抽空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栏，
生命值520，状态精力充沛，还不错。陈安放下心来，引导着白鹿退去衣衫，指尖沿着他的经络穴位缓缓游走，每一次触碰都能激起白鹿细微的颤栗。白鹿闭上眼睛，双臂环住他的脖颈。结束之后，陈安放下白鹿，看了一眼面板，生命值消耗200点，获得生命上限加40，当前生命值320560，精力匮乏，一股疲惫感涌上陈安的身体。昨天给秦昔年治疗确实对自己的精力造成了不少的消耗，不过这40点生命值上限性也很香，不愧是词条效果，之后和白鹿的性价比会越来越高。师兄，白鹿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脸色却十分惊喜，我好像快要触碰到炼气3层的门槛了，是吗？陈安抚摸着他的头发，那我再帮你一把吧。白鹿将脸埋进被子，如水的双眸盯着陈安，师兄，你还行吗？陈安笑了笑，闭上眼睛。白鹿乖巧的点了点头，用被子将整个脸都蒙上。陈安随即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来到院中，随后他眼中金芒一闪，灵偶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今天的重头戏，他要用白鹿来实际测试一下灵偶真实的修炼情况。陈安将意识一收，心神沉入到灵偶体内。下一刻，陈安眼前的视角变了，他大致扫了一眼状态栏，这灵偶的状态栏里甚至没有精力条。他控制着灵偶走进房间，动作在陈安的操控之下显得非常自然。灵偶修炼结束，能量消耗300点，修炼转化率50%，获得生命上限加30，当前能量220590。陈安长地舒了一口气，眼中金光闪烁，原来灵偶也可以触发魏武一封的词条。原本增加的60点生命上限，通过灵偶50%的转化率变成了30点，加在了自己本体身上。更重要的是，白鹿全程沉浸其中，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他将灵偶清洗了一番，然后收了起来。回到房间，陈安也感到一阵困意袭来，他便在白鹿身边躺了下来。舒影轩也是安静了下来，一时间只剩下了房间内2人均匀的呼吸声，以及房中残留的那一片春光旖旎。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白鹿的脸庞上，她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睛。身侧空无一人，只有被褥间残留耐若有若无的气息。白鹿撑起身，露出布满淡淡红痕的肌肤，她脸颊一热，连忙抓起衣物穿戴整齐。推开房门，陈安正坐在院中的石桌旁喝茶，见白鹿出来，笑了笑，醒了，小懒虫。白鹿脸更红了，他往陈安身边走了几步，小声道，师兄，你昨晚弄疼我了。陈安点头，那我今晚再努力一些。白鹿像是想起了什么，轻叹一声，师兄，这2天我恐怕不能来这里了。陈安皱眉，他现在稳定的修炼只有2个，一个他，一个林月儿。林月儿目前住在星月房，离得有些远，不太方便，所以他可不能掉链子。为什么？陈安问道。赵坤在青龙堂接了个任务，我要和他离开一段时间。任务？陈安露出了好奇之色，师兄不知道吗？白鹿露出一丝诧异之色。青龙堂会那里会发布任务，完成任务可以换取贡献和灵石，这对外门弟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赚取积分和灵石的渠道。这样啊，陈安点了点头。赵坤接的是什么任务？好像是采集类的，要下山去找10株冰心莲，奖励好像是50贡献值和100颗灵石。这么多，陈安有些吃惊，这来钱可不比自己上周慢啊。白鹿点了点头，偷偷看了一眼陈安的表情。师兄，那我先走了。好，回来了联系我。陈安点点头，目送白鹿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为了不断的触发魏武一封，他不能强迫白鹿就在这里，那样赵坤会怀疑的。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清茶，面板展开，生命值50590，精力充沛，能量储存220590。自己目前的生命值基本相当于那些炼气5层或6层的修士，但是自己的手段却很单一，一是没有防御的能力，只能想办法打先手；二是自己的7伤拳用起来有些费命。而且虽然花清月下令封锁了秦昔年即将突破的消息，但是陈安心里还是隐隐有些担心，因为那天自己在治疗时，在场的还有一人，烈阳峰主赵烈阳。那天在清月殿，赵烈阳亲眼目睹了治疗全过程，甚至看到了他动用7伤拳。由于那天的事情，这赵烈阳对自己的怨念肯定是极深。一个能逆转走火入魔的鼎炉，能一拳将炼气9重的赵元浩打成重伤。若是赵烈阳有心的话，随便哪个消息传出去，在外门这种地方，就相当于把他架在火上烤。另外，王轩似乎也在暗中调查自己。想到这，陈安心中的喜悦被冲淡了一些，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才行。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昨天晚上灵偶的表现却远超陈安的预期。目前来看，这灵偶在修炼中的表现非常完美。虽然转化率目前只有50%，不如自己亲自上阵，但胜在安全省力。而且灵偶没有精力条，只要自己持续提供能量，他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1半的转化率还是得升级啊！陈安思忖片刻，喃喃自语道。他在脑子里大概盘算了一下，幻星珊瑚当然是首选，但一是获取难度太大，二是自己暂时没线索，实际一点的选择就是月华石了。听花清月的意思，青龙堂里就能换这玩意儿，先去青龙堂看看，攒点灵石和贡献，准备拿下月华石。陈安站起身，刚才白鹿告诉他，青龙堂在清月峰的东北方不远，
是六峰三谷共用的事务堂。陈安下了清月峰，沿着山路走了约一炷香的时间，一座高大恢宏的木质阁楼便出现在视野中。整座阁楼全用实木建成，看上去奢华又不失典雅。木楼前立着一块2人高的石碑，上书3大字“青龙堂”。此时正是上午，堂前人声鼎沸，各峰的弟子来来往往，有任务的交任务，没任务的也都聚在任务栏前挑选，甚至还有人当场摆起了摊，交易任务所得奖励。陈安走进大堂，大堂中央是一面巨大的玉壁，上面全是滚动着的密密麻麻的任务信息。大厅的后面甚至还开了一个酒肆，几个浑身是伤的弟子正在那儿灌灵酒疗伤。陈安扫了一眼，这里的弟子什么修为都有，从炼气3层到筑基，陈安甚至还看见了几个筑基后期的弟子。他走到发布任务的玉壁前，抬头看去，任务按难度和奖励分为7种颜色，从白色到紫色，等级越来越高。白色任务奖励1-100贡献值，少量零食，适合炼气3层以下。绿色任务奖励100-500贡献值，零食较多，适合炼气3到6层。蓝色任务奖励500-1000贡献值，零食丰厚，可能附带材料奖励，适合炼气6层以上。紫色任务内容面谈，奖励面谈。看来赵坤接的那个任务应该是最普通的白色任务。陈安现在的目标是攒贡献换月华石，他得打听一下月华石怎么换。这时滚动的任务面板上面几个任务引起了他的注意。白色采集，内容采集30株春宁草，春宁草大多生于岳灵山脉的春涧谷区域，奖励贡献值乘50，下品灵石乘100。备注：春宁草可用来炼制2品丹药春心丹，对修炼有一定促进作用。任务发布者：百草谷丹堂。绿色猎杀，内容清除清月峰后山西路的铁背狼巢穴，该巢穴近期频繁袭扰采药弟子，已造成3人重伤，奖励贡献值乘200，下品灵石乘500。铁背狼材料归任务参与者所有。备注：铁背狼为1阶终极妖兽，皮糙肉厚，擅长合击。绿色探索，内容探索揽月峰外围一处新发现的洞穴，绘制洞穴内部地图，奖励贡献值乘100，下品灵石乘300。备注：洞穴内可能有未知风险，探索范围不得超过地下100丈。任务发布者：揽月峰执事堂。绿色探查，内容寻找揽月峰失踪弟子。绿色探查，内容寻找百草谷失踪弟子。蓝色探查，内容寻找白虎堂失踪执事。陈安的目光落在了一排任务上，连在一起大概有10几个，全是寻找失踪弟子的任务，其中也有清月峰发布的寻找失踪弟子的任务，而且看时间似乎都是在最近才发生的。陈安挑了挑眉，隐隐感觉这件事情不太简单。他接着往下看去，忽然目光一凝。绿色探查，内容寻找星月房失踪弟子，奖励贡献值100，下品灵石200。备注：该弟子于突破炼气3层之后失踪。任务发布者：星月房管事。星月房的失踪弟子，不知为何，一个面容忽然浮现在了陈安的脑海之中。失踪的这位，该不会是那位好久不联系自己的大客户吧？陈安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那个绿色任务上，寻找星月房失踪弟子，失踪女性，近期刚突破炼气3层，这些特征与苏若完全吻合。他想起自己去测试那天路过苏若住处时，看见房中无人，难不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失踪了？就这个了。陈安果断选择了这个任务。他走到玉壁旁的登记处，接任务。柜台后是一个有些消瘦的女弟子，闻言头也不抬。哪个任务？这个。陈安将任务玉简递了过去，女修接过看了看，随手扔了回来。玄字743号任务，令牌给我登记一下。另外，绿色任务手续费10块零食，还有手续费。陈安疑惑道，然后将令牌递了过去。新来的，不想交手续费也行，你可以选择不接。女弟子嗤笑一声，随手将陈安递过来的令牌。下一刻，女弟子的笑容僵硬在了脸上。白玉令牌。她一下子站起身来，双手将白玉令牌递了回来，有些惶恐地说道：“我不知道您是，对不起，您的令牌请收好。”陈安有些蒙圈，自己这块令牌这么屌，手续费是多少？陈安问道。师兄，什么手续费？女弟子脸上的脸色比哭还难看。她匆忙的身后的木柜中取出一枚淡青色的玉简，递给陈安。师兄，任务卷轴在这里，所有已知线索都已录入，您可详细浏览。陈安点点头，接过玉简，将意识探入。失踪弟子姓名苏若，女，17岁，几日前突破炼气3层，当天晚有时离开星月房住所，前往后山方向，至今未归。玉简内记载的信息比玉壁上显示的详细得多。苏若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星月房北侧的小径上，独自一人向后山方向走去。目击者是一名星月房的杂役，称当时天色已暗，苏若步履匆匆，神情似乎有些紧张。星月房里管事在苏若几日后察觉到有些不对，差人去后山找了一次，在后山入口处发现了他的储物袋，袋内物品完好。1日后，又有人在后山一处偏僻山坳发现打斗痕迹和一只破损发簪，经辨认是苏若所有。目前搜索陷入停滞，星月房里管事发布此任务，希望有能力的弟子继续调查。陈安收起玉简，心中疑窦丛生。储物袋被丢弃，但里面的东西却没被拿走，这不是劫财。而那处打斗痕迹和破损的发簪，
证明苏若确实是遇到了危险。陈安沉思片刻，转身离开了青龙堂。半个时辰后，陈安出现在了星月房入口。熟悉的景色，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只是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哪个可供随意采捕的鼎炉了。他径直走向苏若住的小院，院门虚掩，陈安推门而入。小院收拾得很干净，但似乎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院中落了一层薄灰。陈安将屋里屋外仔细查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陈安正思索间，院外忽然传来脚步声，一道窈窕的身影走了进来，四目相对，两人都愣住了。林月儿站在门口，脸上写满了惊讶。你怎么在这儿？林月儿依旧是那副热情奔放的模样，气息也比上次见面时浑厚了些，看来炼气3层的修为已经稳固了。师姐好啊，陈安坦然道。想我了吗？林月儿一阵风似的来到陈安身边，目光扫过。等等，你这身衣服，还有你腰上那令牌。他的眼睛渐渐睁大，最后瞪得滚圆，居然是清月峰的白玉令牌。林月儿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了。你入了清月峰？陈安笑着点了点头。林月儿看着那枚令牌，激动的脸色通红。这才几天啊，你不是去参加鼎炉测试了吗？怎么就直接他们峰主看上我了？陈安随口说道。你呢？到了外门想去哪里？林月儿撇撇嘴，不确定呢，得考核过后才知道。不过以我的修为，清月峰肯定是不用想了。他眼神复杂的看着陈安，早知道你有这造化，当初就该直接收了你。陈安看着林月儿那红彤彤的脸庞，忽然上前一步，两人距离骤然拉近。林月儿甚至能感受到他呼出的气息拂过自己的脸颊，他感觉到自己的腰被陈安揽在了怀里，现在收也不晚。陈安低头看着他，林师姐，这么久不见，不想试试我现在的手艺有没有长进？林月儿水汪汪的眼睛眨了又眨，她不是未经人事的雏儿，但陈安这种调戏，配合着他如今的身份，让他心跳骤然加速。好呀！说完，林月儿主动吻了上去，陈安的手也没闲着，他熟练的伸向林月儿的衣带，外衫滑落，露出里面雪白色的内衬。林月儿发出一声压抑的声音。陈安将她打横抱起，走向院中的竹椅，衣裙乱飞。终于，两人瘫倒在椅子上，浑身是汗，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好半晌，林月儿才缓过气来，她侧过头，看着陈安近在咫尺的脸。好弟弟，你比以前还要厉害呢。林月儿轻声说道。陈安笑了笑，随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栏，生命值20630，精力匮乏，灵偶能量储存36030。自己这次和林月儿的修炼效果还可以，消耗了不到300点生命，最大生命值提升了40点。他现在的精力也就勉强支撑他一天修炼一次，再多就透支了。想了想，他问林月儿：“你今晚还在品月轩住吗？”林月儿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怎么，吃不够吗？”陈安点了点头：“晚上如果有空，我再来吃个宵夜。”讨厌！林月儿的大眼睛一闪一闪，一脸娇羞。陈安服下一颗养心丹，然后又往灵偶里充了100点生命值。他打算今晚让灵偶来林月儿身上试一试，如果连林月儿也发现不了异常的话，那以后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但是现在他还有正事没有办。陈安舒服的伸了个懒腰，然后帮林月儿套上了衣衫。我回这里其实还有一件事。陈安看着一身香汗的林月儿，苏若失踪了。林月儿坐在陈安的腿上，听见陈安的话后一愣。我听李管事说过这件事，听说失踪有好几天了。陈安点了点头，李管事在青龙堂发了任务，被我接下来了。林月儿双手环绕陈安的脖子，那你打算怎么查？线索上说，陈安调整了一下坐姿，有人看见苏若失踪当天在去后山前，曾在自己住处门口与一名模样俊秀的男人交谈了片刻。男人离开后不久，苏若便一个人去了后山。林月儿想了想，需要我帮忙吗？你连一点修为也没有，万一碰到危险怎么办？陈安摇了摇头，不用，你这2天还得参加考核，得好好准备。林月儿咬了咬嘴唇，掏出一枚玉简，办事要小心，有危险立刻捏碎玉简。从林月儿的小院出来时，天边已经起了晚霞。陈安整理了一下衣襟，朝着星月房深处走去。他打算找李管事再问一问情况。李管事正坐在案前核对账本，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陈安，有些惊讶的抬起头：“陈兄弟，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咦，李管事的笑容僵在脸上，目光落在了钉在陈安腰间那块白玉令牌上。啪嗒，李管事手里的毛笔掉在了账本上。他猛地站起身，动作太急，带着椅子向后倒去。白玉令！李管事膝盖一软，就要往下跪。小的见过陈大人。陈安连忙把李管事扶了起来，不准跪。李管事勉强站起身，脸上的震撼之色无以复加。这才几天，这人从他星月房里的鼎炉摇身变成了清月峰的核心弟子，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啊！陈安也是非常震惊，花清月给自己的这玩意儿这么好用吗？李管事悄悄擦了一把汗，不知陈兄、陈大人今日来此有何吩咐？陈安也不绕弯子，直接拿出任务玉简。李管事不必拘束，我来时找你问一问有关于苏若的事。李管事一愣，随即露出恍然之色，原来如此，太好了！李管事将请陈安坐下，自己站在了一旁。陈大人，苏若那姑娘长得漂亮，惦记她的人着实不少。李管事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她失踪那天，房里有个叫刘三的杂役看见她在听雨阁门口和一个男弟子说话。李管事压低声音：刘三父，则星月坊北区的叶巡，
他说当时天色将暗未暗，他正好路过，多看了2眼。这个刘三记得那男弟子的长相吗？刘三说那人穿着外门弟子服，模样挺俊秀，左眼角好像有颗很小的痣。刘三现在在哪儿？陈安问。现在应该在后厨，我这就去叫他。李管事说着就要往外走。不用，陈安站起身，带我去见他。后厨在新月房西边，这会儿正是准备晚饭的时候，10几个杂役忙得热火朝天。李管事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刘三，刘三，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一个瘦小黝黑的中年汉子从灶台后匆匆跑了出来。大人，来了来了！他擦着手小跑过来，看见陈安腰间挂着的那块白玉令牌时，表情瞬间变得局促起来。陈安也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说说你看见苏若那天晚上的事情。刘三咽了口唾沫，努力回忆道：那天大概是有13刻，天还没全黑，我送菜回来，抄近道走的是苏姑娘的那条巷子，远远看见她站在院门口，跟一个男的在说话。那男的挺高的，比苏姑娘高1个头还多。刘三挠挠头，模样长得挺周正，左眼角这里有颗很小的痣。陈安追问还有什么吗？刘三想了想，我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只看见那男的说了几句。苏姑娘看上去有些激动，点了点头，然后那男的就走了。苏姑娘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就回了房间，然后我就回后厨忙了。刘三接着说道，再后来听说苏姑娘失踪，李管事带人去找，我才想起来这事，就跟管事说了。李管事在一旁补充道，我当天晚上就带人去了后山，在山口找到了苏若的储物袋，袋子扔在草丛里，里面的东西都在。紧接着第2天，又有个采药的弟子在后山发现了打斗痕迹，还有这个。李管事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打开，里面是一只断成2截的玉簪，簪头雕着兰花，质地精美。陈安拿起半截簪子，指尖抚过断裂处，这簪子我认识。李管事低声道，苏若常戴。陈安将簪子收进怀里，打斗的山坳在哪儿？带我去看看。李管事连忙吩咐刘三去取照明用的临时灯笼。3人出了房室，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后山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灯笼散发出的淡白色光芒勉强照亮前方几丈范围，两侧的树林在黑夜之中张牙舞爪。陈安其实对这条路并不陌生，他被扔进乱葬坑的那几次走的都是这个方向。越往后山的深处走，空气中就渐渐弥漫起一股腐烂的泥土味。李管事和刘三明显紧张起来，脚步都放轻了许多。约莫走了1炷香时间，3人停在一处低矮的山坳前。就是这儿。陈安举起灯笼，附近的地面有明显的踩踏痕迹，几丛灌木被暴力折断，裸露的断枝已经有些干枯。忽然，石海中的灵藕发出一阵轻微的躁动，陈安瞬间感觉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这股气息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了约莫3里地之外的某处位置。陈安内心一喜，有线索了。惊喜之余，他十分惊讶，这灵藕居然还能帮自己锁定和自己修炼过的女人的气息。他站在原地思索片刻，转身对李管事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李管事急了：“大人，您一个人？”“没事。”陈安打断他：“我自有分寸。”陈安可不想让自己的灵藕暴露。李管事看着陈安，踌躇片刻，最后还是带着那个杂役离开了。待2人的身影消失不见，陈安便顺着灵藕感应到的位置，在黑夜中轻轻向前走去。路上坟头随处可见，有些已经塌陷，露出里面的白骨。夜风吹过，带起阵阵呜咽。又走了1刻钟，陈安拨开眼前一片茂密的荆棘丛，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下了脚步。前方不远，静静地躺着一座孤坟，苏若的气息的位置似乎就在这坟里。陈安心里一沉，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绕着坟头走了一圈，在坟堆后的一处隐秘位置，发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洞口附近散落着新鲜泥土，还混杂着几片月白色的布料。忽然，一阵微弱的声音传进了陈安的耳朵里。陈安一下子屏住呼吸，仔细听去，声音像是从地下深处传来：“求求你，放了我吧！”是苏若的声音，带着哭腔，听上去十分虚弱。另一个声音响起，是个年轻男生，语气却冰冷的不带丝毫感情：“放了你，这么完美的鼎炉，吃起来该多美味啊！”陈安闻言有些不满，苏若的味道确实不错，所以他不会同意有人抢他这口吃的。他小心翼翼地挪到洞口边，借着稀疏的月光向下望去。洞口下方是一条倾斜的通道，深不见底，尽头隐约有火光晃动。陈安没有贸然下去，他先检查了一下周围，发现并没有布什么预警的意思阵法，看来对方很自信，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地方也会有人找来。陈安将面板调出，生命值50630，灵藕能量储存40630。为了保险起见，陈安连续服下几颗养心丹，将自己和灵藕的能量全部回满。以他现在的状态，相当于拥有1260点生命值，这个血量基本相当于筑基1层的高手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下面究竟是什么情况，对方有几个人，什么修为，目前不能硬闯。陈安决定再等一等，等到后半夜下面没动静之后，自己再找机会偷摸下去。他退到距离洞口10丈外的一处灌木丛后，将自己完全隐藏在阴影中。子时3刻，月黑风高，陈安从灌木丛后缓缓站起，周围一片死寂，连虫鸣都听不见半声。洞口看上去比之前更黑了些。陈安整理了一下衣服，盯着那洞口看了半晌，下一秒，
灵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陈安的身侧。这灵偶虽然目前不能战斗，但是替自己下去侦查一下，总归是可以的。陈安在意识中下达指令，探查下方情况，遇到危险立即撤离，不要交战。灵偶点了点头，动作轻巧的像一片羽毛，悄无声息地钻入了洞口。陈安蹲回了草丛，闭上眼睛，将全部心神链接到道偶身上，视野切换。洞口后是一条倾斜向下的土道，坡度很陡，空气潮湿阴冷，混杂着一股腥腐的气味。通道大约有5、6丈深，尽头是一扇半塌的石门，石门歪斜地敞开着，门楣上刻着模糊的文字，基本看不清。灵偶穿过石门，进入了一条墓道，墓道两侧墙壁用青砖砌成，顶部呈拱形，但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已经坍塌，砖缝里长满暗绿色的苔藓。墓道向前延伸约10丈，拐过一个弯后，空间豁然开朗。这里看起来应该是主墓室，大约有5丈见方。厅中央摆着一口大黑锅，陈安揉了揉眼睛，确实没有棺材，而是一口锅。这是一口半人高的生铁大锅，架在简陋的石灶上，锅里盛着半锅浑浊的液体，表面浮着一层油脂，锅下面还有未燃尽的木炭，散发着余温。旁边的地面上也散落着骨头，而一旁的墙角处则是堆着一小堆衣物碎片，看款式似乎是外门弟子服。一个有点恶心的念头在陈安心头冒了出来，刚才说的吃不会是真吃吧？他强迫自己冷静，操控灵偶绕过那口锅，继续向前。深处是一扇虚掩的石门，缝隙里透出微弱的火光，灵偶侧着身子从缝隙挤了进来。这间石室比主墓室小上一些，四角各立着一根石柱，在墙壁上火把的映照下在地上投出阴影。墓室中央是一张石台，而石台上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身影，正是苏若。陈安的呼吸一顿，只见苏若仰躺在石台上，双手被粗麻绳分别绑在头顶两侧的石环上，双腿也被分开固定在石台尾端，让他整个身体毫无保留地展开。还好他身上的衣服还算是完整，看上去似乎还没有遭到毒手。苏若此时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陈安操控着灵偶绕着石台检查了一圈，见苏若虽然虚弱，但似乎还未受到什么伤害。而在石台后面，陈安又发现了苏若的侍女仙儿，不过仙儿的状态似乎比苏若差上很多，衣裙已经衣不蔽体，衣裙之下的亵衣被撕扯得破烂不堪，她脸色苍白，整个人蜷缩着靠在石台上，只剩下了一丝极为轻微的呼吸。仙儿的旁边放着一个红色的木箱，箱子半开着，里面堆满了各种女子的贴身衣物，有些已经被撕烂。陈安看着眼前的情景，心底涌起一股冰冷的杀意。不过一路到现在，陈安一直没发现之前说话的那个男人。他控制灵偶盾住脚步，侧耳倾听，一阵轻微但是有规律的剁砍声从右侧一条狭窄的甬道传来。陈安悄无声息地摸过去，甬道的尽头是一扇虚掩的木门，这木门明显是后来加装的，与古墓的砖石格格不入。剁砍声就是从门后传来的，在寂静的墓道里显得格外诡异。陈安来到门前，透过门缝朝里看去，这是一间耳室，墙上挂着几把剔骨刀，地上摆着几个木盆，盆里盛着暗红色的液体。一个男人的身影正背对着门，站在一张石案前。他身材修长，手里握着一把厚重的砍骨刀，正一下一下地剁着案板上的东西。陈安的视线落在案板上，那是一条白花花的大腿。陈安瞳孔骤缩，还真是拔叔啊，做人掏心掏肺的。心念一动，视野里浮现出数据面板，姓名李山，修为炼气9层，生命值950，炼气9层。陈安心一沉，脑中飞速盘算，自己目前总共是1260点生命能量，对方有950点血，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必须要先手，而且是一击致命，否则一旦对方先击中自己，凭自己的防御力根本无法抵御炼气9层修士的攻击，到时候别说用7伤拳反击了，自己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陈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时拔叔停下了手里的刀，转身朝着门口走来。陈安一惊，迅速后撤到甬道的一个缺口中。拔叔嘴里哼着小曲，看起来心情不错。他并没有发现陈安顺着甬道走到了苏若那个房间，他站在石台旁，一脸贪婪之色看着苏若的身体。中州的女人真是美啊，跟这些女人一比，家里的那些全是歪瓜裂枣。拔叔擦了擦口水，似乎有些等不及，尤其是这个，即便是放在中州也算是个极品，必须留到最后突破的时候再享用。他对着苏若流了半天的口水，最后还是按耐下心头之火，来到石台后一把扯过仙儿的头发，晚上就用你将就一下吧，不过卖相也不差，今天就煮着吃吧。仙儿被李山粗暴的动作惊得醒了过来，他虚弱地看着李山，求求你放了我吧。拔叔似乎没听到仙儿的求饶，扯着他的头发就往里面那个房间走去。墓室外的陈安眼神一凝，看来这男人不是本地人啊，看打扮倒像是西域那边的。他看着仙儿挣扎着被拖了进去，忽然灵机一动，哐当，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古墓里格外刺耳。李山的身影猛地顿住，谁？苏若被这声动静给惊醒了，他缓缓睁开眼睛，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下一刻，苏若浑身一震，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陈安从石柱后面走出，他朝着李山勾了勾手指，然后飞快地退了出去。原来是有耗子找过来了。李山一愣，
随即狞笑着追了上去。墓室里传来苏若声嘶力竭的喊声：“陈安，快跑！”陈安控制着灵偶在墓道之中穿梭，很快便回到了最初的洞口。他身子一跃，轻盈地从洞口跳出了坟墓。刚一出来，洞口另一边便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李珊右手举着砍骨刀，从墓里一跃而出，炼气9层的速度远超陈安的预估。要是这墓道再长一些，这李珊怕是直接就追上了。眨眼之间，李珊已经提刀来到灵偶身后，只有几步的距离。二话不说，手中的砍骨刀带着破风声当头劈下。砍骨刀带着凄厉的破风声当头劈下。千钧一发之际，陈安操控着灵偶，十分灵活地向左后方撤了一步。见一击不中，李珊咦了一声，收刀后撤半步，眯眼打量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动作倒挺利索。你是来找那女人的？陈安蹲在坟头后面的草丛，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李珊。对方是炼气9层，真要动起手来，无论是速度还是伤害，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必须先手，而且要一击必杀，否则就凭自己这点血量和防御，在对面眼里也就是个一刀货，不是闻到香味了而已。陈安控制灵偶和李珊交谈，意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本体找机来的致命一击。他想起自己在墓室里看到的那口大锅，忍着恶心说道。李珊眉头一皱，难不成是同道中人？你也是玄冥宗的？他也纳闷，自己藏得真的隐蔽，为什么还会有人找过来？如果是同道中人，那就好解释了，他们玄冥宗之人对于人肉的味道相当敏感。玄冥宗，陈安好像听说过这个门派，评价不怎么好，和他们合欢宗这种名门正派差别很大，而且行事诡秘，手段更是狠厉。当然，陈安点点头，一脸高深莫测地问道：“你是哪个部分的？”李珊皱眉，仔细打量着面前的陈安，惊疑不定道：“西昌国总坛的。”陈安了然，原来这玄冥宗的总坛不在中州，而是远在西域，怪不得中州那些名门正派一直查不到玄冥宗的具体位置。李珊看着陈安，忽然露出一丝恍然之色：“你居然修为，莫不是大人所说早就安插在此处的棋子？”陈安一愣，还有意外收获？他随即压低声音，一脸神秘：“不该问的别问。对，是我多嘴了。”李珊一惊，连忙住嘴。陈安见对方好像不怎么聪明的样子，继续套话：“你胆子不小啊，居然敢私自抓人，就不怕打草惊蛇，坏了大人的事情？”李珊似乎被陈安唬住了，他着急忙慌地解释道：“对不住啊，兄弟，我一时嘴馋，没忍住再说，其他兄弟也干了。”陈安心中暗暗吃惊，原来此处还不止他一个人。李珊说着，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兄弟，能不能打听一下，大人说的马上就会有大动作，到底是什么啊？”陈安一瞪眼：“这是你能打听的事儿？我问你，其他兄弟呢？”李珊咧嘴一笑：“都分散躲着呢，有事你们怎么联系？”李珊眯了眯眼睛：“兄弟，你不知道吗？”气氛微妙地凝固了一瞬。陈安暗道坏事，自己问错话了，看来这玄冥宗弟子平日里肯定有一套惯用的联系方式。他轻笑一声：“怎么，西昌总坛的人连自家兄弟都信不过？信得过，当然信得过。”李珊皮笑肉不笑：“兄弟能不能说说咱们玄冥宗的总坛在西昌哪里？”陈安的脸色沉了下来。李珊见陈安不说话，手中砍骨刀微微抬起，一步一步朝陈安走来。兄弟难不成是出门在外时间长了，忘了自己家在哪了吧？被识破了。下一刻，李珊炼气9层的威压毫无保留的爆发，他举起剔骨刀，刀锋在夜空中划过一道寒芒，朝着陈安就劈了过来。眼见李珊的后背完全暴露，陈安眼神一凝，就是现在，他从草丛中爆射而出，如幽灵一般，瞬间突进到李珊背后，拳风呼啸，朴实无华的一拳直直砸向李珊后心。这一拳，陈安没有任何保留，直接抽光了灵偶的能量，又搭上了自己的一半生命值。李珊也察觉到身后的异动，但是却感应不到一丝灵力的波动。雕虫小技，见陈安毫无修为，于是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扭头刀势一转，门户大开的朝着陈安的脖颈劈来。电光石火间，噗一声沉闷的仿佛熟透的西瓜被砸烂的声响。就在刀锋距离陈安的脖子不足1寸的时候，陈安的拳头轰在了李珊的后心，李珊整个人顿时僵在原地。他缓缓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血洞，五脏六腑被那股蛮横的力量震得粉碎。你……他张了张嘴，鲜血从口鼻中汩汩涌出。李珊到死也没想明白，一个毫无修为的家伙为什么能一拳头打死自己。李珊生命值0950，砰！尸体栽倒在地，扬起一片尘土。炼气9层，一击毙命。灵偶由于失去了全部的能量，自动回归了陈安的体内。陈安喘着粗气，单膝跪地，强烈的虚弱感如潮水般涌来，眼前阵阵发黑。生命值310630，状态气血两虚，内伤，精力油尽灯枯。本次触发背水一战词条，下次7伤拳，伤害翻倍。妈的，真险啊！陈安苦笑，那刀离自己的脖子就差了那么点，若不是自己这次投机取巧，再加上运气好了点，怕是根本就没有近身的机会，直接就脑袋搬家。他强撑着站起身，来到李珊的尸体旁。在李珊确实死透了，陈安这才开始搜身。他翻开李珊的储物袋，里面除了有几10块下品灵石、几枚丹药之外，还有1块巴掌大的金属。陈安将金属拿在手中，
物品云纹寒铁，品质蓝，特性冰寒属性，可大幅提升法器坚韧度，也可作为防御型阵法的材料。陈安心中一喜，巧了不是，自己正愁着上哪收集阵法材料呢。他将所有的东西收了起来，又仔细清理了附近的痕迹，最后将李山的尸体拖回了墓室深处，用碎石仔细掩埋。毕竟上次王虎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这次自己一定要把尸体藏好。做完这一切，他靠在墓道墙壁上，掏出几颗丹药吞了下去。他闭上眼，复盘刚才的战斗，如果不是自己抓住了那稍纵即逝的偷袭机会，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炼气9层的实力的确远超他的预估，那一刀如果砍实了，以他现在的防御力，直接就分头行动了。必须尽快搞一件防御法器，或者赶紧凑齐阵法的材料才行。陈安攥紧了拳头，毕竟他不能总指望着偷袭吧。感觉体力恢复了一些，陈安才起身走向关押苏若的石室。刚走进石室，他就对上了一双泪眼朦胧的眼睛。苏若一直被绑在石台上，外面的打斗声他能听见，却看不见。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外面的动静渐渐听不见了，苏若的心也跟着沉入谷底。陈安，苏若的声音颤抖，带着一丝难以置信。陈安快步走到石台旁，指尖划过粗麻绳，绳索应声而断，温软的娇躯撞进怀里。苏若的手死死抓住陈安的衣襟，整个人一直在颤抖。没事了，他轻轻拍打着苏若的后背。苏若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我以为我死定了。他哽咽着，手死死地攥着陈安的胳膊。你5555，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回去再说。陈安摸了摸他的头，将他横着抱起，打算回去到床上说。他抱着苏若来到夏儿身边，夏儿的状态更糟，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伤。陈安分别给2人又喂了丹药，又等了片刻，夏儿终于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他一看见苏若，立刻扑了上去。小姐，2人抱在一起，又是一阵梨花带雨。等到2人哭累了，陈安搀扶着2人出了坟墓。当晨光照在脸上时，苏若一阵恍若隔世。他看向陈安的眼神多了一种莫名情愫。谢谢你，走吧。陈安笑了笑，拉过了苏若的手，耐着性子盘算着赶紧回去一清芳泽。房室门口，李管事正搓着手来回踱步，不时伸长脖子朝后山方向张望。今时不同往日，陈安身怀白玉令，他要是在自己这里出了什么事的话，怕是花清月要把他这新月房给拆了。终于，3人的身影渐渐出现在山路拐角时，李管事先是一愣，随即一脸狂喜地冲了过来。回来了，回来了！李管事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调，他冲到陈安面前，上下打量。大人，您没事吧？没事。陈安摇了摇头。苏若皱着眉头看着李管事，怎么回事？李管事的姿态怎么如此的卑微？陈兄弟，您真是太厉害了！李管事的声音带着谄媚。我们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您一出马，直接就把苏姑娘带回来了。苏若顺着李管事的目光看去，瞳孔骤然收缩。这是白玉令牌，他在宗门图谱上见过，这是清月峰核心弟子的白玉令。他瞪大了眼睛看向陈安，想不明白这才短短几天不见，陈安怎么直接成了清月峰的核心弟子。陈安自然感觉到了苏若的目光，他捏了捏手中柔弱无骨的小手，等会再跟你解释。说完，他看向李管事，这里不方便，我们去里面说。李管事连忙侧身引路，是，大人您请。一行人回到房室内的管事房，李管事赶紧忙着沏茶，又吩咐侍女去听雨阁取来干净的衣物给苏若和夏儿更换。陈安在椅子上坐下，简单讲述了事情经过。当然，他隐去了七伤拳和灵偶，只说自己将那玄冥宗的人解决了。李管事听完倒吸一口凉气，看向陈安的眼神更多了几分敬畏。能一人解决魔教弟子，此人果然深藏不露。大人，这件事我会尽快上报宗门。李管事神色凝重，他隐隐感觉这件事情不会小。陈安点了点头，他原本也是打算回去将此事告诉花清月，让他留心李山口中那个合欢宗的大人物。几人正在交谈，新月房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沉闷如雷，夹杂着甲胄碰撞的声响，伴随着一道洪亮威严的男声骤然响起：“让开！”怎么回事？李管事脸色一变，慌忙起身。陈安也是眉头一皱，随着李管事一起来到了院中。院门外，一队披盔戴甲的人马涌了进来。这队人马清一色玄甲佩刀，带着浓稠的杀气，眼神锐利如鹰，每一步踏出，地面都微微震颤，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之人。为首的是个中年男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面容刚毅，一身玄黑色重甲，甲胄上刻着云纹，腰间悬着一柄4尺长的战刀。李管事一下子愣在原地，中州朝廷的人来他这新月房做什么？他连忙上前，紧张的满脸通红，不知将军驾临，有失远迎。中年男子没理他，目光在院中扫过，渐渐定格。沉默片刻，他开口，声音低沉如闷雷：“闹够了没有？”目光所指之处，苏若咬着嘴唇，脸色刷得变得惨白。短短6个字，却带着千军万马般的压迫感。夏儿吓得缩在墙角，李管事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陈安眉头一皱，察觉到此事定是没那么简单，他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将苏若护至身前。中年男人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淡淡道：“本将镇西大将军苏烈，家兄是中州云起书院院长。”说完，苏烈顿了顿，又看向苏若：“今日
特奉家兄之命，来此将家兄之不孝女苏若带回中州。陈安瞳孔骤缩，镇西大将军就是那位坐拥雄兵30万的镇西将军。卧槽，大人物啊！怪不得苏若气质不凡，出手大方。他想过这女人的身份应该不简单，但他万万没想到，这女人竟然是中州朝廷书院院长的女儿。陈安一下子懵了，如此背景的苏若怎么会跑来合欢宗当个外门弟子？而自己好像还把他……二叔，苏若声音发颤，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哼！苏烈冷哼一声，若非你魂牌昨夜示警，大哥也不会施展观天术。没想到你竟躲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4个字，苏烈咬字极重，似乎毫不掩饰心中的嫌恶。看不起谁呢？这地方多好啊！陈安撇了撇嘴，苏若眼圈红了。二叔，我来此处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即便是修炼合欢之术，也不会嫁给那个人。胡闹！苏烈一声厉喝，婚姻大事岂容你任性妄为？你私自离家，躲入这等门派，成何体统？苏若眼泪夺眶而出。可是二叔，我真的不喜欢他。我够了！苏烈打断他，不再看他，转而看向李管事。你是此地主师？李管事连忙躬身，小人李德福，新月坊管事。苏若在此期间承蒙照顾。苏烈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锦袋扔过去，这是谢礼。锦袋落在桌上，发出沉甸甸的声响，里面至少是上百块零食。李管事眼都直了，但他哪里敢收？将军言重了，这是小的分内之事，收下。苏烈不容置疑，毫无感情的目光看向李管事，这件事不许外传。是。李管事连连点头。苏烈点点头，重新看向苏若，收拾东西，跟我回去。我不走。苏若猛地抓住陈安的衣袖，卧槽，愚蠢！陈安吓了一跳，心中大骂一声，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苏烈这才注意到陈安，他是何人？苏烈问的不是陈安，而是苏若。苏若咬了咬嘴唇，并没有回答。陈安叹了口气，陈安，合欢宗弟子，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事吗？到时候你再把那天晚上的事说出去，那我不完蛋了。苏烈眼神在陈安身上扫了一下，便移开了目光，对亲卫下令，带小姐走。2名亲卫上前来到了苏若身边，却迟疑着不敢动手。二叔！苏若泪水连连，看向苏烈，还不动手？苏烈大喝一声，那2名亲卫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苏若一左一右架了起来，生怕弄断了这位姑奶奶一根头发。等一下！苏若一阵挣扎，那2名亲卫连忙松开了手。苏若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苏烈，随后转过头和陈安面对面站着。他伸手从怀中掏出一块带着体香的丝帕，放进了陈安手中。等你去了中州，一定要来找我。陈安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美人，攥了攥手里的丝帕，真可惜，本来想着晚上还能来一发。陈安伸手擦了擦苏若脸上的泪珠，点了点头。放心吧。苏若深深地看了陈安一眼，然后又和仙儿和李管事分别告了别，这才来到了苏烈身边。苏烈点了点头，示意亲兵给苏若牵来一匹骏马。苏若翻身上马，忽然回眸，他对着陈安，虽眼中带泪，却嫣然一笑。那笑容陈安看得真切，脑子竟一时间有些恍惚。等众人离开，院子里顿时一片寂静。李管事这才敢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个锦袋推到陈安面前。大人，这一人一半。陈安果断拿起袋子，分了一些零食给了李管事。今日之事，你最好按他说的办。是，小的明白。陈安看着远处那队人马渐渐消失在视野中，轻叹一声，正要转身离开，院门外忽然又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名铁骑绝尘而来，在陈安面前勒马，翻身下地，将一个木盒递了过来。这是将军给你的。陈安接过木盒，里面的东西很沉。铁骑见陈安接下，不再多言，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待马蹄声远去，陈安低头看向手中的木盒，盒子通体黑色，似乎是用整块黑檀木制成，没有任何纹饰，但材质细腻，入手温润。他掀开盒盖，里面垫着暗红色的丝绸，正中躺着一块椭圆形的墨玉。陈安一愣，又仔细端详，这玉表面没有任何雕刻纹路，通体漆黑如墨，阳光一照，却又泛出一丝亮光。陈安将玉佩拿起，入手是一股冰凉细腻的手感，这绝对是一块上好的玉。他瞬间了然，苏烈怕是早就看出了自己和苏若的关系，这块玉既是分手费，也是封口费，意思很明白，拿了东西忘了苏若，以后不能再有瓜葛，倒是大方。陈安摩挲着玉佩表面，若是将这玩意儿拿去卖，自己怕是能一夜暴富，但他不打算卖。一来这种不凡之物贸然出手容易惹祸上身，二来是凭苏烈的地位，他不可能给自己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这块玉肯定是有什么特殊作用的，只是自己还不清楚，先收着吧。陈安将玉佩贴身藏好，忽然感觉到心头一丝燥热。原本他以为今晚可以好好开心一下，自己这次救了苏若的命，上次苏若没有答应自己性的要求，今晚应该能成，自己也能专业对口，好好安慰一下受惊的大美人，顺便提升点生命上限。结果人直接被带走了，自己连口汤都没喝上，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这女人自己怕是再也摸不着了。没办法，等级太高，不是自己能碰的。陈安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苏若那张迷人的俏脸和火爆的身段，心中一阵可惜。操！他啐了一口，转身往新月房深处走去。不行，心里这股火得发泄出去。他打算去找灵月儿，
来到品月轩时，陈安正好看见柔儿关上了院门，神色匆匆地提着一个包裹，正打算离开。柔儿妹妹，陈安笑着打了个招呼。陈公子。柔儿一脸惊喜，你去哪里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出了一趟门，你这是准备去啊？林师姐呢？师姐3天后要参加烈阳峰的考核，已经搬过去了，我现在也得赶过去。搬走了？陈安一愣，这么快吗？今天来了个师哥，专门帮月儿师姐安排的。柔儿点头，抬头看了一眼天色。陈公子，我得走了，得空了去烈阳峰找我们啊。陈安眼前一黑，不是，自己的客户全他妈跑了。他站在空荡荡的院门前，看着柔儿神色匆匆的离开，只觉得一股邪火在体内乱窜，烧得他口干舌燥。他疑惑地看向自己的面板，生命值550630，精力不济。不对啊，精力明明还没有恢复啊，怎么这股子邪火这么大呢？估计是被苏若的事刺激的。陈安有些烦躁，他挠了挠头，转身朝青龙堂走去。先就去把任务奖励领了，然后回清月峰看看有没有高质量的女修，实在不行找个侍女先解决一下。很快，陈安便回到了青龙堂，此时依旧是人声鼎沸。他径直走到交接处，将任务玉简放在台面上。一位弟子将玉简拿起，确认无误后，将一个袋子递给了陈安。玄字743号任务完成，奖励贡献值100点，下品灵石200块。陈安接过灵石，忽然看见腰间的白玉令白光一闪，在令牌背面多了一行细小的数字，贡献值100。领完奖励之后，陈安便又来到大堂中间的玉壁处，打算看看还有什么适合自己的人物。忽然他眼神一亮，玉壁上一条任务引起了他的注意，蓝色治疗内容：本堂一位炼气6层弟子外出执行任务时遭魔修伏击，阴寒之气侵入心脉，需一名男性弟子进行双修疗伤，要求掌握双修技法，生命力旺盛者为佳，奖励贡献值200点，下品灵石500块。发布者执法堂。这不是想睡觉就来个枕头。按照他的经验，对方修为越高，自己的体验感越好，更何况对方现在急需疗伤，必然会全力配合，自己现在正好一身火气没地方撒，这体验感绝对差不了。而且陈安隐隐感觉任务里提到的这个魔修应该和自己昨天碰见的那个李山有关系，自己疗伤时顺便可以问一下，若是能掌握到什么情报也好和花清月汇报，正好就当还他的人情。接了，陈安毫不犹豫地走到玉壁前一顿操作，领到了任务玉简。陈安看了一眼天色，见已经是夕阳西下，正好天黑好办事。他快步走出青龙堂，朝着执法堂方向走去。执法堂和青龙堂离得不远，是一座气势森严的黑色石楼，门口立着2尊狰狞的石兽，匾额上执法堂3个大字铁画银钩。陈安赶在日落前到达了执法堂门口。什么人？门口一名执事看见陈安，冷声喝道。陈安亮出任务玉简，递给了那名执事。执事对着任务玉简看了看，随手抛还给了陈安3楼最里面的房间。陈安沿着执法堂高高的黑玉石阶迈步而上，来到了3楼最深处的那扇屋门，此时虚掩着，从里面透出一丝暖黄色光亮。陈安来到门前，一下子便闻到了一股草药的香味。他抬手敲了敲门，请进。一个听起来又软又萌的声音从房间内传来。陈安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精致木榻，木榻之上躺着一个女人，身上盖着一层锦被。这女人脸色苍白，周身笼罩在淡淡的黑雾之中，明显就是任务中提到的那名受伤的女修了。陈安第一反应笑看了看胸和腿，然后再看了看脸，8分，可以接受。不过让陈安意外的是，在木榻前的桌椅上还坐着一个女人。那女子身穿青绿色衣裙，模样约莫20出头，正低头查看床上许如月的伤势。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温婉清秀的面容。青裙女子见陈安进来，秀眉微蹙，露出一丝疑惑之色。你是？她开口，声音轻柔却很清晰。陈安亮出任务玉简。你好，上门服务。女人看了一眼陈安的玉简，旋即一笑。你好呀，百药谷木婉清。木婉清微微颔首，目光在陈安身上停留片刻，眉头却轻轻蹙起。陈安知道这女人是看出了自己没有修为，却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耸耸肩，坦然道：我体质有些特殊罢了。木婉清眼中闪过惊讶，连忙侧身让开位置。许师妹中的是玄冥宗的阴煞掌，煞气已侵入心脉，我以为她服下丹药，但是要让药力完全发散，还需要辅以双修之法。他顿了顿，犹豫道：此法对经脉中的生命气息有着不小的要求。木婉清想说的是，如果陈安的生命力量太弱的话，不仅不会起到治疗效果，然而会让陈安自身陷入危险的境地。没问题，我不小。陈安对着木婉一笑。木婉清轻轻点头，旋即起身，主动将床榻之上的纱幔放下，然后退出了房间。陈安走到石床前，观察着许如月的状态。他此时眉头微皱，一身外袍已经褪去，只留下了一件素白色的贴身内衬，衣料很薄，被汗水浸湿后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起伏的曲线，能隐约看见内衬之下白皙的皮肤。陈安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先调息凝神片刻，脑海中回忆着金平诀中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的动作，毕竟昏迷的人是不会拒绝的。片刻，
陈安的手伸向了许如月身上最后的那一层衣物，因为他身中阴煞之气，陈安担心 spell 会加速那股煞气对许如月的侵蚀速度，所以直接略过了这一步。房间内响起一阵暧昧的声音，穆婉清安静地立于3楼的一处窗口，望向窗外的群山。他真的能行吗？他恬静的脸上露出一丝好奇之色。忽然，房间内传来许如月一声痛苦的喊声，穆婉清面色一变，连忙来到门外。没事吧？需要帮助吗？我倒是不介意。陈安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穆婉清反应过来陈安的意思之后，脸色一红。将近1个时辰的时间之后，床榻之上的许如月缓缓睁开了眼睛，她目光中满是迷茫之色。当看到上方一脸大汗的陈安，忽然脸色一变，啊！一声惊恐的尖叫从房间内传了出来。看来是治好了，叫得这么使劲。陈安抹了一把汗，翻身下床，来到桌子旁，拿起桌上的茶水，咕嘟咕嘟灌了起来。你是何人？许如月用被褥盖住身体，又羞又气地看向陈安。门被迅速推开，一直等在门外的穆婉清快步走了进来。他一眼便瞅见许如月正裹着被褥缩在床榻一角，俏脸通红，眼中还残留着羞愤惊慌之色。而陈安则是袒胸露乳，大大咧咧地坐在桌边喝茶。许师妹，你醒了。穆婉清来到床边，一边仔细观察许如月的面色，一边探手去搭她的腕脉。这一探之下，穆婉清清秀的脸上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方才还盘踞在许如月经脉深处的那股阴煞之气，此刻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非但如此，她体内经脉畅通，气血充盈，甚至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刚刚受过重伤之人。穆婉清猛地转头看向陈安，美眸中满是震惊与探究。你是如何做到的？他身为百药谷真传弟子，自有研习丹道医理，深知阴煞掌的厉害。寻常疗伤之法只能暂时压制，需配合阳属性丹药长期调理，方能慢慢拔出。即便借助双修之法导引阳气，也需要经过多次引气，将那股煞气引出体外。可眼前这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直接将阴煞驱除，这简直违背了他所知的医理常识。一个念头在穆婉清的心中冒了出来，此人根本就不是没有修为，而是修为高深到连自己都无法看透。外门何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穆婉清心中念头急转，看向陈安的目光越发好奇。穆师姐。许如月这时也逐渐反应过来，意识到那个男人是在给自己治疗。之前那如复古之躯般冰寒刺痛的感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暖洋洋的生机在四肢百骸流淌。他看向陈安，眼神之中满是感激之色。多谢道友相救。不用客气。陈安看着许如月，脑海中回忆着刚才他那迷离的表情。这时房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沉稳的脚步声，一个面容冷峻的女人推门而入。她身穿一身深紫色紧身劲装，整个人显得英姿飒爽。她目光如电，先扫过屋内3人，最后落在许如月身上。副堂主。穆婉清与许如月连忙行礼，陈安也站起身，微微颔首。来人正是执法堂副堂主厉红秀。不必多礼。厉红秀声音干脆，径直走到床榻边，锐利的目光看向许如月。你醒了，感觉如何？回复堂主，弟子已无大碍。许如月恭敬回道。厉红秀点点头，伸手虚按在许如月额前，一股精纯的神识之力探入，片刻后收回，随即点了点头，眼中也掠过一丝亚色。他看向穆婉清，多谢穆师侄，这次我欠你们百药谷一个人情。副堂主，是他。穆婉清虚手一抬，目光看向陈安。厉红秀原本以为陈安是跟着穆婉清过来的小伙计，此时却听穆婉清说是陈安，眼中也掠过一丝亚色。你也是百药谷的弟子吗？不是，我清月峰的。厉红秀点了点头，原来是花长老的高徒，多谢了。然后他转身，一脸肃容对许如月道：你既已醒来，便仔细回想一下事情经过。近来宗门弟子接连失踪，宗门对此事十分重视，所以你所说之言至关重要，务必要事无巨细，仔细道来。许如月见厉红秀如此严肃，也感觉到了此事的严重，他压下心中杂念，深吸一口气，努力回忆起来。那日弟子奉命与在灵月山脉外围执行例行巡查任务。许如月声音微颤，行至落阴涧附近时，忽然感觉从林中传来一阵异香。我察觉不对，立刻屏息闭窍，但还是晚了。他露出一丝后怕之色。不过几息功夫，我便觉头晕目眩，浑身酸软，最后直接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我发现被绑在一处昏暗的地宫之中。许如月抱紧了双臂，艰难地继续道。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穿着黑袍的人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个瓦罐。我看到那瓦罐里煮的东西似乎是人的手指。许如月越说脸越白，陈安越听越觉得许如月所说之人与自己那日劫持苏若的玄冥宗弟子何其相似，都喜欢待在地底下，都喜欢做人。穆婉清面露一丝不忍之色，厉红秀则是眼神愈发冰冷。许如月缓了缓，继续道：我趁他低头吃东西，心一横，拼着经脉受损，用尽全力朝他击，虽然将他击伤，但自己也被他反手一击击中。我借着力道往后一跃，又在地宫中和他周旋了好久，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拼死逃出了地宫。许如月说完，长长舒了一口气。厉红秀沉默片刻，问道：你可知晓那魔修的身份？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许如月摇了摇头，他一句话也没说过。不过看面相，
似乎不是我中州人士。另外，我还在地宫之中一处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灵石，应是那魔修所携带的物资。地宫位置在何处？你还记得吗？许如月回忆道，在灵月山脉西边不远的一处陡峭山崖之下，入口不远处有一处瀑布。厉红秀点了点头，看向许如月，很好，这些信息很重要，你先好好休养，有关此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明白吗？弟子明白。许如月郑重应道。穆婉清此时上前一步，厉堂主，能否借一步说话？厉红秀看了一眼穆婉清，点了点头，随即对许如月又嘱咐了几句，便转身出门。穆婉清跟在厉红秀身后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陈安还在许如月身前发愣，便招了招手，来啊。陈安看了一眼床上楚楚可怜的许如月，不用我再给她巩固治疗一下吗？穆婉清气笑了，不用，快点过来。陈安叹了口气，跟着穆婉清出了房门。三人来到一处大房间，看陈列应该是厉红秀平日里处理事务之处。厉红秀招呼两人落座，又吩咐弟子看茶。穆婉清手捧清茶，看向陈安，陈道友，你方才为许师妹疗伤时，除了驱散阴煞，可曾在她体内发现其他异常情况？陈安不动声色，穆师姐何出此问？穆婉清看向厉红秀，叹了口气，厉堂主，实不相瞒，近日我百药谷丹房失窃了一批锁魂丹，此丹本用于稳固重伤者神魂，但若落入有心之人之手，配合特定手法，便可影响甚至操控他人心智，所以我担心。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很明显。陈安想起治疗时气息经过在许如月心脉深处时，确实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波动，但他当时以为是许如月正常的身体反应，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是有一点异样。陈安斟酌一下，但陈某学艺不精，不敢确定，也未敢煽动。穆婉清闻言，反而眼睛一亮，此人居然能察觉到连他都未曾从脉象中诊出的细微异样，更是印证了此人定然不简单。厉红秀的眉头却皱了起来，可有办法驱除？穆婉清点头，有办法，但却有些麻烦，需将如月师姐送至我百药谷。还有，穆婉清说着一顿，声音低了一些，治疗时如月师姐身边怕是离不得人。厉红秀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师侄放心，我自会安排。穆婉清笑着道，多谢厉堂主。厉红秀摆摆手，又转向陈安，语气稍缓，这位师弟如何称呼？陈安。厉红秀点点头，露出一抹笑容。陈安师弟救治有功，一会儿去事务房领些零食。陈安一喜，居然还有小费，多谢堂主。今日之事，尤其是关于那所魂丹之事，你二人务必要保密，不可向外人透露。若是之后还发现什么关于此事的线索，可以凭借此令牌直接来执法堂找我。厉红秀说着，拿出2枚黑铁令牌，分别交给了穆婉清和陈安。陈安和穆婉清离开执法堂时，已是暮色四合。陈安刚从执法堂的事务房又额外领了50颗灵石，现在的心情非常好。陈道友，穆婉清立在晚风中，清群微拂，侧颜温婉，眉眼带着笑意。今日之事，多谢了。不用客气，我也没有白忙活。陈安想到了许如月白花花的大腿和刚才领的灵石，以及自己又增加的40点生命值，现在最大血量已经来到了670点。穆婉清从袖中取出一块玉佩，递到陈安面前。陈道友，此乃我百药谷信物，持之可在谷内大部分区域通行无阻。道友今日展露的疗伤手段颇为神异，若对丹道医术感兴趣，或日后有需交流切磋之处，可随时来谷中寻我。此时若是有百药谷的弟子在场，见到穆婉清的举动，定是要惊掉门牙。他们眼中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穆师姐，居然会主动将信物送给一个男人。陈安接过玉佩，不动声色道，多谢穆师姐美意。交流切磋，万一我过去了，你们把我切片研究了怎么办？而且我阵法的材料还没凑齐，哪有闲心思去捣鼓丹药？穆婉清似是看穿了陈安的意兴阑珊，微微轻身，带着几分神秘。百药谷近日针对男弟子新炼制了一批养精固本的丹药，对忙于修炼、身体透支之人的裨益非常大，正欲寻几位信得过的道友免费试用，记录药效反馈。陈安闻言咳嗽了一声，我有个朋友想试一试。穆婉清眼唇轻笑，眼中闪过狡黠之色，你那位朋友若是有空，可随时来百药谷寻我。他说着，又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玉瓶，塞到陈安手中。这3枚回春丸算是今日的谢礼，可助道友快速恢复元气。说得完，穆婉清的目光又在陈安脸上停留片刻，才翩然施礼，转身离去。陈安望着那道轻影消失在暮色中，心中暗忖，倒是个妙女子，看似温婉单纯，实则心思玲珑。灵月山脉西侧的瀑布，他低声自语，想起了许如月说的地宫中的灵石，他心里开始盘算，许如月是炼气6层，他能拼死将魔修击伤，想来对方的修为最多不会超过李山的炼气9层，而自己如今生命值上限已达670点，灵偶也已经充满了电，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若是能将那批灵石搞到手，自己离月华石和阵法的材料无疑会更进一步。想到这，陈安不再犹豫，借着夜色转身朝山下走去。半个时辰后，陈安的身影出现在了灵月山脉中。合欢宗坐落于灵月山脉深处，周围全是绵延数百里的原始山林，这里灵气稀薄，人迹罕至。陈安沿着山道深入，越往里走，周遭环境越发荒僻，参天古木遮天蔽日，藤蔓如巨蟒般缠绕垂落，
地面上积着厚厚的腐叶，踩上去软绵绵的，散发出潮湿的霉味。远处不时传来不知名野兽的嚎叫，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循着许如月描述的方向向西走了约莫1个时辰，地势逐渐平坦，终于在一处空旷的平台，陈安听到了下方传来的隐约水声。他绕下平台，来到平台下方的一处地势低缓的峡谷，往里走了几步，一道约莫3丈宽的瀑布从半山腰倾泻而下，水流不算湍急，却在谷底砸出一处清潭，水汽弥漫。瀑布一旁，几块破败的石头垒成的地宫入口隐藏在齐腰的草丛中，半遮半掩，若非刻意寻找，肯定是极难发现。就是这里了。陈安眼神一凝，他没有贸然靠近，而是先躲在一块巨岩后观察了半晌，周围除了水声，别无其他动静，看不出有人活动的迹象。陈安不再犹豫，心念一动，眼中金芒微闪，灵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侧。陈安在一处草丛深处躲好，然后便操控着灵偶，悄悄地朝着地宫入口摸去。地宫入口位于一堆朽木枯草堆积之处，由于时间久远，在地面形成了一处裂缝。陈安控制着灵偶钻入裂缝，入目是一条向下的青石甬道。这条通道十分狭窄，最多也就容一人通过。旁边的石壁潮湿滑腻，长满苔藓，空气中隐约弥漫着一股土腥味和腐臭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闻起来喉咙一阵发痒。陈安控制灵偶，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深入，越往深处，光线越暗。大约下行了1炷香时间，前方传来微弱的光亮。陈安转过一个拐角，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处人工开凿的巨大地下空间，整个空间用青石堆砌而成，高10丈有余，顶部是一片片壁画。由于时间太久，大部分已经斑驳脱落，水珠从缝隙中滴答落下。在石室中央，有一座明显经过人工修整的石台，约莫3丈见方。陈安走近几步，看见石台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图案，画的似乎是人，又似乎不是，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诡异。石台周围散落着几件破烂的衣衫，看样式正是合欢宗外门弟子服饰。陈安稍稍放心，看来位置没有找错，此处便是许如月曾经被劫持之处。他控制着灵偶，隐藏在黑暗之中，静静地打量着整间石室。除了石台之外，在石室另一侧还有一座石门，看起来是一条通向更深处的通道。陈安观察了半天，并没有发现那名魔修的踪影，也没有找到许如月所说的灵石。他心中一沉，难道来晚了？那魔修嗅到了什么味道？已经离开了。他蹲在草丛之中，稍微活动了一下有些酸涩的腿，正打算操控灵偶再深入一些，看能否发现些什么。一只手悄无声息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一瞬间，陈安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有埋伏！他几乎是本能的一个侧滚翻，整个人一个小狗翻身，朝着一侧翻滚而去，砰的一声撞住了一旁的岩石。陈安疼得呲牙咧嘴的起身，然后抬头看去，他愣住了。月色如水，一个女人正站在他方才蹲伏的位置，眉眼含笑地看着他。她一袭水青色衣裙，裙摆在夜风中轻轻飞舞，裙下一双笔直的长腿若隐若现，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几缕碎发垂落在颊边，搭配着那精致到极点的五官，看上去妩媚中又透着一丝慵懒之色。陈安一时间有些窒息，是人是鬼？此地居然还有这等人间角色？你这魔修道是机灵。女人开口，声音清冷，语调却带着几分调侃之意。寻常弟子被本座近身至此，怕是连反应都来不及。女人说着，手中光华微微流转，杀意自眼底浮现，二话不说就动手。这女人这么暴力吗？陈安极力让自己摆脱小头的掌控，重新让大头开始控制局面。姬无月，金丹7层，生命值42350，42350，金丹7层。陈安惊呆了，肾上腺素疯狂分泌，从哪冒出来的金丹高手？这修为怕是不在花清月之下，而且这名字看起来还有点眼熟，而且细细看去，这一身打扮风格似乎也是合欢宗之人。前辈手下留情。陈安开口，努力稳定住自己的声线。晚辈也是合欢宗的弟子，来此事执行任务的。任务？女人歪了歪头，用傀儡执行任务？我合欢宗何时开始传授傀儡之术了？那是晚辈的家传小术，不值一提。见女人不信，陈安连忙解释，是执法堂的立堂主安排我过来此地探查的，有何凭证？女人语气淡淡。陈安连忙从怀中掏出那枚黑铁令牌。女人瞥了一眼，随后柳眉挑了挑，看向陈安的眼神多了一丝探究之色。有意思，她轻声说，那丫头居然把黑铁令给你了。那丫头？陈安心念一闪，敢问前辈是？女人没有回答，用指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陈安手中那块黑铁令牌骤然腾空而起，稳稳落入女人掌中。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姬无月。陈安脑子里嗡的一声，他想起来了，姬无月，执法堂堂主，此人有名的冷酷无情，心狠手辣，让无数合欢宗弟子们谈之色变。面对这位一言不合就要人性命的姑奶奶，陈安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半点声音。看你吓的，我还能吃了你不成？姬无月舔了舔红唇，将令牌抛还给他，动作轻盈随意。回去吧，弟弟，这里不是小朋友该来的地方。他的声音依旧温柔，但陈安却隐约听出那话中的不耐烦。陈安接过令牌，连忙应道：是，我这就走。他这会儿还哪里顾得上找什么零食？陈安便1秒都不想在这女人身边多待。而就在这时，结，
一阵嘶哑的般的笑声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陈安动作一顿，心头骤沉，借着月色，他看到从瀑布树林的阴影之中缓缓浮现出8个穿着黑袍的人影。这8人站位看似随意，实则隐隐形成一个包围圈，将瀑布前这片区域完全封锁。更可怕的是，他们散发出的竟然全都是金丹期的气息。8名金丹强者，今天自己这是捅了金丹窝了。为首一人缓缓上前一步，他面容干瘪枯槁，眼窝深陷，嘴唇泛着一丝青黑。久闻合欢宗执法堂主姬无月，冷面修罗，心狠手辣。他嘶声道：“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连探路都要带个替死鬼。”我替死鬼？陈安皱眉，你礼貌吗？姬无月神色不变，甚至唇边笑意都未曾淡去半分。嘻嘻，他的语气依旧温柔。你们几人引本座来此，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为首老者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笑得更开心了。姬堂主，老夫劝你乖乖放下抵抗的心思。虽说你修为高深，但今日我们可是有8个金丹高手，你逃不掉的。他顿了顿，大人为了你这具肉体，可是花了大力气啊。话音未落，8道杀机同时锁定姬无月，空气瞬间凝固。陈安站在姬无月身侧3步处，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快得像肋骨。他妈的，他只是想来捡点零食罢了，怎么就进了高手房了？还是生死局？姬无月却像是什么都没察觉，他伸手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鬓发，动作优雅从容。玄冥宗为了本座的身子，倒舍得下本钱。他轻声说：“这阵容，怕是围剿小型宗门都够了。”为首老者冷笑：“对付姬堂主，这点人手，老夫却还嫌不够。”确实，姬无月颔首，语气真诚：“因为本座杀光你们，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为首老者眉头一皱，姬堂主好大的口气。他笑了笑：“既如此，便让老夫领教。”黑衣人话还没说完，那8名黑袍人还没动，姬无月却先动了。他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如同一道月白色的流光，眨眼间便掠至陈安身后。陈安一瞬间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道袭向了自己后背，他大惊失色。我操！电光火石间，陈安心思瞬间通透。这娘们刚才看似一副稳如老狗的样子，实际在心里早就打好小算盘，把自己卖了，让自己当他的替死鬼，他自己好趁机逃脱。果然是蛇蝎心肠。抱歉了，小弟弟。他的声音依旧轻柔，如情人在耳旁低语：“你的人情，本座记下了。”下一瞬，他抬掌朝陈安后心推去，意图将陈安推入敌阵。只需要1瞬的时间，便足够他施展遁术脱身。生死瞬间，陈安反倒是冷静了下来。他没有躲，甚至没有尝试闪避或者反击，只是伸出手，死死攥住了姬无月腰间的裙摆，大力出奇迹。那是一条极轻极薄的月白长裙，料子柔滑如水，本就只是松松系着。陈安这一抓用上了10×10的力道，只听哧啦一声，颈脖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刺耳。月光下，那条飘逸的长裙从腰际被整个扯落，像是一朵破碎的云，飘飘然落向地面。姬无月的掌力已经拍出，却被迫生生收住了70%力道，身形一个踉跄，那一片白皙毫不保留的倾泻而出。那是2条白得近乎透明的大长腿，浑圆笔直，纤细修长，再往上，曲线陡然丰腴，勾勒出2团饱满圆润。随着他骤停的动作，轻轻的颤动，破碎的长裙之下，一条极短的亵裤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堪堪遮住腿根。姬无月愣住了，他那绝美的面容之上，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出现过这样一副表情了。不只是姬无月，不远处玄冥宗的众人也当场愣住。咕噜，为首那名阴森老者咽了口唾沫，半张着嘴，那句动手卡在喉咙里，愣是没喊出来。在场10人面面相觑，一时间竟然鸦雀无声。陈安从呆愣中恢复过来，看了看手中那片被撤下来还散发着香味的裙子。我可以解释。他真诚地看向姬无月，这其实是个意外，这确实是个意外。他原本是想拉住姬无月，让自己不至于被他一掌推出去，只要自己没有离开他身边，那8名玄冥宗的高手必然会投鼠忌器。谁知道这布料这么不结实，没比电影里那些女演员穿的质量好多少。白吗？姬无月开口，声音温柔。陈安闻言浑身一颤，他听出来了温柔掩盖下的那一股深不见底的杀意。可白，陈安觉得十分尴尬，他大概扫了一眼，然后实话实说道。姬无月伸出手，又将撤烂的裙摆往上提了提，抬起一条勾人的大腿，往陈安眼前伸了伸。再好好看看，明天就看不到了。等一下，陈安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无名火，他抬起头看向姬无月的眼睛。他妈的，当老子没脾气是吧？刚才准备拿我当替死鬼，我还没找你算账，不就是不小心把你裙子脱了，又不小心看了你几眼吗？至于喊打喊杀的，一点都不大气。你方才说你杀光他们，只需要半炷香。陈安的声音很稳，那你杀我需要多久？姬无月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安，并没有回答。陈安倒也不在意，继续说道：半息。一瞬，他自顾自说下去，可能你只需要抬抬手指，我就没了。但我得提醒你，你只有一次机会，要么杀了我，要么穿上裙子走人。陈安说着，把那一大片破碎的裙摆轻放在地上。现在看来，你这条裙子似乎要比我的命更重要一些啊。姬无月表情玩味，盯着陈安看了足足3戏。陈安的表情堪称诚恳，
但姬无月只要看到陈安手中的裙摆，就忍不住要把他弄死。咳，一声轻咳打破了这微妙的沉默。那名干瘪老者终于从呆滞中回过神来，他的表情有些精彩，呆滞中带着茫然，甚至看向陈安的眼神之中还有一丝隐隐的佩服。他活了几百年，见过无数生死厮杀，使过各种阴谋诡计，但他确实没见过这种一打架先脱别人衣服的路数，而且对方还是个连他都有些惧怕的金丹后期强者。这年轻人，他张了张嘴，又咽了口唾沫，眼神在姬无月裸露的大腿和陈安脸上来回转了好几圈，最后挤出一句话：你们这是在搞什么把戏？旁边一个黑袍人一脸了然之色：你不懂，这是美人计。放屁！另一个黑袍人压低声音：裙子又不是他自己脱的，那就是内讧了。有可能，你看那小子吓的。几人面面相觑，一时间竟忘了动手。咳，老者清了清嗓子，努力让声音恢复阴森威严：那个，要不咱们先办正事。姬无月的眼皮跳了一下，他似乎刚想起来这里还有其他人。他缓缓收回盯着陈安的目光，转向那八人：你们。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块：刚才看到了什么？八人心头没来由的一阵恐慌。没看到。一人脱口而出：对，天色太暗看不清，光看见有些白。另一个连忙附和。姬无月的嘴角抽了抽：闭嘴！老者狠狠瞪了身后几人一眼，深吸一口气，重新摆出高深莫测的架势：姬堂主，老夫管你这那的。今日话没说完，姬无月动了。这一次他并没有遁逃，浓烈的杀意涌上眼底。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失态，几乎被看光了，还是在一群又老又丑的男人面前。今天这个事吗？说啥也得要灭口。一道月白色的剑光如匹练般横空展出，姬无月一把抓过地上的裙子，直取那八人的咽喉。剑锋未至，剑意已凝成实质，带着寒意向着众人直扑而去。黑袍老人冷哼一声，刹那间祭出了一面血色盾牌，当！金铁交鸣的巨响震得人耳膜生。就在这电光石火间，一道人影从巨岩后高高跃起。陈安从巨岩后高高跃起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大沙比，对面那是金丹期，随便一巴掌就能拍死他的金丹期。面对他们，自己居然还打起了先手。我是大沙比！一瞬间，陈安将连同灵偶体内储存的生命值直接一股脑灌了进去，只给自己留下了200点。他整个人如同一支离弦的箭，朝那名黑袍人直扑而去。黑袍人此时也感应到身后的异动，但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在他看来，那就是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蝼蚁，能有什么威胁？连自己的护体真气都破不了。他甚至懒得回头，完全忽视陈安的这一击，全力将姬无月拿下。下一刻，他就感觉到后心处一震，紧接着一股力道自后心处爆发。这力道不大，甚至还不如筑基期的攻击力，但诡异的是，自己的护体灵力在这一拳之下，居然形同虚设。那拳势直接无视一切防御，直直轰在自己的后背。噗！黑袍人体内灵力此时正在经脉当中全速运转，此时被这股力道一干扰，顿时一口鲜血喷出，掌力也瞬间散了大半。虽然造成的伤势不重，但这一瞬间的迟滞对于姬无月来说却是足够了。他猛地转身，剑光如雪，一剑刺穿了黑袍人的身体。啊！黑袍人惨叫一声，口吐鲜血倒飞了出去。而那八人隐隐形成的阵法，在这黑衣人被击倒的瞬间，终于出现了一丝明显的破绽。姬无月何等修为，瞬间察觉到这一丝难得的逃脱机会。他抓住这一丝破绽，将经脉中的灵力运转至极致，周身渐渐浮现出一层淡淡的光华。阴森老者见状大惊，这是合欢宗秘术，快阻止他！话音刚落，一道璀璨的月华自姬无月体内冲天而起，化作无数剑光，如暴雨般朝四面八方射去。那几名魔修骇然后退，拼命抵挡。下一刻，姬无月的身形在半空中一个转身，一把抓住旁边陈安的领子，走！阴森老者顿时气急败坏，一边仓促躲闪，一边大喊道：妈的，他要跑，赶紧拦住他！不过为时已晚，姬无月抓着陈安，如同一道流光冲天而起，几个呼吸间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一句话顺着夜风远远飘荡而来，让几人同时缩了缩脖子。今日之事，本座记下了，你们几人一个都跑不掉。语气平淡，但却杀意滔天。陈安感觉自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在空中疯狂翻滚，风声呼啸，刮得脸皮生疼，周围景物飞速倒退，看不清任何东西。他甚至觉得这女人是故意一次又一次把他的身体变成了一条条的抛物线。也不知过了多久，陈安忽然觉得身子一轻，紧接着砰的一声，重重摔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他呲牙咧嘴的爬起来，揉了揉差点被摔散架的老腰，四下望去，周围是一片茂密的高耸山林，月明星稀，耳边隐约能听见溪流声，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这里应该是灵月山脉的深处。陈安转头看向立于不远处的那道身影，月光之下，姬无月扶树而立，那张绝美的面容看上去有些苍白，眉头紧皱，额角正不断渗出细密的冷汗。那条被扯烂的长裙勉强系在腰间，露出2条白皙的大长腿，上面沾满了泥土和草叶，更是显得别有一番滋味。但姬无月此刻顾不得这些，眼见后面没有人追来，顿时表情一松，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陈安见状默默感叹，这女人实力确实强横，
独自一人面对对面8名金丹期高手，居然还能带着自己全身而退。姬无月用手撑着树，身体微微颤抖，他一声不吭，低着头任由冷汗落下。陈安站在一旁，心里五味杂陈。这女人刚才还想拿自己当替死鬼来着，但如果不是她，自己这会儿怕是已经被那8个魔修大卸8块了。现在她受伤了，按理说自己应该……那个姬堂主，陈安开口，声音尽量显得关切：“你脸色不太好，伤得重不重？”姬无月没有回答，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陈安上前2步，小心翼翼地问道：“其实我倒是懂些岐黄之术，你看方不方便我去帮你采一些疗伤用的草药？”姬无月眉头微皱：“你……”他的声音听上去虚弱：“懂草药？对，我最会采药了。”陈安一脸诚恳：“百药谷的穆婉清知道吧？他都说我厉害。”他怕这个多疑的女人不信，便从怀里掏出那枚穆婉清给的信物，在姬无月眼前晃了晃：“堂主你看。”姬无月瞥了一眼，眼底透出一丝惊讶，还真是百药谷的玉牌。由于他刚才消耗过大，打斗中又中了对面几招，现在经脉当中的灵气十分不稳，的确需要辅以一些药材加以治疗。可以，你去吧。他开口，声音冷淡。陈安一听，连忙点头：“好的，我马上回来，你一定要等我呀。”他一边说一边后退，然后一个转身，朝山林深处飞奔而去，胸口一阵剧烈跳动。陈安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又紧张又激动，在陌生的灵月山脉中狂奔。采药，采个鸡巴！自己刚才撕了她的裙子，还让她被9个男人看完了，那8个还都是老男人。刚才这臭娘们看自己的眼神，明显是没打算放过自己。自己这会儿不跑，等那女人恢复过来，自己还跑得了？他得赶紧回清月峰，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有花清月在，这女人要是想找自己的麻烦，估计心里也得掂量掂量。夜风吹过，草木沙沙作响，一处隐秘空穴之中，姬无月席地而坐，2条圆润的长腿在那只剩半截的裙摆之下若隐若现，格外的诱惑。他闭眼运功，嘴角却微微勾起，再跑快点。这只借给自己采药的借口偷偷溜走的家伙，让姬无月心中忽然升起一种猫捉老鼠的乐趣。跑得回去，算你命大；跑不回去，嘻嘻。他又轻笑一声，缓缓闭上眼睛，继续运功疗伤。夜幕低垂，夜风呼啸，陈安在灵月山脉深处这一片黑暗中一阵狂奔，即便是跑到抽筋了，他也不敢停下，生怕身后传来那道温柔的声音：“我的腿好看吗？”光是想想，他就觉得头皮发麻。与此同时，那2人先前停留的草地处，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照在了8道黑袍身影上。为首那名干瘪老者蹲在地上，手指捻起一撮泥土，凑到鼻尖嗅了嗅，血迹未干，不超过2炷香。他站起身，阴鸷的目光扫向四周。他受了伤，跑不远，追！身后一名黑袍人摩拳擦掌，趁他便要他命。几人正要动身，一个身形瘦小的黑袍人忽然抬起手：“且慢！”此人名为鬼影，是一名擅长追踪的好手，修为虽然只有金丹初期，但鼻子比狗还灵。他蹲在地上转着圈的闻来闻去，随后抬起头，表情有些微妙：“大哥，味道不对啊！”阴险老头回头问道：“怎么了？”看这里。鬼影指着地面，此处有2道痕迹。众人围拢过去，借着淡淡的月光，众人发现此处的杂草果然是呈现出2个不同的倒伏方向，一个非常明显，杂草被踩得乱七八糟，甚至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而另一个则极其轻微，若非鬼影这种专业人士，寻常之人根本察觉不到。一道往东，一道往北。鬼影沉声分析道：“往东那道痕迹明显，看上去有些荒不择路，而往北那道痕迹几乎察觉不到气息，若非被人刻意遮掩，不可能这么干净。”阴森老头眉头皱起，一个5大3粗的胖子闻言嗤笑一声：“这有什么难的？”他瓮声瓮气道：“分开追不就完了？你们去东边，俺去北边。”闭嘴！老者瞪了他一眼。胖子讪讪地挠了挠头。另一个面容阴鸷的中年人开口：“此人叫毒手，擅长用毒，且心思缜密。头儿，我觉得这是个陷阱。”阴森老头眉头一挑：“哦，说说看。”毒手指着那道明显的痕迹：“姬无月是何人？金丹后期，执法堂堂主，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会留下这么明显的逃跑痕迹吗？”说着，毒手又指向那道隐蔽的痕迹，反倒是这条几乎察觉不到气息，这才符合一个受伤逃遁的金丹高手应有的隐秘手段。鬼影点头附和：“此处痕迹确实隐蔽，连我都差点错过。”胖子继续挠头：“那咱们应该追哪边？”“当然是隐蔽的这条。”鬼影斩钉截铁，他以为我们会被明显的痕迹骗走，也不想想我们是何等人物，怎么会被他这种雕虫小技所蒙骗？哦，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毒手见那2人如此肯定，忽然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你笑你妈，有屁快放！”阴森老头朝着毒手踹了一脚，毒手一个趔趄，脸上的表情瞬间破功，他揉了揉屁股，说道：“诸位，这便是那女人的手段，她正是想让你们如此认为。”众人齐齐看向他，面露不解之色。毒手捋了捋并不存在的胡须：“姬无月是何等人物？他难道猜不到我们会认为明显的痕迹是陷阱？”鬼影一愣：“你的意思是，他料定我们不会分兵两路，所以才故意留下2道截然不同的痕迹，让我们陷入两难之地？”毒手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得不说，这次我是棋逢对手了。”胖子彻底懵了：“啊，那咱们到底追哪边？这边？”
毒手指着其中那道非常明显的痕迹，一脸笃定。他认为我们一定会去追隐蔽的那个，他则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得以金蝉脱壳。众人闻言，皆是一脸恍然之色，纷纷对毒手投去赞许的目光。胖子挠了挠头，迷茫道：“叽里咕噜说啥呢？万一他又反其道行之，以为我们会这么想，所以还是走了隐蔽的这条呢？”毒手沉默了，鬼影沉默了，阴森老者也沉默了。几人面面相觑，事情似乎重新回到了起点。我脑袋有点痒。胖子不停地挠头。闭嘴！老者瞪他一眼，看向毒手，几成把握？毒手明显犹豫了一下，76、5成。阴森老头破口大骂：“你数数呢？5成还用分析半天？那叫把握？那他妈叫蒙！兵者，诡道也，谋略的事能叫蒙吗？”毒手纠正道：“这叫博弈。此次我棋逢对手，既然是博弈，自然有对有错。”鬼影沉默片刻，忽然开口：“大哥，我有个想法。”阴森老头深吸一口气说：“鬼影指着地面，我带着追魂蛾去那条隐蔽路线，就算他藏得再好，追魂蛾也能找得到。你们去追这条明显的，若是我这边找到他了，就给你们发信号。如果这条是陷阱，也不至于全军覆没。”老者想了想，点头：“可以，那我也去追这条明显的。”胖子立刻举手：“俺不想跟那女人打，你怕了？”“俺不是怕。”胖子想了一会儿，理由：“俺是觉得打女人不好。”阴森老者懒得理他。鬼影去北边，剩下的人跟我往东追，你记住，保持联系，随时支援。是。阴森老头点了点头，随后带着余下几人顺着其中那条有着明显痕迹的路线追了过去。几人跑了一会儿，胖子便有些气喘吁吁了。他擦了一把汗，苦着脸问道：“大哥，咱们是不是追错方向了？这他妈出溜拐弯的，哪像一个金丹后期的高手跑的路啊？你懂什么？”毒手冷笑一声，他故意走这种难走的路，就是想拖延我们的速度。越是这样，就越说明我们猜对了，他肯定就在前面。阴森老头点头，有道理，这次记你一功。而另一边，鬼影放出追魂蛾，沿着那条隐蔽的痕迹进行追踪。随着继续深入，鬼影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这条路的痕迹未免也太干净了吧？如果季无月真的走了这条路，那他隐匿气息的手段也太高明了，连追魂蛾都无法能捕捉到一丝气息，难不成自己真的走错了？他正惊疑不定，头顶的追魂蛾忽然围着他转了一圈，然后朝着前方快速飞去。找到了！鬼影精神一振，连忙跟了过去，然后一眼便看到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入口非常隐蔽的山洞。鬼影站在洞口不远处，默默抬头看了一眼那有些暗淡的月亮，心中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陈安就这样拼命跑，到最后真的是跑不动了。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跑了有多久，双腿已经跑得失去了知觉，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甚至连呼吸都带着灼烧感。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状态栏，生命值580、710，精力透支，状态运动过度，再不休息人就没了。他踉踉跄跄的往前又挪了几步，终于在一处山坳的凹陷处停了下来。此处背靠一块巨大的岩石，三面被茂密的灌木丛遮挡，勉强算是个隐蔽的藏身处。不行了，真跑不动了。陈安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此时天边已经微微泛白，陈安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跑了整整一晚上。不得不说，他要是干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一晚上都可以不带停的。但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跑步，确实是要更消耗体力。此刻他脑子昏昏沉沉的，眼皮也像灌了铅一样往下坠。但陈安不敢睡，他从怀里摸出了一枚回春丸，那是穆婉清给他的。他夜里吃了2颗，用来补充七伤拳以及连夜的奔跑带来的消耗，这是最后一颗。若不是这回春丸，就凭陈安的体力，根本就支撑不到现在。他张开嘴，将回春丸一口吞下，药力在体内缓缓化开，一股温热的气流开始沿着经脉流淌。陈安一下子感觉到自己舒服了很多。他靠坐在岩石上，一边调整呼吸，一边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清晨的微风带着一丝清凉，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周围非常安静。陈安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女人还没追来，应该是伤得不轻，还在疗伤。想到这，他心里那根紧绷了一晚上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意识瞬间开始模糊。他用力睁大眼睛，但眼皮却像是安了2块磁铁一样，拼命的想要合上。不能睡，坚决不能睡。他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疼痛让他清醒了一瞬，但是没用，那种铺天盖地的疲惫感很快又再次涌来。不行了，真扛不住了。陈安靠在岩石上，意识坠入黑暗，就睡1分钟。天色渐亮，在山坳入口处，7道黑袍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蹲在一棵大树后。嘘！毒手竖起手指，压低声音：“你们看那里！”阴森老头眯着眼睛，顺着毒手手指的方向看去，借着早晨的阳光，在那片山坳的凹陷处，隐约可见一个人影，正一动不动地靠在岩石上。找到了，是那个烧娘们吗？胖子蹲在后面看不见，只能小声询问。不像。毒手皱着眉摇了摇头，身形不对。一名黑衣人忽然认了出来，连忙说道：“是姬无月带着的那个傻小子。”还真是。阴森老头仔细看了看，缓缓点了点头。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抓了问问啊！胖子抬起屁股就要去，却被毒手一巴掌拍了回去。你虎啊！毒手瞪了他一眼，万一是陷阱呢？阴森老者点头，姬无月诡计多端，
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把人留在这么明显的位置，这其中一定有诈。那咋办？这臭娘们明显没把咱哥几个放在眼里啊！胖子一脸郁闷，阴森老头沉着脸看着陈安的身影，思考良久，等我倒要看看臭女人玩的是什么把戏。几人闻言便继续蹲在树后，死死盯着那道身影。一炷香，两炷香，一直等到天光大亮，那道身影仍然是一动不动。这小子是不是睡着了呀？胖子挠头，你见过谁在逃命的时候还赶堂而皇之的呼呼大睡？毒手冷笑，这明显是那女人在故布疑阵，可是周围好像没别人啊，那是你感知不到罢了。毒手冷笑，姬无月是什么修为？那是金丹后期，他要是想藏，你能发现？胖子挠头，那倒也是，不过咱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毒手沉思片刻，眼中闪过智慧的光芒，他故意把人留在这儿，就是想引我们过去。既然如此，我们就偏偏不过去。毒手一脸笃定，大哥，我建议继续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阴森老者点头，有道理，继续等。几人继续蹲在树后，死死盯着那道的身影，神色一个比一个凝重。距离这个山坳约莫几里地的位置，姬无月正坐在一棵大树的枝桠上，修长的双腿随意垂落，那条破损的裙摆直接被他系在了腰间，刚好盖住了翘臀，原本华美的长裙直接变成了超短裙，显得格外性感。他已经恢复了大概50%的灵力，伤势也暂时压制住了，此时正感应着前方不远处的那7道熟悉的气息，神情十分凝重。这几人难道是在前面埋伏自己？不应该啊，自己明明已经将气息收敛了，他们是怎么找在这里的？难不成是昨天晚上被自己做掉的那个倒霉蛋给他们传去的消息？想到这，姬无月心中一沉，如果真是这样，说明自己已经暴露了行踪。凭借自己目前的状态，想要再次像昨晚那样从这几人手里逃脱，完全不可能。怎么办？姬无月眯起眼睛，月华在眼底流转，思索片刻，他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几人显然是收到消息，知道自己逃离的方向，所以故意埋伏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只要自己耐心等下去，这几人见自己迟迟不来，肯定就会离开此处。想到这，他将自己的气息收敛到了极致，身形隐藏在茂密的树冠之中。透过繁密的枝叶，他隐约看见前方不远处的山坳口，7个黑袍人整整齐齐蹲成一排，表情一个比一个凝重，眼神一个比一个专注，全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姬无月冷笑一声，果真是狗皮膏药，阴魂不散，那就比比看，看谁更有耐心。陈安睡着睡着，忽然感觉到脸上有点痒，他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声，然后挥了挥手，似乎是在驱赶脸上的虫子。7名黑袍人蹲了好久，腿都蹲麻了。这会儿见陈安忽然动了，顿时浑身一颤，全都握紧了兵器，严阵以待。大哥，有情况！胖子低声喝道。毒手面色严肃地观察着陈安的动作，这小子在给姬无月发信号，看动作应该是在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这女人果然就在附近。阴森老头点了点头，有道理，继续蹲着，等他现身。陈安猛地睁开了眼睛，晌午的阳光刺得他瞳孔一缩，下意识地抬手遮挡。透过指缝，他看见此时已经是天光大亮，日头高挂。卧槽他妈的，睡过头了！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惊慌失措地环视四周，生怕一扭头就看到姬无月的那张冷艳的脸。还好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灌木丛的沙沙声，还有几声不知名的动物的叫声，并没有看到那女人的身影。陈安愣了愣，心中一阵激动，没追来，真没追来。他连忙查看状态栏，生命值710，710，精力不济，状态饥饿。眼见血量回满了，陈安一咕噜爬了起来，活动了一下四肢，虽然还感觉到有一点虚，但比早晨那种连眼睛都睁不开的状态好太多了。他又将身体伏在石头后面，探出脑袋仔细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在确定没有异常后，陈安这才小心翼翼地从石头后面钻了出来。山坳入口处，7名黑袍人依旧蹲在树后，他们蹲了整整一上午，腿都蹲麻了。大哥，胖子苦着脸，咱们还要蹲多久？阴森老者没说话，脸色铁青。毒手咬牙坚持继续蹲，现在比的就是耐心。那女人一定是在等我们放松警惕。大哥，那小子跑了！一个黑衣人指着远处那道奔跑的身影，低声惊呼道：“我们被发现了吗？”胖子皱了皱眉，不会，应该是姬无月给他传递了什么信息。阴森老者沉吟片刻，跟上去，不要动手，远远跟着，看他想干什么。7人同时起身，鬼鬼祟祟地跟了上去。就在几人离开后不久，一道亮丽的身影悄然而至，顺着几人离开的方向，也悄悄跟了上去。陈安一阵狂奔，他专挑树林子里的小路走，哪里小树林多就往哪钻，哪不好走就往哪走。跑着跑着，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停下脚步，四下望去，放眼全是一棵棵参天的古木，藤蔓缠绕。陈安站在古木林之中，完全看不出东南西北，跑哪来了这是？陈安皱起了眉头，昨晚只顾逃命，根本没记录。现在太阳当空，林子里光线斑驳，更难分辨方向。他爬上一块高处的岩石，踮脚眺望，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完全看不出合欢宗在哪个方向。迷路了，陈安心中一沉，他辨认了半天方向，也没看出来个啥，最终选择了一个看起来还算顺眼的方向，继续跑。刚跑出几步，陈安忽然瞥见前方不远处的山崖下有一处石壁，
表面凹凸不平，隐约刻着一些图案，看起来有些古怪。陈安走近了几步，瞳孔骤然收缩。这些图案是壁画，和他昨晚在地宫石台上面看到的壁画一模一样。扭曲的人形，诡异的符文，似乎是祭祀场景的画面。连锁的，怎么这地方也有？陈安有些疑惑，他正想凑近细看，脚下一滑，卧槽！陈安整个人顺着石壁旁的斜坡滑了下去。好在高度不高，陈安慌乱之中抓住了旁边的杂草，身体停在了坡道的中间。妈的，吓死我了！他喘着粗气，正要往上爬，忽然瞥见坡道的下方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陈安顺着坡道慢慢滑了下去，发现这里居然还藏着一个类似神龛的石台。那闪闪发光的东西居然是一面墨色的旗，就被插在这座石台之上，表面泛着淡淡的金色光晕。这是什么玩意儿？陈安谨慎地观察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危险，便伸手去拿。咯嗒一声轻响，旗子轻而易举的就被陈安从卡座上拔了起来。入手温润，质地细腻，阳光下一照，隐约可见内部有云雾状的纹路流转。面板此时也跳出提示：古代阵旗，地品，说明一面珍贵的古代阵旗，品质不凡，可大幅提升阵法等级和效果。陈安眼睛瞬间就亮了，居然还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宝，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原本连搞一面凡品的阵旗都费劲，没想到居然直接给他来了一面地品阵旗。用这面阵旗做阵基，设下的阵法效果不知要比那些凡品的阵旗好出多少。发财了！陈安一脸喜色，赶紧把那面阵旗塞进了怀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布阵了。他又在神龛附近搜寻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东西，于是便原路爬回了坡上。而就在陈安爬上去的时候，在他身后一只干枯腐朽的手猛地从石台后面的土里伸了出来。陈安刚一爬上去，便又看到了那幅壁画。他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这地方距离地宫至少几十里，怎么会有同样的壁画？难道这片灵月山脉的地底下藏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想到这，陈安耸了耸肩，觉得这并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情。距离陈安约莫半里处，7名黑袍人正蹲在一丛灌木后，死死盯着站在岩石上的陈安。他停下来了，鬼影低声说：“怎么回事？”独手沉思片刻，眼中再次闪过智慧的光芒。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等姬无月接应他。胖子恍然，有道理。那咱们怎么办？独手一脸笃定道：“既然是接应，那就说明那女人必会现身。只要她一现身，咱们就立刻动手。等会儿，你们看这小子在干什么？”一旁的阴森老头眯了眯眼睛，他手里好像多了什么东西。鬼影不确定地说道：“东西？”阴森老头眉头紧锁，这荒山野岭的多了什么东西？哼！独手冷笑一声，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哥，这明显又是一个陷阱。陷阱？对，你们想，他为什么偏偏让在这儿停下，还故意当着我们的面举东西？这分明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阴森老者皱眉道：“你的意思是，他是让这小子故意引我们过去杀人夺宝？”没错，独手肯定道：“只要我们一过去，他就会从暗处杀出来，到时候咱们就中计了。”胖子挠头，可是万一这小子真是在这里找到什么宝贝呢？独手冷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阴森老头满意的看向独手，分析的不错，这次若能抓住姬无月，你便是首功。回去我会详细禀报大人，让他好好奖赏一番。独手闻言面色一喜，多谢大哥。这个意外收获让陈安十分兴奋，他已经等不及赶紧回去升级灵偶了。他重新爬到那块高大的石头上，正准备继续辨认方向，忽然心底没来由的升起一丝不安。咔嗒一声极其轻微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摩擦的声音。陈安浑身一僵，那声音离他很近，近的仿佛就在耳边。那女人追过来了，陈安心里一沉，缓缓地转过头。下一刻，陈安目眦欲裂，在他身后不远处，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个人。他穿着一身破烂到看不出年代的盔甲，身材十分高大，起码要比陈安高出一半。但细细看去，此人的皮肤呈现一种诡异的青灰色，多处已经腐烂脱落，露出下面黑褐色的腐肉和森森白骨。那张狰狞扭曲的脸上，眼窝深陷，脸皮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骨骼和牙齿裸露在外。那两个只有眼白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陈安。陈安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这哪里是人？这他妈是僵尸！卧槽！一声尖叫响彻整个山林。半里外，7名黑袍人正蹲在灌木丛后，表情凝重地盯着远处的陈安。不对劲！鬼影眯着眼睛。阴森老头转头，怎么回事？鬼影鼻子动了动，仔细嗅了嗅，多了一道气息。会不会是姬无月现身了？胖子兴奋地探头。鬼影神色凝重，有可能，这气息似乎很强横，但是闻起来有些不太对劲。那有啥？女人没洗澡都这样。胖子满不在乎地说道。别动！独手一把按住他，稳住，可能是诱饵。就在这时，卧槽！一声尖叫划破长空，7人齐齐一颤。什么声音？是那小子的叫声？怎么回事？独手脸色骤变，不好，这小子在发信号，我们被发现了。阴森老者脸色一沉，猛地起身动手。7道黑影同时从灌木丛后抱起，也顾不得隐秘气息了，朝着尖叫声传来的方向狂掠而去。另一侧，姬无月隐匿在一处石头后，观察着那些黑衣人气息的大概方位。他们蹲了整整一上午，一动不动。他盯了整整一上午，也一动不动。
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姬无月眉头紧锁，忽然，卧槽！一声尖叫划破长空，什么动静？姬无月眉头一皱，下一刻，他便看见7个黑衣人同时暴起，朝着自己这边飞掠而来，眨眼间已经掠到了他前方不远处的半空中，气势爆发，毫不掩饰。姬无月心中一凛，不好，被发现了，这是冲自己来的。电光石火间，姬无月来不及细想，身形骤然从石头后掠出，一掌击向最前方的黑衣人，然后他就看见那个黑衣人的身影与他飞速的擦肩而过，然后又硬生生的停了下来。半空中，7个男人和1个女人同时愣在原地，面面相觑。姬无月的脸色有点难看，好像不对，这几个人好像不是冲自己来的，误会了。阴森老者瞪大眼睛，看着出现在自己身后的那道熟悉的身影，他看看姬无月，又看看前方不远处叫声传出的方向，一脸的疑惑的挠了挠后脑勺。哎，你不是在前面吗？他分不清，只有胖子大喜。姬无月，你终于现身了。胖子说着，一脸戒备的低声对阴森老头说道：“大哥小心，这娘们会瞬移。”姬无月现在心情十分糟糕，他意识到自己是属于自投罗网了。不过事已至此，他冷笑一声，周身灵力涌动。怎么，蹲了一上午，就为了等本座现身？阴森老者冷哼一声，上次让你跑了，今日你定是插翅难逃，就凭你们几个。姬无月嘴上不饶人，心里却在飞速盘算逃跑的路线。正僵持间，轰！一道恐怖的气息忽然从不刚才的位置冲天而起，几人齐齐色变，低头看去，一道青灰色的身影如同炮弹般拔地而起，直直冲向半空，留下了脸色惨白的陈安。卧槽，吓死我了！陈安一身冷汗，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为什么会放过自己，二话不说突然起飞。待看清之后，众人皆是一愣。你是何人？阴森老者见到眼前这个奇怪之人，顿时大惊，本能的一掌拍出，灵力化作血色大手朝那怪物轰去。那怪物不闪不避，任由那一掌轰在身上，砰！血光炸裂。那古尸只是身形顿了顿，身上的腐肉被炸开一片，露出下面漆黑的骨骼。他不管不顾，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猛地伸出枯槁的手臂，一把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黑袍人。那黑袍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那只干枯的手攥住了脖子。咔嚓，颈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那黑袍人双眼圆睁，头颅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耷拉下来，整个人瞬间没了气息。金丹出七，错，秒杀！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阴森老者见状，又惊又惧，嘶声大喊。那怪物松开手中的尸体，猩红的双目扫过剩余几人，最后竟然定在了姬无月的身上，仿佛看见了什么让他极为感兴趣的东西。吼！他发出一声低吼，猛地朝姬无月扑去。姬无月脸色大变，身形急退，同时一剑斩出，月白色的剑光斩在那怪物身上，炸开一片腐肉。但那怪物恍若未觉，继续朝他扑来。姬无月咬牙，拼命运转灵力，一边躲避一边寻找破绽。但这怪物太强了，他的力量恐怖，速度恐怖，防御更恐怖。金丹期的攻击打在他身上，只能炸开几块腐肉，根本造不成实质性伤害。更要命的是，他似乎对姬无月有着某种特殊的执念，不管他怎么躲，他都死死追着他不放。几个黑袍人早在那怪物冲向姬无月时，就趁着机会退出了战团。此时正因沉着脸色看着狼狈躲闪的姬无月，大哥，这东西有点邪门啊，要不咱们先撤？一个黑衣人犹豫道。撤什么撤？阴森老者冷哼一声，多好的机会，这东西盯上的是姬无月，等这俩拼得两败俱伤，咱们再趁机拿下那个娘们。大哥英明！毒手赞叹道。半空中只剩下了姬无月和那怪物还在纠缠。姬无月此时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的灵力本就只恢复了50%，这一番折腾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那怪物依旧不知疲倦地追着他，每一爪都快如闪电，好几次险些抓中他。砰！他终于躲闪不及，被那怪物一掌拍中肩膀，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坠落下去。轰！他整个身体重重地砸下，尘土飞扬。姬无月无力地躺在地上，大口吐血。他感受着体内近乎枯竭的气息，眼底涌出一丝绝望之色。为什么要追我？下一刻，他便看见在不远处的石壁下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手里举着一个古老的旗子。姬无月看着那面带着古老符文的阵旗，似乎有些眼熟。他心中一惊，那个玩意儿莫不是被那个小兔崽子放出来的？那些黑衣人眼见姬无月被古尸一掌击中，重伤倒地，顿时大喜过望。阴森老者仰天大笑，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姬堂主也会有今天这副狼狈的模样。胖子搓着手，眼睛直勾勾盯着姬无月那衣衫不整、露出大片白皙皮肤的胴体，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大哥，这娘们那么厉害，长得又带劲，现在残了，不如先让兄弟们。他妈的！阴森老者飞踹一脚，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打这女人的主意？不知道这是大人点名要的人？胖子讪讪道。我也就那么一说，不行就算了。一旁的毒手眼珠子一转，对着立于半空中的古尸一拱手，多谢前辈出手相助，此次算我玄冥宗欠你个人情。古尸毫无反应，猩红的眼睛看向地上的姬无月。那七人见状，当即俯冲而下，朝着姬无月就扑了过去。姬无月躺在地上，浑身剧痛，完全动弹不得。
他看着那7道越来越近的黑影，眼底涌出深深的绝望。落到玄冥宗手里，还不如让他直接死在这里。然而就在此时，吼！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骤然在耳边炸响。不好！阴森老者突然脸色大变，快退！话音未落，古尸已经动了，他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如同一道青灰色的闪电，瞬间就冲到了一个黑衣人面前。那黑衣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刻他就感觉自己的脑袋飞了起来。又是一招秒杀！撤！快撤！阴森老者意识到了不对，嘶吼道。剩余几人闻言立刻惊恐四散，拼命运转灵力想要逃走，但古尸的速度太快了，他身形一闪，又追上一个逃向左侧的黑衣人，一拳轰出。那黑衣人背后的护体灵力如同纸糊的一般碎裂，拳头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噗！鲜血喷溅，黑袍人簇。古尸抽出拳头，看也不看那具失去生机的尸体，转身又追向另一个方向。几秒钟后，又是一声惨叫，又一个黑衣人被一拳轰碎头颅，残缺的尸体从半空坠落。3拳杀3人，全尸都不留。剩余4人被这副情景吓得魂飞魄散。阴森老者双手微颤，惊恐地看着空中向他飞速掠来的古尸。生死之际，他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祭出一枚血红色的符篆，符篆瞬间炸开，化作一道血光裹住他，如同一道红色流星，消失在了天际。毒手此时也浑身是血，根本顾不得方向，拼命运转遁术，像个无头苍蝇一般一头扎进山林深处。前后不过10几息的时间，原本气势汹汹的7人踪影全无。陈安躲在石壁下，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一切，双腿软得几乎站不稳。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阵旗，又看了看远处那具浑身是血的古尸，脑子一片空白。我操，这玩意儿难道是被我放出来的？想到这，陈安腿又是一软，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跑路。这古尸连金丹期都能一拳一个，不跑等开席吗？他刚要起身，就看见那古尸已经转过身，身形一闪，回到了前方的空地上。陈安连忙又将身体缩了回去，重新躲回了石头后面。姬无月躺在那里动弹不得，他此时衣衫破烂，衣裙在刚才和古尸的纠缠中被利爪又撕裂了大半，浑身上下已经没剩下几块布料，起伏的曲线和雪白修长的那双美腿，此时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姬无月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他眼眶泛红，看着一步步逼近的古尸，眼中涌起绝望与恐惧之色，想逃，但身体根本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具恐怖的怪物一步步朝自己走来，那枯槁的手再次伸出，朝着他直扑而来。姬无月绝望地闭上眼睛，2行清泪从眼角滑落。电光石火间，一个念头涌上了陈安的心头，他看看手里的阵旗，又看看远处那具古尸，再看看地上躺着的姬无月，把手里这玩意儿插回去。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但这是眼下唯一的希望。陈安咬了咬牙，攥紧阵旗，一个猛子从石壁后冲了出来。此处离那处神龛只有仅仅几步之遥。陈安攥紧了手中阵旗，拼命的狂奔。古尸似乎察觉到了陈安的动作，发出一声怪异的嘶吼，朝着陈安便扑了过来。陈安双目血红，眼睛死死盯着那神龛的位置。3步2步，最后1步，旗杆已经碰到了神龛，一双腐烂的手出现在自己面前。陈安甚至能闻到古尸身上的那股腐烂的味道。他大喝一声，像是给自己打气一般，一个猛子扑到神龛前，对准那个插孔，用尽全身力气插了回去。咔嚓，阵旗插入的瞬间，耳边的嘶吼戛然而止，似乎一切都归于平静。陈安大口喘着气，连忙转头看去，古尸仿佛一个雕塑一般，静静地立在原地，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面阵旗静静地插在神龛上，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扬。陈安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大口喘气，浑身被冷汗浸透。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还在颤抖的双手，又抬头看看远处躺着的姬无月。他此时衣不蔽体地躺在地上，由于受伤过重，此时已经晕了过去。陈安咽了口唾沫，挣扎着爬起来，双腿还在发软。他踉跄着走到他身边，蹲下身，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很微弱，起伏的曲线，修长的双腿，还有那张苍白却依旧绝美的脸，此刻眉头紧蹙，睫毛微颤。那条本就破烂的月白长裙早已是七零八落，剩下几片残破布料勉强挂在身上，大片雪白的肌肤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陈安的眼前，泛着象牙般的光泽。陈安深吸一口气，掀开那片遮在胸口的碎布，肩膀处有一道深深的爪痕，从锁骨下方斜画下，染红了周围的肌肤，衬得那片肌肤更是白得惊心动魄。陈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顺着那道伤口向下移去，破碎的衣襟下挤压出了一个诱人的弧度，因为昏迷而微微向两侧摊开，勾勒出圆润的轮廓，半遮半掩地藏在碎布的阴影里，随着微弱的呼吸轻轻起伏。陈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强迫自己移开目光，手继续往下探去，胸前的一片白皙中有一处青紫，应该是被古尸的掌风击中所致。陈安伸手轻轻褪去那片衣衫，不得不说，这娘们的皮肤确实又白又嫩，腰肢也纤细的惊人，两条修长的腿完全暴露在陈安的目光下。陈安从来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一睹芳容，这两条白得近乎透明的腿浑圆笔直，线条完美，皮肤紧致光滑，没有一丝赘肉，小腿纤细，上面有几处擦伤的痕迹，
还沾着些泥土和草叶。冷静，冷静！陈安低声念叨着，伸手使劲搓了搓脸，但老实人的目光还是自觉的又飘了回去。妈的！他使劲摇了摇头，不能看了，再看要出事。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下腹那股燥热，然后伸手将姬无月的身体翻了过来，开始检查后背的伤势。后背上衣衫更少，只剩下肌条碎布，皮肤完全暴露，肩胛骨的轮廓十分优美，近看就像是蝴蝶翅膀。几缕碎发散落其上，将皮肤又衬得白了几分。陈安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伤口上，后背除了有几处擦伤，还有一道爪痕从肩胛斜滑向腰侧，看起来触目惊心。这个触目惊心的伤口倒是让陈安稍稍冷静了一些。他掏出最后一颗紫元丹，犹豫了一下，捏碎，将粉末小心地撒在那些伤口上。药粉接触伤口的瞬间，姬无月的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那声音又软又糯，完全不像他平日里那种冷冽的声线。陈安的手一抖，他咬牙继续撒药粉。撒完后背的伤口，陈安又将他翻过来，开始撒胸前。这个过程对陈安来说简直就是折磨，每一次的触碰，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理智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将所有伤口都处理完后，陈安累得像一条狗一样瘫坐在一旁，额头全是汗。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兄弟，摇了摇头，然后脱下衣服盖在了姬无月身上。陈安虽然不懂医术，但也能感觉到姬无月此时气息微弱，命悬一线，如果不做些什么，可能真的会死。陈安蹲在那里，看着那一副绝美的面容，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这女人之前还想杀自己，自己就为了那条裙子玩命似的跑了整整一晚上，现在她重伤垂死，要是不管她自己跑，也就一了百了。反正那些黑衣人死的死，逃的逃，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想到这，陈安站起身，转身就走，走了2步，又猛地转身回来，皱着眉头量着躺在地上的姬无月。原本那高高在上的执法堂堂主，现在却不着片缕，毫无知觉地躺在自己面前，任由自己近距离观赏。陈安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无名邪火，妈的，都是因为这女人，自己被折腾成什么样了。陈安越想越气，他猛然伸手，劈呀！白皙的皮肤上很快浮现出一个掌印，他只是眉头皱了皱，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呜咽。陈安冷静下来，走还是救？陈安蹲下来，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最终他咬了咬牙，毕竟是自己宗门的长老，而且这副模样和身段要是没了，那就太可惜了。陈安打定主意，人可以救，但不能白救，各有条件。陈安俯下身，也不管什么怜香惜玉了，一把将姬无月从地上捞起来，扛在了自己肩膀上。姬无月的身体很轻，软得像一团棉花。陈安就这样扛着一个衣不蔽体的女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山林深处走。走了不知多久，陈安便在一处山崖下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陈安先是在远处观察了一下，山洞洞口狭窄，勉强容一人通过，还算是安全。于是他扛着姬无月来到洞口，先把她塞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顺着洞口进入。山洞内还算宽敞，约莫2丈见方，高度也容得下人站立。洞壁潮湿，长满青苔，但胜在隐蔽。角落里有一处暗泉，清澈的泉水从石缝里渗出，汇成一个小水洼。陈安把姬无月放下来，让他靠坐在洞壁边，然后他爬出洞口，胡乱拽了一些杂草，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些，他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了片刻。陈安来到那汪暗泉边，自己先趴下，猛喝了几口，泉水冰凉甘甜，入喉清冽，让他精神一振。然后他用手捧了一些水，回到姬无月身边。姬无月一直昏迷着，嘴唇已经干裂发白，明显是渴极了。陈安把水凑到他唇边，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淌过他白皙的脖颈，没入胸前那深深的沟壑，根本喂不进去，浪费。陈安盯着那滴水划过的地方，思忖片刻，他起身回到泉水边，用嘴含了一大口，然后返回到姬无月的身边，然后凑了过去。姬无月的唇冰凉柔软，带着一丝甜味。陈安张开嘴巴，把水渡了过去，喝了几口，姬无月便松开了手，头无力歪向一边，继续昏迷。陈安喘着粗气，观察着她的状态。这女人此时眉头紧蹙，嘴唇因为刚才的喂水而变得湿润了一些。陈安看着这一幕，又回想起刚才的手感，那股无名邪火又起来了。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己现在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迷了路。劈呀劈呀劈呀！我让你追我，还他妈想拿老子当替死鬼！姬无月没有醒，只是被打哭了，眼角渗出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陈安看着她那傅楚楚可怜的样子，俯下身凑到她耳边，一字一句说道：姬无月，你给我听好了，我救你不是因为心软，是因为你也救过我。等我把你弄醒了，咱俩得好好谈谈。陈安打算先把姬无月的命救回来，然后等她清醒之后，自己必须和她谈一谈过。第一，不能再提那天自己脱她裙子的事情，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要自己的小命。第二，他得想办法帮自己把那面阵旗搞到手。如果他不答应，那就不继续给他治了，直接扔在这里，反正人死不了，自己也弄过了，不亏。打定了主意，陈安深吸一口气，坐直身体，双手贴上他的后心。陈安此刻的心情很复杂，又愤怒又憋屈，腹中除了那股邪火，还有一种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冲动。那双放在姬无月香肩上揉捏的双手，
力道也不自觉地重了几分。指尖传来的触感又柔又润，细腻中带着一丝清凉。陈安的手不自觉地慢慢往下方按去，姬无月的身体忽然轻轻颤抖了一下，口中发出一声含糊的呢喃，冷。那声音柔弱又委屈，完全没有平日里那种高高在上的清冷。陈安顺势将他的身体往怀里带了带，让他的后背紧紧贴着自己的胸膛。刚一入怀，姬无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整个人拼命往他怀里缩，到最后竟然自己主动转过身来，双臂环住他的腰，脸埋在他颈窝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温软的娇躯紧贴着陈安，随着呼吸来回起伏，幽香传入鼻息，不是脂粉的香，而是一种淡淡的体香，像是雪后松林的味道。姬无月眉头紧皱，阴明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洞里格外清晰。随着陈安的治疗，姬无月体内那受损的经脉在那股生命能量的滋养下正缓缓的愈合，但消耗也是巨大的。陈安的脸色越来越白，额头上冷汗直冒，眼前开始发黑。不行了，他停下来，大口喘气。生命值320670，妈的，这也太费命了。果然是金丹期，才几下而已，自己就已经掉了一半的血。他摸出仅剩的几颗养心丹，通通塞进嘴里，嚼都没嚼就咽了下去。药力在体内化开，生命值开始不断的回升，生命值+10+10+10。陈安心中一阵暗骂，妈的，这次亏大了，零食没捞到不说，还搭进去那么多丹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那面阵旗拿到手。休息了片刻，陈安抽身起来，去旁边灌了几口泉水，然后回到姬无月身边。他俯下身，又喂了一口水。这次陈安没那么多耐心，直接灌了下去。水顺着姬无月的嘴角流下来，淌过白皙的脖颈，打湿了衣服。天边逐渐泛起一丝鱼肚白。陈安靠在山洞壁上，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生命值100-820，虽然消耗巨大，但是收获也不小，仅仅一次增加了150点最大生命值。旁边的姬无月经过了一夜的劳作和摧残，伤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脸色也恢复了一些血色，最起码命是保住了，但人还是没醒。陈安又爬起来去灌了几口泉水，然后回到他身边。这次他没有再做什么，只是喂了口水。也许昨天晚上太操劳，陈安喂着喂着竟然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杂草的缝隙照射进来，将地面染成了金黄色。陈安瘫坐在地上，巨大的消耗让他浑身酸痛，感觉身体快要废了。他低头看了看怀里抱着的姬无月，这女人还昏迷着，但脸色已经好了很多。他其实昨天晚上真正治疗的时间并不长，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恢复生命值，毕竟这两人的修为相差实在太大了。陈安看着姬无月睡着时那张安静的脸蛋，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一天一夜，他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亲也亲了，摸也摸了，这事要是让这位执法堂堂主知道了。想到这，陈安忽然打了个寒战，他连忙又将原本盖好的衣裙掀开，仔细地检查姬无月身上那些自己留下的痕迹，还好，肿的地方都消了。陈安松了口气，只要没证据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就只他自己知道了。这时，陈安忽然感觉到一阵饥饿，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么大的运动量，中间仅仅吃了几口野果。他将姬无月放在一旁的空地上，挣扎着爬起来，先是去喝了几口泉水，然后回到他身边，探了探他的鼻息，虽然轻微，但是却很稳定。陈安便放下心来，他来到洞口，将挡在洞口的杂草移开，准备出去找点吃的。他爬出洞穴后，又用杂草将洞口仔细盖了起来，这才朝着树林走去。灵月山脉虽然荒僻，但野果倒是不缺。陈安在附近的山林里转悠了一圈，认出了几种能吃的果子，他摘了一大捧，塞进怀里，又挑了些麦香好的单独放好，打算给姬无月带回去吃。在回去的路上，陈安听见不远处传来隐约的水声，他心中一喜，顺着声音就摸了过去，拨开一片灌木，眼前是一处小池塘，静静地卧在山坳里，水面清澈见底，夕阳的余晖洒在上面，泛起粼粼的金光。池塘边几块青石，几丛野花，竟然有几分世外桃源的味道。更让陈安惊喜的是，池塘里有鱼，又多又肥。陈安眼睛都亮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正经吃东西了，光靠这些野果根本就不够，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在旁边找了根趁手的树枝，把一头削尖，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池塘边缘，那里水不深，刚没过小腿，清凉的感觉透过皮肤传来，让他疲惫的身体舒服了不少。陈安屏住呼吸，举起树枝，瞄准一条大鱼，噗，十环，钓鱼佬狂喜。陈安把鱼从树枝上取下来，扔到了岸边，不到一炷香功夫，他就插了5-6条鱼，个个肥美。上辈子他钓1个月都没有刚才这一会儿上的鱼多。陈安收拾好鱼，又在池塘边找了根细藤，把鱼串起来，这才心满意足的地往回走。等到回到洞穴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陈安搬开杂草钻了进去，看见姬无月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躺在地上，挺好。他身体越虚弱，等他醒来时，自己的筹码就越大。陈安在周围捡了几块石头围成简易的火塘，把找了些干柴架好，掏出火折子点火，火焰跳动，驱散了洞里原本的阴冷。他把处理好的鱼用树枝串起来，架在火上慢慢烤着。不一会儿，
鱼皮开始滋滋作响，油脂滴落在炭火上，冒起一阵白烟，香味渐渐飘散开来，充斥着整个洞穴。陈安咽了口唾沫，翻动着鱼，让受热更加均匀。等烤到金黄色时，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条，吹了吹，然后一口咬了下去，真香！这满满一大口，让陈安仿佛置身于天堂一般。虽然没有盐，没有调料，但鱼肉本身的鲜甜就足够美味，尤其是在饿了一天一夜之后，这对陈安来说简直不谈。转眼间，一条鱼就只剩骨头了。他将骨头扔到一边，正准备拿起第二条时，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他的动作顿时僵住，然后缓缓转过头，月光透过缝隙照在那张苍白又美丽的脸上。姬无月正侧着头，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洞穴里一时间非常安静，只有火焰跳动的噼啪声。陈安嘴里还叼着一块鱼肉，吐也不是咽也不是。犹豫片刻，他鼓起勇气把鱼肉咽了下去，挤出一个笑容：“可，这位美丽的姐姐，你醒了？”姬无月眨着眼不说话，继续盯着他看。陈安被他看得发毛，看了看手里的烤鱼，犹豫了一下，举起来朝他晃了晃：“想吃吗？”姬无月终于是移开了目光，转而落在了陈安手中的烤鱼上。“你喂我？”陈安一愣：“我喂你妈？你自己没手？”“好的好的。”他连忙乖巧地举着烤鱼来到了姬无月身边，然后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你用啥吃？”姬无月眉头一皱，然后张开了小嘴。陈安深吸一口气，小心地把鱼肉撕成小块，小心地尝试着往姬无月嘴里放去。跟喂姬无月喝水时的他完全判若两人。洞穴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只有火焰噼啪作响，还有偶尔滴落的油脂声。陈安坐在姬无月身边，小心地把鱼肉撕成小块，一点一点喂进他嘴里。姬无月躺在地上安静地咀嚼，看起来十分优雅。在咽下一口之后，他又张开嘴巴，眼睛看向陈安，十分乖巧。陈安心里那叫一个复杂，这女人昨天还想杀自己，现在自己却在喂她吃饭，关键是还特别配合，给什么吃什么。月光照在她脸上，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红唇边沾着一点油脂，在火光下泛着润泽的光，让陈安忍不住想要用嘴巴弄干净。一条鱼吃完，陈安将鱼骨收拾到一旁。还要吗？还要。姬无月点了点头。陈安起身又拿了一条，撕了一块递过去，指尖无意间触碰到红唇，温热柔软的触感让陈安手指一颤，差点把鱼砸他脸上。姬无月似乎没有察觉，依旧安静的小口吃着，那双眼睛一直盯着陈安手里的鱼，神情十分专注。要不是陈安见过她的真面目，还真会认为眼前这个女人是个人畜无害的邻家大姐姐。这一幕要是让合欢宗的弟子们看见，怕是要集体怀疑人生。见这一条鱼又是快要见底，陈安见姬无月一直也不说话，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开口：“你也不问问是谁救的你？”姬无月斜着瞥了他一眼，终于悠悠开口：“除了你还有谁？”陈安没想到这女人如此直接，被她直接的态度噎了一下。可，那你也不说声谢谢？姬无月白了陈安一眼，小嘴一撅，吐了口鱼刺。陈安试探着问：“你应该不会还想杀我吧？”姬无月闻言眨了眨眼，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你猜啊？”声音听起来又软又糯。陈安僵住：“我猜你妈呀！你是不是有病啊？”陈安深吸一口气，决定开门见山：“姬堂主，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要是还想杀我，那我现在也不跟你废话了，扭头我就走。反正你现在已经死不了了，至于啥时候身体能恢复，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姬无月撇撇嘴，轻哼一声：“生气了哦，真是个无趣的男人。”他忽然伸出玉手，捏了捏陈安的脸：“放心啦，姐姐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陈安摸了摸被姬无月触碰过的位置，心说：“放屁，你昨天还他妈想弄死我呢，你是不是杀人狂跟我无关，我可以继续帮你治身子，不过你得答应过一个条件。”姬无月挑眉说：“那面阵旗，你帮我弄到手。”陈安说着，目光看向姬无月：“你肯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姬无月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你倒是会讨价还价。”陈安帮不帮？一句话。姬无月不说话了，似乎是在思考。半晌，他悠悠开口：“我昏迷的时候，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陈安心里咯噔一下，他脸上不动声色，但心跳已经飙到了180。他发现了，不可能啊，那些红肿都消了，他怎么可能知道？陈安死皮赖脸的举手发誓：“我只是帮你治疗而已，什么都没做。”姬无月没说话，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治疗？他神情玩味。他昨天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看见了陈安把那面阵旗插了回去，正是这个举动将自己的命从古尸手底下救了回来。不过至于这家伙说的给自己治疗，那纯属胡说八道，一点修为都没有，怎么帮自己治疗？顶多给他喂了些丹药罢了。陈安挑了挑眉，不服气道：“那不然呢？就你身上那伤，你以为普通的丹药能有什么用？”姬无月的眉头皱了起来：“臭男人，借口真多，干了就是干了，还说是给自己疗伤，真无趣。”正想着，他忽然脸色一变，又是伸手捂住了胸口。陈安差点没笑出声：“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伤势，普通丹药能有什么用？”姬无月想给他一巴掌，但浑身无力，根本抬不起手。“你要是不信，我再治一次给你看。”姬无月此刻脸色苍白，捂着胸口不想搭理陈安。
陈安耸耸肩，信不信由你，反正疼的不是我。姬无月闻言深吸一口气，已经多久没有男人敢这么和他说话了？好啊，那你来吧。陈安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快就答应了，愣了愣说道：那得先说好啊，我治疗的时候你可不能运功，也不能反抗，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好啊。姬无月乖巧的点了点头，主动摆成一个大字：烧娘们。陈安看了一眼姬无月的姿势，深吸一口气。之前姬无月昏迷不醒，他可以随心所欲，但现在他不光清醒了，还睁着大眼睛媚眼如丝的看着自己，放不开，根本放不开。陈安感觉自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他小心翼翼地解开他身上最后那片碎布，重新露出那具完美无瑕的身体。这次仅仅是一炷香时间，陈安便已经是倾囊相授。上次治疗时姬无月是昏迷的，所以陈安还能承受，而这次一个清醒的金丹高手，即便是再怎么控制，那股气息也不是只有800多血量的陈安所能承受的。他此刻脸色白的像纸，浑身是汗，脸色惨白，他能感觉到只要自己再动一下，就会立刻鸡飞蛋打。姬无月则是表情怪异，感受着经脉当中气息的变化。沉默半晌，他玉手一翻，一枚通体雪白，表面带着光泽的丹药出现在了掌心，药香一下子飘了出来，一看就不是凡品。他把丹药递给陈安，吃了它。陈安皱眉，你让我吃我就吃，吃了它。姬无月命令道，再来一次。陈安看着那枚通体雪白的丹药，然后推了回去，不吃。姬无月挑眉，怎么，怕我毒死你？陈安摇头，女人，你拿我当牲口用。他说着指了指自己，你真不怕我死你身上？姬无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死我身上，我给你收尸。我拒绝。陈安翻了个白眼，他刚才算是领教到了金丹期高手的实力，自己的气息跟眼前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让自己小马拉大车是对他智商的侮辱。姬无月又把丹药推了回去，这药很厉害的，你真不试试看？不是。陈安态度坚决，姬堂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现在要是真帮你把伤治好了，你一起身体上裤子不认人，一巴掌拍死我，我找谁说理去？姬无月勾了勾嘴唇，拍死你，这个建议倒是不错。不错，我看你是屁股肿的不够。陈安据理力争，我可不敢拿我的小命去赌，毕竟您可是执法堂堂主，弄死我跟玩似的。姬无月沉默了半晌，似乎真的在认真考虑陈安的话。你倒是谨慎。片刻后他叹了口气，说说看吧，你打算怎么办？陈安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坐直身子认真道，很简单，咱们做个交易。陈安盯着他的眼睛，我豁出去了，再给你治疗一次，然后你帮我把那面阵旗弄到手。姬无月点头，可以，但我需要恢复更多的力量，才能布阵调整那道封印。他看着陈安的眼睛，否则的话，那道阵旗谁碰谁死。那古尸的力量你也见识到了。陈安皱眉，你确定？我骗你干什么？姬无月有些不耐烦道。陈安轻叹一声，绕来绕去，还是绕回来了。他还是得先帮姬无月恢复，姬无月才能帮他拿阵旗。但问题是，这女人的话在陈安看来并不可信。他犹豫了，姬无月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嗤笑一声，怎么还是不信我？怕我过河拆桥？怕。陈安老实承认，姐姐在你心里难道是个坏女人吗？姬无月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伸出手把丹药给我。陈安把丹药递了回去，姬无月接过，然后一口吞了下去。陈安愣住了，你这是干什么？过来。姬无月淡淡道。陈安无语，这玩意儿你吃了有什么用？姬无月重复道，我让你过来。陈安撇撇嘴，走了过去。下一刻，姬无月一把将搂住陈安，你们。陈安被温香软玉填满，大脑也是一片空白。下一刻，一股温热的气息进入了陈安的体内。片刻，姬无月松开手，舔了舔嘴唇，笑盈盈地看着他。陈安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你做了什么？姬无月歪着头，亲嘴嘴啊，好好说话，喂你吃药。陈安无奈，我用你喂，还喂你了一点别的东西呢。姬无月露出一副神秘的笑容，伸出纤细的手指在他胸口绕了一圈。陈安大惊，以为我吃了什么？刚才姐姐将自己的一缕本源真气混合着丹药之力送到了你的体内。陈安脸色一变，本源真气，你想控制我？别紧张。姬无月笑盈盈地说，这缕气息会在你体内存在3天，这3天里，如果我对你动手，你便可以随时引爆这缕真气，到时我便会经脉受损。陈安一愣，他没想到姬无月会这么做。姬无月笑得更加妩媚，不满意吗？如此一来，不仅药力吸收得更好，还能顺带让你尝尝姐姐的味道，甜不甜？甜。陈安点了点头，紧接着感受了一下身体的情况，那股温暖的气流正绕着自己的丹田运转，所过之处，疲惫感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沛的力量感。生命值820，精力充沛，瞬间满血。Who's your daddy？ 陈安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状态栏，啥药啊这是？也太猛了吧，这得卖100块零食吧。除了这些，他确实还感觉到丹田深处多了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那道气息给陈安的感觉很温柔，只要他心念一动，这气息就会有所反应。怎么样？姬无月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现在相信姐姐了吧？行。陈安点了点头，成交。姬无月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满意，那还等什么？快过来吧。陈安深吸一口气，走到他身边。这一次，姬无月热情的夹道迎接陈安的到来，
在姬无月的有意引导以及那枚丹药的作用下，这次治疗持续的时间长了些。终于在天色渐亮时，治疗结束了。姬无月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体内的那股暗痛缓解了不少，灵力也恢复了有50%左右。虽然还没到全盛状态，但最起码目前行动已经无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原本那些狰狞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淡淡的痕迹。而对于陈安来说，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回报。极品丹药加上经丹期的修为，这次生命值居然增加了足足200点，比上次还要多出50点。这下陈安的血量正式突破了1000大关。如果加上灵偶的充电宝功能，自己一共有足足2040点生命值可以调用。在极端情况下，他甚至可以秒杀筑基高手。姬无月见陈安的狼狈模样，玉手一翻，又是取出一枚丹药，伸出舌尖舔了一下，然后亲手喂进了陈安嘴里。你这要多少钱啊？少说的卖101颗吧。陈安感受着体内那磅礴药力，开口问道。姬无月闻言轻笑一声，也不回答。他又从储物戒指里翻出了一套干净的衣服。陈安看见后愣了一下，你带着衣服呢？当然，那之前为什么不穿？我穿了。你看什么？这位是女菩萨。陈安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姬无月看着他那呆滞的表情，轻笑一声，就这么当着陈安的面把身上那些破烂的碎布一片片褪下。陈安聚精会神地看着姬无月换衣服的动作，生怕自己错过什么细节。等到他系好腰带，整理好裙摆，然后看向陈安，嫩不嫩？陈安咽了口唾沫，老实点头，嫩。姬无月笑了笑，走到陈安身边，伸出手，走吧，帮你取东西。陈安伸手握住了那只白皙如玉的小手，两人看起来就像是情侣一般，手牵着手正要离开山洞。姬无月忽然眉头一皱，嘘！陈安一愣，连忙屏住呼吸。山洞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两人轻微的呼吸声。片刻，一阵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从洞口外面传来。陈安屏住呼吸，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脚步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一个圆滚滚的肥硕身影忽然出现在洞口，吃力地往洞里钻。陈安一看，居然是之前玄冥宗的那个胖子。此时胖子浑身是伤，衣衫破烂，一边往里钻，嘴里还一边骂骂咧咧，马了个巴子的累死老子了。那几个狗日的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也不知道等等老子。钻到一半，胖子像是忽然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看向山洞深处，目光所至，有两个身影正手牵手站在那。胖子眉头一皱，这俩人看着好像有点眼熟。等他再仔细看去时，表情瞬间凝固，眼珠子差点没从眼眶里蹦出来。叽叽叽叽，他浑身颤抖，像是见了鬼一样指着姬无月。陈安感觉到姬无月轻握着自己的手，正在微微收紧。下一刻，胖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姬奶奶饶命啊！嚎叫声响彻整个山洞，震得陈安耳朵嗡嗡响。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什么都没看见。您和这位公子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我就是个屁，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陈安这么丝滑吗？姬无月面无表情，他松开陈安的手，缓缓走向胖子。胖子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浑身的肥肉都在颤。姬奶奶，不，美人姐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上有老下有小，闭嘴！姬无月淡淡道。胖子立刻闭嘴，像公鸡被掐住了脖子。姬无月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堂主的气势悉数而出，连陈安也没忍住，面对这股气势缩了缩脖子。我没什么耐心，所以每个问题只问一遍，记住了吗？胖子点头如捣蒜，回奶奶的话，记住了。你们总共来了多少人？胖子不敢隐瞒，竹筒倒豆子般交代道。八个。姬无月皱眉，就你们8个？不，我是说来抓人的，就我们8个。抓谁？抓什么？抓奶奶您。姬无月眯起眼睛继续说，没了。胖子战战兢兢道，没了。姬无月眼神一凝，胖子吓得一下子扑到了姬无月的脚边，抱住了他的玉足。奶奶，我真的就知道这些，老大从来不跟我们说太多。姬无月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那笑容温柔的让人毛骨悚然。你刚才说什么？胖子浑身一抖，弱道，我说奶奶，我真的就知道这些，老大从来不跟我们说太多。不是这句。姬无月摇了摇头，前面那句。胖子皱眉想了半天，试探的说道，您和这位公子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珠联璧合，情投意合。对，就是这句。姬无月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从怀里摸出一枚黑色的丹药。那丹药通体漆黑，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吃了它，这是对你胡说八道的惩罚。陈安，胖子脸色煞白，这是什么好东西？姬无月笑盈盈的说，张嘴。胖子拼命摇头。姬无月也不废话，一把捏住他的下巴，手指一弹，那枚丹药就飞进了胖子嘴里。咕噜，胖子咽了下去，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7日断肠丹。姬无月淡淡的看着他，每隔7日必须服下解药，否则肝肠寸断。胖子脸色煞白，双腿一软，又跪了下去。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说错话了，这小子根本配不上奶奶您。陈安。姬无月蹲下身，看着他那张惊恐的脸，笑容温柔的像3月的春风。想要解药？胖子拼命点头。很简单，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人了。胖子愣住了，反应了半天，他忽然老脸一红。还有这好事？真的吗？胖子颤抖着手就开始脱衣服，然后被姬无月一巴掌打飞出去。你找死！
姬无月一脸嫌弃地擦了擦手，我的意思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做得好了，我给你解药，做得不好，姬无月笑了笑，你就等着肠穿肚烂吧。胖子脸上的肥肉剧烈颤抖，内心一阵激烈的天人交战，最终认命地低下了头。奶奶，我干。姬无月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转身看向陈安，表情瞬间重归温柔，和刚才的冷厉完全判若两人。他浅浅一笑，轻轻道：“等急了吧？”胖子向陈安投去了羡慕嫉妒恨的目光。月光下，3道身影朝山崖的方向走去。胖子走在最前面，一瘸一拐，满脸哀怨。陈安和姬无月跟在后面，依旧是手牵手。你刚才喂他那玩意儿是真的假的？陈安小声问。姬无月瞥了他一眼，怎么？你想试试？不用了，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陈安连忙摇头。姬无月冷哼一声，他们杀我合欢宗弟子，还敢打我的主意？我已经对他很温柔了。陈安想想也对。几人走了大约1炷香时间，那面熟悉的山崖便出现在眼前。月光下，神龛依旧立在那里，那面泛着荧光的阵旗在夜风中飘舞，而古尸仍旧静静地立在原来的地方，像一个雕塑。胖子看见古尸，脸色瞬间煞白。姬奶奶，我们来这干啥？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呀！闭嘴！姬无月来到神龛旁，玉手一挥，一个发着光的小型阵法陡然浮现。他对胖子淡淡道：“过去，抱住他。”什么？胖子卡了一下，抱住谁？他。姬无月指了指那具古尸，语气依旧平淡。胖子一脸呆滞，看了看那具古尸，又看了看姬无月。奶奶，您一定是在逗孙子玩吧？姬无月没说话，双手结印布阵的同时，抽空给了胖子一个眼神。胖子一个哆嗦，然后生无可恋地朝古尸慢慢挪了过去。1步2步，他走到古尸面前，看着那张狰狞扭曲的脸，2条腿都在打颤。大哥对不住，我是被逼的，您稍微忍忍。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古尸张开了双臂，瞬间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差点让胖子吐出来。但更让胖子崩溃的是，这古尸居然在动，而且随着姬无月的动作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他吓得大叫一声，正要松手，就听见姬无月的声音：“松手就杀了你！”胖子欲哭无泪，只能重新抱住古尸。这时，古尸的手忽然抬了起来，在胖子惊恐的眼神中，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啪！胖子的脸瞬间肿了起来，他疼的眼泪都出来了，但还是不敢松手。另一边，姬无月双手一抬，阵法中央猛地升起一道耀眼白光，随着那道白光的升起，古尸又动了。这一次一巴掌拍到了胖子的后脑勺，胖子疼得直翻白眼。陈安看得心惊肉跳，随着姬无月的动作，古尸也是不断的震动，每一下都落在胖子身上。胖子很快就被揍得鼻青脸肿，然而他死都不敢松手。姬无月的双手逐渐加速，手印越来越复杂，磅礴的灵力从体内涌出，流向那面阵旗。下一刻，阵旗上的符文开始剧烈闪烁，一道道金色的纹路从旗面蔓延开来，顺着地面延伸到了古尸的脚下。古尸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嘶吼，似乎在抵抗这股力量。胖子被他带着晃来晃去，惨叫连连。奶奶，好了没有？这玩意儿它咬人啊！别急，姬无月完全不急，再坚持一会儿。胖子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惨叫声不断地响彻夜空。陈安看得头皮发麻，只能说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他此时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问一下，我是说假如啊，要是没这胖子，你打算让谁干这活？姬无月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古怪，你觉得呢？陈安默默点头，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姬无月看着他那副表情，嘴角微微勾起，心疼了，要不换换人？不用了。陈安连忙摇头，他挺适合这份工作的。姬无月轻笑一声，回头继续调整封印，金色的符文越来越多，到最后直接在古尸脚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阵法。古尸的挣扎越来越剧烈，嘶吼声也是越来越大。胖子已经被揍得不成人形了，眼睛肿得几乎只剩下了一条缝，但他一点也不撒手。终于，姬无月屈指一弹，完成了最后一个手印。凤，他一声轻喝，阵旗爆发出刺目的金光，金光笼罩了整个山崖，将古尸死死压制住。古尸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最终彻底安静了下来。胖子仍然抱着古尸，大口喘气，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奶奶，我能松手了？不。姬无月点了点头。胖子如释重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忍不住嚎啕大哭。我想回家。姬无月走到神龛前，伸手握住那面阵旗，轻轻一把，咔嚓，阵旗应声而出。姬无月转过身，把那面阵旗递给陈安，你的了。陈安接过阵旗，入手温凉，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面板跳出提示，获得古代阵旗品阶地阶下品。陈安大喜过望，连忙把阵旗收好。姬无月看着他那副财迷样，轻笑一声，走吧，此地不宜久留。陈安点点头，回身看了一眼还在嚎啕大哭的胖子，走过去将他扶起。兄弟别哭了，好的哥。胖子马上不敢哭了，此时的他浑身是伤，鼻青脸肿，走路一瘸一拐，模样狼狈至极。他一扭头，看见姬无月正面无表情的在看着自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鼻涕眼泪瞬间糊了一脸。奶奶，您不是要灭口吧？我刚才可一下都没松手啊！聒噪！姬无月皱眉，胖子立刻闭嘴。姬无月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丹药，然后屈指一弹，这是这次的解药，7天之后我要你的情报。胖子愣住，脸上的肥肉抖了抖。您
您还真要我当线人？姬无月冷笑，或者也可以拿你当死人。胖子连忙点头说道：线人好，线人得当。姬无月从怀里掏出一枚特制的传讯符，塞进胖子手里，用这个给我发一条消息，做得好了，7天后我给你下一颗解药。胖子苦着脸，小心翼翼道：那要是没消息呢？姬无月笑了，那你就可以等着肠穿肚烂了。我告诉你啊，这药发作时可是先从肠子开始烂，一寸一寸的烂，烂足7天7夜才死。据说死的时候肠子会从嘴里吐出来，都可以缠着玩了。你要不要试试？胖子打了个寒战，我一定发，每天发10条。姬无月挥了挥手，滚吧！胖子如蒙大赦，跟个皮球一样，连滚带爬的消失在树林里。随后，姬无月带着陈安回到了那座神龛前，晨光从东方洒落，给整座山崖镀上一层金边。神龛静静矗立，只剩下空荡荡的插孔。姬无月蹲下身，将手伸向神龛底部，咔嗒一声轻响，神龛底部弹出一个暗格，里面静静躺着一本泛黄的古籍，封面上写着4个古朴的大字：血魔神功。姬无月将古籍取出，递给陈安，拿着，我刚才布阵时发现的。陈安接过，入手沉甸甸的，看名字应该是一本功法。他翻开书页，一股陈年气息扑面而来，书页上的字迹古朴有力，旁边还配有经脉运行的图解，线条精细，标注清晰。陈安的瞳孔骤然收缩，这功法居然练的不是灵力，而是气血。陈安如获至宝，连忙继续往下翻。他越看越心惊，也越看越兴奋，这功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姬无月看着他这副模样，嘴角微微勾起，我之前观察了你的套路，和这功法里描述的有些相似，这东西在你手里比埋在这里有用。陈安抬起头，眼中满是兴奋，多谢姐姐。姬无月摆摆手，转身朝山下走去。现在知道叫姐姐了，走啦，回家。陈安将古籍贴身收好，快步跟了上去。暮色四合，远处的山峰在夕阳中勾勒出起伏的剪影。两人行至夜色正浓，眼看合欢宗那熟悉的山门就在不远处，姬无月却忽然停下脚步。今晚不走了？陈安一愣，为什么？姬无月瞥他一眼，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妩媚。你猜啊！话音未落，他粗暴地将陈安一把抓起，身形一闪，消失不见。一处池塘边，2道身影自半空落下。姬无月一把将陈安扔在了池塘边的青草地上。起初陈安还以为这娘们是变卦了，打算灭口，直到他看见这女人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一张白色毯子，陈安似乎明白了这女人想要干什么。姬无月转过身看着陈安，月光从他身后照进来，勾勒出他完美的轮廓，那双漂亮的眸子亮得惊人。他伸出手开始解衣带，动作很慢很烧，透着一股子媚劲儿。衣带松开，外袍滑落，完美无瑕的身体一寸一寸暴露出来。他缓缓走近，每一步都摇曳生姿，来到陈安面前。姬无月伸手按在他胸口，轻轻一推，陈安顺势倒在毯子上。他坐过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弟弟。他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温热的气息喷在他耳廓上。这次要久一点哦。1个时辰后，陈安瘫软在毯子上。这次姬无月并没有运功，仅仅是最单纯的运动。即便如此，陈安也是消耗巨大。幸好之前自己服下的那枚丹药药效还在，自己可以支撑得久一点。由于这次陈安完全处于被动，所以生命值增加的没有上次多，但是也有足足100点。此时的血条已经来到了5001120。不过陈安却觉得这和平时的体验完全不同，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他感觉自己在姬无月面前就像个嗷嗷待哺的小屁孩，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这时姬无月的嘴巴忽然凑到了陈安的脖梗处，陈安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时，一阵刺痛传来。你要我干什么？姬无月松开嘴，看着那个清晰可见的红色痕迹，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给你留个纪念。说完，姬无月玉手一挥，散落在地上的衣裙悉数飞起，重新覆盖在了他那白皙的身体之上。走了。说完，姬无月身形一闪，消失在夜色中。不是说走就走啊，你去哪儿啊？陈安愣在原地看着姬无月的背影，那不是回合欢宗的方向。陈安摸了摸脖子，那个牙印还在隐隐作痛。他叹了口气，自己是真的看不懂他。天亮时分，陈安看着清月峰的山门，恍若隔世。他长舒一口气，终于是回来了。回到舒影轩，精疲力尽的陈安推开院门，打算回去睡个昏天暗地。刚走进去，忽然听见隔壁院子里有人说话。他好奇地透过院墙缝隙看去，隔壁的院中里站着一对年轻男女。男的身材修长，面容俊朗，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内门弟子服，腰间挂着一枚上品玉佩。女的一身素雅长裙，质地轻柔，随着微风轻轻飘动，腰间系着一条浅碧色的弓绦，勾勒出完美的腰线。再往上被一片轻纱包裹着，能隐约看出那惊人的弧度。不错，陈安心里一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陈公子，您可回来了，青瑶师姐昨天来找了你好几次呢。陈安吓了一跳，连忙回头，一个穿着淡绿色纱裙的少女站在他身后，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她看起来17、18岁，圆圆的脸蛋，眼睛弯成2道月牙，透着几分机灵劲儿。你是？侍女行了一礼，奴婢叫仙儿，是青瑶执事专门安排来伺候陈公子的。青瑶姐说了，您是贵客，不能怠慢。陈安点点头，
这女人倒是想得周到。他随后指了指隔壁那2位是。希儿扭头看了一眼，然后笑盈盈道：“那是周寒师兄和林雪师姐，是师兄你的邻居了。周师兄是炼气9层，听说很受花长老看重。林雪师姐是炼气7层，主修的是媚功。他们俩可是一对道侣，听说还是青梅竹马呢，感情可好了。”这时，那对道侣也同时注意到了他。周寒的目光在陈安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然后眉毛一扬，眼神有些惊讶，显然是在疑惑为什么这高级弟子区会进来一个毫无修为之人。跟在周寒身后的林雪也是3分好奇，7分疑惑，悄悄地打量了陈安一眼。希儿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见两边都不说话，连忙介绍道：“周师兄，林师姐，这位是陈公子。”说着，希儿压低了声音：“陈公子可是青瑶师姐亲自安排的呢？”周寒闻言先是一愣，目光随即变得玩味起来。妈的，原来林青瑶这娘们平日里见我时那副清纯模样都是装的，暗地里早就养了小白脸了。想到这，他心中涌上一丝妒意，这小子凭什么？林雪则是没有太多反应，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他动作很轻，明显带着一股疏离和冷淡。陈安撇了撇嘴，抬头看了一眼林雪那张无可挑剔的面庞、纤细的腰肢以及被衣裙包裹着的饱满曲线。什么冷淡？明明是自己还不够热情。他于是笑着拱了拱手：“周师兄，林师姐，早上好啊。”周寒朝着陈安转了转身体，将腰间挂着的那块白玉令牌露出来了一些，嘴角扯出一个弧度：“师弟早。”他慢悠悠地开口：“能住进这高级弟子区，想必师弟一定有过人之处，不知师从哪位长老门下？”陈安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孙子是故意这样问的，他脸上却是非常诚恳：“承蒙青瑶师姐照顾，混了个落脚的地方而已。”哦，周寒特意拖长语调，脸上露出恍然的神色：“陈师弟年轻俊朗，能得到青瑶师姐青睐，确实是一桩美事。不过……”他顿了顿，语重心长道：“咱们这清月峰可不是什么随便之处，师弟最好还是安分一些，别给青瑶师姐添了麻烦，万一她哪天不高兴了。”陈安脸上笑容不变，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林雪：“多谢周师兄提醒，我倒是觉得无妨。青瑶要是不高兴了，我再换个漂亮姐姐便是。”周寒见此子如此不要脸，铁了心的当小白脸，忽然觉得有些无趣。他理了理衣袖，淡淡道：“行了，我还有事，就不陪师弟闲聊了。”说完，他也不等陈安回应，抬脚就走。林雪则是站在原处，目送周寒离开。陈安这时注意到他的眼角好像微微泛红，不知是没休息好还是……他心中一动，但面上不动声色。等周寒走远，陈安这才开口：“林师姐。”林雪一愣，转头看向陈安。陈安笑容温和，一脸真诚：“师姐的脸色似乎不是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我这里有些安神的茶叶，若是需要，我给师姐送一些过去。”林雪眨了眨眼，显然没想到他会说这个。片刻，他轻轻摇头：“不用了，多谢陈师弟好意。”说完，他转身回房，关上了房门。陈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微微勾起：“还挺高冷，有意思。”他收回目光，转身回屋。希儿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问：“公子，希儿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陈安摆摆手，伸了个懒腰：“没有的事，我去睡会儿啊。你想干啥干啥啊，就当我不在家。”希儿听陈安这样说，这才放松下来，轻轻拍了拍胸脯，脸上重新露出笑容。等到陈安一觉睡醒，已是大中午。希儿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鸡，早已将午饭和清茶备好。陈安吃过了午饭，悠闲地躺在院中，一边喝茶，一边翻着那本《血魔神功》。阳光洒在院中，他这副模样，倒真有几分世外高人的架势。这时，隔壁院子传来一阵轻微的水声。陈安放下书，抬头望去，原来是林雪在浇花。碰巧林雪也向这边看了过来，正好和陈安的目光相对。陈安笑了笑，举起茶杯，遥遥一敬：“师姐，喝一杯。”林雪素手一抬，理了理额前的刘海：“不了，你喝吧。”陈安笑了笑，然后继续低头看书。过了一会儿，林雪浇完了花，准备回屋。陈安放下茶杯，开口道：“师姐，你这株月下美人养得可真好。”林雪脚步一顿，看向院子里那株自己精心照料的花：“你认得这花？”她难得主动开口。陈安仔细看着面板上的信息，点点头道：“我记得这花喜阴不喜阳，浇水不能太多，否则容易烂根。师姐养得这么好，想必费了不少心思。”林雪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居然还有人懂自己养的花。她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陈师弟对花草也有研究？”陈安心说：“不是，我只是喜欢钓鱼，谈不上研究，只是和师姐一样，也喜欢养些花花草草。”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嘴就来：“师姐若是有兴趣，改天可以交流交流。”他说得很随意，看上去完全就是邻居之间正常的寒暄。林雪将手中水壶放下，然后冲陈安点了点头，转身回屋。陈安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你看，这鱼不就上钩了？”他也起身回房，将门窗仔细关好，然后检查了一下那面阵旗，防御阵的材料还差一些。陈安打算晚一会儿就去买。他先将阵旗重新放好，然后盘腿坐在床上，继续翻阅《血魔神功》。血魔之道，以身为炉，以血为引，炼精化气，炼气化神。陈安逐字逐句地读下去，越看越心惊。这本功法足足有9层境界，
每一层都记载着详细的修炼方法和气血运行图解。陈安认真读了一会儿第一层中的内容，发现自己现在连这一层都还没入门，只是凭着本能瞎记把挥霍。虽然误打误撞治疗成功了，但效率太低，消耗太大，难怪每次治疗完都像被掏空一样。他暗自思忖，原来是方法错了。他深吸一口气，按照第一层地功法记载，开始尝试运转体内的生命能量。盘膝而坐，五心朝天，一手丹田。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修炼，之前根本没有过控制灵力运转的经验，所以搞了半天还是完全控制不了体内的气血运转。陈安只能是一遍一遍的不断尝试，他眉头紧锁，额头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就这样，直到夕阳西下时，陈安忽然感觉到一股暖流从丹田深处涌起，这股暖流沿着经脉不断运转，明显比从前更加凝实，更加浑厚。陈安沉浸在这种奇妙的感觉中，忽然看见面板浮现，习的技能初级本源运转之法，生命恢复速度正 30%， 精力恢复速度正 30%， 运转1周天效果最大生命值加50，当前生命值1220。陈安瞪大眼睛，运转1周天就能加50点最大生命值。他大概算了一下，以自己目前掌握的情况，大概1晚上就能运转1个周天。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体力和精力跟得上的话，那每天都能增加50点生命值，而且这技能本身还有恢复速度的加成，牛逼！等下次见面我得好好谢谢那个女人。陈安抚摸着那本血魔神功，打算这段时间好好修炼，等下次狠狠给姬吴越一个惊喜。他放下书，这才发现外面已经天黑，仙儿正在院子里准备晚饭。他起身下床，忽然听见隔壁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动静。陈安动作一顿，竖起耳朵仔细听去，是林雪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还有一丝委屈。你到底去哪了？有瓜！陈安一个翻身下了床，屏住呼吸，轻手轻脚的来到院中。哪也没去。周涵的声音听着明显的不耐烦，你是不是又去找他了？林雪越来越委屈，说了多少次，我们只是交流炼丹之术，交流炼丹术要半夜才回来，你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林雪的声音有些发颤，我练到兴头上忘了时。林雪在桌边坐下，然后示意陈安也坐。陈安把竹篮放在桌上，在他对面坐下，然后故作轻松，随意道：周师兄呢？赶快给他喊过来尝尝这果子，可甜了。林雪眼神暗了暗，他出去了，这么晚还出去？周师兄修炼也太刻苦了。陈安故作惊讶，师姐长得这么漂亮，周师兄把师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还真是放心呢。林雪听完，眼眶又红了，她连忙眨眼，不让眼泪流出来。陈安心中暗喜，自己这次切入的效果还不错，他语气随即变得关切起来。师姐，你眼睛怎么红了？林雪下意识抬手摸了摸眼角，别过脸去，没事，刚才有沙子迷了眼。陈安心里暗笑，面上却是一副认真的表情。不用我帮师姐吹吹？林雪连忙摇头，不用了。陈安顺从的点了点头，然后从篮中拿出一个野果递给林雪。师姐，我白天就觉得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林雪接过果子一愣，陈安趁机继续说道，我倒是懂些按摩之术，可以缓解疲劳，师姐若是不嫌弃，我帮你按按。林雪眉头微蹙，有些警惕起来，不用了，你还有什么事吗？陈安连忙摆手，师姐别误会，我就是看师姐好像有些不太舒服，既然师姐不愿意那就算了，我就先走了。陈安说完，做事要起身离开。等一下，林雪忽然开口。陈安回头，林雪咬咬嘴唇，看了一眼那篮野果，谢谢。你看，他还得谢谢咱。陈安回头看去，在烛光映衬下，林雪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那双的桃花眼此刻低垂着，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天蓝色的罗裙裹着纤细的身段，领口微长，露出锁骨处一小片雪白的肌肤。陈安的目光在片雪白处停了一瞬，随即移开。师姐，陈安轻声开口，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林雪沉默，陈安也不急，将林雪手中的那枚野果接过来，仔细擦干净之后又递了回去。师姐尝尝看，很甜的。林雪接过，咬了一小口，确实很甜。林雪低着头，小口小口的吃着，很安静。陈安也静静地看着她吃果子，烛火跳动，气氛安静而微妙。吃着吃着，林雪低下了头，肩膀开始微微颤抖。师姐，想哭就哭出来吧，这里没有别人。陈安这句话像是钥匙捅破了闸门，林雪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她捂着嘴，拼命压抑着哭声，但泪水还是止不住的流。陈安走到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林雪身体一僵，但却没有躲开。陈安的动作很轻，只是安抚性的拍着，没有任何逾矩的行为。他柔声道：师姐，你这么漂亮，还这么温柔，小心把眼睛哭肿了，周师兄要心疼了。林雪听到这里，终于还是没绷住，伏在桌上放声哭了出来。陈安在她身后笑了出来。烛火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哭了许久，林雪渐渐平静了下来。她拿出手帕擦了擦眼睛，看见陈安还站在身边，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去。对不起，让你看笑话了。陈安摇摇头，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又递过去一颗野果。林雪接过，没有吃，只是握在手里。沉默片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轻说道：师弟，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陈安想了想，
认真道：“师姐非常好，温柔漂亮，还贤惠。不过……”陈安说着一顿，看向林雪的眼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师姐似乎很孤独。这句话陈安故意说得很轻，也很慢。林雪身体微微一颤，她抬起头，看见陈安正盯着自己，又连忙低下了头。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就这样犹豫了好一会儿，林雪终于是一声长叹，目光看向陈安。她说起了她和周涵的往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一起入宗。刚开始时，周涵对她温柔体贴，两个人一起修炼，一起成长。但自从周涵在炼丹术上崭露头角，被百药谷的一位前辈看中后，一切就变了。他开始嫌弃他修为低，嫌弃他帮不上忙。他质问过，吵过，闹过，但都没有用。周涵对他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冷漠，也越来越陌生。有时候我在想，林雪低着头，声音很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他才会？不是。陈安打断他。林雪抬头看他，陈安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师姐很优秀，是他不懂得珍惜。林雪愣住，泪水无声的滑落，一滴滴落在衣襟上。陈安从怀里掏出手帕，慢慢递了过去。林雪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不过却没有用，只是轻轻握在掌心。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烛火跳动，光线忽明忽暗。林雪的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柔媚，泪痕未干，睫毛上还挂着水珠，眼底此刻雾气蒙蒙，又显着几分小鸟依人。片刻，陈安打破了沉默，轻声说：“师姐，你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说着站起身准备离开。林雪忽然伸手拉住了他的袖子，等一下。他声音很轻，带着几分明显的慌乱。说完，连林雪自己都愣住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松开手，低下头去。对不起，没关系。陈安轻轻一笑，重新坐下。我知道师姐心里难受，我就再陪师姐说说话吧。林雪闻言，抬起头怔怔地看着陈安。陈安说：“师姐，你看起来太疲惫了，我看着都有些心疼，我帮你按一按吧。”这次林雪犹豫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陈安起身走到林雪身后，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上。他感觉到林雪的身体猛地一僵，这女人还挺敏感。他随即用温热的手指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在她肩上和颈后缓缓按揉，皮肤细腻，触感很棒。林雪闭上眼睛，轻轻呼出一口气，身体渐渐软了下来，感觉很好。她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陈安一边按一边轻声说道：“师姐，你太紧张了，放松。”林雪闭着眼睛，轻轻嗯了一声。陈安一边按揉，目光顺着林雪修长的脖颈向下看去，衣领微敞，露出一截雪白的后颈，再往下是微微隆起的肩胛骨。按了一会儿，陈安收回手，轻声问道：“师姐，我技术怎么样？”林雪睁开眼，活动了一下肩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真的轻松了很多。”她回头看着陈安，眼神有些躲闪：“很棒，多谢师弟。”陈安笑笑：“师姐客气了。”他扭头看了看窗外的月色：“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师姐也早些休息。”林雪抿抿唇，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但却没有挽留，站起身将陈安送到门口。月光从门外洒进来，照在陈安身上。他看着林雪，目光温柔：“师姐。”陈安轻声说：“以后不舒服了，可以随时喊我，我离得近，很方便的。”林雪轻轻点了点头。陈安看着林雪的眼睛，忽然伸手在她柔弱无骨的手上捏了捏，然后转身离开。林雪愣在原地，感受着手上残留着的那股温热触感，久久未动。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已经很久未曾有过的感觉。第二天清晨，陈安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听见一阵轻微的敲门声。他一下子睁开眼睛，这个时间段来敲自己的门，难道是隔壁那个寂寞少妇找上门了？他快速翻身起床，简单整了整发型，然后去开门。门一开，一身淡紫色长裙的林清瑶静静立于门外，正笑盈盈地看着他。清晨的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给林清瑶镀上一层柔和的光边，看起来像个仙女。她双手附在背后，带着浅浅的笑容看着陈安：“师弟早安啊。”陈安打开门，然后侧过身：“我就说今天早晨喜鹊一直叫唤呢，原来是今天清瑶师姐要来看我呀。”林清瑶抿嘴一笑：“几日不见，嘴巴还是那么臭贫，我就不进去了，你收拾一下，跟我去清月殿。”陈安一愣：“清月殿？”林清瑶眨眨眼：“花长老有请。”陈安点点头，好几天没回来，自己是该去问候一下那个女人。他回屋快速洗漱更衣，然后跟着林清瑶出了门。清晨的山风带着草木清香，沁人心脾。两人沿着山道漫步而行。林清瑶边走边问：“这几日你去哪了？我找了你好几次，你都不在住处。”陈安心念一转，摸了摸鼻子说道：“啊，我去青龙堂看了看，顺便接了几个任务。”这样啊。林清瑶点点头，又问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多谢师姐，小任务而已，我都搞定了。”林清瑶斟酌了一下，还是提醒道：“这几日宗里常有弟子失踪，你最近最好还是待在疏影轩中，不要到处乱跑为好。”陈安点头道：“师姐放心。”两人走了一会儿，山路一侧的竹林深处出现一座雅致的楼台，楼台门扉半掩，里面有不少人影，还有隐约的灵力波动。陈安心生好奇：“师姐，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青竹轩，弟子们做操课的其中一处场所。”两人走近，
陈安朝里面看去，只见楼台内宽敞明亮，数十名弟子盘坐在蒲团上，正襟危坐，神情专注。最前方的高台上，一个面容靓丽的女执事正在授课。陈安的目光在人群中随意扫过，忽然一挑眉，目光所至处，一男一女并肩而坐。这两人陈安碰巧认识。林雪今天穿着一身纯黑色短款罗裙，大半的修长美腿露在外面，正盘坐于蒲团之上。她旁边陪着的那位自然就是周涵。林清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解释道道：“这便是咱们清月峰的早课，由执事讲解修炼心得，弟子们听课记录。”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长老特意吩咐过你不用参加，所以不用特别在意。”陈安看了一眼林雪那精致的面容，还有旁边神色倨傲的周涵，转头笑道：“清瑶师姐，我能进去听听吗？”林清瑶一愣：“你也想听早课？”有些好奇。陈安一脸诚恳：“正好路过，见识见识清月峰的早课是什么样的。”林清瑶想了想，点点头：“也好，那走吧，我陪你进去。”他说着推开门，带着陈安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门开的瞬间，不少弟子都转过头来。周涵正闭目打坐，听见动静，抬头一看，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精彩起来。居然是林清瑶，他身后是那个小白脸，这个臭娘们居然就这么大摇大摆带着他就进来了。周涵越看心里越难受，嫉妒的小火苗熊熊燃烧。高台上的执事也停了下来，探寻的目光看向林清瑶。林清瑶笑着解释道：“我带师弟来参观一下，你们继续。”那女执事好奇地看了陈安一眼，随后点点头，继续开始授课。陈安跟在林清瑶身后，众目睽睽之下沿着过道往前走到周涵和林雪身边时，他脚步一顿。周涵面无表情地坐着，装作没看见他。林雪则是低着头，睫毛微微颤动，不知在想什么。林清瑶见陈安停下脚步，便小声开始讲解道：“宗门早课的传统有上百年了，一代代传下来的，尤其对练气期的弟子尤为重要。”周围的弟子们面面相觑，这人是谁啊？背景这么大吗？居然能让林执事亲自讲解？周涵将头低下，手越攥越紧，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凭什么？明明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凭什么让林清瑶这么耐心地陪着他？为什么林清瑶陪着的人不是自己？林雪虽然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但体内的气息不知为何却乱了，脑子里也乱了。那股熟悉的气息又飘进鼻子里，和昨晚的味道一模一样。他怎么会来这里？是来看自己的吗？这个男人，他身边明明有清瑶师姐陪着的。就在这时，楼台的门又一次被推开了，一道窈窕的身影翩然而入，让在场所有人同时愣住，包括陈安和林清瑶。台上的执事更是直接停下讲解，连忙俯身行礼：“见过花长老。”花清月一袭飞红色长裙，裙摆曳地，勾勒出那妖娆无双的身段，一只雪白大腿自裙摆开，叉处若隐若现，再往下是那双精致白嫩的脚丫。他目光在楼台内扫过，红唇微微勾起，那慵懒中带着3分勾人的神态，让男弟子们直接眼睛都看直了。继续继续，他摆摆手，声音慵懒而柔媚：“不用管我。”执事连忙让出位置：“长老请上座。”花清月却没有坐，而是走到窗边，倚着窗框，歪着头打量着众人。阳光从窗外洒进来，落在他身上，绯红的衣裙映衬的本就如雪的肌肤更是白得透亮，表面泛着淡淡的光泽。他抬手拨弄了一下鬓边的碎发，动作随意却撩人至极。林清瑶凑到陈安耳边低声道：“你瞧，外门比武快到了，咱们清月峰的情况不太妙，能拿得出手的弟子太少，所以长老这几日心情不太好，除了筹备昔年筑基的事情，还得再另外选拔几名弟子。”陈安微微点头，若有所思。花清月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忽然定在了最后一排，落在角落处那道吊儿郎当的身影之上。他嘴角微微一翘，从窗边款款走向高台，步伐摇曳生姿。来到高台上，他对着台上那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执事轻轻挥手，示意他退下，然后转过身看向台下众人，嘴角一抹坏笑，红唇轻启，声音柔媚入骨：“我想给你们上一次特别的早课。”话音落下，在场众人顿时鸦雀无声，甚至就连林清瑶也惊讶地微微张开了小嘴。花清月开始讲课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林清瑶5年弟子，3年执事，从来没有见过花清月站在这高台之上，一次也没有。今天算是开眼了。花清月似乎也是察觉到了众人呆滞的神情，脸色一瞬间有些尴尬。他咳嗽了一声，然后素手一挥，身前闪过几道白光，白光落下，在高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几个女人，不，好像不能说是女人，她们的耳朵尖尖的，和正常人的耳朵看起来完全不同。火爆的身段上只有极少的布料遮体，大片雪白的肌肤裸露在外，即便此刻躺在地上昏迷着，那美妙的曲线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台下一片哗然，男弟子们眼睛直接直了，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是有人震惊的直接喊了出来：“媚妖，居然是媚妖！媚妖！”陈安眉头一皱，好像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这似乎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妖物，他们天生媚骨，个生的妩媚勾人，天赋便是能让男人看一眼就挪不开目光，但他们体质非常特殊，不仅无法修炼，还只能靠着雄性的精气来维持生命，因此
魅妖一直以来都修炼者们捕捉的对象，尤其是那些修炼才不知道的修士们，最喜欢用魅妖当做发泄的工具。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这些魅妖在黑市之中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每一个都极为难得。安静！花清月慵懒的声音响起，台下立刻鸦雀无声。他满意的点点头，目光扫过众人，红唇轻启。这几只魅妖是青龙堂前几日捉来的，本想着送去春意堂去，但我想了想，与其便宜了那帮糙汉子，不如拿来给你们练练手。他说着，走到一只魅妖身边，蹲下身，修长的手指轻轻挑起那魅妖的下巴。他们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需要你们利用功法唤醒。他说着，站起身，似笑非笑地看着台下众人。今天这节早课就是现场教学，谁能将魅妖唤醒，谁就算过关。台下一片骚动，不少男弟子听说能有机会尝一尝传说中魅妖的味道，眼睛都亮了。周涵更是坐直了身子，眼神火热。花清月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嘴角的笑意更深。他又补充道，还有一件事哦，今天表现最好的人将会协助你们昔年师姐进行筑基。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协助秦昔年筑基，还有这好事？在如此诱惑的奖励之下，在场的男弟子们心中的战意被彻底点燃。周涵更是攥紧了拳头，脸上闪过一丝狂热。如果能得到秦昔年，那自己在清月峰的地位将直线上升，到时候他林清瑶又算什么？那我开始点名了。花清月走到高台边缘，目光在人群中扫过，纤细的手指虚空轻点。你，还有你。他一连点了7、8个弟子，全都是在场众人中修为比较高的，最低的一个也是炼气8层。周涵自然也在其中，他自信满满的起身，嘴角微微扬起。一旁的林雪低着头没有看他，表情有些复杂。作为道侣，他希望周涵赢下这次比试，但是他也清楚，如果周涵赢了，那么自己和他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这时，花清月的目光继续飘向了最后一排，唇角一勾，你也过来。我就知道。陈安撇了撇嘴，起身朝高台走去。除了林清瑶一脸淡定之外，周围弟子纷纷侧目，窃窃私语，这小子到底是谁啊？不知道，不过看起来关系很硬。他好像没有修为啊，让他上去干什么？嘘，小点声，这可是长老亲自点的。周涵则是在心中冷笑一声，明显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而已，8成是花长老想要故意让他出丑，借此来敲打林清瑶他养小白脸这件事。被点中的那几人纷纷来到高台上，按照花清月的吩咐站成一排，每人面前都躺着一只昏迷的魅妖。双修之术讲究的是阴阳调和，以气引气，以神会神。花清月开始讲课，声音柔媚动听。魅妖虽然无法修炼，但他们天生极其敏感，你们要做的就是用自身地功法去唤醒他们。他伸手按在离自己最近的那名弟子肩膀上，示意他脱掉衣服，然后蹲下，要感受他的气息，然后缓缓渡入气息。那弟子的神情一下子激动起来。片刻，台下顿时一片惊呼，有效果了！我去，好强，不愧是王师兄，果然厉害。花清月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然后继续往下讲解要领。很快，所有的魅妖都已经井井有条。周涵面前的那只魅妖的脸色也是逐渐泛起一丝红润。花清月见状，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不错。周涵心中得意，面上却故作谦虚，多谢长老夸奖。他抽空瞥了一眼旁边的陈安，这小子还蹲在自己的那只魅妖面前，正不紧不慢地操作着，而那只魅妖倒是没什么反应。周涵冷笑一声，收回了注意力，全神贯注地进行操作。时间一点点过去，有几个弟子的脸色开始发白，额头的汗珠越来越多。台下众人看到这副情形，心情也是越来越紧张。又过了片刻，有3名弟子终于是坚持不住，脱离了修炼，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而他们面前的魅妖则是重新陷入了昏迷。花清月命人将他们扶下去休息，继续观察剩下的几人。周涵此时的脸色也开始发白，额头的汗珠滚滚而下。他面前的那只魅妖此时的反应极为明显，显然是要苏醒的征兆。周涵心中一阵狂喜，他不停地在心里重复：快了，自己马上就要赢了。他下意识看向陈安，这小子依旧是面色如常，动作不急不缓。那只魅妖依旧毫无反应，果然是个废物。周涵冷笑一声。然而下一刻，周涵的表情却变了。在他的目光注视之下，陈安忽然改变了修炼的方法。他不再是花清月指导的那套修炼方式，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动作。就在刚才，他按照花清月的方法渡入气息，然后猛然发现这套生命能量的运转方式和血魔神功第1层中记载的本源运转之法居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在气息的控制上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花清月教的适度是把阳气送出去，而血魔神功讲的是引，是引导对方体内的能量和自己共鸣。他按照第1层的法门，将生命能量凝成丝线，顺着魅妖的经脉缓缓探入。刚一操作，他就感觉到了一股极其微弱的波动，那是魅妖体内潜藏的力量。陈安神情一震，没错，这和血魔神功记载的一模一样。所有生灵的体内都存在着本源之力，只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感知，无法调动。魅妖不是无法修炼，也不是没有资质，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感知不到这股力量。如果能引导他们感知、调动这股力量的话，
那他们就一样可以正常修炼。陈安心念一动，继续顺着那股微弱的波动，一点一点的开始引导。很快，台下传来一阵惊呼：“快看，那媚妖怎么了？”高台之上，光影交错，陈安闭着双眼，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台下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卧槽，这小子到底行不行啊？都这么久了还没动静，该不会是方法不对吧？那媚妖别被他弄出什么问题来？暴殄天物啊！这种等级的尤物给他真是浪费啊！花清月依旧是神色慵懒，只是眉梢微微一挑，似乎也是对陈安的表现有些意外。这小子在干什么？陈安完全没有注意到众人的反应，他完全沉浸在了操作中。他按照血魔神功的口诀，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生命能量，顺着他的经脉寻找那股力量。1圈、2圈、3圈，整整10圈。就在陈安快要以为自己找错了方向时，忽然在一处极其隐秘的经脉节点上，他感觉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波动。那股微弱的能量波动就像是风中残烛一般若隐若现。陈安心头一喜，就是这里。他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催动那一缕生命能量，朝着那道波动缓缓靠近。周寒百忙之中抽空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眉头一皱，怎么回事？这小子的效果看起来这么明显。那媚妖的皮肤此刻隐隐透着一种莹润的光，那张本就绝色的脸也多了几分红润。花清月也是收起了那抹慵懒之色，注视着陈安的一举一动。他隐隐感觉到一股极其微弱的波动正从那只媚妖体内散发出来。陈安现在十分兴奋，一方面是因为这血魔神功的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媚妖也确实很难得。台下有女弟子已经是羞得满脸通红，捂住眼睛，却又忍不住从指缝中继续偷看。林雪的脸颊也红得彻底，她坐在台下，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她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强迫自己移开目光，但是很快就又不由自主地飘了回去。就这一会儿功夫，高台之上的场景又是有了变化，陆陆续续又有几个媚妖有了反应。高台的画面一时间美艳无比，更夸张的是周寒的那只媚妖反应更是明显。终于，那只媚妖呻吟了一声，美目轻轻眨了眨，苏醒了过来。周围顿时一阵惊呼，她的脸上先是露出一丝迷茫之色，似乎在疑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很快，她便察觉到了自己体内那股阳气，顿时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她却并没有反抗，反而凑了上去，在周寒耳边呵气如兰：“公子。”声音又软又酥，动作轻柔，却恰到好处。台下众人虽说都是面红耳赤，但还是爆发出一阵惊叹之声。周师兄厉害啊，不愧是炼气9层，这么快就把媚妖弄醒了。你们看那媚妖的手段，周师兄真是太幸福了，妈的，老子真是羡慕啊！赞叹声此起彼伏，不少弟子看向周寒的目光都带上了几分羡慕和崇拜之色。周寒听着这些夸赞，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十分受用。他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看向怀里的媚妖。那媚妖正媚眼如丝地看着自己。周寒心中一荡，又凑了上去。那只媚妖娇羞地轻捶了一下周寒的胸膛，然后一下子软在了怀里。台下又是一阵起哄声。林雪坐在角落里，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看起来这次是周寒赢了，他第一个唤醒了媚妖，作为他的道侣，自己应该为他高兴。可是为什么从始至终他的目光都没有往自己这里看过一眼，哪怕只是一眼？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风光里，享受着众人的夸赞和那只媚妖缠绵，完全忘了台下还有他的道侣。想到这，林雪的指甲轻轻掐进掌心，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眼眶里的失意褪去。片刻，她轻轻摇了摇头，移开久久停留的目光，落在了另一道身影上。陈安的神情依旧专注，林雪又将目光移向那只媚妖，马上脸就红了。她忍不住想起了昨晚自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这副模样。想到这，她连忙摇摇头，把这些想法甩出了脑海。就在这时，陈安面前的媚妖忽然发出一声尖叫，所有人都被这尖叫声吓了一跳。周寒也皱眉看向陈安那边，只见那媚妖的头部骤然后仰，修长的脖颈绷得笔直，青筋都隐隐浮现。怎么回事？我就说这小子不懂双修，这下完了吧，真是浪费，这等尤物给我尝尝味道也好啊。台下众人议论纷纷。花清月眯起眼睛，神色逐渐凝重。他忽然想起一个有些古老的说法，万物皆有灵，只是有些生灵的经脉天生闭塞，无法感知灵气，只要有人能引导他们打通经脉，唤醒体内本源，那他们就能修炼。而且一旦被唤醒，他们的上限要比一般人高出非常多。但这种唤醒的手段只存在于那些传说之中。难道？他瞳孔微缩，死死盯着陈安，尖叫声越来越高亢。忽然，媚妖全身的骨骼忽然发出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紧接着一股淡淡的灵力波动从那媚妖体内散发出来。下一刻，花清月神情巨变，猛地起身，快步朝着陈安走了过去。高台上的众人看见花清月那严峻的神色，不由得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花清月目不斜视，直接来到陈安身旁，俯下身体，一把抓住那媚妖的手腕，将神识探入。衣襟松散下来，陈安的嗅觉十分灵敏，目光在百忙之中顺着衣襟看去。花清月根本没有功夫注意这些，她探查着媚妖体内的变化，表情逐渐凝固。经脉通了？不对，这不是通了，是被重塑了。这只媚妖体内原本那天生闭塞、杂乱无章的气息，
此刻竟然变得温润无比，十分通畅，而且包裹着这股气息的经脉，似乎要比寻常的修士还要完美几分。在内经脉之中，一股出生的灵力正缓缓流淌，虽然微弱，但根基扎实，后劲十足。花清月隐隐感觉，这只魅妖日后不仅能修炼，而且上限要比普通修士高出起码1倍不止。他猛地抬起头，目光射向陈安，这小子还真是有点邪门啊！那只魅妖此时也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不再迷茫，而是带着清明透亮的光。感受到体内那股从未有过的力量，魅妖一下子红了眼眶，看向陈安，嘴唇颤抖。他猛地抽身跪了下来，多谢公子再造之恩。陈安连忙说道：“别急着谢，赶紧先上来再说。”那魅妖脸色一红，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动作有些唐突，没有照顾到陈安的感受。他连忙上来，伏在陈安耳边轻轻道：“公子，您知道吗？我们魅妖一族从出生起就不能修炼，不能反抗，只能被当作泄欲的工具，任人采捕。我们族中的姐妹连做梦都想和你们一样，能够踏上修炼一途。”他说着，又是泪流满面。公子今日等于给了我第2条命，我无以为报。陈安感觉自己身上湿了一大片。你叫什么名字？魅妖擦了擦眼泪。奴家没有名字，我们魅妖都没有名字。陈安看着那张玲珑俏丽的面容，似乎和自己记忆中的某一张脸对上了。那你以后就叫三上优亚吧。那魅妖愣了愣，随即眼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多谢公子赐名。旁边那几只已经苏醒的魅妖，此刻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眼中的那丝迷茫也逐渐变成了羡慕之色。三上姑娘似乎察觉到了自己姐妹们那艳羡的目光，咬了咬嘴唇，小心翼翼地问：“公子，您能不能帮我的姐妹们也？”陈安神色一震，得亏你提醒啊，不然我都忘了还有这么多资源呢。他转头打量旁边那几只魅妖，似乎是察觉到陈安那审视的目光，那几只魅妖瞬间低下头去，青葱一般的小手紧紧握了起来。陈安满意的点头，这模样和身段果然名不虚传。他真诚地建议道：“其实大家可以一起，这样效率会更高。”那几只魅妖闻言，脸上闪过一丝娇羞之色，眼中满是惊喜。公子，真的可以吗？当然。陈安点点头，不过今天累了，改日吧。那几只魅妖激动地赶紧跪了下来，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台下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周涵呆滞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原本还在自己怀里娇羞不止的那只魅妖无情地抽身而出，朝着陈安跪了下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愣愣地看向陈安，刚才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就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他凭什么？周涵在心里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呐喊。林雪坐在角落里，小手捂住嘴巴，小脸长得通红，他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刚才那一幕太震撼了，那只魅妖的经脉居然被他改造了，日后就可以修炼了。不知不觉中，林雪看向陈安的目光中多了一丝炙热，她咬了咬嘴唇，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涌起一个同样的念头：我也要变强。花清月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今天的早课到此为止，大家都散了吧。这场早课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根本就懒得宣布结果。不过眼下的情况，谁胜谁负自然是一目了然。众人也是逐渐从先前的呆滞中回过神来，再次看向陈安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撼和崇拜。等到人群渐渐散去，花清月衣袖一挥，店门缓缓合上，他转过身，眼中满是笑意：你呀，还真是让本座大开眼界呢。他走到主座前，慵懒地坐下，翘起2郎腿，裙摆滑落，露出半截雪白的小腿。陈安盯着花清月的小腿：姐姐，你腿真白，喜欢吗？花清月笑了笑，将裙摆又向上拉了些。本座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他说着，看向旁边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那几只魅妖，对着林清瑶吩咐道：带着他们好好清洗一下，过2天给这小子送过去。林清瑶带着魅妖们退了下去。花清月看向陈安，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刚才的手段我都看在眼里，如果能用在你那些师姐师妹们身上，那等到比试的时候，咱们清月峰的胜算就大多了。陈安一愣，不是，到底你是长老还是我是长老啊？合着这清月峰能不能赢，就全成我一个人的事儿了呗。想到这，陈安看着花清月那张妩媚动人又满是期待的脸说道：不干。花清月一愣，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个荷包，随手扔给陈安：这是100颗上品灵石，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不干完不回来见你。陈安哪儿见过什么上品灵石，眼睛都直了。他动作迅速，一把将荷包揣进了怀里。这还差不多。花清月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起身走到窗边。昔年大约7日之后出关，时间紧迫，我打算等他出关之后就立刻让他筑基。他说着轻叹一声，这清月峰上除了昔年能拿得出手的弟子还是太少了。陈安撇了撇嘴：你这甩手掌柜要不要猜猜看，为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弟子不多？花清月转过身看着陈安：这几日你要好好准备一下，等到昔年一出关，你便协助他开始筑基。一想到秦昔年那美妙的身段，陈安的神色一下子认真起来。他冲着花清月点了点头，沉声道：我有什么好处？花清月一愣：刚才不是给你了吗？那是今天的。陈安一脸诚恳。花清月注视着陈安，然后深呼吸了好几下，胸前那2团起伏的波涛甚是惹眼。片刻，他调整好情绪，再次看向陈安：本座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想要的一下说完。陈安想了想，认真道：“你也知道，我这工作属于是体力活，临时丹药自然是不能少。另外，他抬起头直视花清月的眼睛，尽快帮我搞到一块月华石。”花清月眉头一挑：“你倒是真不跟我客气。”陈安理直气壮解释道：“想让马儿跑，得给马儿草。再说姐姐，您温柔美丽又大方，我但凡客气一点，就是对您长老身份的不尊重啊。”花清月走到陈安面前，俯下身凑近他的脸，那张绝美的脸庞近在咫尺，温热的气息轻轻喷涌在陈安脸上，带着诱人的幽香。临时丹药，本座给你双倍，月华石的话，他沉吟片刻，7日之内，本座给你导到手。陈安眼睛一亮，花姐大气，别急嘛，人家有要求的。花清月伸出白玉一般的食指，轻轻勾起陈安下巴。除了昔年之外，在外门大比之前，你至少要改造3名弟子。他一双美眸看着陈安，少一个人，姐姐就阉你一次。回到疏影轩时已是黄昏，陈安把门关好，迫不及待地将那一袋上品灵石倒在桌上，哗啦一声，一堆上品灵石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陈安爱不释手地连着数了好几遍，这可是100块上品灵石，一般人一生一世都花不完的那种。自打穿越到这里，陈安就没见过这么多钱，今天算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又数了一遍后，陈安将灵石仔细收起，然后坐在床上开始盘算这笔巨款要怎么花。首先，自己目前最大的短板便是防御力和身法，毕竟自己没有修为，伤害全靠7伤拳，血量再多，7伤拳再猛，打不中也是白搭，跑不掉也是等死。那些阵法材料是肯定要升级的，之前那些返品的阵法已经完全不够看了，自己现在这么多灵石，必须得换一套更好的，起码得是灵品。那本血阵上说，如果用的是灵品上阶的阵基材料，就可以将初级防御阵升级成为中级防御阵。另外，自己之前在房市看到过一本云烟步灵品中阶身法，消耗纯靠体力，无需灵力来进行催动，修炼到极致可以来去如轻烟。当时自己买不起，这次的过去狠狠消费。除了这些之外，丹药也得大采购，而且品质也得升级。他之前吃的养心丹什么的只是返品，恢复量太少，而且速度太慢。自打吃了姬无月给的丹药，他才知道什么叫好丹药。所以不管是恢复类的还是辅助修炼类的，这次必须通通换成更好的。陈安盘算了半天，觉得有些饿了，于是起身伸了个懒腰，正准备吩咐仙儿去弄点吃的，忽然隐约听见隔壁传来一阵争吵声。他动作一顿，趴在墙上竖起耳朵。周寒的声音传来，带着明显的怒意：“你什么意思？”林雪的声音很轻，陈安勉强能听清：“我说了，我今天不太舒服。”“不舒服？”周寒冷笑：“我看你是不想吧。”林雪沉默。周寒的声音越来越高：“老子今天在外面受了一肚子气，回来你就这种态度，你受气？”林雪的声音微微发颤：“你和那只媚妖亲热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有没有受气？”周寒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周寒深吸一口气，似乎想压下火气：“雪儿，咱们可是道侣，我现在想和你亲近亲近，有什么问题？现在想起来我们是道侣了，你去摆药谷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林雪沉默片刻，冷哼一声说道：“我今天累了，明天吧。”“明天？”周寒冷笑：“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林雪的声音陡然拔高：“周寒，你胡说什么？”“呵呵，我胡说。”周寒的声音里满是嘲讽：“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现在连碰都不让我碰？”林雪再次沉默。周寒看着林雪不说话，心头怒气更盛。“好，好，好！”周寒连说了3个好字，语气里满是愤怒：“你可千万别后悔！”砰！巨大的摔门声响起，紧接着一个匆忙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陈安靠在窗边，透过缝隙看着隔壁院子。月光下，林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不见表情。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屋里，将门轻轻合上。院子里重新陷入寂静。精彩！下饭！陈安一脸满足地从墙上下来，站在那里回味了片刻，然后起身去吃饭。等到吃过了晚饭，陈安正打算去房室里逛一逛，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门一开，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面而来。林雪站在门口，她显然精心打扮过，换了一身淡粉色的轻纱长裙，腰束得很紧，露出完美的纤腰。裙摆轻薄柔软，随着晨风轻轻飘动，隐约可见大腿的轮廓。领口比昨天那件略低一些，露出一小片雪白的胸口，中间的深骨若隐若现。陈安装糊涂道：“师姐晚上好啊。”林雪咬着嘴唇，手指绞着衣角，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我有点不舒服。”声音很轻，带着几分心虚。陈安笑了，看来今晚方氏是去不成了。他侧身让开：“师姐请进。”林雪低着头从他身边擦过，走进院子，一股幽香直扑陈安的鼻腔。陈安看着他纤细的背影以及那被轻纱包裹着轻轻摇曳的臀线，嘴角的笑意更深。他关上门跟了上去，两人进了屋。陈安让林雪在竹椅上坐下，然后泡了茶。林雪捧着茶杯，低着头不敢看他，他的耳根已经红透，连带着脖颈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身上那层轻纱几乎透明，白皙的肌肤清晰可见。陈安来到他的身后，手抚上他的肩膀：“师姐。”他轻声说：“哪里不舒服？”林雪声音细若文瑞：“还是昨天那里。”
陈安的指尖搭上那层薄纱，能清晰感觉到他肌肤的温度和柔软，从肩膀到后颈，从后颈到脊背，每一寸肌肤都被照顾到。不过这次陈安略微加重了力道，也加快了一些速度，因为他知道一会儿可能还有重头戏，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林雪的呼吸渐渐变得绵长，身体越来越软。安静了一会儿，林雪忽然开口：“陈师弟，你这套按摩之术是从哪里学的？”陈安笑了笑：“是我修炼的双修之法里的一门手艺。”林雪闻言，身体微微一颤。陈安一通瞎编：“双修之道讲究阴阳调和，气血通畅，我这按摩就是引气入体的前奏。”林雪继续沉默，脸上不停地闪过挣扎之色。陈安装作没看见，手上却加重了力道，手指灵活地在林雪的雪白香肩上游走，恰到好处地按压着穴位，每一次触碰都能感觉到她一阵微微的颤抖。“陈师弟，你那双修之道能不能和我详细说说？”林雪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在内心经过了激烈的挣扎。陈安手上动作一顿，他走到林雪面前，蹲下身与她平视。“师姐。”他看着她的眼睛，语气温和而认真。“你为什么想了解这个呢？”林雪咬着嘴唇：“我想要变强。他说我是拖后腿的，我想证明给他看，我不是。”陈安点点头，忽然将他那双玉手紧紧握住，柔软纤细，手心却满是汗水，凉得吓人。“师姐。”他柔声说：“你想变强没有错，但你要明白，双修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林雪闻言浑身一震，缓缓抬头看向陈安。陈安看着那张满是震撼之色的精致面容，继续道：“双修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都要投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你心里想着别人，甚至为了别人，那效果定然是会大打折扣。”林雪听完，沉默了许久。陈安伸手轻轻抚过她的发梢，动作又慢又温柔。“师姐，你现在想清楚了吗？”他看着林雪，缓缓道：“你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林雪看着他，又看着被他握住的手，眼眶微微泛红。沉默良久，他说道：“我想为自己。”声音轻柔却坚定。陈安笑了：“那就好。”他伸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痕，指腹划过他脸颊的肌肤，那细腻温热的触感让陈安心中微微一荡。林雪也没有躲开，任由陈安将他的泪水擦干。陈安起身伸出手：“师姐，跟我来。”林雪看着那只手，犹豫片刻，终于鼓起勇气握了上去。陈安感觉到他的手凉凉的，有点抖，但却握得很紧。陈安牵着他来到软榻边，软榻上铺着柔软的褥子，一切都显得十分温馨。林雪站在床边，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腔，她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上也烫得厉害。她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对除了周寒之外的另一个男人动起这种心思。陈安转过身看向她：“师姐。”她声音温柔：“不能后悔了哦。”林雪闻言，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双眼，轻轻点了点头。陈安二话不说，手轻轻伸向了她腰间的系带。陈安的动作很慢，很温柔，像是在拆一件容易破碎的礼物。系带松开，衣裙散落，那层淡粉色的轻纱从肩头滑落，一寸一寸露出下面的肌肤，香肩圆润光滑，白得近乎透明，能看见如婴儿一般细细的绒毛，锁骨精致，仿佛雕刻出来的一般，一看就是很久没有被温养过。陈安目光继续往下，林雪下意识地想抬手想遮，却被陈安轻轻握住手腕。“别怕。”他在她耳边轻声说：“你很美。”林雪闭上眼，睫毛颤得厉害，最终任由那层轻纱滑落，衣裙堆叠在脚边，身体完全暴露在空气中，晨光在她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每一寸都完美的像是画出来的。胸腰细得惊人，隐约看见肋骨的轮廓，再往下是陡然丰腴的曲线。林雪羞得浑身皮肤微微泛红，紧紧闭着双眼。陈安伸手轻轻附上她的腰，细腻温滑，带着一丝温热。他缓缓向上，抚过她的杨柳一般的腰肢，将林雪揽入怀里，随后低头看向林雪，温柔地找到了她的嘴唇，柔软温热，还有淡淡的香甜。林雪渐渐放松下来，闭着眼开始笨拙的回应。她的身上越来越烫，呼吸越来越急促。陈安将她轻轻放倒在床上，她躺在软榻上，长发披散，心跳快得像要炸开。罢了，我要变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林雪竟然没有那么讨厌，甚至有一种新鲜感和奇怪的报复感。她想起周寒对自己的冷漠，想起他那嫌弃的眼神。如果他看见自己现在这副模样，会是什么有趣的表情？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谬，于是闭上了眼睛，将那些想法全都抛到脑后。这时，隔壁院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两人。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林雪的神色猛地一变，他回来了。他一脸的惊慌失措，正拖开陈安想要下床，陈安却一把将他拽到了床榻上。“师姐别怕，他不知道你在这里。”说着，陈安将林雪刚才胡乱套在身上的衣裙轻轻褪下。“别怕。”林雪咬着嘴唇，缩在陈安怀中，心里既紧张又害怕，这种情绪连他自己都有些看不懂了。我是不是变坏了？他这样想着。林雪，林雪！周寒的声音从隔壁传来。陈安用眼神示意林雪不要出声，然后起身，目光透过窗缝向外看去。周寒站在隔壁院子门口，四处张望，脸色有些迷茫。不在家，他喃喃自语，
又在院中找了一圈，去哪了他？在周寒的印象中，林雪去哪里都会提前告诉他，从来不会像今天这样。他在院子里站了半天，脸色越来越难看。陈安透过窗缝看见周寒的目光忽然看向了自己这边，怀中抱着的林雪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身体猛地绷紧。陈安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周寒眉头紧锁，然后忽然大步朝陈安的院子走来。砰砰砰，敲门声又急又重，林雪的身体剧烈一颤，小手紧抓住了陈安的胳膊。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低声道：“别怕。”然后他将不着片缕的林雪抱回软榻上，起身去开门。周师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陈安打开门，一副疑惑的表情。周寒皱着眉头，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陈安上下打量了半天。师弟啊，周寒开口，声音低沉，你有没有看见你林师姐？陈安装作一愣，林师姐，她没跟你在一起吗？周寒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没有。师弟可否看见？周寒正说着，鼻子忽然一动，紧接着目光一沉，越过陈安，往他身后看去。屋内烛光昏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他脸色阴沉，你这里为什么会有他身上的兰花香味？陈安心里一惊，刚才脱他衣服的时候太着急，还真没顾得上仔细闻。他心念电转，面上却装出一副担忧之色。味道，师姐下午的时候确实来过一趟，怎么了？是不是师姐出什么事了？周寒瞳孔一缩，他来干什么？他说你出门一直没回来，问我有没有看见你，我说没看见，他就走了。陈安一脸真诚。周寒的神色阴沉不定，盯着陈安看了半晌。在他看来，林雪本就十分传统，胆子也不会这么大，敢在眼皮子底下给自己戴帽子。而且这小子看着面色如常，不像说谎的样子。周寒沉默片刻，冷哼一声，师弟最好说的是实话。说完，他深深地看了陈安一眼，转身匆匆离去。陈安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缓缓关上门。他摩拳擦掌，快步走回里屋。师姐，我回来了。床上空空如也，林雪不见了，只剩那股幽幽的体香还萦绕在空气之中。应该是趁着刚才周寒来敲门的时候，自己冷静了下来，偷偷从窗户跑了。陈安摸了摸下巴，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怎么跟个小孩子似的，动不动就被吓跑了？不过还挺可爱的。陈安也不着急，毕竟今天已经有进展了，而且不小，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他放下最后一丝的犹豫就行了。他将有些凌乱的软榻收拾了一下，然后便出了疏影轩，朝房室方向走去。虽然天色已经晚了，但是房室中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陈安穿过人群，来到那个熟悉的角落，卖阵法术的老头还在抱着酒葫芦打瞌睡。陈安蹲下身，又在睡觉，还想不想干了？老头睁开眼，你他妈谁啊？呆看青来人是陈安。老头咧嘴一笑，哟，小伙子是你啊，钱凑够了。陈安点了点头，你这有什么防御阵的材料？老头，我这里什么没有。老头说着，从摊位底下翻出几个木盒，这几个都是凡品材料里面品质比较好的了，性价比很高。陈安伸手将木盒扒拉到一边，灵品的有吗？老头咧嘴一笑，哟，这是挣着钱了呀。他从身后取出几个盒子，挨个放在陈安面前。云纹寒铁，灵品中阶1000灵石；金刚玉，灵品下阶300灵石；玄冰玉，灵品中阶700灵石；烈阳石，灵品下阶200灵石；黑云铁，灵品中阶600灵石；灵品阵旗一面1000灵石；灵品阵笔一根1500灵石。陈安越听越心惊，没想到灵品的材料居然会这么贵，自己这100颗上品灵石算下来也就1万颗下品灵石，这也太不经花了。不过还好，这里面最贵的云纹寒铁自己已经有了，阵旗自己更是有一面地阶的。灵品上阶的有吗？老头摇了摇头，灵品上阶，小伙子口气不小啊，你若是想要那玩意儿，怕是去拍卖会碰碰运气了。陈安点头，掏出了2颗灵石递给老头，玄冰玉、黑云铁各来1块，阵笔来1根。老头打眼一看陈安递过来的灵石，眼珠子差点掉到地上。上品灵石，他伸手接过，一脸震撼地看向陈安的某个部位，兄弟挺能造啊，这得整多少次啊？陈安拍拍老头肩膀，年轻身体好。老头咽了口唾沫，眼中浮现出一丝艳羡之色，小伙子的多注意身体，别到时候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买完材料，陈安又来到那家卖身法的铺子前。这家铺子规模完全不是那个老头能比的，店面很大，里面的装修也非常雅致。陈安上次壮着胆子进来瞄了一眼就走了。店主是个美艳少妇，见有客人来，从柜台里迈着大长腿走了出来，温柔一笑，欢迎，客官想要点什么？陈安熟练地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这个美妇，然后问道，我来买那本云烟簿。美妇一愣，弟弟你来晚了，那本云烟簿前2天被人买走了。陈安一愣，卖了。卖了。美妇含笑点头。陈安心里一阵惋惜，云烟簿是目前比较适合他的一本身法了，虽然只是灵阶，但是性价比却很高，结果被人抢先一步。弟弟，我这里还有本更好的。不过美妇人话锋一转，神秘兮兮道，不过什么？就是价格有点贵。陈安挑眉，什么价？美妇人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盒，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躺着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之上写着月影9变。这本身法是地阶下品。美妇人眼中闪着金光，据说练到极致，可在月光下画出9道残影，
真假难辨，来去无踪。地阶身法，陈安瞬间心动不已，问道：“什么价格？”美妇人将盒子重新盖起，嫣然一笑：“弟弟别急嘛，这功法今天你怕是买不到，20天之后会在揽月峰进行拍卖。”美妇人顿了顿，继续道：“起拍价是3010。”陈安倒吸一口凉气，3010还是起拍价？美妇人见他脸色，又笑道：“弟弟要是感兴趣，到时候可以去看看，这拍卖会上好东西可是不少呢。”陈安心里默默盘算一番，虽然这起拍价自己能付得起，但是最终的成交价不知道会是多少，而且万一自己又看上什么别的好东西呢？目前身上这100块上品零食明显有点紧张了，看来这2天得再去找花清月报点金币了。这本身法他是一定要拿下的，毕竟是逃命用的东西，肯定是越贵越好。等陈安回到疏影轩时，已经是半夜，月色朦胧，整个清月峰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路过林雪住处时，陈安下意识放慢了脚步，院门紧锁，院里一片漆黑，屋内一个人也没有。陈安眉头皱起，怎么回事？林雪从他那里离开到现在至少有2个时辰了，这么久的时间，而且就在隔壁，他居然还没有回去，而且周涵也不在。陈安看着院中那片黑暗，心里隐隐涌起一丝不祥的感觉。陈安站在林雪院门外，看着那片漆黑的寂静，眉头越皱越紧，不对劲，非常不对劲。按理说等林雪回去之后，2人总该有点动静，可现在2个时辰过去了，人不在，灯不亮，连周涵也不见了。陈安没有贸然推门进入，他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眼中金芒微闪，灵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侧，过去看看。他对灵偶下达命令，灵偶身形一闪，轻盈地从院墙翻了过去。陈安起身将门窗关好，然后闭上眼睛，将心神链接到灵偶身上，视野切换。院子里很安静，月光洒在青石板上，几盆花草静静地摆着，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刚走了几步，陈安就发现了地上有几片被踩碎的花瓣和叶子，是林雪的那株月下美人。陈安皱眉，控制灵偶继续往前，来到屋门前。陈安伸手尝试着轻轻推了推，门一下子开了，居然没锁门。陈安身体一顿，先是在门外观察了片刻，然后才控制灵偶走了进去。借着暗淡的月色，屋里的景象让陈安瞳孔一缩，桌椅东倒西歪，一只茶壶碎在地上，茶水混合着瓷片溅得到处都是。床榻之上的被褥凌乱不堪，像是被人用力撕扯，显然是有人在这里剧烈的拉扯和挣扎过。陈安的眉头越皱越深，控制灵偶在屋内仔细的搜寻，很快在床边的地上发现了一块浅青色的布料，那是一片被撕裂的裙摆，手感柔软，正是林雪今天穿的那件罗裙的颜色。陈安的心沉了下去，思忖片刻，他操控着灵偶按照上次寻找苏若时的方法，尝试着去感应林雪的气息。很快灵偶发出一阵微微的震颤，但什么都没感应到。陈安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上次能找到苏若是因为他和苏若深深的双修过，自己的生命能量在对方体内留下了印记，但林雪对他却只有口舌之争，仅仅处在性的阶段，所以灵偶感应不到。陈安睁开眼睛，灵偶悄无声息地回到身边，化作流光没入体内。他起身透过窗户看着那片漆黑的院子，沉默良久。这下难了，自己现在没有任何线索，根本不知道人去了哪里，甚至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说不定这小两口只是吵得太厉害，跑出去冷静了，说不定天亮就回来了。想到这，陈安的心情稍稍一松，他重新盘坐于床榻之上，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今天采购的东西，是时候把防御阵布起来了。陈安深吸一口气，取出了那面地阶阵旗，月光下旗面上的符文泛着淡淡的光泽，他按照阵法书上记载的方位将阵旗准确布置好，插入地面的瞬间，旗面无风自动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明显的灵力波动从其间扩散开来。陈安压下心中的兴奋，继续下一步。他取出那块云纹函帖，将它紧紧贴在自己胸前，一股冰凉的寒意从胸口传来。那函帖之上一瞬间竟是有云纹流转，符文闪烁，隐隐有风雷之声。他继续将剩下几块辅材取出，按照阵法上所说，围绕云纹函帖一一放置。刚一放好，陈安就看见几道金色的光丝从那几块辅材中散发而出，顺着自己的胸口向中间那块云纹函帖中汇聚。最后一步，陈安深吸一口气，咬破舌尖，一滴精血落在指尖，嫣红中泛着淡淡的金色光泽，这是他的生命本源。陈安解开衣襟，露出胸膛，然后用带着精血的阵笔一点点地开始在胸前绘制阵纹。第一笔，自心口向左肩延伸，一股灼热的感觉从胸口蔓延开来，向自己全身奔涌而去。第二笔，自心口向右肩延伸，阵旗猛地发出轻微的嗡鸣声。第三笔，从心口向下直至丹田，落笔瞬间，陈安浑身一震，一股磅礴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顺着阵纹注入自己体内。第四笔、第五笔、第六笔，每一笔落下，陈安就感觉自己和那股力量的联系就更深一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陈安胸口的阵纹也越来越复杂，逐渐覆盖了整个胸膛。当最后一笔落下时，位于胸前的阵纹和阵旗猛地爆发出2道刺目的金光，那金芒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光罩，将陈安的身体整个笼罩其中。2道光芒融为一体之后，又瞬间回缩，尽数没入他的胸口。
光芒散尽，陈安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些阵纹，都已经消失不见。皮肤之下，隐约能看见淡淡的金色纹路在缓缓流转。面板跳出提示：已完成金光护身阵，功效生成一层覆盖周身的金光护罩，最高可抵挡金丹5层高手一次全力一击。若阵法被击毁，可消耗气血进行复原。陈安看着面板上的提示，嘴角忍不住咧到耳根。用了那面地阶的阵旗，自己按照普通阵法布下的初级防御阵，居然升级成了金光护身阵，这效果明显要比普通的初级防御阵好太多了。陈安心念一动，胸口瞬间涌出一道金光，在体表形成一层薄薄的光罩。他试着拿起一把短刀，咬了咬牙，随后对着自己胳膊用力一刺，刀尖直接被弹开，光罩表面甚至没有产生一丝波澜。果然是好东西，陈安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下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裸奔了。他一脸欣喜地摸了摸胸口的阵纹，然后抬头望去，这才发现此时外面已经天色大亮。这个金光护身阵居然花了自己整整1晚上的时间。忽然，陈安神色一顿，像想到了什么，他连忙起身向林雪的住处看去，那里仍是门窗紧闭，十分安静。陈安起身快步走到院墙边，透过缝隙仔细望去，院子里那几片月下美人的花瓣依然散落在原处。很明显，林雪1晚上没有回来，果然出事了。陈安目光一凝，就在他正打算翻过院墙再去查看一番时，忽然听见了一阵又轻又缓的敲门声。一个非常悦耳的声音从门外响起：“请问有人在家吗？”陈安心念一动，怎么是他？陈安拉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一身雪白罗裙的穆婉清，她腰间系着淡青色的丝绦，将腰肢衬得纤细无比。清丽绝俗的脸上，几缕青丝散落额边，眉眼间仍是第一次见时那副温婉恬淡的模样。穆婉清此时嘴角噙着的淡淡的笑意，眼睛一眨一眨看向陈安：“师弟，早上好呀。”陈安连忙拱手道：“真是稀客呀，是什么风把我的穆师姐给吹来了？怎么不欢迎？”穆婉清轻轻一笑，声音悦耳动人：“上次在执法堂匆匆一别，我还以为师弟会抽空来百药谷坐坐，结果空等了几日，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话虽说的直白，但配上他那温婉的笑容，倒没有显得咄咄逼人，反而是像个老朋友寒暄一般。陈安讪笑，这段时间确实事多，忙得脚不沾地，实在抽不开身。师弟确实是抽不开身呢。穆婉清眼波流转，似笑非笑的看着陈安腰间某处：“我可是听说了，陈师弟现在在清月峰风头正盛，居然还能通过修炼直接改造那些媚妖的经脉。”陈安十分震惊，这事儿传的也太快了吧。他干咳一声：“穆师姐说笑了，碰巧而已。”碰巧？穆婉清掩嘴轻笑，能让青瑶姐姐说出那种话，可不像是侥幸。哦，林青瑶她说什么了？陈安有些好奇。穆婉清却并不回答，傅着手笑眯眯地望着他。片刻，他收回笑容，正色道：“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我今天来是有正事。”陈安做了个请的手势：“师姐进来说。”两人进了院子，在石桌前坐下。陈安给他倒了杯茶，穆婉清接过抿了一口，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师弟，你最近的消耗有些大呀。”陈安不知为何，居然在这个喜欢打直球的女人面前老脸一红。穆师姐何出此言？穆婉清轻叹一声，如数家真道，气息虚浮，眼底有血丝，精气神明显亏空。他放下茶杯，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玉瓶，推到他面前：“喏，这是我新配的养元丹，比市面上的集气丹效果好上3成不止，你且试试。”陈安愣了愣，看向那玉瓶：“养元丹2品，效果快速滋养精气，修复暗伤，恢复效果提升50%。备注：百药谷天才弟子穆婉清亲手炼制，药效远超寻常下品丹药。”他心中一动，抬头看向穆婉清，这位百药谷的天才弟子大老远跑来，又是送丹药，又是嘘寒问暖，难不成是馋自己的身子了？穆师姐，这别多想啊。穆婉清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轻轻一笑：“我这次来呢，一是想请你去百药谷交流一下，毕竟媚妖这件事情，谷里几位长老听说之后都想见见你。”他顿了顿，偷偷看了一眼陈安的表情，又道：“二妈，我最近新配了几种丹药，可想请你帮忙试试。”陈安沉默片刻，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心情。林雪这件事情一直压在他的心上，虽说他和林雪两人只是有过口舌之争，但是陈安却对这个有些孤独的少妇产生了一丝怜悯。等等，百药谷。陈安脑中忽然灵光一闪，林雪不是跟他说过，周涵被百药谷一位前辈看中，经常会去百药谷交流炼丹吗？这不巧了。陈安目光微凝：“师弟。”穆婉清见他久久不语，轻声唤道：“可是有什么难处？”陈安回过神，看向穆婉清那张温婉的脸，笑道：“穆师姐亲自来请，我哪有不去的道理？”他顿了顿，忽然不动声色道：“不知师姐可否听说过周涵师兄？”周涵？穆婉清眼中闪过一丝迷茫之色，他仔细回忆了一会儿，微微蹙眉道：“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怎么？师弟问他做什么？”穆婉清说着，看向陈安，疑惑道：“随口一问，他经常会去百药谷吗？我倒是没怎么在意过。”穆婉清手指捏着发梢，他好像和我们谷中一位长老有一些关系，师弟若是感兴趣，等到了谷中我帮你问问吧。那就多谢师姐了。他站起身，对穆婉清拱手：“师姐，咱们什么时候动身？”穆婉清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跟着起身：“现在就可以。”
好。陈安点头，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说完，陈安快步走回房间，将穆婉清给的丹药和装着上品灵石的荷包仔细收入了储物袋。然后他站在窗前，目光又看向林雪住处那仍然紧闭的门窗，转身出门。院门外，一辆装饰雅致的马车静静地停着，拉车的是一匹通体雪白的灵兽，额生独角，正是百药谷独有的独角兽，性情温顺，脚力极快。穆婉清站在车旁，见他出来，伸手掀开车帘：“师弟，上来吧。”陈安上了马车，车内铺着厚厚的软垫，还有一张小几，上面摆着茶点。马车缓缓启动，陈安刚坐稳，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不是寻常丹药那种浓烈的气味，而是一种清雅的，带着几分甘甜的香气，像是春日里初开的药草。他循着香气看去，发现穆婉清已经在他对面坐下。马车内空间本就不大，两人相对而坐，靠得非常近。陈安甚至能隐约闻到穆婉清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清香。穆婉清今日穿的罗裙质地极为轻薄，随着马车的晃动，裙摆微微荡漾，不经意间便会触碰到陈安放在膝盖上的手背，感受到手上那股痒痒的感觉。陈安抬头，目光装作不经意地扫过眼前的美人，完美的曲线被雪白色的丝绦完美的勾勒，胸前的弧度被罗裙恰到好处的包裹，引人遐想。领口微敞，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锁骨若隐若现，在窗外透进来的光影中泛着温润如玉的光泽。师弟，几日不见，你的气息似乎又浑厚了许多呢。似乎是察觉到了陈安的目光，穆婉清忽然悠悠开口。陈安回想了一下，最近几天自己的血量的确长得有点快。当时在执法堂第一次见到穆婉清时，自己才670点血，而现在几乎已经翻了1倍了。他点了点头，吃得多，长得就快。穆婉清一愣，似乎没想到陈安会这么说。他抿嘴一笑，从小几上拿了茶壶给陈安倒了杯清茶。看来师弟的确吃得很好呢，来尝尝这茶。他轻身向前，将茶杯递到了陈安面前。随着穆婉清的动作，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陈安感觉到那股草木香味更浓了，浑着一股特有的女儿家气息，直直钻进鼻腔。陈安低头接过茶杯，手不经意间触碰到她的指尖，温软微凉。目光所至，穆婉清手指纤细白皙，指尖透着淡淡的粉色，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干净。穆婉清连忙收回手指，尴尬地理了理青丝，慌乱道：“那个师弟，这次去百药谷，不妨多待一会儿，我有很多丹道上的问题想和师弟探讨。”当然可以。陈安喝了口茶，点头道。马车在山路上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在一座被云雾缭绕的山谷前停下。穆婉清掀开车帘：“师弟到了。”穆婉清掀开车帘，率先下了车。陈安跟着下来，一抬头，眼前豁然开朗。百药谷不愧其名，整座山谷都被各色药田覆盖，层层叠叠，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清冽中带着甘甜。深吸一口，连精神都清爽了许多。谷中的建筑依山而建，青瓦白墙，错落有致。一条清澈的溪流穿谷而过，远处能看到不少穿着青衣的弟子在药田间忙碌，偶有丹房飘出袅袅青烟。快来啊，我先带你逛一逛。穆婉清看起来兴致很高，他步伐轻盈地在前面引路，陈安则是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两人沿着青石铺成的小径往谷中走去，沿路遇到几名百药谷的弟子，几人见到穆婉清，连忙恭敬行礼：“穆师姐，穆师姐好。”穆婉清却只是淡淡点了点头。两人走了一会儿，待便来到了一片巨大的药田前。这片药田占地足有几十亩，被整齐地划分成不同的地块，田埂间有专门的弟子在照料，每处药田都会施以不同的特殊灵肥。这是人字号药田，穆婉清介绍道，种植的都是最基础的灵草，你看那些青灵草，那是月华草，那里是聚灵花，虽然不算珍贵，但用量是最大的。陈安目光扫过，只见那些灵草郁郁葱葱，长势极好。那里是什么？陈安指向远处一大片被阵法笼罩的药田，隐隐能看见里面五颜六色的植被。穆婉清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轻声道：“那是地字号药田，种植的都是比较珍贵的灵草，比如100年份的血参和仙灵芝，平时有阵法保护，普通弟子是进不去的。那你能进去吗？”陈安冷不丁问道。“我当然能进去了。”穆婉清小手叉腰，一脸骄傲。他顿了顿，又指向更深处：“再往里走，就是天字号药田了。想进去，必须要谷主或者长老的手令才行。”陈安点了点头，这里的东西比他想象的还要丰富得多。这和欢宗底蕴不凡，果然是名门正派。穆婉清带着陈安绕过了药田，便来到了一座3层高的木楼前。楼门上方挂着一块匾额，写着百草阁几个字，比例遒劲。这是藏书阁。穆婉清站在木楼前面说道，里面都是我们百药谷珍藏的丹方，还有历代谷主的手札。陈安抬头看着这座古色古香的楼阁，忽然问道：“师姐不是说最近研制了一些新的丹药，里面有没有适合我的？”穆婉清眼睛一亮，眸中涌出一丝期待之色。走，我带你去我的丹房。两人穿过藏书阁，沿着山路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处幽静的石壁前。穆婉清取出一块玉牌，贴在石壁上，一阵光芒闪过，石壁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洞口。快来！陈安一脸震惊地跟着他走进了石洞，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来。山洞中央是一座半人高的丹炉，通体青铜色，炉身上雕刻着繁复的纹路，四周的墙壁上是一个个的凹槽，
里面摆放着各种药材和丹药。这是我的丹炉。穆婉清走到丹炉前，看着丹炉，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之色。是我筑基时师傅送给我的礼物，用千年寒铁混合陨铁炼制而成，成丹的几率品质都比普通丹炉要高出3成。陈安走近了一些，打量着这座丹炉，这里面现在在炼什么？穆婉清微微一笑，掀开炉盖的一角，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伴随着浓郁的药香。陈安探头看去，只见炉内有9颗鸽蛋大小的丹药正在缓缓旋转，表面泛着淡淡的金色光泽。玉髓丹炼制中，品阶中品，功效疏通经脉，提升气息运行效率，微小几率提高经脉和根骨品质，当前进度8成，还需温养3日。这是玉髓丹，改造经脉用的。穆婉清轻声道：我用了3个月时间搜集材料，又花了7天时间炼制，现在终于是到了最后的温养阶段。如果成功的话，这9颗玉髓丹足够换一件地阶的法器。穆婉清说完，火热的眼神看向陈安，现在你知道你那天做的事情的价值了吗？陈安一愣，随即明白了穆婉清指的是他那天帮媚妖改造经脉的事情。顺手的是，师姐不会是要把我关起来研究吧？陈安面对穆婉清的炙热眼神，半开玩笑道：我倒真想，不过青瑶姐是肯定不会同意的。穆婉清大眼睛眨了眨，抿嘴一笑，然后走到墙边，从一个玉盒中取出一颗淡青色的丹药，递给他，尝尝这个。陈安接过，仔细端详。云雨丹，穆婉清特制，品阶2品，功效修复经脉，提升精力，延长修炼时间。备注：穆婉清改良过的丹方，比普通丹药效高出2成。陈安咂舌，这女人怎么一天到晚净研究点这些东西？不过她喜欢。陈安将云雨丹放进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温热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那股暖流迅速扩散到4肢百骸，所过之处，经脉里那些因为七伤拳留下的微小淤积，竟然隐隐有疏通的迹象。最大生命值加50，精力提升至龙精虎猛。陈安眼睛一亮，怎么样？穆婉清看着他，眼中带着几分期待。陈安对着穆婉清由衷的竖起了大拇指。穆婉清紧接着又从墙上取下几个玉盒，一一打开。这是聚元丹，可以加快灵力，恢复速度。这是护脉丹，修炼前服用，可以保证元阳不泄。这是养魂丹，对神识有滋养作用。不知不觉，外面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呀，都这么晚了。穆婉清回过神，脸颊微红，光顾着说了，都忘了带你去用膳了。他吐了吐粉舌，快速将丹药收好，然后带着陈安离开了丹房。膳堂是一座2层小楼，此时正是用晚膳的时间，里面有不少弟子正在用餐。穆婉清一进门，立刻引来无数目光。看，是穆师姐来了，好激动，今天居然见到穆师姐了。咦，师姐身边那个男人是谁？什么？师姐身边有男人了？不想活了？窃窃私语声四起。穆婉清嘴角微扬，似乎对这样的反应十分满意。她带着陈安穿过大堂，来到角落的一张空桌前坐下。很快便有弟子端上来几盘看起来十分可口的菜肴，尝尝这个。穆婉清夹了一筷子菜放到陈安的碗里，这是谷里特产的青灵叶，补气养血的。陈安尝了一口，果然是清爽可口。两人正吃着，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婉清姐，这个人是谁啊？今天还有一更。陈安抬头，只见一个容貌俏丽的女人朝着自己走了过来。待走近之后，陈安才发现这女人五官生得极为精致，像是画出来的一样，一双桃花眼微微上挑，天生就透着几分妩媚，一袭浅粉色的罗裙更是将那完美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穆青青，生命值680，修为炼气6层。见到来人，穆婉清颔首微笑道：青青来了。穆青青走到桌前，径直坐了下来。她审视的目光落在陈安身上，毫不客气地将陈安从上到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随后嘴角微微勾起，转向穆婉清：婉清姐，找男人了怎么也不给姐妹们说一声？穆婉清倒也不恼，含笑解释道：青青不要乱说，这位是陈安师兄，清月峰的核心弟子，是我特意请到来谷里交流丹道的。清月峰？穆青青眉毛一扬，目光重新落在陈安身上，带着几分玩味。既然是清月峰的弟子，那你一定认识周寒吧？陈安一愣，压下心中的惊讶，不动声色道：认识。穆青青闻言，嘴角的笑意又深了几分，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可时常听他说，就连花长老都很看重他，经常指点他的修炼。陈安心念电转，原来如此，这位应该就是周寒在百药谷认识的那个女修，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安淡淡一笑，周师兄的确不错，还用你说？穆青青嗤笑一声，随后一脸嫌弃地看了一眼陈安：你真的是核心弟子吗？我看和周师兄比起来差得远了。穆婉清皱眉：青青不得无礼。穆青青小声凄了一声，撇撇嘴，又问道：你们清月峰最近事情是不是很多啊？他有好几天都没来找我了。陈安心中一惊，周寒最近没来找他，那这家伙这2天早出晚归的，都在做些什么？他点头道：对，事情很多，我也好些天没见到他了。这样啊？穆青青微微皱眉，似乎有些不悦。穆婉清适时地拿起一双筷子递了过去，开口道：青青，要一起吃吗？穆青青看了穆婉清一眼，又扫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嘴角微微撇了撇：你们吃吧，就这些东西，我看着都没胃口。说完，
他又瞥了一眼陈安，这才起身离开。穆婉清看着他的背影，轻叹一声：“她是穆青青。”顿了顿，他又补充道：“穆长老的小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他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天赋不错，人也聪明，就是性子太刁蛮任性。”陈安点头，看出来了。他拿起筷子给穆婉清夹了一口菜。他喜欢周涵。穆婉清点头，恍然道：“我说我怎么对周涵这个名字有印象？原来是之前听他提起过。”陈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从穆青青的话里可以确定的是，周涵这几天并没有来百药谷。这样的话，林雪也大概率不会在这里。这两人到底会去哪呢？陈安压下心中的思绪，继续陪穆婉清吃饭，打算等一会儿吃完饭，便连夜赶回清月峰去。等到两人用完晚餐，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穆婉清带着陈安来到离善堂不远的一处幽静的院落前。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极为雅致。院中种着几株不知名的灵草，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你今天便住在这里吧？穆婉清推开院门，对着陈安说道。住这里？陈安脚步一顿，在这过夜吗？穆婉清抿嘴一笑，你今天不是答应我要多待一会儿吗？而且长老们明天还等着见你呢。陈安皱眉，我回去还有些急事。穆婉清继续道，长老们好像还准备了见面礼。陈安迈步走进院子，突然有些累了。穆婉清捂嘴一笑，跟着走进了院子。陈安看着院中的花花草草，你们百药谷的客房收拾的还挺干净的，这是我的住处。穆婉清一脸微笑的看着直接僵硬在原地的陈安，继续道，师弟别担心，我住2楼，你住1楼，又不会吃了你。陈安撇嘴，我怕个锤子，有本事你来吃。他拱手笑道，那就多谢师姐收留小弟了，跟我还客气。穆婉轻轻笑一声，推开1楼的房门，进来看看吧，看还缺什么。陈安走进房间，里面布置得非常雅致，透过窗户能隐约看到外面的药田和连绵的远山。怎么样？穆婉清站在窗边，回头看他，非常好。师姐，要不也住这1楼算了。好呀。穆婉清嘴角勾起一丝坏笑，然后走到里间的床榻旁，伸手按了按被褥。被褥是我新换的，你来看看软硬是否合适，如果不习惯，我再安排人换就是。陈安走过去，伸手按了按，两人的手部经意间碰到了一起。穆婉清的手微微一颤，连忙缩了回去。陈安搓了搓手指，挺软的。穆婉清一愣，那我帮你换一床硬一点的。陈安一笑，我是说师姐的手。穆婉清一愣，一抹红润窜上了脸颊。她看向陈安，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油嘴滑舌。月光从窗外洒进来，落在穆婉清的身上，显得愈发素雅动人。过了片刻，她轻声道，今晚好好休息，明日我带你去见几位长老。好，另外，她顿了顿，抬起头，关于那个周涵，我会再帮你打听打听的。陈安心头一暖，看着他月光下那张认真的脸，轻声道，多谢师姐。穆婉清对着陈安一笑，然后起身离开。临出门时，他忽然回头，脸上带着盈盈笑意，师弟晚安，晚上可不要摸错房间喽。这女人。陈安看着穆婉清的背影，摇了摇头，转身躺在了那张带着盈盈体香的软榻上。劳累了一天，陈安很快便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陈安忽然被一阵动静惊醒，他猛地睁开双眼，侧耳静静聆听，很轻的脚步声，听上去是从2楼传来的。那声音移动得很慢，似乎是在担心自己被发现一般。脚步声慢慢从2楼移动到了1楼院中，然后消失在了院外。陈安等待了片刻，随后悄悄起身，推门走到院中。月光洒在青石板上，夜风吹过，带来阵阵药香。他看向2楼穆婉清的房间，一片漆黑，门窗紧闭。陈安盯着窗户看了一会儿，然后悄悄来到墙角阴影处，屏住呼吸，侧身向外看去。目光所至，一个身影正顺着院外的小径朝着远处移动。那身影走几步就停下来，四处张望，看上去非常警惕。是穆婉清吗？陈安心念一动，将身体又往阴影里缩了缩，然后唤出了灵偶，悄悄跟了上去。今天第3更奉上。陈安操控灵偶保持距离，不敢跟得太近。那身影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警惕性极高。月光洒在他身上，勾勒出那道纤细的轮廓。那身形和步态都与穆婉清极为的相似。人影穿过人字号药田，又绕过炼丹堂，沿着一条偏僻的小径，最后竟是走出了百药谷。而且看上去似乎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选择的路线完美避开了谷中夜间巡逻的弟子。陈安操控灵偶远远跟着，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会是他吗？半夜3更，一人偷偷出谷，他想要干什么？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陈安跟随着那人影来到一处破庙前。这破庙年久失修，墙壁上爬满了藤蔓，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人影在破庙前驻足，他身后不远处，陈安控制着灵偶紧贴在一棵大树的树干后，屏息凝神。那道身影竟静立在破庙前一动不动。夜风吹过，带起藤蔓的沙沙声，在这寂静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陈安侧身探出，死死盯着那道身影，这是在等人。这个念头刚一冒出，一阵细细簌簌的声音便钻进了耳朵。另一道人影从破庙后面的灌木丛中走出，一身夜行衣，同样是看不清面容，不过陈安大概能从身形分辨出来，这是个男人。那男人走到神似穆婉清的身影面前，俯下身，躬身行礼。陈安目光一凝，他虽然听不见两人之间的对话，但能明显感觉出来，男人似乎对他极为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有些害怕。陈安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浓，
这两人到底是谁？这时，女人手一扬，似乎是对男人下达了什么命令。男人连忙单膝一跪，抱拳行了一礼，然后身形一闪，消失了在夜色之中。破庙前只剩下那道身影独自而立。夜风吹过，带起衣袂，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似乎是在思考。陈安沉下心思，同样一动不动地安静等待。过了许久，那道身影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转身，月光从云层中透出，洒在他的脸上。陈安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张脸，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月色下，穆婉清那张温婉恬静的脸显得格外清冷，完全没有了白天时温柔的笑意，只剩下了一种极为陌生的淡漠之色。他面无表情向男人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收回目光，沿着来时的路走来。陈安立刻操控灵偶隐藏在了黑暗之中，等穆婉清经过之后，便将灵偶收回。他自己则是从小院的墙角阴影处走出，对着穆婉清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快步返回了房间。小院恢复了一片静谧，陈安躺回床榻上，静静的等待。过了一会儿，院外便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脚步声并没有直接回到2楼，而是一步一步来到了陈安的房门外，然后停了下来。陈安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月光透过窗户的缝隙，他甚至能隐约看见门外那道纤细的轮廓。穆婉清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似乎在探查屋内的情况。过了许久，他才转过身，轻轻上了2楼。门开，门关，一切归于寂静。陈安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思绪纷乱。等等，陈安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他忽然想起绑架苏若的那名玄冥宗弟子曾无意中透露，他们在合欢宗里有内应，而且地位还不低。难道说？一丝凉意涌上了陈安的内心。如果这女人真是玄冥宗安插在这里的内应，那她找自己的目的怕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陈安躺在床上思索了半天，脑子逐渐变得昏沉，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师弟，起床啦！穆婉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温婉柔和，一如往常。陈安猛地睁开眼，看向窗外，天色已经大亮。他坐起身，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万千思绪，整理了一下衣襟，走过去拉开门。门外，穆婉清的身影亭亭而立，嘴角噙着浅浅笑意。她今日换了一身淡紫色罗裙，纤细的腰间系着同色的丝绦，眉眼间仍然那副熟悉的温婉恬淡。陈安看着她，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复杂的感觉。如果不是昨晚亲眼所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眼前这个温婉可人的女子和昨夜那个神色淡漠的女人联系在一起。穆婉清看着陈安，微微歪头，笑道：“懒家伙，昨天晚上没有摸错房间吧？”“并没有。”陈安回过神，故意伸了个懒腰：“我床上都是师姐的味道，睡得特别香。”穆婉清抿嘴一笑：“讨厌，快去洗漱一下，早餐早就备好了，赶快吃，吃完我带你去见几位长老。”陈安转身回房，简单洗漱了一下。等到两人用完了早膳，穆婉清便带着陈安离开小院，沿着青石小径向百药谷深处走去。一路上，陈安故意落后穆婉清2步左右的距离，在后面悄悄打量着这个女人。穆婉清倒是没注意到陈安的小动作，她神色如常，还时不时的和昨天一样说旗鼓中有趣的事情，仿佛昨夜的一切都是陈安的错觉。他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张恬静面容真的是昨夜让那名修为高深的黑衣人都俯身下跪行礼的女人吗？两人穿过几片的药田，一座古朴大殿赫然出现在了陈安眼前。大殿依山而建，门前立着2根巨大的石柱，柱上雕刻着繁复的图形。这是百药谷的议事堂。穆婉清介绍道，长老们平日里都在此议事。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大堂，刚一进门，陈安便一眼看见在堂中央的主位上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一身灰色道袍，面容清癯，眼神深邃。云阳子，生命值24600，24600，修为金丹3层。左侧的下手坐着一位中年男子，面容儒雅，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身边还站着一个容貌俏丽的年轻女子。这女人陈安见过，正是昨晚的穆青青。穆成，生命值18800，18800，修为金丹2层。右侧同样坐着一位老者，不过此人看向陈安的目光带着明显的审视和怀疑。陈安抱拳拱手，弟子陈安见过长老。果然是年少有为，青儿快看坐。主位上的云阳子微微颔首。穆婉清带着陈安在堂中落座。云阳子捻了捻胡须，看向陈安，老夫听青儿说，你不仅对丹道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还能以双修之道改造他人体质。陈安微笑道，只是碰巧罢了。哼，大言不惭。右侧的周长老冷笑一声，你知道改造体质有多难吗？我百药谷钻研改变体质的丹药数百年，至今也未能炼出从根本上重塑经脉提升根骨的丹药，你一介黄口小儿也敢在此大放厥词？这话说得很难听。穆婉清眉头微蹙，正要开口，穆青青却抢先一步，她上下打量着陈安，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周长老说的有理，此子连修为都没有，怎么可能有那种本事？他转向穆成长老，撒娇道，爹，你说是不是？穆长老轻轻拍了拍他的手，笑道，青青不许调皮。然后他看向陈安，目光温和，陈小友不必在意，周长老素来谨慎，有所怀疑也是人之常情，不知小友能否详细说说你改造媚妖体质的过程？陈安点点头，正要开口，主位上的云阳子
忽然一挥手中拂尘，目光深邃地看着陈安，说：“就不必了，小家伙，你可愿给我们几个老家伙现场演示一番？”陈安闻言微微一怔，现场演示？还有这好事？跟谁啊？他下意识地转过头，向穆婉清看了过去。云阳子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笑了笑，开口道：“小友莫慌，老夫并不是让你当着我们几个老家伙的面拉开架势操练，你只需要浅尝辄止，用气息演示一下便可。妻儿，你配合一下。”穆婉清脸色一红，不过却没有拒绝，轻轻点头：“是，谷主。”他起身理了理裙摆，然后款款走向陈安。穆长老却忽然出声：“且慢！”众人看向他，穆长老捻了捻胡须，目光在陈安和穆婉清身上转了一圈，缓缓道：“谷主，妻儿与这位陈小友本就相识，两人又有私交，由他来查验，恐怕有失公允。”云阳子眉头微挑，穆长老的意思是？穆长老看向自己的女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不如让青青来，她与陈小友素不相识，自然最是公正。”穆青青一愣，随即脸色一变：“爹，你说什么呢？我凭什么要配合他？”青青，穆长老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云谷主刚才也说了，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和陈小友修炼，只是配合他而已。陈小友若是真有本事，你自然是能感觉得到的。”穆青青还想再说什么，却被穆成一个眼神制止。他咬了咬嘴唇，看向陈安，眼中满是嫌弃，小声嘀咕道：“一个修为都没有的废物，能发现什么？”陈安却咧嘴一笑：“承蒙穆长老看重，青青快来，让我帮你好好检查一下。”“哼，我劝你最好不要对我动什么歪心思。”穆青青不情不愿地站起身，走到堂中央，双臂抱在胸前，一脸戒备。穆成微微颔首，对着陈安说道：“陈小友，这样吧，青青自小便有一处隐疾，是她娘胎里带出来的，此疾藏于经脉之中，极为隐秘。此番倒也不用你来治疗，只要能发现这处隐疾，我等便信你确有能力。”陈安点头：“好。”他走到穆青青面前，两人脸贴脸站着。穆青青那温热的鼻息扑在陈安脸上，闻起来响响的。近距离一看，穆青青却实生的极为标致，即便在这美女如云的合欢宗里，也能算是质量极高那一类的。陈安看着穆青青那张气鼓鼓的脸，悄悄说道：“既然你爹都发话了，一会儿你可别乱动，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不然出了问题可不赖我。”穆青青冷哼一声：“快点，别磨蹭。”陈安对着穆青青咧嘴一笑，然后伸出右手，轻轻按在她的手腕上，入手处肌肤温软细腻，带着微微的凉意。穆青青的身体一僵，陈安闭上眼睛，运转金平诀中所记载的随息感应之法，他引导着一股生命能量从掌心探出，顺着穆青青双手护胸，盯着陈安狠狠说道：“那你不如挖我腰子算了。”陈安说着，伸出手，散出气息，开始进行探查。穆青青嘴唇都快咬出血了，愤怒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堂而皇之占他便宜的男人。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身体居然会当众被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上下其手。不过很快，穆青青的愤怒逐渐变成了疑惑，疑惑又变成了惊讶。他感觉到一股极其微弱又温和的力量在自己的体内缓缓游走，力量所过之处没有任何不适，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就像有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抚摸他的经脉。他忍不住睁开眼，看了看眼前的男人，他闭着眼睛，神情专注，那张脸说不上多英俊，但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让他忍不住想多看几眼。穆青青心中微微一跳，连忙收回目光，紧紧闭上眼睛。他感觉到那股温和的力量正顺着自己的经脉一点点的游走，这股温暖的感觉让他十分舒服。忽然，陈安眉头一挑，他的气息在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发现了一处细微的郁结，在郁结周围隐隐有股股微弱的寒气不断吸收着经脉当中的热量，看来就是这里了。陈安心中一喜，正要收回能量，却忽然脸色一变，他发现那处郁结的位置居然是堂中一炷香刚好燃尽。周长老冷笑一声：“一炷香已过，可发现什么了？”穆青青也回过神来，脸颊还残留着淡淡的红晕，她咬了咬嘴唇，看向陈安，神色有些复杂。“哼，装模作样。”他故作镇定，冷哼一声，双臂抱在胸前，想要遮挡那片暴露在空气中的雪白肌肤。不过那亵衣过于轻薄，根本遮不住什么，反而更是给这玲珑的身段添了几分诱惑。穆青青说完，正要转身回到座位，陈安却忽然开口：“且慢。”他睁开眼，目光落在穆青青身上，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穆姑娘，这就走了？难道就不想听听我在你身上发现了什么吗？”穆青青脚步一顿，回头看他：“你能发现什么？摸了半天，不就是想占我便宜吗？”陈安摇摇头，目光看向穆青青那片平坦小腹，意味深长道：“这个位置往下大约2寸，有一处经脉郁结，想必就是你父亲说的那处隐疾了。”话音刚落，穆青青直接愣在原地，一脸震惊地看着陈安。这个男人，他真的找到了，而且那位置居然丝毫不差。云阳子和穆成对视一眼，缓缓点头，脸上笑意浮现。穆婉清也是悄悄松了一口气。哪知陈安又继续说道：“不光如此，我还在那处郁结的周围发现了一股阴寒之气。”“你说什么？”穆成原本的笑容瞬间消失，猛地看向陈安。陈安不管他那震惊的表情，
继续道：“这气息藏得极为隐秘，就连我都差点忽略。我猜就是因为这股寒气，导致寻常温养经脉的丹药药力根本无法穿透，所以令爱的隐疾才会久治不愈。”啪！沐橙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茶水溅了一身。云阳子手中的拂尘也顿在了半空。旁边的周长老则是瞪大眼睛，张了张嘴，根本说不出话来。沐橙猛地起身，快步走到穆青青面前，伸手按在女儿的手腕上，一股精纯的灵力探入。穆青青的经脉他很熟悉，这么多年已经探查过了无数次，但这一次他按照陈安说的位置，特意将灵力集中在那片区域。时间一点点过去，沐橙的眉头皱了起来，那处经脉还是和之前一样，并没有发现什么所谓的寒气。他神色怪异地看了一眼一旁的陈安，难不成是这小子在胡说八道，故弄玄虚？想到这，沐橙脸色一沉，刚要放手，下一刻，在穆青青的经脉中，一股极为隐蔽的寒气忽然一闪而逝。他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居然真的有！而且这股寒意藏得极深，寻常的探查手段根本无法触及。若不是他已经提前知晓，并且耐心探查，绝对无法感觉到这一瞬间的寒意。沐橙的脸色彻底变了，他收回手，深深看了陈安一眼。陈小友慧眼如炬，老夫佩服。众人闻言又是一惊，穆长老这副反应，那岂不是说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云阳子看向陈安的眼神中金光不断闪烁，穆青青却站在原地，红着脸，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这个男人，他居然说对了。那个位置他虽然从未亲眼见过，但每次发作时的痛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沐橙站在穆青青身侧，表情变幻不定。半晌，他轻叹一声，看向云阳子：“谷主，青青体内的这股寒气极为刁钻，寻常的温养之法根本无法奏效，若不及早根除，等突破筑基时必然反噬。我需要去一趟藏书阁3层，看看能否找到破解之法。还有，我想借用一下丹阵尝试一下。”云阳子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他正要说话，穆青青却忍不住开口了，声音里带着几分颤抖：“爹，真的那么严重吗？”沐橙没有回答，只是轻抚穆青青的手，轻叹一声。穆青青心中泛起一阵凉意。他虽然刁蛮任性，但并不傻。父亲这个表情，他从未见过，就连父亲都束手无策，那岂不是说……他咬了咬嘴唇，眼眶开始泛红。就在这时，陈安悠悠开口：“你们急个啥？我话还没说完呢。这玩意又不是不能治。”这句话如同惊雷轰然炸响。沐橙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你说什么？能治？谁能治？”穆青青也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陈安。陈安淡淡道：“我能治。”“你能治？”穆青青愣了愣：“我爹都治不了，你凭什么说能治？”他虽然心中隐隐有些期待，但更多的却是怕再次失望。从小到大，父亲为他寻遍了名医，吃尽了各种丹药，却都没有效果。陈安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你不信？”穆青青咬着嘴唇：“百药谷几百年的底蕴都治不好的病，你凭什么能治？”陈安笑了笑：“凭什么？”他慢悠悠道：“就凭我刚才发现了你那个位置，就凭我说出了那股寒气的存在，就凭……”他顿了顿，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你爹探查了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的东西，我只用一炷香的功夫就找到了。”穆青青一下子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这男人说的没错，光是能发现那处隐藏在经脉中的郁结，就已经证明了他的本事远超常人。但是发现和治疗毕竟是两回事。陈小友，沐橙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激动，上前一步：“你方才说能治，当真？”陈安点头：“当真。”他说着顿了顿，欲言又止。沐橙连忙道：“陈小友，但说无妨，只要能治好青青，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陈安随即看了穆青青一眼，轻叹一声道：“能治，但是治不了。”沐橙愣住了：“能治，但是治不了，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能不能治？”不光是他，就连穆婉清也皱了皱眉。“穆长老。”陈安慢条斯理道：“治，可以治，但我话先说在前头，那寒气已经深入经脉，想要根除，需要多次治疗，而且方式会比较特殊，可能会……”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可能会破坏恋爱的原因之体。”陈安刚才在检查时，他发现这个刁蛮任性的女人居然还没有被攻略过，想来那个周寒还没有吃上这口热乎的。穆青青的脸瞬间长得通红，她想起刚才那种感觉，光是想想就让人羞愤欲死。他们百药谷虽说属于合欢宗，但弟子平日里大都沉浸于丹道，对阴道并无太大兴趣。穆青青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双手护在胸前：“你什么意思？”陈安看着他，意思就是你不乖乖听话，我就不治。穆青青也愣住了，随即大怒：“你什么你？”穆青青气急：“我什么我？”陈安一脸淡定。穆青青气得浑身发抖，他咬了咬牙，狠狠一跺脚：“不治就不治，我还不稀罕呢。大不了我找周寒哥哥治。”陈安眉头一挑：“随便，不过你的周寒哥哥若是能治好你的病，我在你面前倒立拉稀。你无耻！”穆青青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他被眼前这丝粗鄙的言语弄得快要疯掉了。沐橙此时的表情也很复杂，他当然明白陈安的意思，那股寒气的位置他刚才已经探查过了，确实刁钻至极，寻常手段根本无法触及。但是
如果真要用那种方式治疗，他看着女儿那张惊慌羞涩的脸，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开口。堂中一时间安静了下来，还是云阳子打破了沉默。陈小友，他捻了捻胡须，目光深邃，你方才说能治，老夫信你，但这治疗之法当真没有别的选择？陈安摇头，谷主明鉴，那股寒气的位置您也看到了，寻常丹药根本无法穿透，想要根除，只能直接接触病灶，而且这个过程，他看了穆青青一眼，必须要他完全配合，他不愿意，我也没办法。云阳子沉默片刻，还是叹了口气，目光又看向了穆成，毕竟是人家闺女，治不治自己说了不算。穆青青气得脸都红了，狠狠瞪了陈安一眼，转身就跑出了大堂。穆成看着女儿的背影，叹了口气，然后转向陈安，郑重其事地拱手道：“陈小友，青青从小被我宠坏了，说话不知轻重，还望小友莫要见怪。”陈安摆摆手，穆长老言重了，我倒是挺喜欢调教，挺喜欢和青青打交道的。穆成苦笑一声，然后压低声音道：“陈小友，可否借一步说话？”陈安点头，两人走到大堂角落，穆成确认四下无人，才低声道。穆成四下看了一眼，确认无人注意，才压低声音道：“陈小友，方才你说能治青青的病，老夫想再确认一次，当真有几分把握？”陈安看着他，认真道：“9分，如果穆姑娘愿意配合的话。”穆成眼中闪过一丝激动，9分，他喃喃道：“老夫寻遍名医，却连有1分把握的人都没有。”他深吸一口气，看着陈安：“陈小友，你开个价吧，只要老夫拿得出来，绝无二话。”陈安沉默片刻，缓缓开口：“3个条件，你说。第一，过几日在揽月峰的拍卖会上，会有一本名为《月影九变地功法》，你帮我拿下。”穆成毫不犹豫地点头：“这个好办，只要小友能治好青青，月影九变，我帮你拿下。我们百药谷别的不说，丹药和灵石还是有一些的。”陈安点头，继续道：“第二，帮我弄到1块空灵玉，最好是幻星珊瑚。”穆成皱眉，这俩东西他听说过，那都是极为罕见的材料，尤其是那幻星珊瑚，他修炼这么多年，只在中州的拍卖会上偶然间见过几次。但为了青青，他咬了咬牙：“陈小友，不瞒你说，这个条件我不敢保证，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会尽全力去找，即便是最后找不到，我也会用同等价值的宝物补偿。”陈安考虑片刻，点了点头：“也行。”穆成松了口气。第3个条件，我需要令爱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穆成闻言露出一丝苦笑，然后重重点头：“陈小友放心，老夫定当说服他。”两人回到堂中，云阳子已经恢复了平静，看向陈安的目光满是欣赏。陈小友当真是深藏不露，今日之事让老夫大开眼界。他顿了顿，扬声道：“来人，设宴！今日老夫要好好款待这位清月峰的高徒。”众人一同来到偏厅，虽说是偏厅，但也是十分宽敞雅致。正中一张大圆桌，摆满了各色佳肴，还有几坛子散发着淡淡灵气的灵酒。云阳子在主位落座，然后安排陈安在他右手边坐下，穆成则是坐在他的左手边。穆婉清美眸眨了眨，然后挨着陈安坐了下来。不过穆青青却并没有出现，想来是还在生气。穆婉清拿起酒壶，给陈安斟了一杯酒，动作轻柔，袖口落下，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师弟，尝尝这个。”他轻声道：“这是百药谷特制的灵酒，用100年灵芝和多种灵果酿制而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陈安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酒液入喉，温热中带着一丝甘甜，随即化作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散入4肢百骸，甚是舒服。“好酒！”他由衷赞叹道。云阳子见状，呵呵一笑：“陈小友若是喜欢，回头让妻儿给你带几坛子回去。”“那就多谢谷主了。”陈安拱手。酒过了3巡，气氛渐渐热络起来。云阳子和陈安碰饮了几杯，言语间颇为亲切。连着几杯酒下肚，云阳子的脸色越来越红，看向陈安的目光也越来越亮。“陈老弟！”他忽然开口：“老兄，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安厂长打了个酒嗝：“哥，咱哥俩还有啥不能说的？”穆婉清见状，无奈扶额。这俩人的酒量还真是一对卧龙凤雏。云阳子嘿嘿一笑：“我看老弟虽然无修为在身，但这探查经脉的本事当真是所罕见。我百药谷钻研丹道数百年，见过的天才不知凡几，但如老弟这般另辟蹊径的还真是头一个。”云阳子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安：“老弟不如来我这百药谷吧，你放心，只要你来，哥哥我愿意执事之魏相呆，每月供奉自不必说，而且但凡谷中有的，老弟尽可取用。”此言一出，热闹的酒席顿时安静了一瞬。周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穆成也愣了愣，随即若有所思地看向陈安。要知道这百药谷的执事，那是宗里多少弟子的梦想，倒不是因为百药谷实力多么强横，而是因为这里的资源对于修炼的裨益实在太大。穆婉清也放下了手中酒杯，饶有兴致地看着陈安。陈安看着云阳子那张满是期待的老脸，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双雪白修长的美腿，还有那张慵懒妩媚的面容。他端起酒壶，给云阳子又倒云阳子一杯：“老兄抬爱，老弟受宠若惊。只是哥。”他拍了拍云阳子的肩膀，然后凑到了云阳子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这个动作让穆成和周长老的脸色顿时一黑。“只是老兄有所不知啊，我最近在帮花长老办点事情，这女人对我有恩，老弟不能半路撂蹶子啊。”
云阳子一愣，随即失笑。不错，倒是个重情重义的年轻人。他点点头，既然如此，老哥我也不勉强。不过弟弟日后若是有心，我这百药谷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多谢老兄，就冲你这句话，弟弟我必须得连喝3个。陈安说着端起了酒杯，穆婉清双手托腮，在一旁静静听着，眼中的笑意越发浓郁。穆成此时也端起酒杯凑了过来，陈小友，来，老夫敬你一杯。陈安连忙举杯与他碰了碰，两人一饮而尽。就在这一瞬间，陈安的目光无意间扫过穆成的手腕内侧，那里有一个暗红色的图案，很小，藏在袖口下面，若非他抬手，平时根本看不见。陈安心头一跳，这个图案怎么有点眼熟？陈安下意识的想仔细看看，而穆成却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迅速放下手，袖口重新遮住了那个图案。陈小友，穆成看着陈安，忽然露出一个笑容。你怎么了？没什么。陈安回过神，笑了笑，刚才忽然想到了青青姑娘的病，有些走神。穆成闻言，似乎是松了口气，他伸手拍了拍陈安的肩膀，说道：有劳陈小友惦念了，你放心，青青那边老夫一定会说服她。这丫头就是嘴硬，其实心底挺善良的，你多担待。陈安点头，这是自然。众人又喝了几轮，宴席渐渐接近尾声。云阳子打了个哈欠，起身告辞。穆成拍了拍陈安的肩膀，也摇摇晃晃地走了。陈安抬头望了望窗外，这一顿大酒居然直接从中午喝到了黄昏时分。不过还别说，这灵酒确实是好东西。陈安喝了这么多，仅仅是有些微微的醉意，精神头却是越来越足了。他现在十分想找个客户开展一下业务。等到周长老也离开后，偏厅里只剩下陈安和穆婉清2个人。烛光摇曳，映在墙上，拉出长长的影子。穆婉清站起身，走到陈安身边，轻声道：师弟，我们也回去吧。陈安抬头看了一眼穆婉清那同样有些微红的脸颊，随即笑着点点头，两人一起走出了偏厅。夜风吹过，带着阵阵药香，也吹散了几分酒意。穆婉清提着灯笼走在前面，裙摆轻轻摇曳，月光洒在她身上，隐隐能看见那深至地轻薄的罗裙之下暗藏的窈窕轮廓。两人一路无言，只是安静的一路走着。走到院落门口，穆婉清停下脚步，转身看他，月光落在他脸上，将那张温婉的脸映得愈发柔和。他嘴角仍旧是噙着一抹熟悉的浅笑。师弟到了。陈安点头，正要推门进去，穆婉清却忽然开口：师弟。他看着他，欲言又止。过了片刻，他轻声道：今天你很棒。陈安一愣，这就棒了？我真正的棒你还没见过呢。穆婉清笑了笑，随后走上前，伸手替他推开院门。走吧。穆婉清乖巧地站在门边，淡青色的罗裙被夜风吹起一角，露出一小截白皙的小腿。陈安的内心忽然有些躁动，一阵酒意上涌，他忽然想要上前牵起穆婉清那只白皙小手。忽然他的脑中闪过了昨夜月色之下一身黑衣的穆婉清那张冷漠的面容。陈安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这女人现在不能碰。他按捺下心中那股燥热，朝着穆婉清点了点头，随后走进了院子。师姐，你也早点休息。穆婉清轻轻点头，看向陈安，陈安的背影，轻轻道：晚安。陈安推开房门，胡乱收拾了一下，然后便躺到了床上。酒意不断上涌，体内的那股燥热一浪接着一浪，头脑却异常清醒，脑中不断的闪过今天宴席时穆成手腕之上的那个熟悉的图案，到底在哪里见过呢？陈安皱着眉头，在脑海中反复回想。忽然他猛地坐了起来，酒意也瞬间醒了3分。那个图案，几天前他和季无月碰见的那些黑衣人，其中一人身上就有同样的记号，扭曲的线条，那诡异的形状和穆成手腕上的一模一样。玄冥宗。陈安坐在床上，心跳如鼓。穆成这个百药谷的长老身上为什么会有玄冥宗的记号？他又联想到昨夜穆婉清的怪异之举，愈发疑惑。难道玄冥宗在合欢宗里的内应还不止一人？无数疑问涌上心头。陈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起今天在议事堂上穆成探查穆青青体内寒气时的反应，在震惊之中似乎还掺杂着一丝别的情绪。陈安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不过他随即摇了摇头，没有证据，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穆成和穆婉清这2个人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陈安躺回床上，脑中纷乱，没有一丝困意，只能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外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夜风吹过，带起阵阵沙沙的声响。陈安翻了个身，正要强迫自己入睡，忽然听见窗外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动静，很轻，轻的几乎像是错觉，但他没有听错，那是和昨晚一样的轻微脚步声。陈安瞬间清醒，一个翻身从床上坐起，悄无声息地贴到窗边，透过窗缝向外看去，月光下一个黑影从院中掠过，又是穆婉清。陈安来不及多想，胡乱将衣服套上，推开门便跟了出去。这次那道人影却没像昨夜那样往谷外走，而是顺着小径一路向百药谷的深处移动。陈安远远地跟着，穿过了几片药田，来到一处竹林深处。陈安停下脚步，屏息凝神，消失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竹叶的细碎声响，月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
投在地上的影子一时有些失真。人呢？去哪了？陈安皱着眉头，忽然觉得有些心慌。这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陈安被吓得直接跳了起来，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他猛地回头，却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月光下，那张冷艳的脸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居然是消失许久的姬无月。姬堂主。陈安愣住，随即长出一口气：“你怎么在这儿？”姬无月看着他这副如释重负的模样，嘴角的笑意深了几分。怎么，花清月那里的女人还不够你用，又跑到百药谷里祸害小姑娘了？姬堂主说笑了。陈安缓了缓神，看着姬无月那大眼睛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姬无月没有回答，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之色。瘦了，最近操劳的挺多吧？陈安一脸黑线，这女人就不能正经一点？对了，正好姐姐你来了。他定了定神，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哦，什么事？姬无月露出一丝好奇的表情。陈安沉吟片刻，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将宴席上发现沐橙手腕纹身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那个纹身和上次那些黑衣人身上的一模一样。陈安说着一顿，我觉得这个沐橙可能和玄冥宗有关系。姬无月听着，脸上的笑意也慢慢收了起来。他沉默片刻，缓缓开口：“昨天夜里，胖子也给我传来了情报，就是那个被你弄哭的胖子。”姬无月点头，他传给我的线索也指向了百药谷，顺着线索过来探查，没想到居然撞见你和那个小丫头在这谈情说爱。陈安看着姬无月似笑非笑的表情，心头忽然一跳，我和他是纯洁的男女关系。姬无月嘴角一挑，我还没说是谁，你就不打自招了？姬无月见陈安那慌乱的表情，嘴角勾起了一抹坏笑，他忽然转身朝竹林的深处走去，声音轻飘飘的传来：“跟我来。”陈安愣了一下，抬脚跟了上去。两人穿过竹林，来到一处隐蔽的空地，这是一片青翠的草地，四周被茂密的竹丛包围，月光从头顶洒下来，在地上镀了一层银色的光晕，空气里弥漫着竹叶的清冽气息，混合着夜风带来的不知名花香。姬无月在一块青石上坐下，拍了拍身旁的位置，坐。陈安一言坐下，两人之间仅仅隔着半臂的距离，月光映在姬无月那张冷艳的脸上，妩媚又勾人。她今日穿的是一套黑色的紧身衣裙，布料贴身，一头青丝高高竖起，露出那条修长白皙的脖颈。姬无月微微侧头看着陈安，玉手托腮，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说吧，把你发现的事情都告诉我。陈安定了定神，将这几日在百药谷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从穆婉清邀请他入谷，到议事堂上发现穆青青体内的寒气，再到沐橙答应帮他拿下，月饮酒变，最后是宴席上无意间看见那个纹身。不过陈安想了想，还是隐去了穆婉清深夜出谷的那段。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暂时还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姬无月。姬无月静静听着，居然是穆长老。他喃喃道：“玄冥宗的手已经伸得这么长了吗？”他皱眉一阵思索。陈安见姬无月一脸认真的神色，也没有出言打扰。两人沉默片刻，姬无月忽然看向陈安，冷不丁问道：“那个小丫头呢？”陈安心头一跳：“啊，什么小丫头？”姬无月眨眨眼：“都住一块了，还有哪个小丫头？”陈安连忙解释：“只是暂住而已，再说又不是睡在一张床上。”姬无月看着陈安的眼睛：“他怎么样？”“啊，挺好的。”陈安脱口而出。姬无月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深意。“没了。”陈安按下心中不知为何涌起的那股慌张情绪，笑着看向姬无月：“姐姐，你不会是吃醋了吧？”“吃醋？吃你的醋吗？”姬无月伸手轻轻抬起陈安的下巴：“那不如你吃姐姐的。”陈安顿觉体内一阵酒意上涌，姬无月忽然俯下身凑近了他，距离太近了，近到陈安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冷香，混着夜风的清冽钻进鼻腔，近到陈安能呼吸到姬无月呼出来的股股温热气息。他猛地抬手，一下子握住了姬无月按在自己胸口的那只玉手。姬无月眉头一挑，胆子不小，他嗔怒一声：“姬堂主！”陈安轻声道：“你想喂我吃什么？”姬无月一愣，脸颊随即浮起一抹难得的红晕，他想抽回手，却被陈安握得更紧。“放手！”他低声道。陈安却并没有松手，身体反而缓缓凑了上去，两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近得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姬无月皱眉，刚想伸手推开，却被陈安伸出另一只手牢牢揽住了柳腰。“好弟弟，快松手，今晚可不行，姐姐还有事情要做。”姬无月无奈，伸手捏了捏陈安的脸，小声哄道。陈安看着他，体内那股酒意再也按捺不住。此刻月光下，竹林间，这女人就这样站在自己面前，脸颊微红，哪里还有半分执法堂堂主的威严？“姬堂主！”他低声唤他。“你好美。”姬无月一愣，油嘴滑舌的臭男人。陈安笑了，他低头凑近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在他耳廓上。“我猜姐姐是想我了，所以夜里才特意来找我吧？”姬无月身体微微一颤，他感受到陈安那只揽着他的腰的手中掌心传来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烫进了他的心里。“怕你了，就一次哦。”姬无月摇摇头，轻叹一声。月光下，他脸颊绯红，眼含水光，眼中带着几分迷离之色。两人一个火热威猛，一个温柔如水。许久之后，姬无月才缓过神来，他睁开眼：“你起来。”
他轻轻推了推，不起来。陈安没有动，抬手擦了一把汗。我得休息会儿。姬无月舔了舔红唇，不让休息。陈安一愣，你还要干嘛？姬无月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坏笑。你不会以为一次就够了吧？陈安瞪大了眼睛，你不是说就一次吗？姬无月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再次凑了上去。女人的话你也信？月光渐渐暗淡，一丝鱼肚白在东方泛起。竹林里那两道身影仍然依偎在青石之上。姬无月靠在陈安怀里，指尖在他胸口轻轻摩挲着。那张冷艳的脸此刻全是动人的红晕，眉眼间原本的凌厉消失不见，只剩下那抹慵懒。他抬头看了一眼泛白的天际，小猫一般伸了个懒腰，轻声呢喃。晨光渐渐洒下，姬无月那美艳的面容愈发显得妩媚动人，一头青丝散落铺在青石上。再让我抱会儿。陈安搂着小蛮腰的手臂又收紧了些，低头继续看向自己的面板。经过昨夜姬无月的悉心照料，陈安的最大生命值又增加了200点。不仅如此，他昨夜还额外激活了一个词条，长老的肯定10分钟内的活动不产生任何消耗。陈安神情一震，10分钟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如果用在关键时刻，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姬无月看着陈安的反应，轻笑一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臭男人，再这样下去，姐姐要被你吃干抹净了。那也不够。陈安又伸手，姬无月一巴掌打掉陈安的手，然后撑起身子，用白嫩的脚尖从那堆散落的衣物中挑起自己的衣裙，然后将腿递到了陈安面前。姐姐累了，你帮姐姐穿上。陈安看着那条大长腿，忍不住摸了摸。姬无月嗔怒道：摸了一晚上了，不许摸了。就不。陈安伸手从姬无月的脚尖上接过衣裙，然后为姬无月套上，有意无意还老是往她身上蹭一把。姬无月却并没有阻拦，反而将四肢舒展开，方便陈安穿衣。黑色衣裙一件件重新附上那具诱人的身体，最终遮住了那抹撩人的风景。穿好衣服，姬无月起身，嘤咛一声，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然后他走到陈安面前，俯下身来，对着陈安的脖子来了一口。陈安一愣，又来，留个记号。他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一枚淡金色的玉符，塞进陈安手里。这是传讯符，有什么消息可以用这个联系我。姬无月伸手抬起陈安的下巴，另外有需要时直接捏碎，我会立刻赶到。陈安小心地将那枚传讯符收起，然后看向姬无月，你呢？接下来准备去哪？姬无月看着他，伸出一根玉指，轻轻蹭过陈安的嘴唇。秘密哦。说完，他将那根手指放在唇边，伸出小舌舔了舔，风情万种。小家伙，这次你让姐姐很满意。走了。话音未落，姬无月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竹林中。陈安站在原地，看着那片摇曳的竹影。这女人动作真快。他摇了摇头，转身朝住处走去。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进了穆青青的房间。她今日穿着一身白色罗裙，光洁修长的玉腿上裹着一层透明青丝，坐在梳妆台前对镜发呆。镜中的那张绝色的面容看上去似乎多了几分疲惫。昨夜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总是闪过那个坏人的脸，还有那股让他浑身酥软的气息。穆青青咬了咬嘴唇，脸颊不知为何又红了起来。青青，起床了吗？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穆青青回过神，连忙理了理头发，走过去拉开门。穆成站在门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爹。穆青青一愣，这么早过来，有什么急事吗？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我的乖女儿？穆成笑了笑，进去说。穆青青点头，两人走进房间，坐在桌子前。穆成看着穆青青，轻叹一声：青青，爹还是想跟你谈谈那小子说的事。穆青青脸色一变，别过头去。不要，我不要他治。青青。穆成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几分无奈。爹知道你害羞，但你体内的那股寒气我知道。穆青青直接打断他，我知道那东西很危险，可要是真让我被他那样，周涵哥哥会怎么看我？穆成轻叹一声，站起身走到女儿面前，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青青啊，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轻声道，从小到大你要什么爹都给你，你任性，你刁蛮，你想怎样就怎样，爹从来没说过什么。穆青青低下头不说话，但这一次爹不能由着你。穆成的声音沉了下去，那股寒气不除，等你突破筑基时会要了你的命。至于那个周涵，爹自然会跟他说。穆青青身体微微一颤，爹。他抬起头，眼中已经泛起泪光。可是我怕，我还从来没有那样。穆成心疼地看着女儿，伸手拭去她眼角的泪。爹知道，你放心。他轻声道，爹已经跟那小子说好了，他要是敢借着治疗欺负你，爹第一个不答应。穆青青咬着嘴唇，沉默良久，终于他小声道，那得让他来找我。他别过脸，声音越来越低，他那天那样对我，我才不要去找他。穆成愣了愣，随即失笑，好，爹去跟他说。同一时间，陈安正在房间补觉，忽然被传讯符的声音吵醒。原来是花清月已经将那3名需要改造经脉的弟子挑选好了。他得知陈安现在在药王谷，便直接安排林清瑶将那几人送到这里，多一天都等不了。刚才便是林清瑶给自己传讯，他们很快便将抵达药王谷。陈安从床上坐起，感受了一下昨夜被姬无月掏空的身体，然后取出了一枚穆婉清给的丹药，一口吞下。又来活了，自己工作这么辛苦，得再多找花清月要点奖励才行。正想着，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陈安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沐橙拱了拱手，笑呵呵道：“陈小友，昨夜休息的可还好？”陈安想起季无月那雪白的身体，点了点头：“非常好。”沐橙点点头，正要继续开口，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陈安的脖颈，他当场愣住。陈安脖子上那一块红痕格外醒目，沐橙是老江湖了，哪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尴尬地移开目光，干咳一声：“那个陈小友，老夫来是为了青青的事。”沐橙艰难开口：“那丫头，同意是同意，但是……”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为难之色。但是女儿家脸皮薄，不好意思自己过来。这个陈小友，你看能不能劳烦你一步，去青青那里治疗？陈安眉头一挑，他看着沐橙那张满是期待的老脸，沉默片刻，微笑道：“沐长老，恋爱的心思我理解，女儿家嘛，害羞是正常的。”沐橙松了口气，连忙点头：“对对对，陈小友理解就好。”不去。沐橙一愣，笑容僵在了脸上。啊！陈安悠悠道：“沐长老，治病这种事讲究的是病人配合，令爱若是连主动来一趟都不愿意，往后治疗过程中需要他配合的地方多了，他又该当如何？难不成每次都让我求他？”他说着摊了摊手：“若是如此，那另爱这病我没法治。”沐橙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陈安又道：“沐长老啊，说句老实话，就你家姑娘那脾气，你说我这到底是去治病还是去当孙子？”沐橙老脸一红，他当然知道自己女儿的性子。哎，沐橙犹豫片刻，终于叹了口气：“罢了罢了，是老夫唐突了，老夫再去好好劝劝他。”沐青青坐在房中，心神不宁。从沐橙离开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他一会儿站起来走走，没一会儿又坐下来，屁股还没坐热，又起身，神情烦躁地看向窗外。他会来吗？应该会来吧，爹都亲自去说了。可万一他不来呢？沐青青咬着嘴唇，又想起那天治疗时的感觉，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受，甚至还有一点点。天啊，我在想什么？沐青青连忙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不行不行，我可是周涵哥哥的人，怎么能想别的男人？沐青青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打定主意，等这次治好了身体，一定会好好的补偿周涵哥哥。从今往后，全心全意对他一个人。就这么决定了。可是那个混蛋怎么还不来？他又忍不住看向窗外。就在这时，院外的青石小径上忽然出现了一行人影。沐青青下意识地探头看去，只见为首一个位女子身着一身淡紫衣裙，气质清冷，容貌极美，腰间挂着一块执事令牌。沐青青认得她，清月峰的执事林清瑶。在林清瑶身后还跟着几个年轻女子。沐青青的目光扫过，然后愣住了。这几个女子模样生得一个比一个美，她小嘴微张，惊叹的目光从那几个女人脸上一一掠去，最后落在了最后一个人影身上。沐青青目光瞬间一凝，只见那人一袭粉红纱裙，耳朵尖尖，容貌生得极为妖艳，精致的不似凡人。那是一只媚妖。沐青青惊讶地捂住小嘴，林清瑶带一只媚妖来百药谷做什么？而且看他们去的方向，好像是那个混蛋的住处。沐青青眼睁睁看着那几名女人的身影消失在道路尽头，然后愣在原地，半天没动。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那个混蛋怎么这么多女人来找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好看？沐青青站在窗户边，心里乱成一团。忽然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有些不对劲，用力地甩了甩脑袋：“我不是吃错，绝对不是吃错，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他们是要做什么呢？会不会是那种事情啊？之前听那些师姐们都说那种事情很舒服，到底有多舒服啊？那个混蛋一下子这么多人，他的身体受得了吗？”另一边，陈安送走沐橙，转身正要回屋，院外忽然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他抬头看去，只见一道淡紫色的身影正沿着青石小径款款走来。陈安一眼便看出那是林清瑶，他眉头一挑，心道来的倒挺快。林清瑶走到院门前，对着陈安展颜一笑：“整天不着家，到处乱跑，跑得倒是不净。”陈安摆摆手：“都是为了工作。”林清瑶一笑，手往身后指了指：“人可给你送来了，这几人可都是长老亲自挑的，你那啥的时候要小心一些。”陈安摆摆手：“放心吧，我的技术别人不了解，师姐你还不了解吗？快进来吧。”他侧身让开，那几人跟在林清瑶身后鱼贯而入。几人刚一进门，小楼2楼的门忽然开了。穆婉清从楼上探出了半个身子，显然是听到了动静。他目光落在林清瑶和他身后那一群莺莺燕燕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是……林清瑶抬头一看是穆婉清，于是对着他微微一笑：“是婉清妹妹啊，打扰了，我奉长老之命送几位师妹来陈师兄这里，调理一下身子。”穆婉清愣了愣，随即目光从那几名女弟子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陈安身上，眼中多了一丝玩味之色。他嘴角微微勾起，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安：“师弟啊，你若是撑不住了，可以来我这里取丹药哦。小看我，看我小。”陈安干咳一声：“要不一起？”穆婉清一愣，掩嘴轻笑，摇了摇头：“不了不了，你们忙你们的。”他说着，目光又在那几名女弟子身上转了一圈，眼中闪过一丝赞叹之色，随即转身回了房间。陈安见穆婉清老老实实的回了房间，
这才转身看向林清瑶和他身后几人。这一看，他心中暗暗赞叹：花清月这眼光真是一等一的好啊！林清瑶见陈安目光扫过众人，又轻声道：师弟啊，除了这3位师姐，还有这个。他看向那个媚妖，长老说先给你送一只玩玩。那只媚妖闻言上前一步，对着陈安盈盈一拜，声音酥软入骨：见过公子，早就听说公子大才，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呢。陈安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佯装镇定道：快进屋坐。他转身朝屋里走去，身后几女连忙跟上。几人进了屋，陈安让他们在厅中坐下。陈安清了清嗓子，目光从几人脸上扫过，说道：花长老应该跟你们说过了吧，这次改造体质需要我用特殊手法疏通经脉，温养根骨，这个过程需要深度的接触。其中一名女修抬起头，与陈安对视一眼，轻声道：陈师兄，我听你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林清瑶介绍道：这位是清河，目前是炼气8层。说着，他又看向坐在角落处深深低着头，粉拳紧握的那名女修，这是雨柔，同样是炼气8层。这位是云若，炼气9层修为。陈安目光看去，离自己最近的座位上那位女修气质清冷，他见陈安向自己看来，轻轻对着他点了点头。不过陈安却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看到除了那只媚妖外，几人都是一副紧张的神色。陈安笑了笑：行了，看把你们紧张的，我又不会吃了你们。这样吧，你们先熟悉环境，明日我们正式开始。那只媚妖忽然歪着头看向陈安，声音酥软：公子，听说您之前改造过媚妖的体质，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改造的呀？陈安看着那张妖艳的惊心动魄的面容，笑了笑道：日后便知。见几人安顿了下来，林清瑶便起身告辞。陈安送林清瑶出门，两人路上边走边聊：师弟，你要注意身体啊。林清瑶神色有些复杂的看了一眼陈安，陈安失笑：师姐放心，我自有分寸。林清瑶白了他一眼，转身欲走。就在这时，陈安目光无意间扫过不远处的树丛，那里有一道纤细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探头探脑地往这边张望。那张脸虽然藏在阴影里，但陈安毕竟阅女无数，不管穿不穿衣服，他都能认出来，那是穆青青。他嘴角微微勾起，心中觉得好笑，不是说不来吗？陈安装作没看见，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对着林清瑶拱了拱手：师姐慢走。林清瑶点点头，起身离开。陈安转身慢悠悠地走回院子，他能感觉到不远处那双眼睛还在一直盯着他。走进房中，陈安对众女说道：你们几人刚来，可以去谷里逛逛，百药谷的景色不错的，你们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准备明天的改造。几人微微一愣，但很快点了点头。好。几人起身朝院外走去。你留一下。陈安对着跟在几女身后那只媚妖说道。那只媚妖一愣，一双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茶男，眼睛一亮。公子。他转身走到陈安面前。陈安看着他那张妖艳的脸，知道我为什么单独留下你吗？媚妖眨了眨眼，嘴角勾起一抹媚笑。公子是想先给我检查身体？陈安笑了。聪明。媚妖眼睛更亮了，他上前一步，几乎要贴到陈安身上，仰头看着他，声音酥软：那公子到底要怎么改造人家啊？陈安低头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美妙容颜，那件轻薄的粉色纱裙领口微长，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改造的方法，陈安顿了顿：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小妹一愣，笑得更加妩媚。那公子可要温柔些哦。他轻声说着，伸手轻轻解开腰间的丝带。陈安目光微凝，上次人多没仔细看，此番细细观察下来，媚妖的身材确实与人类女子不同，更加纤细，也更加柔软，每一寸肌肤都透着诱惑。媚妖察觉到他的目光，对陈安嫣然一笑：公子，我好看吗？他轻声问道，眼中带着几分得意。陈安没有回答，只是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腰，入手处肌肤温热柔软，带着淡淡的香气。公子。媚妖轻声呢喃，双手攀上他的脖颈，轻轻扯着陈安的衣领。公子，去榻上。陈安一把将他抱起，走到里间的床榻前。公子。媚妖伸手拉过陈安的衣襟，能量所过之处，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些因天生体质而隐藏在经脉深处的那些淤堵，正在被温柔的一点一点修复。这对陈安来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他能感觉到媚妖的体质与人类不同，他们的经脉更加纤细，更加敏感，对生命能量的反应也更加强烈，这让他不得不更加谨慎。时间一点点过去，陈安也停了下来，躺在了他身边。那只媚妖查看了一下体内的情况，然后一下子侧过身，看着陈安，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公子。他轻声开口，声音还有些沙哑：你真的帮我改造成功了？陈安点点头。媚妖愣了愣，忽然眼眶红了，他猛地坐起来，不着片缕地跪在榻上，对着陈安深深一拜：公子大安，小妖没齿难忘。他抬起头，眼中含泪，看着陈安：公子，我还有个不情之请。陈安挑了挑眉说。媚妖咬了咬嘴唇，忽然磕下头去：求公子救救我们的公主。陈安一愣：公主？媚妖抬起头，眼泪簌簌而下：我族的公主在1个月前被一名人类修士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族中长老四处打探，只知道抓走公主的人是个年轻男人。他说着又磕下头：我愿为公子做任何事，当牛做马，
为奴为婢，只求公子，求公子能找到公主，救她出来。陈安沉默片刻，伸手将她扶起。起来吧，他轻声道。这件事我不敢保证，不过我会去帮你打听的。媚妖愣住，随即眼中涌出狂喜之色。公子真的答应了？陈安点头，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媚妖连连点头，我明白，我愿意等，只要公子愿意帮忙，让我做什么都行。他说着又扑进陈安怀里，紧紧抱住他。公子你真好，他轻声呢喃，声音里带着哭腔，指尖抚过陈安的胸膛。公子。窗外穆青青听着隐约传来的声音，俏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时陈安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了一阵嬉闹声，于是他随手扯过一件衣衫盖在媚妖身上，整理好衣服，起身出了房间。院中穆婉清不知何时下了楼，正和云若几人坐在院中的石桌前有说有笑。穆婉清一袭红色长裙，一头青丝刚刚洗过，湿漉漉的披散在香肩之上，在夕阳下愈发显得温柔似水，那模样说不出的动人。见陈安出来，雨柔第一个蹦起来冲他招手，师弟快来快来。陈安走过去，目光在几女脸上扫过，笑道，聊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穆婉清抬起头看着他，眼中带着几分促狭，舍得出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在房间里面待上一整天呢。陈安脸色一僵，连忙几声战术咳嗽。雨柔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陈安，陈师弟，婉清姐姐要带我们去百药谷的方式呢。我们早就听说百药谷的方式可好玩了，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对了，还有一家特别有名的药膳。清河在一旁轻笑道，雨柔刚才念到了一路，心心念念要去吃那家药膳。雨柔脸一红，嘟着嘴，好不容易来一趟，当然要尝尝了。云若虽然没有说话，但看向陈安的目光之中也带着几分期待之色。穆婉清站起身，走到陈安面前，轻声道，师弟啊，你也操劳了一天，要不要跟我们去放松一下？反正天色还早，我正好也要去房市买些药材，顺便带你们尝一尝那家药膳。陈安看着穆婉清那张温柔的脸，又感觉到那三道满是期待的目光，点了点头，正好我也有些饿了，那就一起去。雨柔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把抱住清河，欢呼道，哇，师弟最好了。云若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穆婉清笑道，那我们这就出发吧。陈安想了想，稍等，我去看看屋里那位的情况。众女一听，脸上都是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陈安转身进屋，里间的榻上，那只媚妖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整个身体瘫软在软榻上。陈安走过去，伸手探了探她的脉搏，经脉平稳，看来改造得很成功，只是今日的消耗有些大，需要时间恢复。那具雪白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方才欢愉的痕迹。他去外间打了盆清水，然后从脸颊到脖颈，从锁骨到小腹，再到帮他清洗了一下。媚妖在睡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轻轻地喃了一声，不要。陈安拉过被子帮他盖好，又将那件粉色纱裙叠好放在枕边。做完这些，他起身出门。院子里三人已经准备好了。见陈安出来，雨柔一下子蹦过来，师弟，那只小妖精不去吗？陈安道，他睡着了，我们自己去吧。几人一起出了院子，朝谷口走去。夕阳西下，天边烧成一片绚烂的橘红，远处隐约能看见方士的灯火，星星点点连成一片。百药谷的青石小径上，几道身影并肩而行，说说笑笑，画面倒是显得十分温馨。等几人到了房市，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此时的百药谷方市中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一条长街延伸向远处，两侧店铺林立，红色灯笼高高挂起，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的倒像个世俗的集市。哇！雨柔第一个惊呼出声，一双大眼睛瞪得溜圆，目光从一个个摊位上扫过，满脸都是兴奋。这里太好玩了！他一把拉住清河的手，两人就朝最近的一个摊位冲了过去。云若虽然没有像雨柔那么激动，但目光也在四周流连，脚下不自觉地加快了步子。很快，三人的身影就淹没在了人群中。陈安看着他们那副兴奋的模样，忍不住笑了笑，怎么都跟个小姑娘似的。他摇摇头。穆婉清站在他身侧，闻言轻笑一声，说的好像你多大似的。我不小啊。陈安转头看他，灯火下，他一袭红裙格外夺目，湿漉漉的青丝披散在肩上，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那张面容被灯火映得愈发柔和。陈安忽然觉得今晚的穆婉清有些不太一样。看什么？穆婉清察觉到他的目光，微微侧头。没什么。陈安收回目光，你今晚挺好看的。穆婉清一愣，随即脸颊微微泛红，嗔道，我哪天不好看？两人并肩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时不时停下来看看两边的摊位，谁都没有说话，但气氛却莫名的温馨。逛了约莫半个时辰，那三人终于一脸满足地回来了。陈安目光看去，几人都是收获满满，手里怀里抱着的提着的全是战利品。师弟，婉清姐姐。雨柔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你们看我买了什么？这个小铃铛说是能安神的，还有这个发带，好看吧？还有这个。他一阵叽叽喳喳。清河走到穆婉清面前，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香囊，双手递过去，婉清姐，这个送给你。穆婉清一愣，接过香囊，低头看去，那香囊绣工精细，上面绣着一朵清雅的荷花，隐隐有淡淡的药香飘出。这是？他抬头看向清河，清河微微一笑，温声道，方才在一个老伯的摊位上看见的，说是用7种安神草药配制而成，
对睡眠有帮助。想着婉清姐姐平日操劳，就买了一个。穆婉清眼中闪过一丝感动，清河妹妹有心了。雨柔一看，连忙说道：“还有我的，还有我的。”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玩意儿，塞给陈安：“师弟，这个给你。”陈安低头一看，是一个小巧的木雕，雕的是一头憨态可掬的猪。这是啥呀？这是？他哭笑不得。雨柔眨眨眼：“我逛的时候看见的，觉得特别像你。”陈安额头青筋跳了跳：“你明天最好小心点。”穆婉清在旁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云若也走上前来，将手里那个小巧的盒子递给穆婉清，轻声道：“婉清姐，给你的。”穆婉清接过，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做工精致的玉簪，通体莹润，雕着简约的云纹。云若别过脸去，小声道：“方才看见，觉得很适合你。”穆婉清嫣然一笑，她伸手将云若的手拉过来握住：“谢谢云若妹妹，我很喜欢。”云若侧过脸看了一眼陈安，小心道：“师弟，我没有看到有适合你的，你不会生气吧？”“我生什么气？”陈安笑了笑：“不是说要去吃那家药膳吗？走吧，再不去天就要亮了。”雨柔第一个响应：“对，快走快走，我都要饿死了。”几人朝着房室深处走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座酒楼前。牌匾上龙飞凤舞3个大字百草堂，3层木楼，飞檐翘角，红灯笼高悬，远远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此时2楼的一扇窗户后，一道目光正在楼下几人的身上来回打量，眼底涌起一抹惊艳之色。“师兄快看，高级货！”另一道目光打量过去，确实不错，这种姿色在你们烈阳峰可是不多见，可惜啊，插在了一头牛粪上。周兄，你看那个女的，好像是你们百药谷的穆婉清。男人闻言眉头一挑，目光看去，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还真是她。男人眼中随即涌起一抹贪婪之色，不过其他几个倒是没见过，可能是刚到的新鲜货。男子的目光在楼下几人身上流连，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另一边，陈安带着众女走进了百草堂。大堂里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膳香气，闻上去让人食欲大开。一个伙计热情地迎上来，引着他们到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刚一坐下，雨柔便迫不及待地拿起菜单，眼睛放光：“哇，这么多菜，这个还有这个，看起来都好好吃。”清河在一旁轻笑道：“你点那么多，吃得完吗？吃不完可以打包吗？要是回了清月峰，再想吃好麻烦的。”雨柔理直气壮。陈安忽然清了清嗓子道：“诸位姐姐随便点，今天这顿我请了。”众女一愣，纷纷看向他。陈安一脸诚恳：“虽然咱全身上下凑不出来一块上品零食，但是请姐姐们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几人看着陈安一本正经的表情，扑哧一下笑了出来。穆婉清无奈地摇了摇头，笑道：“行了行了，这次还是我来吧。”他接过菜单，熟练地点了几个招牌菜：百草养生汤、灵芝炖鸡、清蒸鲮鱼、药膳排骨。穆婉清一口气连着点了好几道，伙计记下了菜单，退了下去。雨柔托着腮，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穆婉清：“婉清姐姐，你对这里好熟啊？”穆婉清微微一笑：“以前常来，后来事情一多，就来的少了。几位能认识一下吗？”几人正说话间，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陈安抬头，几个年轻男子站在桌旁，为首的那个穿着青色锦袍，面容算得上英俊，他眼神轻佻，目光毫不掩饰地在云若几人身上打转。“你瞅啥？”陈安皱眉，正要拒绝，那锦袍男人却完全无视了陈安，自顾自便要往一张空着的凳子上坐。云若不动声色，脚下却忽然一动，脚尖轻轻一勾，那张凳子瞬间滑了出去。“哎呦！”锦袍男子一屁股坐空，直接摔倒在地，姿势十分狼狈。雨柔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妈的臭娘们，老子给你脸了！”那锦袍男子脸色涨红，猛地爬起来就要发作，一只手忽然按住了他：“赵兄弟，不得无礼。”另一个声音响起，语气温和，却带着几分不容置疑。陈安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玄黑长袍的年轻男子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面容清俊，气质温文，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那锦袍男子见他来了，脸色变了变，终究没有发作，只是狠狠瞪了云若一眼。那男子先是对着穆婉清拱了拱手，笑道：“穆师妹，好久不见。”穆婉清微微颔首，语气淡淡：“原来是周师兄。”陈安眉头一挑，碰见熟人了。穆婉清低声对陈安解释道：“周长老的儿子。”陈安一脸恍然的点了点头：“官二代啊，怪不得。”周元的目光从众女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陈安身上，微微一顿，随即收回。他面带微笑，文质彬彬的开口：“在下周元，百药谷内堂弟子。这位是赵天，烈阳峰核心弟子。今日有幸遇见诸位姐姐，实属缘分，不知可否赏脸，一起吃顿便饭，认识一下。”众女像是没听见一般，该干什么干什么。陈安放下茶杯，慢悠悠道：“认识一下给钱不？不给钱就算了，我们这桌人多，坐不下。”周元脸色微微一僵，但很快恢复如常。他笑了笑，也不恼。这位兄台说笑了，相逢即是缘，何必拒人千里之外？他目光转向穆婉清：“穆师妹，你说是吧？”穆婉清淡淡道：“周师兄的好意心领了，今日确实不方便，请回吧。”周元笑了笑，冷不丁伸手搭向了云若的香肩：“什么方不方便的？我见几位姑娘面生，想来不是谷中之人，穆师妹不介绍一下。”手伸到一半，
却硬生生地停了下来。云若用剑柄抵着周元的胳膊，声音清冷：“碰到了，你手就没了。”一旁的赵天见几人完全不给周元面子，怒道：“周元兄，跟这几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女人废什么话？咱们跟以前一样，直接用强的，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周元却并不生气，收回手，深深看了云若一眼，继续温声道：“几位姑娘是第一次来百药谷吧？这百草堂的药膳可是远近闻名了不少，尤其是那道百草养生汤，用的都是100年以上的灵草，对修炼大有裨益。”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说来惭愧，这汤的方子我父亲当年还参与改良过，我自己也是对炼丹一道也略知一二。若几位姑娘有兴趣，我可以亲自为诸位讲解一番。雨柔听得直皱眉，小声嘟囔：“好烦啊他。”陈安看着周元那一脸得意的神色，忽然嘴角一扬，原来是周兄弟啊，久违大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啊，一表人才。周元一愣，眼中随即闪过一抹嘲讽之色，这废物也跪得太快了点。陈安看着周元的表情，心中觉得好笑，继续说道：“巧了不是，我正好有些丹道的问题想要请教周兄。”周元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师弟请说，炼丹一道，在下还是颇有研究的。”陈安点点头，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神色：“我想请教周兄，在炼丹时，药材中的那些药力是如何进入到药液中的？”周元微微一怔，随即道：“自然是火候到了，药力就出来了。”陈安一脸疑惑之色：“不对吧？我怎么看书上说这是因为扩散作用呢？”周元一愣：“扩散作用？哪本丹书上写的？高中化学。”陈安心说，然后他拿起桌上的茶杯，指着里面的茶水：“就像这杯茶一样，药材浸泡在药液中，有效成分会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迁移，这个过程就叫扩散作用。而丹火的温度越高，扩散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在炼丹时必须要用丹火来加热，从而提高药力扩散的效率，提高成丹率。”周元懵了：“什么和什么加速什么？”陈安继续道：“还有啊，周师兄，为什么有些丹药必须要用文武丹火来交替炼制呢？”周元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自然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陈安摇摇头：“可是我怎么看书上说，有些药材对高温敏感，有些则对低温下更敏感。文火和武火的交替，本质上是控制药材本身的温度，让不同的药材成分在最适合的温度下释放或转化。”周元又懵了：“什么和什么控制什么？”陈安却还没完，又指了指桌上的一盘菜：“你看这道灵芝炖鸡，灵芝中的药力直接服用，人体很难吸收，但如果用小火慢炖，里面的多糖分子会逐渐水解成小分子的寡糖，吸收率能提高3倍以上。”他说着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这是谁解反应？”雨柔听得一愣一愣的，眼中满是崇拜的小星星。清河也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连云若都忍不住微微侧目，眼中闪过一丝异彩。陈安最后看向周元，一脸诚恳地问：“周兄，这些都是炼丹的基本原理啊，你不是炼丹高手吗？不会，从来没听说过吧？”周元的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最后长成了猪肝色。什么扩散，什么热量控制，什么水解，完呢？他爹也从来没给他说过这些东西啊。陈安看着他这副模样，补了一刀：“周兄啊，你该不会是那种只会照着丹方炼丹，却从来不明白其中原理的人吧？那你这炼丹跟厨子有什么区别？”噗嗤，雨柔实在没忍住，直接笑出声来。赵天眼见周元被陈安几句话堵得脸色青紫，心中火气噌地往上冒。他二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更何况对方不过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不过是身边围着几个漂亮女人，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小子，你找死吗？赵天上前一步，炼气8层的气势陡然而出。陈安看着面板上赵天那不到900的血量，心里在考虑到底要不要一拳直接把这家伙送走。还没等他决定，穆婉清玉手一拍桌子，冷冷看向周元：“周元，我敬你父亲丹道高深，我平日里不跟你一般见识，倘若你今日要真的撕破脸，那我可不管你父亲是不是长老。”周元看着穆婉清，脸色阴晴不定。赵天冷笑一声，斜着眼看向穆婉清：“你这臭婊子狂什么？等着瞧吧，你们没几天活头了。等过2天。”话刚说到一半，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身侧传来。赵天下意识地转头对上周元那双冰冷的眼睛，那眼神里没有半点温度，有的只是彻骨的寒意。赵天心中一凛，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脸色一白，连忙闭上嘴，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周元收回目光，冷冷看了陈安一眼，转身就走。赵天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失魂落魄地跟了上去。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陈安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双眼微眯。刚才赵天的话让他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师弟想什么呢？一只玉手在自己眼前晃了晃。陈安回过神，发现雨柔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师弟，你也太厉害了吧！刚才那些什么扩散什么水解的，说的他脸都绿了。陈安笑了笑，正要说话，忽然感觉脸上有些热。他一转头，迎面撞上了穆婉清的目光。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隐隐带着一丝炙热。陈安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干咳一声：“师姐，怎么了？”穆婉清微微一怔，随即回过神来，他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师弟，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他说着，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进陈安碗里：“快多吃点，
补脑子。陈安，需要吗？清河在一旁偷笑，婉清姐姐，你这是在夸师弟吗？我听着不像啊。穆婉清眨眨眼，一猜。雨柔又忍不住说道，师弟啊，你刚才说的那些反应什么的，都是真的吗？陈安笑了笑，我瞎编的。雨柔一愣，那他怎么没听出来啊？陈安摊手，他懂个屁啊！几人笑作一团，气氛重新热闹起来。一顿饭吃了大半个时辰，几人酒足饭饱，起身离开百草堂。夜色已深，房市的灯火却依旧璀璨，长街上人来人往，热闹不减。几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回到了谷中。多谢婉清姐姐的热情款待。雨柔拉着清河的手，对着穆婉清甜甜一笑，这个药膳太好吃了，下次有机会，姐姐一定要到我们清月峰做客。穆婉清笑道，好呀，我一定去。几人互相道别，陈安正要回去，却被穆婉清叫住。师弟。陈安回头，月光下，穆婉清一袭红裙格外惹眼。师姐，怎么了？穆婉清没有回答，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锦囊，走到他面前，轻轻放在他手里。陈安一愣，低头看去，那是一个飘散着香气的锦囊，入手微沉，隐隐能感觉到里面有东西。这是你方才在房室里，在那个摊位看了很久。穆婉清轻声道，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我就悄悄买下来了。陈安怔住了，他确实在房室里看过一个摊位，那摊位上摆着几块残破的玉简，看起来像是上古遗物。他当时只是随意看了看，觉得有些意思，但也没有多想。没想到穆婉清居然注意到了。陈安打开锦囊，里面果然是那几块玉简。他抬头看向穆婉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女人，他心中忽然有一股冲动，想要把这几日萦绕在心头的疑问问出来。你到底是谁？可话到嘴边，看着月光下他那张温柔的脸，陈安又咽了回去。穆婉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微微歪头看着他，师弟，你怎么了？陈安沉默片刻，轻声道，没什么，谢谢师姐，跟我还客气。他笑了笑，然后摆摆手，好了，快回去吧，明天你还有大事要办呢。说完，穆婉清眨眨眼，转身离开。一袭红裙在月光下轻轻摇曳，青丝飞扬，背影说不出的动人。陈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进入房间，然后轻轻关上房门。他摇摇头，转身朝自己屋里走去。回到房间，他让云若几人睡在了里屋，自己则是在外间随便找了个空位置躺下，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穆婉清那张俏脸。思绪纷乱间，陈安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陈安忽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他猛地睁开眼，侧耳倾听，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隐约的呼喊声。出事了！陈安一个翻身，套上衣服推门出去，里面那几人也被惊动，正站在门口张望。那只媚妖也醒了过来，一丝不挂的直接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挂在了陈安身上。公子，公子，外面怎么了？陈安摇摇头，随即对着屋内几人说道，你们待在这里别乱跑，我出去看看。他说完，快步走出院子。谷中的小径上，很多百药谷的弟子正急匆匆地往谷口方向跑去，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食，有人甚至连衣服都没穿好，显然是发生了什么急事。陈安拦住一个路过的弟子，问道，这位师弟，那边出什么事了？那弟子急匆匆道，守山弟子发来信号，遇袭，有人闯谷。说完，他正开陈安的手，快步朝着谷口跑去。遇袭！陈安眉头一皱，也快步跟了上去。当他赶到谷口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一沉，谷口空无一人，只剩下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围在现场，几名身着执事服饰的百药谷弟子正在维持秩序，不让围观的人靠得太近。人群中央，一个长老模样的人正蹲在尸体旁仔细查看着什么。陈安认得他是那天的周长老，也是刚才那位周元的父亲。周长老此刻脸色凝重的可怕，一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面前的尸体。陈安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穆青青。他站在人群最前排，神色冷峻，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穆青青此时也看见了陈安，他微微一怔，随即快步走了过来。你怎么在这？他低声问道。陈安道，听见动静，过来看看。穆青青看了陈安一眼，然后点了点头。陈安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那几具尸体上，月光惨白，照在那些毫无生气的脸上，说不出的诡异。他仔细看去，忽然目光一凝，尸体之上没有任何血迹，衣物完好，甚至连褶皱都没有。但他们的表情，陈安瞳孔微微一缩，那几具尸体的表情几乎完全相同，眼睛瞪得极大，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嘴巴扭曲成一种极其诡异的弧度，像是临死前看见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陈安心头涌起一股寒意，他不是没见过死人，乱葬坑里那些被吸干的鼎炉他见得多了，但是远远没有这次的震撼。夜风吹过，带起一阵沙沙声，一丝隐隐的不安忽然涌上了陈安心头。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夜空，陈安脸色一变，这声音是从他住处方向传来的，是穆婉清的声音。陈安二话不说，转过身，撒腿就往小院狂奔。跑着跑着，身边忽然多了一道人影，穆青青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上来了。他见陈安疑惑地朝他看来，瞪了他一眼，说道：“看我干嘛？看路！”陈安也顾不上多说，两人一路狂奔，终于是来到了小院门口。此时院门大敞，小院里面漆黑一片。陈安和穆青青快步走进院子，
眼前的景象让二人心头皆是一沉。院子里一片狼藉，原本穆婉清精心布置的花花草草全被打翻，泥土散落一地。陈安一眼便看见了倒在院中地上的一道人影，那是云若。他此刻正躺在院子中间的青石板上，身体一动不动。陈安心头一紧，快步冲了过去，将他抱起。只见云若面色惨白，嘴角一道触目惊心的鲜红血迹顺着修长的脖颈流下，将那一袭洁白的衣裙染上了一抹鲜红。陈安伸手探向云若的脉搏，探查了片刻，随即松了口气。脉象虽然紊乱，却暂时没有生命之忧。好在自己能治，就是要多费一些精力。陈安从怀中取出穆婉清之前给的养元丹，轻轻捏开云若的嘴，将丹药喂了进去。丹药入口即化，云若紧紧皱起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陈安将云若轻轻放下，刚一抬头，目光又是一凝。另一侧的角落中，清河半靠在院中的石桌旁，脑袋歪向一边，一头青丝散落在地上。陈安又连忙走过去，在检查过清河的伤势之后，取出养元丹喂进了他的口中。随后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四周，接着快步向2楼冲去。那是穆婉清的房间。穆青青见到昏迷不醒的二人，脸色同样十分凝重，紧紧跟在了陈安身后。陈安快步走上楼梯，半路却忽然脚下一顿，在楼梯拐角处还躺着一个身影。雨柔倒在了楼梯中间，身子蜷缩成一团，一只手臂无力地垂在台阶上，那深淡青色的裙子上满是血迹，触目惊心。陈安心中大骇，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她翻过来。月光透过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雨柔脸上，那张总是挂着一脸笑容的娇俏脸蛋，此刻双眼紧闭，脸色极为苍白，从嘴角不断溢出的鲜血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那深衣裙之上。陈安伸手探向她的脉搏，指尖顿时一颤。雨柔的伤势显然要比之前那2人重，这种伤势养元丹已经完全不管用了，她的脉象虚浮到了极点，几乎快要感觉不到。陈安的脸色沉了下来，如果不立刻治疗的话，他的命怕是要连带在这里了，到时候自己怎么跟花清月交代？可是穆婉清现在生死不明，自己现在就开始治疗的话，陈安的脸上闪过一丝挣扎。这时一只白皙的手忽然伸到了他的面前，用这个吧。穆青青蹲在他身边，掌心之中静静躺着一颗丹药，那丹药通体莹润，周身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晕，一看就不是凡品。陈安看着丹药愣了愣神，还愣什么？穆青青冷哼一声，是怕我毒死你的小情人？陈安的脸色顿时有些尴尬。穆青青把脸偏到一边，不去看陈安，淡淡道：你放心，这是我爹亲自炼制的，给我保命用的，没有毒。说完，他便将那颗泛着金色光晕的丹药喂进了雨柔嘴里。陈安看着穆青青那小心翼翼的动作，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丹药入腹，雨柔的呼吸立刻变得平稳了几分，那张苍白的脸上也是稍稍恢复了一点血色。陈安见状也是松了口气，多谢了。他看向穆青青，露出一个微笑。穆青青一愣，随即冷哼一声：谢什么谢？我又不是为了你。陈安笑了笑，也没说话。他抬头看了一眼楼梯尽头的那片黑暗，你先待在这里，我过去看看。穆青青轻轻点了点头。陈安起身，悄悄来到了穆婉清的房间门口。房门虚掩着，屋里面一片漆黑。陈安在门前停顿片刻，然后缓缓伸出手，吱呀，门被轻轻推开，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照亮了屋内的景象。窗户大敞，夜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得窗帘猎猎作响。屋内的桌椅倒还算整齐，不过房间深处那张软榻之上，被褥稍显凌乱，没有看到穆婉清的身影。陈安的心沉了下去，他快步走到窗边，探头看去，窗外是片片竹林，放眼望去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几丛竹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他转过身，目光在房间里一寸一寸的搜寻，没有血迹，没有打斗的痕迹，只是人却不见了。陈安皱着眉头，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林雪失踪的那天好像也是如此，同样的深夜，同样的场景。他的拳头紧了紧。怎么样？身后传来穆青青的声音。陈安回头看见他站在门口，正眉头紧锁地看着这间空荡荡的房间。他沉默片刻，摇了摇头。穆青青眼眶一红，忽然一个细微的动静传进了二人的耳朵，咔嗒，声音很轻，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陈安目光陡然一凝，对着穆青青使了个眼色，用口型无声说道：在1楼。穆青青点了点头，紧紧咬着嘴唇，把快要流出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两人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走出穆婉清的房间，回到楼梯。雨柔依旧昏迷，但呼吸比刚才平稳了许多。陈安看了一眼她的状态，心中稍定，正要继续往下走，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被一只小手紧紧抓住。他回头一看，穆青青一只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袖，指尖都有些泛白，看上去明显有些紧张。陈安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然后拉着他在楼梯上小心地挪动，尽量保持安静。两人悄悄下到1楼，陈安却并没有着急进屋，他站在门外，轻轻推开门，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观察着屋内的情况。屋内十分安静，看起来一切正常，但陈安的直觉告诉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目光缓缓扫过房间，一寸一寸地搜寻窗户、衣柜、床底。忽然，陈安目光一凝，房间最里面的角落堆着几个杂物箱和几块破旧布料，看起来乱七八糟，但陈安却记得那个角落明明被收拾得干净，
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杂物。他对着穆青青使了个眼色，用下巴指了指那个角落，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穆青青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然后脸色一紧，轻轻点了点头。他的手又不自觉地握紧了陈安的衣袖。陈安深吸一口气，缓缓朝那个角落走去。1步、2步、3步，他站在那堆杂物前，伸出手，猛地掀开。啊！一声尖叫从角落传来。陈安定睛一看，角落里蜷缩着一道纤细的身影，居然是那只魅妖。他此刻浑身缩成一团，双手死死捂着眼睛，浑身瑟瑟发抖。那件粉色的纱裙皱巴巴地裹在身上，上面满是灰尘。别过来！他声音发颤，带着哭腔。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陈安一脸无奈，轻声道：别害怕，是我。魅妖的身体猛地一僵，他颤抖着一点一点把手从眼前移开，然后他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魅妖愣愣地看着陈安，片刻，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公子！他猛地扑进陈安怀里，死死抱住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公子，你终于回来了！刚才吓死我了！陈安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安抚：没事了。穆青青看着陈安那温柔的动作，站在一旁撇了撇嘴。那只魅妖哭了一会儿，情绪稍微稳定了些。陈安这才问道：到底怎么回事？魅妖抬起头，一双桃花眼红红的，眼泪还挂在睫毛上。他吸了吸鼻子，刚才我还在睡觉，然后就听见2楼传来婉清姐的尖叫声，我吓了一跳。云若姐他们也一下子醒了过来，立刻赶了过去。我也想跟上去看看，可是他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可是我刚到门口，就突然感觉特别害怕。我们魅妖一直被当作猎物，所以天生第6感特别强。那感觉告诉我，楼上好像有什么非常可怕的东西。可怕的东西？陈安眉头一皱，小妹擦了擦眼泪，继续道：我站在门口不敢动，然后就听见了云若姐他们的惨叫声，我吓坏了，就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魅妖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陈安，对不起，都怪我太没用了。陈安伸手替魅妖擦了擦挂在脸蛋上的泪珠，不怪你，那种情况你上去也是送。魅妖见陈安并没有生气，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陈安继续问道：后来呢？你有没有看到穆婉清究竟是被什么人带走的？小妹摇了摇头，眼泪又涌了出来。我刚刚躲好，楼上的声音一下子就消失了，变得特别安静。我也不敢出去看，就一直躲着。陈安沉默了，他看着怀里还在微微发抖的魅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他将今晚发生的事情仔细地梳理了一遍，忽然感觉到有些奇怪。先是谷口几个守山弟子被杀，死状诡异，紧接着他的住处便遇到不明人士的袭击，穆婉清被劫走。陈安思索着，忽然眉梢一挑，他发现云若几人虽然被打成了重伤，却并没有和穆婉清一样被劫走，这说明对方今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穆婉清来的。可问题是，陈安的眉头越皱越深，如果只是为了抓穆婉清，那为什么又要先在谷口杀了那几个普通的守山弟子？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自己从谷口到住处最多半炷香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云若几人居然全部被打成了重伤，这足以说明以对方的实力，他完全可以直接潜入，然后悄无声息地把人带走，可却偏偏要先在谷口弄出动静，杀了人暴露了自己，然后再来抓穆婉清，这明显不合逻辑。一旁的穆青青见陈安眉头紧锁，便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到院中，将云若他们搬回了房间的床上。这时陈安怀里的那只魅妖忽然蹭了蹭陈安的胸口，然后抬起头：公子。他轻声道：我。陈安低头：你怎么了？魅妖咬了咬嘴唇，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其实我们魅妖天生对气味很敏感，每个人的气息都不一样，我们是可以凭感觉分辨出来的。陈安看向魅妖：你的意思是说？魅妖点了点头，看了一眼2楼的方向：我可以去婉清姐姐的房间里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残留的气息。陈安眼睛一亮：你真的能感觉到？魅妖点了点头，弱弱说道：我不敢保证，但是可以试试。走，现在就去。陈安二话不说，抱起魅妖就往2楼走。穆青青将云若几人收拾好，又重新喂了丹药，也起身跟了上去。3人来到穆婉清的房间，魅妖站在房间门口，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片刻后，他睁开眼，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先是来到床边，俯下身，让自己尽可能的靠近那张有些凌乱的软榻，软榻之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温热，显然距离穆婉清被劫走还没过多长时间。魅妖闭上眼睛，仔细感觉了一番，然后又站起身，慢慢走到了窗边，停了下来。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公子！他转过头，惊喜道：我闻到了。陈安心头一跳，快步走过去。小妹指着窗外，声音里带着兴奋：在这里，我能闻到一丝婉清姐姐的气息，是从这里飘出去的。陈安探头看向窗外，窗外是那片竹林，在远处便是那是连绵的灵月山脉。他看向魅妖：你还能继续追踪吗？魅妖想了想：我试试。说完，他正要翻身跃出窗户，身体却猛地一僵。陈安察觉到不对，连忙问道：怎么了？魅妖的脸色变得煞白，目光死死盯着窗外那片竹林。穆青青也察觉到了异样，走上前来，顺着小妹的目光看向窗外。窗外只有一片斑驳的竹影。你看见什么了？穆青青低声问。魅妖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又闻到了刚才那股可怕的气息。说完，
媚妖抬起头看向陈安，公子有些不对。陈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沉声道：“别慌，慢慢说，哪里不对？”媚妖深吸一口气，咽了口唾沫，眼中闪过深深的恐惧，这气息不像是活人。陈安一愣，眉头深深皱起，不是活人。媚妖颤抖着点了点头，轻轻说道：“我感觉不到一点生气。”穆青青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咬着嘴唇，将身体往墙后面缩了缩，然后小心翼翼地朝窗外看去。月光下，那片竹林莫名多了几分阴森。陈安忽然想起了谷口那几具尸体，还有尸体脸上那狰狞扭曲的表情，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陈安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穆青青：“你回去吧。”穆青青一愣：“为什么？”陈安沉声道：“你把这里的事告诉云阳子谷主，让他们派人过来。”他说着，目光看向窗外那片竹林：“我先顺着气息追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穆青青皱着眉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忽然冷哼一声：“我才不回去。”陈安一愣，疑惑地看向穆青青。穆青青双手抱在胸前，有些不服气道：“要回去也是你回去，你一点修为都没有，真碰到坏人，你跑都跑不了。我可是个炼气6层的高手。”陈安皱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没听见他说的吗？那玩意儿不一定是活人，不是活人怎么了？”穆青青瞪着陈安，强装镇定：“我又不是没见过死人。再说了。”他顿了顿，别过脸去，声音低了几分：“婉清姐姐她，反正我不能就这么回去。”陈安看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穆青青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恼羞成怒道：“看什么看？要走赶紧走，磨磨蹭蹭的，再耽误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陈安摇摇头，也懒得再跟他争：“跟紧我，别乱跑。”他说完，翻身跃出窗户。穆青青哼了一声，也跟了上去。月色惨白，夜风穿过片片的竹林，沙沙的声音忽远忽近，竹影被暗淡的月光投射在地上，扭曲成各种怪异的形状。媚妖小心翼翼地走在最前面，时不时停下来，闭上眼睛，鼻翼轻轻翕动。穆青青紧紧地跟在陈安身后，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他不是不害怕，事实上，从踏出窗户的那一刻起，穆青青的精神就一直高度紧绷。这里实在是太黑了，黑得让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鬼故事。那些故事里，鬼魂总是藏在最黑的地方。想到这，他的脸色又白了几分，下意识地往陈安身边靠了靠。他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身边这个混蛋明明没有修为，却还是敢往这种地方闯？是因为爱情吗？穆青青看着陈安的背影，一时间有些出神。几人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竹林开始渐渐稀疏，眼前出现了一条崎岖的山路，蜿蜒向上，通往灵月山脉的深处。山路两旁长满了枯草，在夜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媚妖在路口停下，闭眼感觉了一阵，然后回头看向陈安：“陈安哥，这边。”陈安点点头，迈步跟上。山路越来越陡，两边的树木也越来越茂密，月光被层层叠叠的枝叶遮住，四周昏暗的几乎看不清路，偶尔有一缕惨白的月光从缝隙中漏下来，在地上洒下一片扭曲的光影。穆青青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腿也在微微发抖。不知走了多久，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是一处夹在山谷间的盆地，盆地中央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雕像，这些雕像已经不知道荒废了多少年，面容早已被风化的模糊不清，身上满是厚厚的一层青苔。陈安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一处石像，那是一座人形石像，仰面躺在地上，双手交叠在胸口。石像的脸已经模糊不清，那张嘴的位置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窟窿，看起来有些狰狞。石像生，他在前世的一些考古纪录片里见过这种东西。陈安环顾四周，心中涌起一丝疑惑，这里为什么会有石像生这种东西？他继续往前走，绕过几座倒地的石像，忽然脚步一顿，在石像中间的一片空地上出现了一条通向地底的石阶，台阶很窄，一直向下延伸，最终消失在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风从洞口吹出来，带着彻骨的凉意，里面还夹杂着从泥土和腐烂的气息。陈安站在洞口边缘，目光望向那片漆黑，眉头紧锁。忽然一只手伸了过来，死死地拽住了他的衣袖。他猛地回头，看见媚妖那张煞白的脸，他此时正死死盯着不远处那条山路的尽头，浑身都在发抖。陈安心头一凛，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那道路尽头的黑暗中，隐隐约约出现了几个模糊的影子，在黑暗中缓缓地移动。陈安心中一沉，连忙带着两人藏到了一座石像身后面。那是一座半跪着的武将石像，正好能挡住3个人。穆青青正看着那些石像生出神，忽然被陈安拉的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瞪着眼睛，刚要发作，却被陈安一把捂住嘴。嘘！穆青青看着陈安那严峻的神色，连忙点了点头。3人屏住呼吸，紧紧贴着冰冷的石像。那些人影越来越近，脚步声也隐约传来，不过声音却有些奇怪。陈安竖起耳朵，仔细听去，这声音完全不像是正常走路的那种踏踏声，而是像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行一样。月光落在那些人影身上，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轮廓。陈安眯起了眼睛，不对劲，那些人影移动的姿势太僵硬了，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一步一步机械地向前挪动。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这些影子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活人。月色从云层中透出来，穆青青也终于看清了那些人影。他下意识地想要尖叫，却猛地捂住嘴巴，
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那是一张张惨白如纸的脸，透着诡异的青灰色，空洞的眼眶中只剩下一片眼白，嘴角向上勾起，扭曲成一种诡异的弧度，表情似乎是在笑。这些尸体全部都是女人，穿着合欢宗的弟子服，衣裙沾满了泥土和暗黑色的血迹，随着僵硬的动作轻轻晃动。穆青青瞳孔巨震，她甚至认出了其中的一张脸，那是10几天之前谷中失踪的一位师姐，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在自己眼前僵硬又机械地移动着。那张熟悉的脸上，嘴巴张得大大的，表情十分诡异，眼泪顺着穆青青的脸颊流了下来，可她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只能捂住嘴巴，任由眼泪落下。那些尸体慢慢地移动到石像中间，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那条通往地底的石头台阶上。僵硬的脚步声响起，咚咚咚，一下一下，都重重地敲在了众人的心上。陈安忽然感觉到一旁的穆青青浑身一颤，他转头看去，发现她表情怪异，目光死死盯着那石阶的方向，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你怎么了？穆青青没有说话，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了指排在那排尸体最后的那道人影。陈安顺着穆青青所指的方向看去，目光一凝，那道人影的姿势和前面那些尸体有着明显的不同，动作十分灵活，和活人完全无二。人影手上诡异的手势不断变换着，看起来就像是在赶尸一般。此时那人影已经走到了石阶边，月亮从云里探出来，照在了那张脸上。穆青青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剧烈颤抖，她的声音从指缝间露出来，颤抖得不像话。那是周涵，昨天喝多了，今天晕了一天，到现在酒还没醒。有兄弟说还没给这支妹邀起名字，我把这事给忘了。这支妹腰腿长，那就叫乔本有菜吧。那道人影消失在石阶尽头，脚步声渐渐远去，直到最后一点声音也消失在黑暗中，陈安才缓缓松了口气。还好他并没有在这些尸体之中看到穆婉清。穆青青脸色煞白，他张了张嘴，艰难道：周涵他怎么会在这里？那些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陈安摇摇头，你问我问谁去？小乔忽然闭上眼，鼻翼快速翕动，眉头越皱越紧。片刻他睁开眼，神色有些惊慌。公子，我感觉不到了。陈安心头一沉，气息消失了。小乔咬着嘴唇，到了这里就消散了。穆青青脸色更白了，那怎么办？婉清姐会不会已经被？不会。陈安打断他，声音很平静，平静的有些冷。他们费那么大劲把他抓走，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动手。他站起身，目光落在那黑洞洞的石阶入口。穆青青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衣袖，你要下去？陈安低头看着他那张精致的小脸，此刻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惊恐。陈安轻轻点了点头。穆青青眉头紧锁，看着那黑洞洞的洞口，胸膛急速起伏。陈安察觉到了他的惊恐，摇摇头说道：你们两个就留。他深吸一口气，看着那黑洞洞的入口，小跑着跟了上去，脸上还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看什么看？他瞪着一脸疑惑的陈安，我才不是害怕，我是怕小乔妹妹害怕，我得照顾她。小乔听完一脸感动之色。陈安看着他那副倔强的表情，嘴角微微翘起，跟上，别乱跑。说完，陈安转过身，继续顺着台阶向下走去。越往下，通道就变得越来越窄，每走一步，鼻腔里那股腐烂的甜腻味道就更浓一分。通道前方不远处，那僵硬的脚步声不断传来。穆青青强忍着心中的恐惧，紧紧跟在陈安身后，他完全不敢看其他地方，生怕一扭头就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走了不知多久，石阶终于到了尽头，眼前是一条甬道，甬道比想象中要宽敞，两侧的墙壁平整光滑，上面隐约能看见一些壁画。陈安看着这些壁画，忽然眉头一皱，他隐约觉得这些图形有些熟悉，似乎和上次在那个地宫之中看到的图案很相似。他放慢脚步，借着微弱的光仔细看去，壁画线条粗犷，色彩斑驳，虽然经过漫长岁月，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但整体保存的情况要得比之前那处地宫好得多。陈安的目光从壁画上一一扫过，眉头却越皱越紧。穆青青见他一直盯着壁画看，忍不住小声问道：这画的是什么？陈安沉默片刻，这壁画好多都已经风化了，我只能猜个大概。他说着看向墙壁之上的一幅图案，这上面画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头戴高冠，身穿华服，面容模糊不清，但那种姿态却很明显。她仰着头，伸着手，像是在接受什么人的朝拜。她脚下跪着许多人，小小的，仿佛蝼蚁一般。这是个传说。陈安指着那幅画，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女帝，她的美貌能让任何男人倾倒，在她的国家，每天都需要往她的宫殿里送去一个健康的成年男人。一开始人们以为那是女帝的宠幸，能被她选中是天大的福分，但是渐渐的，人们发现似乎那些男人再也没有从她的皇宫里出来过。人们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个胆大的人不信邪，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潜进了女王的宫殿。他躲过守卫，穿过长廊，摸到了女帝寝宫的外面。他悄悄往里一看，穆青青眼睛瞪得大大的，越听脸色越白。陈安忽然压低了声音，又看向了一幅壁画，那壁画之上画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黑影狰狞如恶鬼一般，在他周围，人们惊恐逃窜，尸骸遍地，血流成河。他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女帝，而是一头恶鬼。
穆青青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陈安指向最后一幅画，几道强大的身影围着那头恶鬼，手中法器光芒万丈。恶鬼被镇压，身体一点点沉入地下。最后，这恶鬼女帝被几个强大的修士联手击败，被封印了起来。陈安说完，收回手。穆青青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色白得吓人，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生怕发出一点声音。通道之中一时间变得极为安静，安静到让陈安觉得有哪里不对劲。这时，小乔忽然拉了拉他的衣袖：“哥，脚步声没了。”陈安猛地回过神，果然，之前一直隐约能听见的咚咚声，此刻完全消失了。甬道里一片死寂，只有他们3个人的呼吸声。他心头一凛，目光看向甬道前方，那里隐约透出一片微弱的光线。过去看看。他压低了声音，3人随即放轻了脚步，慢慢向前。走了没多久，甬道忽然开阔起来，眼前是一个宽敞的空间，像是一处地宫的大殿。大殿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石台，石台之前整整齐齐站着一排人影，是刚才的那些尸体。他们弓着腰，低着头，双臂无力地耷拉着，姿势极为诡异。3人躲在大厅角落的一处阴影里，悄悄探出头去。在那些尸体旁边站着一个人影，周涵。他此刻背对着陈安，看不见表情。陈安眯起眼睛仔细看去，忽然周涵缓缓抬起手，手指轻轻一勾，离他最近的那具女尸身体忽然一颤，紧接着一股幽绿色的火焰体内窜出，瞬间包裹了全身。穆青青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那具女尸正是百药谷的那位师姐。火焰越来越旺，尸体被烧得渐渐缩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颗拇指大小的珠子，悬浮在半空中。珠子通体暗红，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周涵伸手一把将那珠子攥在手里，他抬起头，月光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诡异，带着一种扭曲又病态的狂热之色。雪儿，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低沉，你不能怪我，是你发现了我的秘密，是你先变心的，你不能怪我。陈安心中一沉，雪儿，是林雪吗？她怎么样了？陈安强忍着心头那股冲动，继续看去，只见周涵将那个珠子放在眼前，仔细端详着。雪儿，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他说着，猛地将那珠子塞进嘴里，一口吞下，喉结滚动，咽了下去。然后他闭上眼睛，脸上浮现出诡异的满足。雪儿，你等我。他喃喃道，你等我，我马上去带你回家。穆青青浑身冰凉，他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看着他脸上那扭曲的表情，还有那疯疯癫癫的动作，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上头顶。这时周涵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动作一顿，然后猛地转过头，面无表情地朝着几人藏身的角落看了过来。几人连忙缩了回去，身体紧紧贴着石壁。穆青青的心脏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身体不断地颤抖。几人等了片刻，见没什么动静，陈安又缓缓探出半个脑袋，朝大殿中央看去，那里空空荡荡，只剩下那几具女尸孤零零地站在石台前，暗淡的光线照在那些尸体上，在地上投下扭曲的长影。周涵却不见了。陈安眉头紧皱，他刚才看见了周涵的面板，发现他现在的修为居然已经是筑基1层，可是明明几天之前他还在炼气9层挣扎，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筑基的瓶颈，难道和刚才那尸丹有关？他压下心中的疑惑，转头看向穆青青。周涵平时去百药谷都炼的什么丹药啊？穆青青还没从刚才的惊恐中完全缓过神，他听见陈安的问话，愣了一会儿，才小声回道，就是很普通的丹药而已。陈安看着穆青青，犹豫了片刻，还是问道，那你父亲呢？他有没有单独找过周涵？这次穆青青却没有回答。陈安疑惑地抬起头，目光看向他，只见穆青青那张精致的小脸此时白得像纸一样，整个人僵在原地，目光直直地看着陈安的身后。陈安内心一沉，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一路炸开，浑身汗毛瞬间竖起。他深吸一口气，猛地转过身，身后的黑暗中不知什么时候静静站立着一道身影。周涵双眼满是血丝，嘴角勾着一个扭曲的弧度，表情诡异，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几人。在他那惨白的皮肤之下，隐隐浮现一道道黑色的血管纹路，仿佛随时会爆开一样。陈安头皮一阵发麻，雪儿，你终于来找我了。周涵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穆青青，口中喃喃道。说着，他伸手朝着穆青青抓去，那手上满是暗红色的血迹，一块块地粘在皮肤上。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穆青青想跑，可他的腿根本不听使唤，只能僵在原地。雪儿，我好想你。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扭曲，嘴角咧得越来越大，几乎要裂到耳根。你知道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穆青青浑身颤抖，我不是林雪。他尖叫道，我是穆青青。周涵的脚步一顿，他目光落在穆青青脸上，眼神空洞的可怕。穆青青，他歪了歪头，似乎在回忆。忽然，周涵一把抱住脑袋，发出一声低吼，看上去极为痛苦。穆青青，就是你爹把我害成这副模样，雪儿才不要我的。穆青青一愣，我爹？小心，他好像疯了。陈安来到穆青青身侧，一脸戒备之色，把雪儿还给我。周涵猛地朝穆青青扑去，陈安早有准备，一把将穆青青推开，然后自己也侧身躲开。周涵扑了个空，转身继续朝着他扑了过去。我要杀了你！他一掌拍向穆青青的头颅，掌风呼啸，
带着筑基强者的恐怖威压。穆青青被这股气息压制得根本无法动弹，脸上涌出一抹绝望之色。下一刻，砰一声沉闷的巨响，像是拳头砸在牛皮骨上。穆青青的身体晃了晃，眼神呆滞地看着眼前一幕。只见周寒的身形一顿，猛地喷出一口黑色的血液，整个人倒飞出去，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重重砸在石台边缘。轰隆，碎石飞溅，石台被撞裂了一道口子。周寒的身体瘫倒在废墟中，一动不动。周寒01350，修为筑基1层。陈安收回拳头，这一拳他灌注了自己700点的生命值，加上被水衣战刺条的翻倍效果，直接将筑基1层的周寒满血秒杀。地宫里一片死寂，穆青青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安。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陈安那一拳没有任何花哨，直接就把筑基期的周寒给轰飞了。他不是没有修为吗？你，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小乔也从石壁后面探出头来，看着倒在地上的周寒，那双桃花眼里满是崇拜。公子，你好棒！只是小乔这句话还没说完，便又重新吞了回去。他看见周寒那具倒下的身体，忽然开始剧烈的抽搐，样子十分诡异。陈安瞳孔一缩，下意识的后退半步，穆青青也猛地捂住了嘴。周寒的身体在碎石堆里疯狂扭动，背脊和四肢弓起，骨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听着让人头皮发麻。那些皮肤下的黑色血管纹路，此刻像是活过来一样，在体内疯狂的蠕动。咯，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诡异的声音，面部也开始扭曲，那一道道黑色的血管纹路越来越粗，越来越密，最后覆盖了他整张脸。穆青青终于忍不住了，一声尖叫脱口而出。小乔更是浑身抖得像筛糠。陈安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寒的一边，抽搐停了。下一刻，周寒缓缓睁开了眼睛，眼中只剩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丝眼白。他缓缓坐了起来，动作很慢，很僵硬，像是还在适应这具身体一般。呵，他发出一声轻笑，声音沙哑刺耳。这就是秘法的力量啊！说着，他一点点转过头，一片漆黑的眼眶对着陈安：“是你们？”陈安一愣，这家伙虽然变成了这副鬼样子，可是意识看上去却是清醒了。周寒盯着几人看了片刻，忽然轻笑一声：“真是蠢货，干活一点都不利索，后面有尾巴跟着都没发现。”说着，他看向陈安，语气玩味：“你们几个是来找穆婉清的吧？你知道他在哪？”陈安试探着问道。周寒挤出一个笑容：“想救他。”他表情狰狞，一字一句缓缓说道：“可惜，你们怕是再也找不到他了。”穆青青脸色一变，颤声道：“你把他怎么了？”周寒漆黑又空洞的眼睛看向穆青青：“别急，你很快就知道了。”陈安忽然上前一步，沉声道：“林雪在哪？”周寒的脸色忽然变了，他死死盯着陈安，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林雪！”他声音里满是恨意。“林雪，呵呵，要不是你，这个臭婊子也不会发现我的事情。”陈安眉头一皱：“你把他杀了？”周寒愣了愣，随即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那笑声沙哑难听，让人头皮发麻。“怎么，心疼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他来找我，说想和我解除道侣的关系，这是多有趣的事情啊！”陈安心中一惊，他没想到那天林雪从他的住处离开后，会直接去找周寒，而且态度还如此果决。周寒一脸玩味地看着陈安，接着说道：“杀他！”他漆黑的眼睛盯着陈安，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我怎么会杀他？他可是我最爱的人啊！”穆青青忍不住颤声道：“你到底把他怎么了？”周寒转过头看向他，那漆黑的眼白没有一丝光，就像是两个黑洞。“我只是用他的身体换了一件宝贝而已。”穆青青愣住了：“你说什么？”周寒抬起手，看着自己那双怪物般的爪子，眼中满是迷醉。“只能怪他运气不好，来找我的时候碰巧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事情。”他顿了顿，忽然诡异一笑，转过头看向穆青青：“对了，那天晚上你爹也在。”穆青青如遭雷劈，当场愣住：“爹也在？”周寒看着他，嘴角的笑容越来越诡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穆青青没有回答，脸色变得愈发惨白。周寒缓缓抬起那双怪物般的爪子，让穆青青看清楚那些蠕动的黑色纹路，还有那根本不像是人类的皮肤。“那晚雪儿说要把事情说出去，你爹便出手将她打晕，还要走了她的身体，说是有大用处。”他轻声说着，像是在回忆什么美好的事情。“你爹怕我不愿意，便拿出了一部玄冥宗的秘法作为交换。”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眼中满是病态的狂热。“你们看，筑基多么强大的力量啊！”穆青青终于找回了声音，她浑身发抖，眼泪夺眶而出：“不可能，你骗人，你这个畜生！”周寒的笑容僵在脸上。“畜生！”他冷冷地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变得尖锐刺耳：“你居然说我是畜生！”他猛地向前一步，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满是疯狂：“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被逼成什么样吗？”他指着穆青青：“是你爹，是那个老东西，是他把我骗进了玄冥宗的。”他咆哮着，声音在地宫中回荡，震得碎石簌簌落下。“我本来可以好好和雪儿在一起，都是你们逼我的！”随着周寒的咆哮，他浑身气息瞬间暴涨。筑基2层，筑基3层，那股狂暴的气息带着浓烈的血腥味，
震得周围的碎石不断滚落，有些甚至被直接震成粉末。陈安瞳孔一缩，他眼睁睁地看着面板上周寒的修为不断变化着，最终来到了筑基5层。周寒，生命值5500，5500，修为筑基5层。陈安心中骇然，这血量，他的7伤拳，即便是加上灵偶体内储存的能量，伤害也远远不够。周寒张开双臂，脸上满是疯狂之色。既然都回不去了，他喃喃道，声音沙哑刺耳，那就先送你们上路吧。话音刚落，他猛地朝3人扑来，速度太快了，快得陈安几乎看不清他的动作，只能看见一道黑影在幽绿的光芒中一闪，那双怪物般的利爪就已经到了眼前。那股腥气扑鼻而来，气味钻进鼻腔，直冲脑门，让人作呕。陈安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双利爪越来越近。砰！一声沉闷的巨响，一团耀眼的金光骤然炸开，那金光从陈安体内迸发而出，瞬间在他周身凝聚成一层薄薄的光罩，光罩上流转着密密麻麻的符文。金光护身阵，金光散去，陈安站在原地，毫发无伤。周寒却整个人被反震之力弹开，踉跄地后退了好几步，目青青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安。刚才那一击，他隔着几步远都能感觉到那股恐怖的力量，如果打在他身上，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周寒愣了愣，那双漆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好奇。有意思，他歪着头打量着陈安，你身上秘密不少啊。说着，他嘴角勾起，露出一个诡异的笑。也好，等我杀了你，这些东西就全是我的了。话音刚落，他再次扑来，这一次动作更快，陈安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只能看见一道残影。砰！金光再次炸开，周寒的利爪狠狠砸在光罩上，光罩剧烈颤动，金光四溅，陈安被震得后退一步。周寒看着那层光罩，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有意思，有意思！他再次扑来，砰砰砰，一连串的撞击声在地宫中炸响。周寒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一次攻击都带着令人恐怖的力量。那双利爪一次次砸在陈安身上，金光四溅。面对筑基5层的周寒，陈安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只能被动挨打，更别说用7伤拳反击了。周寒的每一次攻击都能结结实实砸在他身上，虽说有金光护身阵，可还是震得他气血翻涌，胸口阵阵发闷。陈安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这样下去不行，阵法的能量早晚要耗尽，必须想个办法。渐渐的，随着周寒的攻击，那金光变得越来越暗淡。砰！又是一击，这次金光护身阵只是微弱的闪了一下就熄灭了。陈安的嘴角渗出一抹血迹，五脏六腑像是移了位一样，疼得直冒冷汗。周寒也停下了动作，嘴里喘着粗气，那双手此时指甲已然崩断了几根，指骨弯曲，黑色的血液顺着指缝往下滴。他盯着那道风中残烛一般的金光，脸色狰狞，看你能撑多久。他用尽全力咆哮着再次扑向了陈安，利爪在空中划过，带着破空的尖啸。陈安瞳孔骤然一缩，眼看那双利爪越来越近，金光护身阵已经接近破碎，根本无法抵挡这来势汹汹的一爪。穆青青绝望地闭上眼睛，不忍再看。小乔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下一刻，一只玉手忽然出现在陈安眼前，那手白皙如玉，纤细修长，指尖涂着淡淡的扣丹，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就那么轻轻一挡。周寒的全力一击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所有的力道瞬间消弭于无形。他整个人定在原地，动弹不得，脸上的疯狂渐渐凝固，眼中满是震撼之色。陈安愣了片刻，目光顺着那只玉手看去，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静静立于他身侧，衣裙无风自动，轻轻飘摇，像是一团火焰，青丝如瀑垂落腰间。那张冷艳绝伦的脸在淡淡的光晕中美得不似凡人。花清月，花清月收回手，转头看向陈安，那双带着慵懒之色的美眸在他身上扫了一圈。看到陈安那有些苍白的脸色，花清月撇撇嘴嗔怒道，让你帮忙改造经脉，你改造的还彻底啊，就差直接把人给我回炉重造了。他说着，伸出白嫩的指尖，用力点了点陈安的额头。要不是云若那丫头及时清醒过来给我发了传音，你就再也看不见姐姐这张漂亮脸蛋了。死里逃生，陈安心中也是长舒一口气。他看着花清月那张俏脸，讪讪一笑，抬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此时他深刻理解了自己曾经深深鄙视过的瓦学弟们，毕竟他刚才有一瞬间也想喊声妈。姐姐，这是意外。花清月白了他一眼，也没有继续追究。他转过身看向不远处的周寒，此时周寒脸上的狂暴之色全然褪去，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一样，动弹不得。那张狰狞的脸上只剩下了惊恐。哟，不错哦，筑基5层。花清月眉梢一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和玄冥宗勾搭上的。周寒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花清月嘴角一勾，抬起手轻轻一挥，周寒整个人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凌空飞起，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轰！碎石飞溅，岩石地面也被砸出一个浅坑。花清月走到周寒面前，低头看着他，白皙的脚丫贴在周寒脸前。说吧。周寒挣扎着抬起头，那张扭曲的脸上满是恐惧。说什么？花清月一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周寒低着头，师尊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第一，别叫我师尊，你太丑了。
第二，花清月看着他，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你是在和我谈条件？周涵咬了咬牙，眼底涌上一抹狠戾。他们的事情我知道不少，我全都告诉你，你放我走。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踏进和欢宗半步。怎么样？花清月沉默了。周涵见状，面色一喜，可下一刻，他看见花清月忽然一笑，不怎么样。话音刚落，他抬手一掌拍在周涵丹田，噗！一声沉闷的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周涵整个人猛地弓起，张嘴喷出一口黑血，体内那些蠕动的黑色血管瞬间僵住，然后像是失去了支撑一样，逐渐萎缩变淡，最后消失在皮肤下。与此同时，他的气息瞬间一落千丈，最后居然彻底的消散。陈安顿时目瞪口呆，这女人仅用一掌就直接废掉了周涵筑基5层的修为。周涵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眼睛里满是绝望。我讨厌别人和我谈条件。花清月收回手，一脸嫌弃的用丝帕仔细擦了擦，然后看向躲在陈安身后的那只媚妖。你过来。小乔一愣，不明白花清月为何忽然喊他。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花清月身前，一副怯生生的表情。花长老。花清月指了指地上的周涵，去用媚术。小乔吓了一跳，长老法力高深，我这点媚术在您面前。花清月摇摇头道，我才不去，我嫌恶心。小乔闻言一愣，他的目光随即落在周涵那张扭曲狰狞又满是血污的脸上，浑身一哆嗦。他低下头，咬着嘴唇，小声嘟囔：可这也太恶心了。花清月挑了挑眉，拉长了声音：小乔吓得一哆嗦，连忙摆手：没什么，我这就去。他一脸抗拒的表情，慢慢挪着脚步朝周涵走去。周涵看着不断靠近的媚妖，惊恐道：师尊，不用麻烦了，我全说。周涵知道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扛不住那媚术带来的后果。媚妖停下脚步，向花清月投去询问的目光。花清月对着周涵摆手：没事，都一样。小乔眼见躲不开，轻叹一声，转过头，强忍着恶心，双手开始结印。一股淡淡的粉色雾气从他身上飘出，缓缓笼罩周涵。那雾气带着奇异的香气，钻进周涵的鼻腔，渗透进他的身体。周涵的身体开始颤抖，然后很快变成剧烈的抽搐。他张开嘴，发出呵呵的声音，脸上那抹绝望之色渐渐消散。慢慢的，周涵安静了下来，一脸痴迷，直勾勾地盯着小乔。你叫什么名字？小乔尝试着问道。周涵呆滞地回答：周涵。你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周涵的嘴唇动了动，语无伦次，但勉强能听清。灵月山脉，女王古墓。女王？不会是壁画上的那个吧？陈安闻言眉头一皱。小乔继续问道：你们找古墓干什么？周涵继续说下去：解除封印，复活女王。陈安倒吸一口凉气，玄冥宗的人疯了吗？居然敢打那家伙的主意！那壁画上可是画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是什么女王，那说不准是一只千年女鬼啊。花清月想了想，对小乔说：问问他抓我们的人做什么。小乔点点头，然后问道：那些女修呢？你们抓他们做什么？献祭，他们的精血是最好的祭品。穆青青捂住了嘴，那些失踪的姐妹，那些她曾经一起吃饭一起修炼的人，现在却都成了祭品。陈安上前一步来到小乔身边，问问他穆婉清和林雪在哪。小乔看向周涵，告诉我，穆婉清和林雪被你们带到哪里去了？周涵这次直接回答道：不知道。陈安一愣，问花清月：像他这种情况，有胡说八道的可能吗？花清月摇了摇头。陈安皱眉，那看来这件事情他确实不知道。思索片刻，陈安又说道：你再问问他，人是谁抓的，目的是什么？是谁抓的穆婉清，目的又是什么？穆城安排的穆婉清的身份很不简单，玄冥宗找了他很久。穆城？花清月一愣，眼底涌出浓浓的震撼之色。百药谷的穆城？周涵点点头，是他。花清月深深吸了一口气，眸光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陈安回头看了看花清月和穆青青的表情，见二女都沉默不语，于是继续问道：穆婉清到底是什么身份？穆婉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于景浩34。周涵说着，脸上忽然露出痛苦的神色。与此同时，小乔的脸色忽然一白：公子，我不行了。他声音发颤，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坚持一下。陈安眼睛一瞪，眼看着周涵就要说出来了，下一瞬，粉色雾气轰然散开，小乔踉跄后退几步，倒在了陈安怀里。公子，对不起，我没坚持住。他声音听上去十分虚弱，一脸的歉意。陈安叹了口气，轻声道：没事，你先休息休息。说完，他看向花清月：我的好姐姐，要不您受累再勾引她一下问问？花清月摇摇头：勾引不了了。陈安一愣，顺着花清月的目光看去，失去了媚术的控制的周涵此时正瘫软在地上，一脸痴狂的表情，嘴里不停念叨：雪儿，你别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含糊，最后变成了一阵阵的傻笑。雪儿，嘻嘻嘻，哈哈哈！口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躺在衣襟上。花清月轻叹一声：姐姐就是再漂亮，也拿疯子没办法呀。穆青青从头到尾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个曾经她喜欢过的男人，现在居然变成了这副样子。她忽然觉得胸口有些闷，于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而且刚才周涵口中那些他父亲的事带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需要好好消化一下。花清月听见动静，侧过脸来看了一眼，然后拍了拍陈安，表情玩味地问道：“这位是谁啊？”穆青青。陈安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轻声说道：“她是穆成的女儿。”花清月整个人一愣，然后伸手一拍自己光洁的额头：“我说呢，怎么一直感觉不太对劲？”他转身四下看去，眉头深深皱起。坏了，穆成呢？我们俩刚才明明一起来的。陈安和穆青青听见花清月的话，表情皆是一变。穆成也来了，我爹也来了。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花清月回头看向他们，审视的目光在穆青青脸上停留了一瞬。陈安见状，轻叹一声，解释道：“他应该不知情。”花清月挑了挑眉，淡淡道：“怪不得那老家伙急着要跟我一起过来，一路上魂不守舍的。”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看向穆青青：“我还以为他是担心穆婉清，原来是因为他闺女也在这样。”穆青青低着头，身体微微颤抖，手指紧紧攥着衣角，咬着嘴唇，一言不发。陈安看着他，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说什么。花清月见状，轻哼一声，收回了目光，也没再多说。陈安叹了口气，指了指周涵：“这家伙呢？你打算怎么处理？毕竟是你徒弟。”花清月皱着眉头往边上瞥了一眼，周涵仍然瘫在那里，嘴角流着口水，看着花清月不停地傻笑。花清月收回目光，淡淡道：“我才懒得处理，再说这样子挺适合他的。”他转身朝地宫出口的方向走去，反应已经是废人一个，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陈安看着花清月离开的背影，却没有动。他回头看向地宫深处那片黑暗，眼神有些复杂。花清月察觉到他的异动，停下脚步，转身看他：“怎么了？快走啊！”陈安沉默片刻，轻轻道：“我想再找找看。”“找找看？找你的那个小美人吗？”花清月冷笑一声：“姐姐之前还觉着你挺机灵的，原来也是个糊涂蛋。就凭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找到人了又能怎么样？”陈安闻言一愣，花清月说的对啊，刚才光急着找人了，根本没往细处去考虑。现在线索已经断了，他目前完全就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继续开始找。这种情况下想找到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而且就算是他们运气爆棚，真的找到了，然后呢，就凭他能把穆婉清从那些玄冥宗高手的手里救出来。想到这，陈安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地宫的深处，长叹一声。他记得一句古话，叫做西西误解为君解罢了。花清月看着陈安那挣扎的表情，那双美眸里涌起几分玩味，他眨眨眼道：“行了行了，知道你小子担心他，等回去之后，我便将此事上报，宗门会安排人继续寻找的。”陈安闻言点了点头：“那就谢谢花姐姐了，我们这就回。”轰隆！陈安的话音未落，整个地面随即开始剧烈震颤，碎石不断的从头顶簌簌落下。陈安踉跄了一下，直接扑进了花清月的怀里，脸上瞬间被两团柔软紧紧包裹。下一刻，一个恐怖的叫声从地宫深处那片黑暗中骤然响起，这声音听上去似人非人，像是什么东西刚刚苏醒一般。轰隆隆！随着这声恐怖的嚎叫，巨大的石块不断的从顶部砸落，烟尘四起。花清月眉头紧皱，抬手挥散面前的烟尘，片刻，震动逐渐停了下来。等烟尘消散，陈安放眼望去，脸色顿时一沉。几人来时的那条甬道此时已经完全消失，入口处只剩下了一堆巨大的乱石。花清月收回目光，淡淡道：“太好了，你现在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他摇摇头，干脆利落地转过身，朝着地宫深处走去。“走吧，到前面找找，看能不能出去。”陈安深吸一口气，对穆青青说道：“走吧，别想太多，先想办法出去吧。”穆青青看着陈安离去的背影，脸色有些复杂。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跟了上去。几人一路向前，顺着大殿另一侧的甬道继续朝地宫深处走去。越往里走，光线便越暗，空气中逐渐弥漫起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某种不知名的香料，混合着一股腥臭之气，不断钻进众人的鼻腔。陈安和花清月并肩而行，小乔一脸紧张之色，紧紧地跟在两人身后。陈安一边小心地打量着四周黑暗的环境，一边轻声问道：“云若他们怎么样了？”花清月脚步不停：“云若和清河醒了。”陈安心中一喜，又问道：“还有一个胸大的呢？”花清月摇摇头：“伤得太重，还在昏迷。”花清月说着看了他一眼：“我已经让百药谷安排人守着他了，能不能醒过来，看他自己的造化。”陈安点点头，轻叹一声，没有再多问。穆青青一直默默地跟在几人身后，从刚才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陈安回头看去，穆青青的头垂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几人顺着甬道不知走了多久，眼前忽然开阔起来，前方出现了一个用青石板搭建的四方形的空间，面积不大，和普通的耳室差不多。在石室的中央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碑通体漆黑，已经有些破败，石碑上刻着一些文字，由于时间太久，一部分内容已经无法分辨。陈安凑近看了一眼，然后直接傻眼，这些字他一个都不认识，好像是古代的文字。花清月也来到了石碑前，目光从碑文上一一扫过。“你看得懂？”陈安有些惊讶。花清月点点头：“一部分而已，这是上古时期的文字，我当年在内门的藏书阁里见过一些。”他伸手指着碑文的第一行，这块石碑记载的
是一个人的生平。陈安心中一动，是什么人？花清月沉默片刻，缓缓开口：古时的某位将军。他的手指顺着碑文向下移动，名字看不清。此人战功赫赫，一生平定过好几场叛乱，斩杀过无数强敌，死后被葬在这座地宫里。花清月继续读着，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疑惑之色。陈安连忙问道：怎么了？花清月皱着眉头看着碑文上的内容，这上面说，此人既非战死，也非老死，他是自愿为一个女人殉葬于此，守卫她的长眠之地。陈安倒吸一口凉气，自愿殉葬。花清月点点头，目光看向碑文的最后一行。陈安凑过去，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虽然他看不懂那些字，但在石碑的最后，他看见了一个图案，是那个头戴高冠的女人，和壁画上的一模一样。陈安心中涌起一股寒意，那个女王，那个传说中的恶鬼，居然真的存在，而且这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居然还主动为他殉葬，这什么抖 M？ 他正要开口，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周围好像有些安静。陈安心中一沉，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猛地回头，顿时瞳孔一缩，身后空无一人，穆青青不见了。陈安一愣，下意识地喊了一声穆青青，声音在石室中不断回荡，一层一层，听上去十分怪异。没有回应，陈安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大一个活人，说没就没。他随即想起了刚才穆青青那一副丢了魂的表情，心底涌上一抹不安。小乔小心翼翼地说道：青青姐，刚才明明跟在我身后的，怎么会不见了呢？陈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闭上眼，开始在脑海中回忆刚才的每一个细节。从大殿出来到这里，中间只经过了那一段甬道，那甬道里面虽然很黑，但是却并没有岔路，所以穆青青不可能在甬道里面迷路。花清月缓步走到甬道口，目光在黑暗中扫过，片刻，美眸微微眯起。陈安见状，上前问道：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花清月沉默片刻，这里有些邪门，得尽快想办法出去。陈安看着甬道里面的那片黑暗，深吸一口气，我回去再找一遍。嘘！花清月猛地将陈安一把拉住，对着他比划了个噤声的手势。顿了片刻，他瞥了一眼一下石室的一处角落，用口型无声道：那里有东西。陈安心头一凛，连忙顺着他的目光仔细看去，在那片黑暗之中，隐隐有一道影子。陈安眯起眼睛，仔细辨认，那似乎是一个人形的轮廓。陈安的心脏猛地一缩，不会是穆青青吧？他悄声问道。花清月摇了摇头，不像。此时他的脸色也有些紧张，虽然她是金丹大佬，但毕竟也是个女人。陈安思忖片刻，朝着花清月使了个眼色，然后小心翼翼地朝着那道影子摸了过去。走了几步，陈安发现那个人影一动不动，仿佛是死物一般。身后跟着的花清月终于忍不住，抬手打出一道灵气，淡青色的光芒冲向石室上空，照亮了那片阴影。那是一个黑衣人，他蜷缩着靠在角落的石壁上，浑身沾满血迹，脑袋低垂，看不清脸。陈安忽然心中一动，这人影看上去好像有些眼熟，似乎之前在哪里见到过。花清月盯着那人影看了片刻，忽然眉头一挑，还没死。陈安一愣，什么？花清月抬手又是一道灵气，淡青色的光芒没入那人体内，那黑衣人浑身一颤，接着便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咳嗽。噗！一口黑血从他嘴里涌出，顺着下巴流在了青石地面上。片刻，咳嗽渐渐平息，那人缓缓睁开眼睛，眼底浑浊无神，眼窝深陷，一看就是命不久矣的样子。陈安看着那张脸，忽然浑身一震，他想起来了，这个黑衣人就是那晚在破庙之外和穆婉清接头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黑衣人此时的脸色有些茫然，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在哪。等到他的目光慢慢聚焦，随即落在了花清月脸上，他先是一愣，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光。你是？他的声音听上去极为虚弱。合欢宗的人吗？花清月没有回答，冷冷看着他。那人自嘲一笑，又咳嗽了几声，吐出一口血沫。我时间不多了。花清月盯着他的眼睛，声音很轻。你是谁？谁把你打成这样的？那人摇摇头，嘴角的血沫随着动作淌下来。你听我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定要回去，告诉你们宗主。他顿了顿，似乎在积攒力气。穆家人，他一字一句道，声音虽然虚弱，却格外清晰。回来了。花清月一愣，就这？那人点点头。你只要告诉他这句话，他自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说完，他像是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似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陈安站在一旁，心中翻江倒海。穆家人说的是穆婉清吗？花清月眉头紧锁，正要再问什么，那人却又抬起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伸进怀里，吃力地掏出一本书册。他颤抖着将那本书册递了过来，声音变得越来越低，眼神也开始涣散。我在这里找到的，既然有缘，便送给你们了。花清月低头看着手中的册子，眉头一挑，这是什么？黑衣人没有回答，那只无力垂下的手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温度。石室里一片死寂，陈安盯着那具尸体，心中五味杂陈。这黑衣人修为并不低，现在却孤零零地葬身于此，而且看他这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这穆家到底是何方神圣？花清月沉默了片刻，低头翻开那本册子，目光扫过，他的脸色忽然变了。陈安察觉到他的异样，凑过去问道：怎么了？
花清月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快速翻页，1页、2页、3页，他的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也越来越凝重。翻到最后，他合上册子，深吸一口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陈安摇摇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花清月并没有立刻解释，他抬起那双美眸，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安，那眼神里带着几分玩味。陈安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下意识后退半步。我还是个孩子，去。花清月嘴角一撇，他扬起手中的册子，这是一本功法，而且需要男女2人一起配合才能修炼。陈安一愣，男女配合？花清月点点头，翻开1页，似笑非笑地递到陈安面前。你看。陈安凑过去，借着微弱的光芒仔细看去，那页纸上画着一男一女，正纠缠在一起。好家伙，原来那个时候就有作者开始搞颜色了呀！陈安心中十分震撼。而且啊，花清月眼中的笑意更深了，他凑近了些，温热的气息喷在陈安耳边，声音压得很低。据说这本功法，这位将军和他那位女帝也曾经一起修炼过。陈安浑身一僵，他看向花清月手中的册子，眼神变得复杂起来。花清月收回身子，把册子往陈安怀里一塞，喏，你看看。陈安接过册子，随手翻了翻，图案一个比一个暧昧，姿势一个比一个大胆。他虽然不认识字，但是当连环画看还是能看懂的。他抬起头看向花清月，此时花清月正双手抱胸，斜靠在石壁上，一脸玩味地看着他，美眸微微弯起，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陈安喉结滚动了一下，那他顿了顿，试探道：要不咱俩也学习学习？花清月挑眉，咱俩？就你？陈安点了点头。花清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胸前那对饱满随着笑声轻轻晃动，在薄薄的红裙下若隐若现。花清月笑够了，伸手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胆子不小，居然还在缠姐姐的身子。他说着，转身朝石室另一侧走去，走了2步，忽然停下，回头看向陈安。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那双波光流转的美眸和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咱俩也不是不行。他顿了顿，声音轻得像是呢喃一般。不过呢，你得先证明给我看。陈安一愣，你想怎么证明？花清月转过身，抬手撩了撩垂在肩头的青丝，动作慢悠悠的，像是在故意发烧。我刚才粗略翻了翻，这本功法很厉害，甚至不比内门藏经阁里的那几本禁忌功法差。他顿了顿，侧过脸，余光瞥着陈安，尤其对男方的要求很高。陈安心里咯噔一下。花清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想什么呢你？他转过身，走到陈安面前，伸出一根手指抵在他胸口。我的意思是，修炼这门功法，双方体内的气息要完全的融合。他说着，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力道轻轻的，像挠痒痒。对方的修为越高，对自己的好处也就越大。陈安一愣，随后心中暗喜，还有这好事？这不相当于他反向采捕花清月吗？他咽了口唾沫，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你想让我怎么证明？花清月收回手，双手抱胸，歪着头打量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等从这里出去了，只要你能坚持10分钟，姐姐便给你个机会，让你和我修炼这第1掌。陈安听完立刻点头，你说的呀，一言为定，不许反悔。花清月挑眉，有些疑惑，这么自信吗？陈安嘿嘿一笑，男人吗？嘴得硬。花清月扑哧一笑，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把，只有嘴硬吗？那算了。说完，他翩然转身走了2步，忽然停下，回头看向陈安。对了，提醒你一下，我说的10分钟是在我不收敛气息的情况下。他说着眨了眨眼，你别忘了，姐姐可是金丹大佬哦。陈安看着花清月的表情，心中一惊，就10分钟啊，多1秒都不行。他对着花清月强调道。小乔在一旁听2人的对话，听的是面红耳赤，同时眼底涌上一抹惊讶之色。他印象中的花长老并没有这么好说话啊。正想着，小乔忽然感觉自己脑袋被人轻轻一拍，他一抬头便看见陈安那春风得意的笑容。发什么呆呢？跟上。接下来，陈安又把这间石室的每个角落又找了个遍，甚至连墙缝都没放过，却还是没有找到穆青青的踪迹。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小乔用媚妖嗅觉感知了半天，也只是摇摇头。3人随即收拾心情，暂时放弃了寻找穆青青，继续朝通道深处走去。走了一会儿，2侧的石壁上又出现了一些壁画。陈安放慢脚步，借着花清月打出的灵光看去，上面画的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站在城墙上，俯瞰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敌军。他身后站着一个女人，穿着华丽的袍服，头戴凤冠。下面一幅画，男人骑着战马冲锋陷阵，女人站在城头，目光追随他的身影。然后男人得胜归来，女人亲自出城迎接，2人在城门口相拥。陈安看着这些壁画，心中有了计较，这画的应该就是那个将军和女帝吧？花清月点点头，应该是。几人一边看一边讨论。第4幅画，将军和女帝并肩坐在寝宫里，面前摆着酒菜，女帝亲自给将军斟酒，将军接过酒杯时握住了他的手。到第5幅时，2人已经相拥而卧，衣衫不整，女帝躺在将军怀里，将军的手搭在他腰间。陈安看得津津有味，好家伙，进度这么快吗？我看是平快进都没这么利索。第6幅画，那是一张巨大的床榻上，2人纠缠在一起，女帝高高在上，长发披散，
仰着头表情迷醉。将军的手扶在他腰间，肌肉奔张。陈安停下脚步，盯着这幅画欣赏半天。不得不说，画壁画的这位兄弟确实是个人才，细节很丰富，也很到位。花清月也停下了脚步，站在他身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啧啧，他咂了咂嘴，看不出来这位女帝大人还挺主动的嘛。陈安侧过脸看他，你主动还是他主动？花清月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那个东西是不想要了吗？陈安干咳一声，身体往后缩了缩，开个玩笑，是吗？花清月挑眉，凑近了些，再有下次，小心姐姐割了你的小玩意而烤了下酒。三人再往前走，壁画忽然开始变得诡异起来。只见女帝躺在一张巨大的棺椁里，闭着眼，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那位将军则是跪在棺椁前，低头亲吻他的手背。接下来一幅画，将军站在一座高台上，四周站满了士兵，他手拿宝刀朝自己手腕割去，血顺着高台流下去，流进下面的沟渠里。那些血流进沟渠后汇入一个巨大的池子。最后一幅画，在那巨大的池子里密密麻麻地躺着数不清的尸体。陈安看得头皮发麻，这是在搞什么？祭祀吗？花清月也皱着眉头，眉眼之间满是不解。几人正疑惑间，从通道深处忽然隐约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很多人在走路。那脚步声整齐划一，由远及近，在幽深的甬道中不断回响。陈安只感到头皮一阵发麻，小乔浑身剧烈的颤抖，他看向陈安，眼神惊恐。公子，我闻到一股好重的阴气。陈安皱了皱眉，然后他看见花清月的手悄悄地扯住了他的袖口，好像在微微发抖。原来金丹大佬也会害怕啊。片刻，那诡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终消散在地宫深处的黑暗中。花清月长舒了一口气，忽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抓着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看，连忙松开了手，问道：刚才那是什么声音？陈安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词：阴兵借道。阴兵？花清月一愣，脸明显白了一些，他皱起眉头，看着甬道深处的黑暗，快点走，这里太邪门了。三人没走多远，甬道的尽头便出现了一扇半开的石门。等等，陈安快步走上前，小心地从门缝向里面看去，里面是一间石室，石室不大，也就20来平米，正中央竖着一块碑，周围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一些陶器，应该是陪葬品之类的东西。陈安的目光扫过石室，忽然目光一凝，昏暗中一个黑影正静静地站立在那道石碑之前。他盯着那道黑影看了片刻，忽然瞳孔一缩，那影子轮廓十分高大，身上穿着一件残破的盔甲，看上去有些眼熟。陈安一下子想起来，这居然是那句曾将姬吴越打成重伤的古诗。他心中一惊，难道现在自己的头顶上就是之前拿到那面古代阵旗的地方？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走了这么远了，千万别乱动。陈安一把拉住花清月的手，声音压得极低。花清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咸猪手弄得一愣，那是什么？他凑到陈安耳边轻声问道。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垂上，陈安耳朵根一痒，一头僵尸，就这玩意儿，上次差点把姬吴越一巴掌拍死。他用下巴指了指那道黑影，咽了口唾沫说道。花清月脸色一变，他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用口型问道：你刚才说谁啊？僵尸啊？不是这个。陈安心里咯噔一下，这女人的关注点怎么这么晚？姬吴越呀，怎么了？花清月眼中的笑意更深了，你跟他很熟？陈安忽然感觉到一阵凉意，他连忙摇头解释道：我和他就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你在紧张什么？陈安一愣，我哪紧张了？花清月瞥了他一眼，手心都是汗，我这是被吓的。花清月挑了挑眉，然后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句古诗。那他伤了之后是你救的他？陈安点了点头，愣了一下，又赶紧使劲摇头，不，怎么可能？他可是金丹期啊，我就算想救也是有心无力啊。花清月眼睛眨眨，盯着陈安看了半天，最终轻哼一声。陈安悄悄抹了一把汗，旁边的小乔被陈安的话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抓着陈安的衣袖。那公子他会不会突然又活过来？陈安拍拍他的手，示意他没事。三人随即进了石室，轻手轻脚地从那具古尸身后绕了过去。还好那具古尸并没有反应。几人从另一侧的石门出来，陈安松了一口气，他正犹豫要不要再和花清月解释一下，却看见这女人已经冷着脸转身继续向深处走去，看上去并不想搭理陈安。陈安苦笑一声，只能迈步跟上。没走几步，前方忽然传来花清月的一声低呼。陈安一惊，连忙跑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在甬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坑，石坑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在坑中间的位置竖着一座巨大的石台，借着不知从哪里透出的一丝昏暗光线，坑里的景象让几人瞬间吸了一口凉气。坑下面密密麻麻地站着全是人，不应该说全是尸体，和刚才那具古尸一模一样的尸体。这些尸体穿着统一的盔甲，一排排一列列，像是在等待检阅的一支大军。陈安看着眼前一幕，头皮有些发麻。卧槽，这是捅了 BOSS 窝吗？这得有多少？数不清，根本数不清。花清月也愣住了，他站在原地，目光扫过那些尸体，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也隐隐从这些古尸身上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沿着边缘走，千万不要掉下去了。他说着，率先朝石坑边缘走去。陈安跟在他身后，目光不时扫过那些尸体。走近了看，
这些尸体保存的要比之前的那具好一些，皮肤干瘪，但五官依稀可辨，盔甲锈迹斑斑，却依旧整齐地穿在身上，有的握着刀，有的举着长矛，静静地站在坑里，仿佛是在等待着被谁唤醒一般。几人顺着边缘狭窄的通道小心地移动，逐渐靠近了那座石台。踏上石台的那一刻，陈安不知为何忽然感到一阵凉意。这处平台少说也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正中央立着一座雕像，3丈来高，用整块的青石雕成。那是一个男人，身披盔甲，手按长剑，目光眺望着远方，威风凛凛，看样子应该是之前碑文中提到的那位将军。陈安绕着雕像转了一圈，然后在雕像的后面发现了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比寻常棺椁大上1倍不止，棺盖上刻着古老的纹路。陈安细细打量着这口石棺，这应该就是那位将军的埋骨之地了。花清月点点头，目光扫过平台四周，你看那些。陈安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在平台边缘竖着8根石柱，每根石柱上都刻着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凶兽。那些凶兽浑身鳞片，眼睛幽幽地盯着几人，露着满嘴獠牙，看起来十分可怖。陈安后背一阵发毛，这玩意儿不会突然活过来吧？花清月瞥了他一眼，闭上你的乌鸦嘴。陈安讪讪收回目光，绕过棺椁，又来到平台的另一侧。眼前的一幕让他当场愣住，在平台另一侧的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好几具穿着黑袍的尸体，看打扮好像是玄冥宗的人。陈安快步走上前，蹲下来查看。这些尸体少说也有10几具，死状异常凄惨，胸口全都塌陷着，整个身体扭曲成诡异的形状，看上去明显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道一击毙命。这些尸体的表情全都十分狰狞，明显是死前经历过巨大的惊吓。陈安走过几具尸体，忽然在中间的空地上发现了一片用鲜血画上去的图案，细细看去应该是某种阵法，阵法当中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一圈套一圈，像是某种古老的图腾。陈安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门道，于是起身皱着眉头望向不远处的花清月。此时他正神色凝重地看向石台中央的棺椁，一下死了这么多，应该是他们内讧了吧？陈安走到他身边，轻轻说道。花清月深吸一口气，轻轻摇了摇头，恐怕不是内讧。陈安一愣，为什么？花清月缓缓说道，他们应该是在这里进行某种仪式，只不过过程中出了意外。陈安皱起眉头，你怎么知道？花清月没说话，却一直盯着那巨大的棺椁。陈安心头一跳，他快步走向棺椁，往里看去，里面的景象让他当场愣住，一股凉意顺着脚底板窜遍全身。他转身看向花清月，声音有些颤抖，空的。花清月沉着脸点了点头，悠悠说道，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叫声吗？陈安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声音有些发颤，你是说那叫声是这里面的东西发出来的？那些人就是被这玩意儿弄死的？花清月沉默不语。公子，公子。这时小乔忽然神色匆忙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公子，你看这个。小乔来到陈安面前，摊开手心，那是一个头饰，银色的，上面雕着一朵梅花，几缕流苏垂下。陈安一眼就认出来，这是穆青青的头饰。你在哪儿找到的？陈安连忙问道。小乔抬手指向平台尽头，在那里的台阶上。陈安转头看去，发现在石台的边缘处有一条向下延伸的台阶，一直通往殉葬坑的底部。陈安心中一沉，他走近几步，看向那道石阶，光线十分昏暗，看不清石阶有多长，下面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忽然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从石坑深处的黑暗中传来，几人瞬间脸色一变，惨叫声在黑暗中回荡，然后瞬间戛然而止，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陈安盯着那道通往坑底的石阶，心跳砰砰加速。花清月来到他身边，眉头紧锁，是玄冥宗的那些人。陈安点点头，询问道，听上去离得不远，去看看，跟上他们，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路。花清月沉默片刻，抬手在指尖凝出一团青光，将周围照亮了一小片。跟紧了。说完，他朝着石阶走去。石梯很陡，上面长满了青苔。陈安紧紧跟在花清月身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遭的情况。刚下到坑底，陈安就感到一股刺骨的凉意，夹杂着又腥又臭的湿气，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借着花清月用灵力释放的微弱光线，他仔细打量着这片殉葬坑。整个殉葬坑的坑底用青石板铺就而成，那些身穿盔甲的尸体就静静地立在石板之上，四周一片死寂，只有他们3个的呼吸声。距离陈安最近的一具尸体甚至还不到1米，陈安能清楚地看见他盔甲上的锈迹，能看见他嘴角挂着的那一抹干涸的黑血。那些尸体的脸上干瘪的皮肤紧紧贴着骨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露出里面发黑的牙龈。几人小心翼翼地绕了过去，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惊扰了他们。他们躲着尸体，身体贴着石坑的边缘，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悄悄摸了过去。走了大概1炷香的功夫，前方不远处忽然出现了一点光亮。陈安认出来，那是一片火光，有人。他心中一紧，放慢脚步，然后抬手示意花清月和小乔先别动，自己悄悄往前摸了几步。片刻，陈安便退了回来，就在前面。陈安压低声音，那里有个洞，大概有5、6个人，具体没看太清楚。花清月思忖片刻，低声道，靠近点再看看。3人小心翼翼地来到洞口，这才终于看清了洞里的景象。里面空间不大，洞壁上插着几根火把，
昏暗的火光跳动着，那几道人影正围着一堆篝火席地而坐。陈安朝人影望去，忽然瞳孔一缩，他看见了沐橙，百药谷的长老沐青青的父亲。此刻他正低着头，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陈安越过他，继续往后面看去。沐橙身后，一个熟悉的身影被反绑着双手，跪坐在角落的地上。她一身淡青色的裙子，头发散乱，脸上满是灰尘和泪痕。沐青青，陈安握紧拳头，他果然在这儿。陈安疑惑地看向沐橙，你不是他爹吗？怎么和自己闺女还玩捆绑？这老东西到底在搞什么？此时他看到沐青青正神色激动，哭着和沐橙喊着什么。陈安又靠近了一些，侧耳听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过来？沐青青死死盯着沐橙的背影。爹是在救你，他们几人很快就要死在这里了。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玄冥宗的人？沐橙沉默。从小到大，你都教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还教我炼丹，教我医术，教我治病救人，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沐青青的声音在颤抖。你骗我，你一直在骗我。沐橙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发出一声长叹。沐青青忽然笑了。你现在告诉我，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是真的病死的，还是被你杀死的？沐橙浑身一震，他转过身看向沐青青，火光映在他脸上，照出那张苍老而疲惫的脸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青青，你怎么能这么想爹？他的声音沙哑。沐青青嘶喊道，那你要我怎么想你？沐橙张了张嘴，却最终什么都说不出来。旁边一个黑衣人忽然开口，行了，正事要紧。沐橙深深地看了沐青青一眼，然后猛地移开了目光，转过身去。另一个黑衣人也开口问道，那东西应该快要跟过来了吧？沐橙沉默片刻，快了。他看向石窟外的那片黑暗，他既然醒了，只要闻到活人的味道，自然会跟过来。那个黑衣人咽了口唾沫，这样到底行不行？刚才的阵法可是失控了，咱们10几个人都折在他手里。沐橙瞥了他一眼，所以我准备了这个。说着，他朝着洞窟的黑暗打了个响指，一道人影从石窟深处的黑暗中慢慢走了出来，就那样一步一步走到了火光下，动作机械，神情木然。陈安看清那张脸的一瞬间，浑身血液瞬间凝固。只见林雪机械地走到沐橙面前，然后停下脚步，他的眼神空洞，表情麻木，像是一具被操控的人偶。沐青青看见林雪，也是一愣，林雪姐，你怎么在这里？他随后又看向沐橙，你把他怎么了？沐橙没有回答。旁边那个黑衣人冷哼一声，没怎么，只是让他乖乖听话而已。沐青青脸色一白，你们……他挣扎着想起身，却被身后的黑衣人一把按住。其中一名黑衣人起身来到林雪面前，端详片刻，他点点头，不错，这个比上一个要像。另一个黑衣人也凑过来，这个确实可以，尤其是这眉眼，跟那位至少有7分相似。他顿了顿，这种质量应该能给我们争取不少时间。陈安心头一沉，隐约觉得不对。沐青青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沐橙，你不会是想用林雪姐当诱饵？沐橙沉默。沐青青疯了似的挣扎起来，你疯了吗？你快放开他！身后的黑衣人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啪的一声脆响，沐青青被打得脑袋一歪，嘴角渗出血来。老实点，你要不是沐橙的闺女，还能让你活到现在？那黑衣人骂道。沐青青抬起头，死死盯着沐橙，那双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和恨意。你不是我爹，他一字一句地说，你连人都不算。沐橙浑身一颤，他没有回头，而是看向林雪。那东西体内地功法很特殊，等他见到和他那位深爱的女帝面容相像的女人，肯定会被吸引过去。等他对这女人下手的时候，就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他顿了顿，到时候你们按计划行事，我来主持阵法，只要取了他的那缕残魂，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几个黑衣人随即点点头。陈安听完，心中泛起一片凉意。他们要用林雪的身体吸引那具僵尸，不行，不能再等了，得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花清月，刚转过去，陈安忽然看见在花清月身后不远处，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2个红色的圆球，正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陈安愣了片刻，然后猛然反应过来，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那根本不是什么圆球，而是一双闪着红光的眼睛，正在黑暗中悠悠地看着他们。